救命啊！出人命了！极乐宫弟子院落内，一个身着鹅黄色长裙、容貌秀丽的女子失声惊呼，慌忙用纤手捂住小嘴，眼中满是惊慌失措。她眼睁睁看着一个浑身血迹斑斑的男弟子慌不择路地闯进自己的闺房，跌跌撞撞间竟将双脚卡在了马桶中。那男弟子脸色铁青，挣扎着想将脚拔出，却越是慌乱越是动弹不得。砰！房门被人一脚踹开，10余个身着各色纱裙的魔女鱼贯而入，瞬间将男子团团围住。他们个个身姿曼妙，眼波流转，却带着几分戏谑的笑意，如同猫捉老鼠般打量着这个男弟子。夜深人静，星月如钩。极乐宫天月峰的内门大院中，一个青袍男子被五花大绑在古树上，月光下可以清晰看到他身上皮开肉绽的鞭痕，显然刚经历过一番严刑拷打。在他对面，10几个妖女环立四周，为首的是一位身着极乐宫内门弟子服饰的蓝衣女子，她肤若凝脂，容貌美艳，嘴角划过一抹玩味的笑意，手中的皮鞭有节奏的轻轻颠动着。蓝衣女子轻启朱唇，声音如银铃般悦耳：“哥哥，真是没有想到，在这外门弟子中，竟还藏着你这1号人物纯阳之体。”她的目光在男子身上流转，像是在欣赏一件稀世珍宝。女子缓步上前，用皮鞭轻轻抬起男子的下巴，眼中闪烁着发现宝藏的光芒。“你可知道，纯阳之体在我们极乐宫可是独一份有？这般资质，却在外门埋没了这么久，真是暴殄天物呢。”周围的妖女们也都眼唇轻笑，看向男子的目光中带着几分好奇与玩味。纯阳之体对修炼极乐宫功法的女修而言，可是大补之物，难怪他们会如此兴师动众。江辰面如死灰地望着眼前这群妖娆妩媚的妖女，心中涌起无尽的绝望。3年前，他的灵魂穿越到这个修真界，附身在这个同名同姓、因修炼走火入魔而暴毙的修士身上。这具躯体的原主天赋相当不错，拥有罕见的双灵根，修炼起来事半功倍。更难得的是，原主性格刻苦低调，年仅20便已修炼到炼气10重天，距离筑基只有1步之遥。江辰本以为穿越到了一个天赋异禀的修士身上，前途一片光明，谁知这里竟是上辅国3大魔宗之一的极乐宫。这个宗门以双修功法闻名于世，但因修炼的功法阴气极重，适合男修的功法相对稀少，导致宗门内男弟子数量特别稀缺。江辰来到极乐宫后一直小心翼翼，根据原主的记忆，他经常躲到后山隐秘处修炼，因为他深知自己是万中无一的纯阳体质，一旦被宗门内的女修发现，迟早会被当作修炼炉鼎活活榨干。就在昨日，他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尝试冲击筑基境。只要成功筑基，就能成为内门弟子，可以选择一位长老作为师尊，最重要的是能够获得基本的人权保障，不会再被那些妖女随意猜捕。可谁能想到，筑基时引发的天地异象太过惊人，竟然引来了正在附近狩猎的张月。这位内门天榜排名第2，筑基后期修为的女修，一眼就看穿了她纯阳体质的秘密。张月，我要投诉，实名投诉到长老院。江辰脸色苍白如纸，声音虽然虚弱，却带着最后的倔强。寒风吹过他单薄的身躯，破烂的青袍在风中呼呼作响，更添几分凄凉。纯阳之体，元阳未泄，送给师尊做礼物最好不过了。张月完全无视江辰的抗议，自顾自地盘算着，师尊最近正为冲击境界发愁呢，这下好了，有纯阳之体相助，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喽。他轻描淡写的语气，仿佛在讨论一件物品的去处，全然没把江辰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种漠视让江辰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贱人，老子誓死不从！江辰恶狠狠地瞪着张月，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若不是这个小婊砸在他冲击筑基境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打断了他的突破，此刻他早已是筑基修士。冲关失败带来的反噬让他经脉受损，境界倒退到炼气9重天，下次想要冲击筑基境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更可怕的是，在境界未达筑基之前，若被人采捕，今后的修行之路将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永远止步于此。长得人模狗样，嘴巴这么毒。张月眼睛微眯，冷冷地扫了江辰一眼。啪！他手中的皮鞭在空中划过，带着破空之声，精准地抽在江辰大腿深处。这一鞭力道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不会造成永久损伤，又带来了钻心的疼痛。嘶！江辰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一股剧痛从鞭痕处蔓延开来，连带着附近的皮肉神经都麻木了。叮咚！就在江辰万念俱灰之际，一道清脆的萝莉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系统激活条件达成，获得双修暴击系统，双修时可随机爆出装备、修为、灵丹等奖励。新手奖励，首次双修可获得对方 50% 修为，基础纯阳之体进化为真阳仙体。真阳仙体又名炉鼎之王，凌驾天武大陆10大圣体之上。拥有此体质者，双修时修行速度1日千里，
堪称绝世颅顶。哗！这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音在江晨脑海中回荡，让他瞬间清醒。这一刻，他眼中的怨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光芒。双修暴击系统，首次双修就能获得对方一半修为，这意味着什么？张月的师尊可是极乐宫公主，那可是赫赫有名的金丹后期大修士。江晨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那笑容中带着几分邪气，几分算计，让原本绝望的他瞬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张师姐，她好像还是不服气啊。一个妖女注意到江晨的表情变化，尖声说道：她笑了，是邪笑，那种看不起人的笑。另一个妖女附和道：把她蛋敲碎一个，反正一个也能用。几个小怨妇七嘴八舌地出着馊主意。在这极乐宗内，女弟子占了80%之多，男修仅有20%，可谓是僧多肉少。这些常年得不到足够阳气滋润的女修，个个都如狼似虎，看到江晨这样的纯阳之体，更是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所谓得不到就要毁掉，他们宁愿这男修被张月活活抽死，也不愿眼睁睁看着他成为别人的颅顶，哪怕那个人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大人。这种病态的心理让整个宗门都笼罩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张师姐，我去。江晨强忍着身上火辣辣的鞭伤，突然高声道：啪嗒。张月见江晨终于服软，随手将皮鞭扔在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他冷笑一声，眼中满是轻蔑：呵呵，你们男人就是这样，非要吃点苦头才肯罢休，说到底就是贱。他转身对身后那群跃跃欲试的师妹们挥了挥手：姐们们，把他给我扛到师尊的宫殿去。是，二师姐。那群女修顿时欢呼雀跃，七手八脚地解开江晨身上的绳索，像抬战利品一般将他高高举起。江晨被他们架在肩头，随着队伍向山顶的宫殿走去。他仰望着逐渐远去的夜空，嘴角却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张月站在原地，双手环抱在傲人的胸前，目送众人离去的背影。月光下，他的脸颊上浮现出志得意满的笑容。哼，师尊生辰在即，我有如此大礼，此次进入天池的资格只能是我。至于安澜那个贱人，那就再等10年吧。被众女抬着的江晨此刻内心却异常平静，他感受着体内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纯阳之体在系统的改造下正在向传说中的真阳仙体进化。每走一步，他都能感觉到经脉中流淌的灵力越发精纯。等着吧，等见到你们师尊，看看到底是谁才不谁。极乐宫深处，月华殿巍然矗立，这里是公主清修之地，终日被一层淡淡的灵雾笼罩。江晨被一群妖女高举着来到月华殿内殿，他们先是仔细地为他沐浴净身，用散发着清香的花露擦拭每一寸肌肤，随后为他换上一件宽松的白色丝袍，最后将他束缚在一张巨大的白玉床上。这张玉床温润剔透，散发着淡淡的灵气，四周悬挂着轻纱幔帐，墙壁上点缀着精致的风铃，随着微风轻轻摇曳，发出悦耳的音符。整个房间以粉白2色为主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暧昧而神秘的气息。江晨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听闻极乐宫公主已经200多岁，不知老成了什么模样，但转念一想，既然是被动的一方，倒也不必太过在意对方的容貌，反正关了灯都一样。子时将至，殿外传来细微的脚步声。吱呀，沉重的殿门被人缓缓推开，先是一阵幽香袭来，随后一个慵懒悦耳的声音响起：月儿真是有心了，竟送了一个纯阳之体给本宫，真是可遇不可求哟。这声音宛如天籁，完全不像垂暮老人应有的嗓音。门外，一袭红袍的女子款款走来，她赤着双足，白皙的脚踝上系着精致的红绳，每一步都带着说不出的韵味。江晨双眼微眯成凤，随即缓缓睁大，瞳孔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惊异之色。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满脸皱纹、皮肤松弛的老妪，却没想到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倾国倾城的容颜。公主看起来不过20许人，肌肤吹弹可破，眉眼如画，一颦一笑间带着摄人心魄的魅力，五官精致的如同上天精心雕琢的艺术品，浑身散发着纯御姐的气质。咻！她脚下缩地成寸，瞬间来到江晨的面前。两人距离极近，苏梦几乎半俯着身子，那双深邃的美眸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江晨。她呼吸间吐气如兰，淡淡的幽香萦绕在江晨鼻尖，红唇微起，声音慵懒而魅惑。怎么，很意外？您就是公主？江晨一脸不可置信，声音都有些发颤。这与他想象中的200多岁老妪简直天差地别。鄙人苏梦正是极乐宫公主。女子轻笑一声，纤纤玉指从江晨的脸颊缓缓滑至下巴，像是在欣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长相倒是不错，身形也很标致。她仔细端详着江晨，1.8米的个头，结实却不粗壮的身材，确实符合她的审美。
更难得的是，那股纯阳之气让他体内的功法都开始自行运转起来。苏梦直起身子，红袍随风轻扬。本宫最近正在冲击金丹大圆满，本来只有3成把握，如今加上你这纯阳之体，足以提升至5到6成。他说着，突然挽起衣袖，露出手腕上一点鲜艳的朱砂痣。放心，与本尊双修，绝不会亏待你的。这次算是便宜你了。那点朱砂痣在烛光下格外醒目，正是处子的象征。江辰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堂堂极乐宫公主，外界传闻中杀人如麻的大魔女，竟然还是个处子。或许是看出了江辰眼中的疑惑，苏梦轻启朱唇解释道：本宫以往修炼，只需触碰你们这些炉鼎的百会穴，便可抽取阳气助我修行。但你是万中无一的纯阳之体，不可这般随便对待。他话音未落，玉手轻挥，顿时整个房间光华大盛。哗，数以万计的灵石如雨般倾泻而下，瞬间堆满了整个房间，散发出浓郁的灵气。数颗龙眼大小的丹药悬浮在半空中，散发着诱人的药香，每一颗都价值连城，整个房间顿时被灵光笼罩，宛如仙境。苏梦轻轻解开江辰手腕上的绳索，柔声问道：可曾学过双修之术？没有。江辰老实的摇头，心跳却不自觉地加速。那本宫在上面。苏梦嫣然一笑，红袍如蝶一般飘落，露出若隐若现的曼妙动体。她纤纤玉指轻点，房间内的烛光顿时暗淡下来，只余灵石散发出的柔和光芒。3个时辰后，云雨缠绵之际，正值关键时刻，异变突生。江辰身上突然迸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一道强大的能量波动以他为中心猛然爆发。正沉浸其中的公主苏梦猝不及防，当场被震飞出去，重重撞在墙壁上。而江辰身上的气息却在急剧攀升，如同火山爆发般势不可挡。炼气9重天巅峰，炼气10重天，筑基初期，筑基中期，筑基后期。他的修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突破，每一个境界的壁垒在这股力量面前都如同纸糊一般。体内灵力如江河奔涌，经脉被不断拓宽强化，整个人都在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定，恭喜宿主，新手奖励已到账，首次双修获得对方 50% 修为。江辰猛地从玉床上坐起，眼中闪烁着难以抑制的狂热光芒。他清晰地感受到体内气海被扩充了数十倍，原本只能容纳溪流的气海，此刻已然化作浩瀚湖泊。更让他惊喜的是，300来斤的气力竟暴涨至3000斤，这种肉身力量的提升让他忍不住仰天长啸。阿吼！这声长啸中蕴含着磅礴的灵力，震得殿内风铃叮当作响。此次双修最起码省去了近100年的苦修，这种质的飞跃让他几乎沉醉其中。不，怎么会这样？苏梦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起，嘴角挂着鲜红的血渍，原本红润的脸庞此刻苍白如纸。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境界竟然暴跌至金丹初期，体内灵力紊乱不堪，气海处传来阵阵刺痛。此时的苏梦虚弱不堪，他死死捂住腹部气海位置，美眸中满是震惊与愤怒。本宫好心待你，不曾伤你分毫，你究竟对本宫做了什么？铿锵，一柄紫色长剑应声而出，悬浮在半空中，散发出冰冷刺骨的剑气。殿内温度骤降，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杀意。江辰脸上的兴奋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瑟瑟冷汗。他全身肌肉紧绷，这才想起一个致命的事实，自己虽然获得了对方1半修为，但苏梦即便境界大跌，也依然是金丹期修士，想要捏死自己这个筑基后期简直易如反掌。一名暴怒的金丹修士究竟有多可怕？他根本无需细想，那毁天灭地的威压就足以令人窒息。完了完了！江辰在心中暗骂自己得意忘形，竟然把这么要命的事情给忘了。公主且慢，您可曾听过真阳仙体？危急时刻，江辰连忙高声阻止真阳仙体。苏梦闻言果然停下动作，美眸微眯，似乎在回忆什么。他隐约记得在哪部古籍中见过这个称谓。只见他手中储物戒灵光一闪，数十部泛黄的古籍凭空出现，悬浮在房间内。苏梦眼中泛起诡异的红色光泽，所有书籍顿时无风自动，书页哗啦啦地快速翻动起来，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查阅这些古籍。片刻之后，停！苏梦轻喝一声，其中一部最为古旧的书册轻飘飘地落入他的掌心。书页自动翻到某一页，开篇第一句赫然写着：真阳仙体，万年难遇。详细记载如下。苏梦轻声念出古籍上的内容：2万年前曾出世过一次。真阳仙体乃世间炉鼎体质之王，他的出世很快引起修真界大乱。天武大陆各大女魔头，甚至闭关千年的老魔头纷纷出关抢夺此人。获得真阳仙体，足以问鼎世间之巅。读到此处，苏梦的呼吸不禁急促起来，他的声音渐渐凝重。那人东躲西藏，无奈之下
只得自宫，没了命脉，以为再也无事，可最后还是被众多女魔头圈禁，并请来炼丹宗师将其炼成一炉丹药，让天武大陆的魔女们瓜分。江晨听到这里，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脊背窜起，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万万没想到，这真阳仙体竟然如此可怕，不仅会引来无数强者争夺，最后甚至落得被炼成丹药的下场。你是真阳仙体？苏梦合上古籍，投来将信将疑的目光。他实在难以相信，这种传说中的体质竟会出现在自己面前，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自己居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受害者。您来试试便知。江晨主动伸出右手手腕，脸上带着几分坦然，心中却是在暗自打鼓。他现在就像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苏梦纤纤玉指轻点，一道精纯的灵力如丝线般射出，精准地没入江晨的手腕处。这道灵力细如发丝，却在两人之间建立起微妙联系，让他能够清晰地感知到江晨体内的情况。嗡！当苏梦的灵力探入江晨体内时，他顿时感受到一股澎湃如海的阳气，其旺盛程度简直骇人听闻。这远非寻常纯阳之体可比，那精纯的阳刚之气如同太阳般炽热，却又带着某种神圣的气息。万年难遇的真阳仙体，竟然真的出现在极乐宫，而且还阴差阳错的被自己得手了。可为什么自己会落得修为大跌的下场？这完全不符合常理。苏梦眼中闪过一丝寒芒，既是真阳仙体，为何会吸取本宫修为？江晨连忙抱拳解释：公主明鉴，实不相瞒，您是处子之身，江某同样也是个处。真阳仙体第一次双修时，会本能的吸收对方部分修为作为滋养，但以后便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苏梦秀眉微蹙，显然对这个解释并不完全信服，古籍上为何没有这般记载？你莫不是在哄骗本宫？是与不是，您再试试便知。江晨说着，竟然四仰八叉的主动躺回床上，摆出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苏梦轻抿朱唇，双手负在身后，在房内来回踱步。她秀眉微蹙，内心经历着激烈的挣扎。这100年修为绝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但若是继续双修，万一再出现意外，敢骗我就杀了你。苏梦终于下定决心，玉手一挥，紫灵剑嗡鸣一声，悬在江晨头顶3寸之处。剑尖寒光闪烁，一旦发现任何异常，瞬间就能洞穿他的头颅。又是一番云雨缠绵。这一次，真阳仙体的神效终于完全展现。苏梦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灵力在江晨4肢百骸中游走一圈后，不仅变得更加精纯，还带着一股奇特的阳刚之气，让他原本受损的经脉快速修复。江晨同样获益匪浅，在双修过程中，他的真阳仙体与苏梦的金丹灵力相互交融，修为竟然又精进了几分。收工之后，苏梦原本苍白的脸色恢复红润，虽然境界仍停留在金丹初期，但已然达到初期巅峰。他能感觉到，只要勤加双修，不出1年必定能恢复原有境界，甚至更上一层楼。还请公主保守秘密。江晨整理着衣袍，郑重地说道。不用你提醒，本宫也知晓。苏梦没好气地白了对方一眼，心中却是波澜起伏。这可是万年难遇的真阳仙体，他又不是傻子，岂会告知外人？要知道，上辅国3大魔宗虽各有一个老怪物坐镇，但已经1000多年没有出过新的元婴大修士了。如今有真阳仙体相助，元婴之境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今后不得离开月华殿。苏梦换上一袭红衣软袍，那御姐的气质愈发浓郁。她慵懒地靠在御椅上，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公主这是想要控制我的人身自由吗？江晨冷笑一声，眼中闪过决然之色。抱歉，如果是这样，江某宁愿当场自缢。咻！一块白绸子轻飘飘地落在江晨脚下。自缢吧。苏梦背负双手，挑了挑眉，带着几分玩味。他倒要看看这个小子能硬气到什么时候。嗨，江晨干咳2声，语气突然软化。公主您是知道的，江某无权无势，世上又只有您知晓我的身份，我是断然不会离开极乐宫的。这束缚自由的事就免了吧。苏梦轻抚下巴，这小子年轻气盛，心性幼野，若是强行困住他，恐怕会适得其反。自己今后的修行还要指望他呢，得想个办法把他拴住才行。苏梦红唇微起，你是纯阳体质的事情，恐怕已经传遍整个极乐宫了，明面上已是本宫炉鼎。说吧，你想要个什么上台面的身份？江晨眼中金光一闪，早就打好了算盘，给个长老当当就行，顺便把张月那个小贱人打残，送到我面前来。这个要求让苏梦都有些愕然，他没想到江晨不仅想要权势，还要报复当初将他掳来的张月，这份狠辣果断，倒让他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苏梦轻抚衣袖，眼中闪过一丝考量。你年纪尚轻，若直接当上长老，恐难服众。本宫暂且收你为亲传弟子，待你修为精进，再议长老之位不迟。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张悦，他毕竟是我座下二弟子，此番捉你来，也是为庆贺本宫生辰，杀他之事，休要再提。”苏梦直接拒绝了江晨的2个要求，但作为补偿，他玉手轻扬，一枚金色令牌破空而来，唰，令牌稳稳落入江晨掌心，入手温润如玉，正面刻着苏梦2字，背面则是极乐宫特有的炉鼎图案。这是本宫的令牌，宫内一切修行资源皆可供你取用。江晨把玩着令牌，心中暗自盘算，虽然没能如愿当上长老，但有了公主亲传弟子的身份，再加上这枚令牌，在极乐宫内也算有了立足之本。苏梦转身欲走，红袍在风中轻扬。3日后便是本宫生辰，届时本宫会当众宣布收你为徒，记得准时到场。他深知，既然要将江晨留在身边，就必须给外界一个合理的解释。亲传弟子的身份，既能堵住悠悠之口，又能名正言顺地将他留在月华殿。苏梦飘然而去，只留下一缕幽香在殿内萦绕。下一次相见，便是3日后的庆生大典了。正午时分，江晨终于踏出月华殿。他信步走在天岳峰的山顶大路上，感受着久违的自由气息。这里云雾缭绕，灵气充沛，是极乐宫最核心的修炼圣地。按照宫规，只有内门弟子和长老才有资格踏足此地。令人心动的是，极乐宫最珍贵的万气阁和上丹房都设在此处，还有那传说中的妖兽乐园。江晨信步来到极乐宫的核心区域，只见3座巍峨的金色宫殿依山势而建，雕梁画栋，尽显魔宗气派。他掂了掂手中刻着苏梦2字的金色令牌，深吸一口气，大步朝着正中那座标着万气阁的宫殿走去。这是他第一次踏入极乐宫的禁地，心中不免有些期待。一入殿内，江晨顿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只见偌大的殿堂内，无数灵气法宝陈列在玉架之上，散发着各色光芒。剑戟刀枪，钟鼎镜塔，各式灵气应有尽有。符箓阵盘，奇门法宝，各类异宝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这里的等阶划分极为森严，共分6大品级：人阶下品、中品、上品；地阶下品、中品、上品。以江晨目前筑基后期的修为，最多只能驾驭的阶下品的灵气法宝。即便他有资格获取更高品阶的宝物，碍于境界所限，也根本无法催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散发着诱人光芒的高阶法宝。当江晨亮出苏梦的令牌时，负责看守万气阁的几位执事长老顿时瞪大了眼睛。这位执掌极乐宫上百年的公主，从未给过任何人如此殊荣。要知道，这枚令牌代表着公主亲临，可以调动宫内一切资源。一位白发苍苍的执事长老快步上前，恭敬地说道：“道兄，这里面的宝物，地阶中品以下任君挑选，若有中意的，只需登记在册即可。”得嘞。江晨向来不是矫情之人，既然有了公主令牌，自然不会客气。他首先将那个破旧的储物袋丢弃，精心挑选了2枚崭新的储物戒。这2枚戒指通体漆黑，表面流转着淡淡的空间波动，内部空间竟达10万平米之巨。他奢侈地将戒指分别戴在左右手上，随后又收取了数万颗灵石。他甚至随手拈起一颗放在口中，如同嚼糖豆般随意。在灵气选择上，江晨更是毫不手软，专挑金丹修士以下最顶级的宝物。一对银锤位列地阶下品顶级，锤身刻满玄奥符文，同阶对抗时威力凶狠残暴。3件薄如蝉翼的内甲，看似轻若无物，却能抵挡金丹大修士的全力一击。一双神行靴穿上后，速度暴增数倍，让苦练身法数十年的修士都望尘莫及。除此之外，他还搜罗了各类高阶符箓，遁地符、隐身符、攻击符，可谓应有尽有，简直武装到了牙齿。执事长老看到这一幕，眼皮不住的抽搐。寻常修士为了一件地阶下品灵器，不知要完成多少宗门任务，攒够灵石才能换取。而江晨却像在集市买菜般，随手就拿走这么多珍贵宝物。随后，江晨又来到上丹房，选取了不少珍稀丹药。至于突破境界的丹药，江晨懒得弄，还不如自己双修提升速度来得快。唯一让他遗憾的是，妖兽乐园因内部装修调整暂未开放。据说那里可以挑选与自身契合的妖兽作为坐骑，但在极乐宫，唯有金丹期的内门长老才有资格拥有坐骑，境界未达金丹之前，根本想都别想。尽管如此，江晨已然心满意足。这一趟收获颇丰，不仅装备焕然一新，更在执事长老们震惊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公主令牌带来的无上权势。快看，快看，公主的纯阳之体炉鼎哦，真令人羡慕。在外门藏匿了那么久，最后还不是一个小白脸吗？这下可真是鲤鱼跃龙门喽！天岳峰的山道上，几个妖娆的女修对着江晨指指点点，语气中满是讥讽与嫉妒。江晨双手枕在脑后，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草，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直到一个女修故意提高音量：“听说某些人靠着特殊体质上位，也不知道能不能伺候好公主呢。”
江晨眼睛微眯，冷冷道：“多什么嘴？找茬？来哇！”求之不得。那几个女修不仅不惧，反而娇笑着围了上来。江晨脸一黑，在这僧多肉少的极乐宫，这些女修个个如狼似虎，心里早就扭曲变态了。他懒得理会，加快脚步朝月华殿走去。回到月华殿外，却见两拨人正在大门前对峙。张月领着姐妹团堵住了一个白衣女子。安澜，别来无恙啊！张月语气轻佻，带着几分挑衅。那女子身背一柄银色长剑，神色冰冷如霜，即便被众人围住，依旧保持着从容姿态。她白衣胜雪，青丝如瀑，整个人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场。江晨远远就注意到这一幕，他直接无视了张月和他的表杂姐们团，目光却被对面的女子吸引。安澜，原来她就是极乐宫的圣女安澜，内门大弟子，天榜第一人，筑基大圆满修为，下一任公主的候选人之一。各种光环加持之下，让她在极乐宫内地位超然。细看之下，安澜身着一袭雪白长袍，身段高挑曼妙，宛如月宫仙子临凡。她的容貌堪称绝色，较之张月更胜一筹，几乎可与公主苏梦平分秋色。最令人心动的是，她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高冷气质，如寒梅傲雪，令人不敢亵渎，却又心驰神往。安澜，3日后师尊庆贺生辰时就要公布进入天池的名额，这一次非我莫属。张月冷笑连连，语气中带着志在必得的狂妄。安澜神色依旧古井无波，淡淡道：“师妹，你以为送来一个纯阳之体就能稳操胜券了吗？不然呢？”张月挑了挑眉，满是不服气：“难不成你有更好的宝贝送给师尊？”安澜负手而立，声音清冷如泉：“师尊从不是爱慕虚荣之辈，能否进入天池，他所看重的乃是一个人的天赋和资质。为了极乐宫的未来，师尊定会择优而选。”你……张月眉头紧蹙，这番话确实戳中了他的痛处。论天赋和资质，他确实要比安澜逊色一筹，否则也不会常年屈居天榜第2。这个事实就像一根刺，一直扎在他的心头。就在两人对峙之时，张月身后一个小妖女突然轻咦一声，凑到他耳边低语：“张师姐，是他啊！”众人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江晨不知何时已站在不远处，正饶有兴致地观望着这场争执。他嘴里依旧叼着那根狗尾巴草，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模样。“你过来！”张月转身看到江晨后，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轻佻地招了招手。他显然还沉浸在当初将江晨擒来的优越感中，以为对方仍是那个任他拿捏的外门弟子。然而今时不同往日，面对这个曾经羞辱过自己的女子，江晨心中已无半分惧怕。他缓步上前，筑基后期的修为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来，让张月等人顿时色变。“筑基后期？你怎么？”张月瞳孔微缩，随即恍然大悟：“哦，难不成是灌顶之法？”他自以为看穿了真相，脸色带着几分不屑。在他看来，这种强行提升修为的手段终究是暂时的，维持数月便会消退。境界越高，双修时的效果也就越大，想必这是师尊的手段。臭小子，师姐让你一步登天，省去了那么多年的苦修，直接享受荣华富贵，还不快谢谢张师姐？旁边一个妖女尖声提醒道，满是谄媚。然而江晨完全无视了这群人，目光转向一旁的安澜，郑重地抱拳行礼：“见过安师姐。”这番举动让张月等人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安澜微微颔首，清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诧异：“哦，江师弟。”他显然没料到这个新晋的公主卢鼎会主动与自己搭话。“喂，刚才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张月终于按捺不住，语气中带着怒意：“本人不与碧池说话。”江晨冷冷回敬，故意在人群中穿行时重重撞了一下张月的肩膀。张月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先前在安澜那里没讨到好处，本就憋了一肚子气，此刻更是火冒三丈。他死死盯着江晨离去的背影，指甲深深掐入掌心。轰！张月毫不犹豫，一掌朝着江晨的后背狠狠拍去。这一掌蕴含着筑基后期的全力一击，掌锋凌厉，带起刺耳的破空声。他显然被江晨的挑衅彻底激怒，已经顾不得公规戒律。“师弟小心！”安澜急忙出声提醒，清冷的语气中难得带着一丝急切。然而江晨早有准备，只见他脚下的神行靴灵光一闪，身形如鬼魅般晃动，轻描淡写的就躲过了这致命一击。张月全力出手，却扑了个空，一个踉跄险些摔倒。与此同时，江晨手中一张蓝色符箓急射而出，精准地贴在张月背上。嗡！符箓瞬间化作无数蓝色光丝，如同蜘蛛网般将他全身笼罩。张月只觉得浑身像是灌了铁签般沉重，连手指都无法动弹分毫，体内的灵力也被彻底封印。“定灵符，你怎么会有这个？”张月瞳孔骤缩，声音中带着难以置信的惊骇。
这可是地阶下品灵符，金丹境以下修士一旦中招，1个时辰内都会如同木偶般任人宰割。哗！江辰根本不给他啰嗦的机会，又取出一个白玉小瓶，他嘴角带着戏谑的笑意：“我这是自慰啊，无限自慰。”白色的粉末哗啦啦全都倒在张月身上，顿时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弥漫开来。哦！张月当场干呕起来，那味道如同腐烂了数月的臭鱼烂虾，令人作呕。哦，好臭！周围的女修们也纷纷退避三舍，一个个眼鼻皱眉，恨不得离得越远越好。就连一向清冷的安澜也忍不住皱了皱穷鼻，优雅地向后退了几步，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江辰，你对我做了什么？张月脸色铁青，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那股难以形容的恶臭如同实质般钻进他的鼻腔，让他几欲昏厥，偏偏又被定灵符困住，连捂住鼻子都做不到。好像叫什么银虫粉。江辰故作沉思状，嘴角却带着掩饰不住的笑意。什么？银虫粉？张月闻言，脸色瞬间惨白，声音都变得尖利起来。江辰，我杀了你！哇！哦！他一边干呕，一边绝望的嘶吼，整个人几乎崩溃。银虫粉乃是银虫晒干后研磨而成的粉末，这种小型妖兽天生通体恶臭，其气味之浓烈，足以让寻常修士望而却步。一旦被沾染在身上，那种深入骨髓的臭味，1个月内都难以消退。银虫粉通常用于狩猎时追踪妖兽方位，因其气味特殊且持久，能让猎手轻易找到目标。但此刻被用在人身上，简直比严刑拷打还要折磨。江辰心中冷笑，苏梦不让他杀张月，但可没说不准恶心他。既然不能取他性命，那就让他生不如死，看他还敢不敢嚣张。江辰眸光微转，视线轻轻落在安澜身上，唇角带着温润笑意。师姐特意来月华殿，可是有要事需禀报公主。安澜纤长的睫毛轻颤，玉指不着痕迹地拢了拢袖口，微微颔首道：“正是。”江辰优雅的侧身让出通路，右手在身前划出流畅的弧度，做出一个颇具风度的邀请姿势：“愿为师姐引路。”啊！张月在怒火和恶臭的双重夹击下，终于支撑不住，眼前一黑，被生生熏晕了过去。他身后那些小姐妹们强忍着呕吐的冲动，手忙脚乱地用外袍将他裹了起来，如同抬什么脏东西般，快速逃离了这个令人作呕的地方。二人并肩步入月华殿，穿过雕梁画栋的长廊，来到一处雅致的书房。江辰抱拳一笑，语气恭敬却不失从容：“安师姐，公主就在内殿处理事务，我就先不打搅了。”“好的，师弟。”安澜微微颔首，清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他自己也感到诧异，对这个年轻的师弟，他竟生不出一丝反感。要知道，以往他对师尊的那些炉鼎，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在他看来，所谓炉鼎，实则与奴仆无异，不过是供人采补的修炼工具罢了。但江辰给他的感觉却截然不同，这个师弟言谈举止间更带着一种难言的自信与从容。江辰忽然想起什么，开口问道：“哎，对了，师姐，这张月为何跟你过不去？你们之间有过节吗？为了一个天池名额？”安澜背负双手，语气淡然，显然不想多做解释，但那双清冷的眸子中却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天池，江辰默默将这个关键信息记在心里。他虽然不清楚具体细节，但能让2位天榜弟子如此争夺，必定是非同小可的机缘。二人分开后，江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外站着4位身着淡粉衣裙的侍女，见到他回来，齐齐屈膝行礼：“江公子。”江辰淡淡点头，目光在4人身上一扫而过。他心知肚明，这些侍女不仅是来服侍他衣食住行的，更是奉公主之命来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不过监视就监视吧，他倒是乐得如此。毕竟在眼下这个阶段，极乐宫就是他最好的庇护所。谁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险恶，还是苟着才能活得长久啊！你跟我进屋。江辰目光在4位侍女身上扫过，最终落在最出众的那位身上。这女子身段苗条玲珑，肌肤白净如玉，容貌秀美可人。更难得的是，已有炼气8重天修为，放在外门弟子中也算佼佼者了。被选中的侍女顿时双颊绯红，纤纤玉指紧张地攥着衣角，低着头乖巧地跟了进去。其余3位侍女则是一脸羡慕地望着他的背影，眼中满是嫉妒之色。要知道，这位江公子不仅是纯阳之体，更生的俊朗非凡，能与他独处一室，简直是求之不得的机缘。半刻钟后，房门吱呀一声打开，那侍女嘟着嘴走了出来，一脸不情愿地跺了跺脚，似是受了什么委屈。怎么了？怎么了？江公子弄疼你了？江公子也太快了吧，这才多久就完事了？这也算男人吗？快说说，啥子感觉？3位侍女立刻围了上来，迫不及待地打听细节，却见他只是摇头不语，更是心痒难耐。房内，江辰独自坐在床沿，
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他叫那侍女进来，自然不是为了男女之事，而是借此机会打探消息。通过方才的询问，他已经大致了解了张月心心念念的天池究竟是何物。原来那天池是极乐宫的一处禁地，10年才开启一次，每次开启仅容1人进入，且只能在其中待上1天。天池乃是极乐宫灵脉的核心所在，其中蕴含的天地灵气浓郁到几乎化为实质，只需在其中浸泡1日，便能洗精伐髓，重塑全身经脉，效果堪比外界苦修3年之久。然而这还不足以让所有弟子为之疯狂。真正让天池成为极乐宫至高圣地的原因，是因为那里居住着宫内唯一的老怪物，一位元婴老祖。整个上府国境内仅有3位元婴老怪存世，而天池中的这位便是其中之一。据说他已经有1300岁高龄，见证了极乐宫数代兴衰。这位老祖不仅会指点修行，传授珍贵经验，若是心情好了，甚至会赐予1滴元婴液。这元婴液乃是元婴大修士的本命精华，对突破金丹境有着莫大注意。如今极乐宫的8位内门长老皆是金丹大修士，都曾受过这位元婴老祖的指点。元婴老祖，还好我不用去。江辰暗自庆幸，天池固然诱人，但那里毕竟有元婴大修士坐镇，万一被看穿了自己身上的真阳仙体和系统秘密，那可就麻烦大了。想到这里，江辰彻底打消了争夺天池名额的念头。这等机缘固然珍贵，但比起暴露秘密的风险，还是小命更重要。爱谁去谁去，他可不想招惹那位活了1000多年的老怪物。接下来的几日，江辰过得颇为悠闲，整日在极乐宫内闲逛赏景。令他意外的是，张月竟然没有前来报复，这着实有些反常。转念一想，倒也释然，银虫粉的恶臭1个月都难以消散，他怕是根本没脸出门见人。至于公主苏梦，最近一直忙于筹备自己的生辰大典，将一切布置得极尽奢华，自然也无暇来找他。直到庆生大典正式开始，这份宁静才被打破。庆典就在极乐宫举行，场面宏大非凡，外门弟子将近8000余人，密密麻麻遍布在山顶各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踏上这片圣地。碍于身份限制，他们平日只能在半山腰修行，此刻个个神情激动，四处张望。内门弟子数量就要稀少得多，仅有不到500人，但这些人无一不是筑基期修士，个个气度不凡，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月华殿外殿被装饰得富丽堂皇，琉璃瓦在阳光下流光溢彩，玉石阶两旁摆满了珍稀灵花。只有内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才有资格进入月华殿，基本上都是天榜前30的精英，修为没有一个低于筑基中期。外门的78位长老全部到场，各自按照位次端坐在软椅上。内门8大长老悉数莅临，这些金丹大修士的出现让整个会场的气氛更加庄重。苏梦的4大亲传弟子也都到齐。安澜身着一袭白衣长袍，身姿挺拔，背负的银剑在阳光下流转着清冷光泽。他的出现瞬间成为全场焦点，卓然的气质让在场所有内门弟子都不由自主地投来目光。无论男女弟子，眼中都带着难以掩饰的仰慕之情。这位天榜第一的圣女，俨然已成为无数弟子心中的修行楷模。相比之下，张月的装扮就显得格外滑稽。她浑身上下裹了里3层外3层，厚重的衣物让她看起来像是在寒冬腊月般臃肿。张月不知在身上喷洒了多少香水，虽然勉强掩盖了银虫粉的恶臭，但混合后的味道变得异常怪异，让附近的人都不自觉地与她保持距离。当然，最令江辰吃惊的是另外2位亲传弟子，那竟是一对容貌完全相同的双胞胎姐妹，长相萝莉可爱，却都穿着紧身黑衣，将姣好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2人都扎着利落的马尾辫，扑闪的大眼睛里带着几分狡黠。作为特殊存在，江辰被苏梦提前安排在内殿等候。这个位置既避开了外界的纷扰，又能在公主需要时随时应召，可见苏梦对她的重视程度。正当酒席刚刚备妥，殿外突然传来一道清越悠扬的天籁之音，如同凤鸣9天，响彻云霄。合欢宗元曲携弟子前来庆贺。话音未落，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头长达100余丈的黑色蜈蚣破空而来，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最终稳稳落在殿门前。这头9天百足蜈蚣通体漆黑如墨，上百只锋利的角爪闪烁着寒光，狰狞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是9天百足蜈蚣，5阶妖兽，听说拥有金丹修为。元曲，那是合欢宗宗主啊，听说长得相当俊美，传闻元曲前辈可是上府国第一美男子。好激动！殿内顿时响起一片惊呼，那些平日里沉稳的天榜内门弟子们也难掩激动之色。众人纷纷伸长脖颈向外张望，想要一睹这位传奇宗主的真容。一些女弟子更是忍不住整理胸前衣襟，眼中流露出期待的光芒。元曲很牛吗？江辰悠闲地含着一颗熟透了的葡萄，透过内殿的薄纱帷幔，将外殿的一切尽收眼底。
4位侍女势力在侧，两人轻柔地为他揉肩，两人细致的捶腿，尽显奢靡之态。一位侍女轻声解释道，眼中泛起崇拜的光芒：“公子有所不知，元曲前辈乃是合欢宗宗主，其实力冠绝天下，传言他有望在500年内晋升元婴之境呢。”另一位侍女接过话茬，语气中带着几分痴迷：“最重要的是，元曲前辈被誉为上府国第1美男子，不知多少女修为之倾倒呢。”江辰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上府国3大魔宗皆以双修功法闻名，其中合欢宗实力最为强盛。只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合欢宗宗主竟是个男子，这倒是有趣。正当他思索间，殿内发出一阵轰鸣，哗！9天百足蜈蚣庞大的身躯轻轻抖动，10余道身影如落叶般飘然而下，动作轻盈优雅，显示出不凡的修为。为首的男子身材修长挺拔，手执一柄白玉羽扇，气质超凡脱俗。他的出现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引起阵阵惊叹。这男子的五官如刀削般精致，挑不出半点瑕疵，肌肤比女子还要白皙细腻，却带着一种妖异的美感。那不是寻常的俊美，而是一种邪性的魅力，既危险又迷人，真可谓是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他身后跟着的清一色都是女弟子，个个容貌姣好，衣着华丽，实力也都不俗。这些女修举止优雅，却隐隐透着一股魅意，显然是修炼了合欢宗的独特功法。江辰眯起眼睛，仔细打量着这位传说中的合欢宗宗主，他能感觉到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息，确实配得上冠绝天下的评价。更让他注意的是，元曲那双看似多情的桃花眼中偶尔闪过的锐利光芒，显示出此人绝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元宗主，请落座。高台之上，苏梦仪态万千地指了指右侧的玉椅，那玉椅通体由暖玉雕琢而成，椅背上镶嵌着9颗明珠，象征着尊贵地位。梦妹妹，10多年没有见面了吧？元曲翩然落座，唇角勾起一抹妖异的笑容，为兄可是日日夜夜都在想念着你呢。他的声音柔媚中带着磁性，介于男女声之间，听起来诡异却又莫名撩人。谈话间，他那双桃花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泽，仿佛有万千星辰在其中流转。台下的女修们与他的目光相接，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双颊绯红，甚至有人不自觉地拉扯衣襟，显露出迷离之态。这等媚术已然达到化境，无需刻意施展，便能扰乱人心。苏梦缓缓摇头，语气依旧平静：“元兄，对我，您就不必施展媚术了。”元曲眼中异光顿时消散，恢复成正常的墨色。他轻笑道：“哥哥，梦妹妹还是跟以前一样，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不过……”他话锋一转，眼中露出疑惑之色：“咱们都是金丹后期修为，你怎么还在我面前隐藏修为呢？”苏梦神色自若，从容解释道：“元兄莫要误会，本宫修炼的功法有些特殊，所以外人时常看不出真实的境界。他心知自己境界跌落至金丹初期的事难以完全隐瞒，即便极力隐匿气息，也难逃这些老狐狸的法眼。索性以真面目示人，反倒显得坦荡。毕竟任谁也不会相信，堂堂极乐公主会跌落到金丹初期的境界。”妙音门，王翰前来庆贺。就在这时，一道如燕语莺啼般清脆的声音响彻天际，打破了方才的微妙气氛。众人抬头望去，只见一片长达数十丈的翠绿灵叶飘然而至，叶片上流光溢彩，散发着勃勃生机。这灵叶通体碧绿，叶脉清晰可见，边缘闪烁着淡淡的光晕。叶面上站着10余位年轻女修，个个身姿曼妙，衣袂飘飘。为首的是一位风韵犹存的美妇，少妇气质格外明显。她身着一袭墨绿色紧身连衣裙，将玲珑有致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走起路来都带着说不出的韵味。她身后跟着10余名女弟子，个个容貌秀丽，气息不俗，显然都是妙音门的精英。王姐姐，快来快来！苏梦含笑招手，语气中带着几分亲切。苏公主，数年未见，别来无恙。王翰衣袍鼓荡，身形轻盈地腾空而起，翩然落在高台之上。长椅上的内门长老们纷纷起身拱手致意，可见妙音门在3大魔宗中的地位不容小觑。王翰，听说前些年你生了个儿子。元曲单手托着下巴，嘴角露出一抹邪笑。袁某还想着什么时候去喝喜酒呢。此言一出，顿时激起千层浪。台下的众人纷纷倒吸凉气，合欢宗和妙音门的弟子更是怒目相视，场中气氛瞬间剑拔弩张。众所周知，妙音门内都是女修，而数年前王翰只是在山下捡到一个天赋逆天的孩童，据说还是纯阳之体。明眼人都知道，他这是培养起来做炉鼎。元曲这番话分明是在当众揭短。哟，什么时候袁大宗主也跟我们这些女流一样，学会乱嚼舌头根子了？还是说……王翰眼睛微眯，话语中带着几分讥讽。袁大宗主也变成女人了，他对合欢宗这个不男不女的家伙早已看不顺眼多年。
两人明争暗斗数十载，可谓是老冤家了。王翰这番话直戳袁曲痛处，场中气氛顿时更加紧张。眼看二人就要发作，苏梦连忙含笑打起了圆场。此次庆生大典，本宫要感谢两位宗主的到来，让我这极乐宫蓬荜生辉。他优雅地朝左右二人拱了拱手，尽显一宫之主的气度。袁曲与王翰各自冷哼一声，别过脸去，但总算暂时压下了火气。苏梦声音清亮透彻，传遍整个大殿。如今宾客悉数到场，今日本宫有2件事要宣布。其一，本宫收下一人作为关门弟子。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内门长老们纷纷侧目，相互交换着诧异的眼神。公主好些年都没有收徒了，今日突然宣布此事，着实出人意料。当然，最吃惊的莫过于苏梦的4大亲传弟子。安澜清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波动，张月面纱下的脸色变幻不定，那对双胞胎姐妹更是瞪大了眼睛。她们作为天榜前4的天才，从未听说师尊还有收徒的打算。哗！就在这时，内殿珠帘轻响，江晨整理了一下衣袍，从容不迫地步入外殿。他的出现立刻吸引了全场目光，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公主口中的关门弟子竟然会是他，一个被当作炉鼎的男子，转眼间就成了公主的亲传弟子，这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江晨身为纯阳之体，并被当作炉鼎的事，早在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极乐宫。此刻这个消息如同惊雷般在众人心中炸响，引起阵阵哗然。相比起旁人的震惊，张月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狠狠地跺了跺脚，面纱下的脸庞因愤怒而扭曲。这个本该任他拿捏的小子，怎么转眼间就成了与他平起平坐的亲传弟子？他简直要气疯了。那对双胞胎姐妹则好奇地打量着江晨，扑闪的大眼睛里满是新奇。他们相互对视一眼，嘴角同时扬起俏皮的弧度，终于有师弟了。安澜神色依旧淡然，对此他并没有感到太多意外。从师尊宣布要收关门弟子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猜到了几分。以师尊的眼界，能让他破例收徒的必定非同寻常。纯阳之体，竟是纯阳之体。袁曲和王翰几乎同时站起身来，两位宗主的目光如同实质般落在江晨身上。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年轻人身上的阳气强盛的过分，远远超出寻常修士。苏梦眼眸微动，心中暗笑，这二人若是知道江晨的真实身份乃是万年难得一遇的真阳仙体，不知会作何感想。不过这个秘密，他会永远烂在肚子里。袁曲投来羡慕的眼神，带着几分酸意。纯阳之体，孟妹妹，您好大的福气啊！他转而看向对面的王翰，语带讥讽：王宗主，听说您儿子也是纯阳之体，就是现在太小了，还得养上几年嘞。哼！王翰冷哼一声，悻然坐回寓椅。他不得不承认，眼前这小子身上的阳气确实强得惊人。纯阳之体也有强弱之分，他那个精心培养的养子虽是纯阳体质，但比起这个年轻人，显然还要逊色一筹。更让他心惊的是，这小子年纪轻轻就已真至筑基后期，这等天赋着实可怕。苏梦这次真是捡到宝了，难怪会破例收为关门弟子。袁曲这时转向苏梦，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梦妹妹，你这徒儿可否借我用几日？他手中的羽扇轻摇，语气看似随意，眼中却闪烁着志在必得的光芒。袁宗主，莫要说笑了，我已把他当作继承人来培养。苏梦笑着摇了摇头，婉言拒绝，但语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他自然明白袁曲在打什么主意，纯阳体质对合欢宗功法的注意，他再清楚不过。台下的江晨闻言，心底不由升起一阵恶寒。袁曲可是个男嫡，男的竟然也要裁补自己，这个念头让他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暗自庆幸有苏梦护着，否则落在袁曲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在苏梦的眼神示意下，江晨缓步退到安澜等人身旁。他神色从容，举止得体，丝毫不见怯场，倒是颇有几分亲传弟子的气度。哼！张月娥狠狠地瞪了江晨一眼，面纱下的脸庞因愤怒而微微扭曲。几天前还是个任人拿捏的外门弟子，如今竟能与他平起平坐，这让他如何能忍？他现在恨不得将对方千刀万剐。江晨却懒得搭理他，直接无视了那充满恶意的目光。他的注意力转向一旁的安澜，两人目光相接，安澜微微颔首，算是打过了招呼。这位天榜第一的师姐依旧清冷如霜，但眼神中却少了几分往日的疏离。恭喜江师弟，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那对双胞胎姐妹花立刻凑了上来，笑嘻嘻地说道。她们看似卡哇伊可爱，却都是筑基后期修为，实力不容小觑。两姐妹仔细打量着江晨，大眼睛里满是好奇之色。这个新师弟不仅天赋异禀，还能让师尊破例收徒，着实让他们感到新奇。两位师姐不知名讳。江晨客客气气地抱拳行礼，举止谦逊有礼。赵灵儿。
赵轩儿。二人一前一后开口，声音几乎一模一样，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对姐妹花，一个活泼，一个灵动，倒是相得益彰。江晨见过2位师姐，江晨再次行礼，语气恭敬：“师弟，有空一起探讨探讨修行上的问题啊。”赵灵儿眨着玲珑大眼，马尾便随着她的动作晃来晃去，格外俏皮。江晨笑着说道：“那是自然，江某在修行上的确有些困扰，改日亲自登门拜访2位师姐，探讨一二。诸位，这第2件事便是天池入选名单。”苏梦负手而立，眉宇间带着几分神秘之色，声音虽轻却清晰地传遍整个大殿。哗！此话一出，全场顿时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苏梦的4大亲传弟子身上。在众人看来，无论天赋还是实力，在极乐宫年轻一辈中，只有这4人才有资格争夺天池名额。那可是天池啊，10年才开启一次的神秘圣地，每次只能容纳1人进入。这是万千修士一生中唯一能接触到元婴老祖的机会，更是通往金丹大道的捷径。4大亲传弟子各有所长，安澜天赋最强，稳居天榜第1。双胞胎姐妹虽然稍逊一筹，但有着年龄优势，潜力无限。张月则背景深厚，据说与合欢宗某位大佬是亲戚关系。张月信誓旦旦地往前迈了几步，自信地张开双手。他觉得自己送上的纯阳之体这份大礼，终于要派上用场了。在他看来，能进天池的非他莫属。然而，苏梦的目光却缓缓转向一旁，眼中闪过一抹罕见的柔和之色。那人便是本宫的关门弟子江晨。苏梦的话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千层浪，从原本的死寂到全场哗然。不过眨眼之间，所有人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进入天池的入选人员竟然是江晨，这个刚刚被收为关门弟子的年轻人。双胞胎姐妹花赵灵儿和赵轩儿投来好奇的目光，2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对这个结果既惊讶又兴奋。安澜抿了抿嘴，清冷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但若仔细观察，会发现她的指尖微微颤动了一下。什么？张月怪叫一声，脸上的笑意戛然而止。他看向江晨的目光又恨又毒，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一般。这个结果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啊！江晨一脸懵逼，下意识地揉了揉耳朵。他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直到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在自己身上，这才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师尊！张月猛地踏前一步。江晨不过刚刚成为您的弟子，无论是从天赋还是资历，他何德何能？他伸手指着江晨，身子因气愤而不停发抖，连声音都带上了几分尖锐。苏梦眼睛微眯，身上突然散发出金丹大修士独有的威压，整个大殿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所有人都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苏梦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月儿，你是在质问师尊的决定吗？”徒儿不敢。张月连忙退后几步，声音细如蚊蝇，在苏梦的威压下不得不低下头来，但那双眼睛里却写满了不甘与怨毒。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怎能甘心？只见他猛地转头看向高台右侧的元曲，声音带着哭腔：“舅舅，你倒是给月儿说句话啊！”这一声舅舅叫得又脆又响，顿时让全场震惊。月儿，你们极乐宫的事情，舅舅插不得手。元曲轻摇羽扇，笑容妖异：“你姥姥还有70年就出关了，不就是元婴液吗？我到时候亲自跟她要。”他口中的姥姥自然是元曲的母亲，合欢宗唯一的那位元婴大修士。但在极乐宫的地盘上，即便是他也不敢越界，这是魔宗之间心照不宣的规矩。饶是江晨也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他万万没想到元曲竟然是张月的舅舅，这个关系着实让他震惊不已。其余人也是瞠目结舌，面面相觑。极乐宫内虽然都知道张月和合欢宗的某位大人物有血缘关系，但谁能想到他的后台竟然是合欢宗宗主元曲本人。哼！张月猛地跺了跺脚，脸上写满了绝望。再等70年，等到那个时候，他早就人老珠黄了。更何况现在正是修行的黄金年龄，错过这个时机，就算有元婴液相助，也未必能突破境界了。江晨上前一步，对着苏梦恭敬抱拳道：“师尊，天池事关重大，徒儿自觉修为尚浅，怕浪费了这个珍贵名额，不如什么？”苏梦负手而立，眼光流转，带着几分不解。他倒要看看这个徒弟会说出什么话来。江晨转身看了一眼身后的3位师姐，张月投来近乎诧异的目光，心中暗想：他不去天池，这臭小子莫不是害怕我的背景？一定是，毕竟我舅舅可是元曲，不如给安师姐吧。江晨的目光最终落在安澜身上，语气真诚而坚定：“师弟，你……”安澜古井无波的脸上罕见的闪过一抹吃惊。
多少人可遇不可求的天池机缘，他竟如此轻易地让给自己。虽然他对天池同样心心念念了很久，但也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店内众人无不哗然，这天池名额何等珍贵，10年才开启一次，每次只能1人进入。江辰竟然说让就让，这份气度着实让人震惊。本宫向来说一不二，无人能改变我的决定。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苏梦的态度格外坚决，他甚至还瞪了江辰一眼，眼中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意味。这臭小子莫不是昏了头？多少人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机缘，他居然不要。苏梦心中暗恼，但更多的是对江辰这份心性的欣赏。不过越是如此，他越不能答应这个请求。当然，苏梦的这个决定也带着一些私心，因为只有江辰的实力强大了，他今后的修行之路才能更为宽阔。若是江辰能突破金丹境，借助真阳仙体的玄妙，他未来突破元婴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此事已定，休要再提。10日后，江辰准时进入天池，不得有误。苏梦冷冷一声，语气斩钉截铁，声音响彻整座大殿，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内门首席长老见状，适时起身宣布：庆生大典正式开始。诸位，请落座。哗！只见天边飘来10多个白玉桌案，上面摆满了各种珍稀灵果和妖兽肉食。这些桌案自动落在各位贵客面前，每一张桌上都散发着淡淡的灵气光晕。灵果色泽鲜艳，香气扑鼻，显然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兽肉则是经过精心烹制的妖兽肉，不仅美味可口，更能补充修士的灵力。这样的排场尽显极乐宫作为3大魔宗之一的雄厚实力。众人虽然心思各异，但此刻也都暂时压下心中所想，纷纷依言落座。只是每个人的目光仍不时地瞟向那位刚刚被指定进入天池的幸运儿。玉桌前，江辰毫不客气地大快朵颐。那烤得金黄流油的兽肉香气扑鼻，是用3阶灵兽火焰熊最鲜嫩的里脊部位精心烹制而成，入口即化，确实是难得的美味。虽然筑基后完全可以辟谷数月不用进食，但在如此诱人的兽肉面前，他也忍不住放开肚皮大快朵颐。更难得的是，这些兽肉中蕴含着丰富的天地灵气精华，每吃一口都能感受到温热的灵气顺着经脉流转，不断温养着5脏6腑，气力也在不知不觉中增长。那猴儿酒更是佳酿，是用100年灵猴采集100种灵果酿制而成，喝在嘴里甜而不腻，入腹后气血沸腾，灵力运转速度都加快了几分。他这个桌上只有4人，江辰始终保持着清冷姿态的大师姐安澜，还有那对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姐妹。至于张月，哪还有心情吃饭，早已愤然离场。估摸着此刻正躲在某处，拿着绣花针往小人身上猛戳，把满腔怨气都发泄在江辰身上。师弟真坏哦，短短时间就俘获了师尊的芳心。赵灵儿眨着灵动的大眼睛，语气中带着几分俏皮的调侃，手中的玉块轻轻敲击着婉言。是的呢，真是令人羡慕了。赵轩儿歪着头附和道，姐妹俩直勾勾地看着江辰，仿佛要将他从里到外看个透彻。这个新来的师弟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过人之处，否则以师尊的眼界，怎会破例收他为徒，还将10年才开启一次的天池名额给他？姐妹俩心中暗自揣测，对江辰的好奇又加深了几分。2位师姐说笑了。江辰饮尽杯中最后的猴儿酒，谦逊地解释，师尊这么做一定是有他老人家的深意，师弟资质愚钝，能做的只有遵从师命，努力修行罢了。哦，所以你跟师尊之间，你一直是被动的那个吗？赵灵儿大大的眼珠转个不停，嘴角划过一丝狡黠的坏笑，带着明显的调侃意味。更让江辰措手不及的是，他的脑海中突然传来赵轩儿的神魂传音，那声音带着几分撩人的魅意。小师弟，有时间跟我们2姐妹切磋切磋啊，我们姐妹也喜欢被动的男人。江辰眼角微微抽搐，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应。这俩师姐的性格可真有些跳脱，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想。她们看似天真无邪，实则大胆奔放，与外表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若是对方真的如此主动，江辰也不介意和2位俏丽的小师姐切磋切磋。毕竟在这极乐宫内，双修本就是常见的修炼方式，更何况对方还是如此可爱的双胞胎姐妹。有时间在这贫嘴，还不如好好准备一下明日的3宗试炼大会。安澜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他们2人，语气虽然平淡，却带着大师姐应有的威严。知道啦，师姐。2女俏皮地吐了吐舌头，虽然表面上顺从，但那闪烁的眼神显然还在打着什么主意。此事事关重大，决定着各宗进入太初禁地名额的分配。安澜的眼睛微微眯起，竟闪过一丝凌厉的战意。我极乐宫势必要拿第一。下一秒，他起身离开了大殿。那袭白衣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江辰望着安澜离去的身影，目光转向赵灵儿2人，不由疑惑道：试炼大会，3大宗门好不容易汇聚一堂，
年轻一辈肯定要切磋一番，算是相互交流经验。赵轩拨弄着纤纤玉指，详细解释道：不过只有天榜前10的弟子可以参加，师弟怕是无缘喽。他说着，俏皮的朝江辰眨了眨眼。江辰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难怪合欢宗和妙音门都带了10名精英弟子前来，原来还有比试环节。这样看来，元曲和王翰的到场不仅仅是为了庆贺，更是为了这场重要的比试。不过这与江辰并无太大关系，他对自己的实力有清醒的认识，虽然机缘巧合下达到筑基后期，但比起那些在天榜上稳居前10的老牌弟子，确实还有不小差距。那太初境地又是？江辰继续追问，对这个陌生的名字充满好奇。赵灵儿眨巴着灵动的大眼睛，竟突然上手在他鼻子上轻轻刮了一下。师弟，看来你是啥也不知道啊。这个亲昵的举动让江辰微微一怔，鼻尖仿佛还残留着少女指尖的清香。江辰苦笑一声，坦然道：江某原先一直在外门，自然是无法接触到此等秘密，不知师姐可否告知一二。他的语气诚恳，带着几分求知若渴的意味。赵灵儿俯身凑到江辰耳边，吐气如兰：师弟，这太初境地可了不得呢。他压低声音，仿佛在分享一个天大的秘密。此时位于月华殿最深处的一间密室中，3大魔宗宗主正聚在一起密谈，除了苏梦、元曲和王翰3人外，再无他人。密室四周布下了重重禁制，确保这里的谈话不会被任何人窥探。软椅上，元曲手中的白玉羽扇轻轻摇动，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2人300年开启一次的太初境地就要开启了，不知2位准备的如何了。他的神色看似随意，眼中却闪烁着金光。王翰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冷笑道：呵呵，用不着你来提醒，妙音门自然是准备妥当。300年前，我们3宗的那些弟子不惜耗费生命，才绘制出大半的太初境地路线地图。苏梦说着，手中光芒闪烁，一张泛着银色光芒的地图出现在他的掌心。可惜禁制太强，只允许金丹境以下的修士进入其中。细看之下，这张地图并不完整，只标注了东部区域的地形和危险区域。刷刷，元曲和王翰也各自取出了地图。3张残图被小心翼翼地拼凑在玉桌之上，勉强覆盖了东南北3个区域的地形，唯独西侧还是一片空白。3人凝视着这张拼凑而成的地图，神色都变得凝重起来。太初境的作为上古遗迹，其中不仅蕴藏着无数天才地宝，更关系着3大魔宗未来的兴衰。苏梦打破沉默，声音中带着几分决然：2位，明日我会派长老重新绘画成完整的地图，至于那天龙根能落入谁手，就要看各自机缘了。元曲轻摇羽扇，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梦妹妹说的是，不过若是找到天龙根，又该如何分配呢？王翰冷哼一声：各凭本事便是。难道元宗主还想平分不成？密室中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3大宗主各怀心思，却又不得不暂时合作。毕竟太初境地的危险程度远非一人一宗能够独自应对。宴席散去，内殿深处，江辰独自躺在玉床上，望着雕花天花板，怔怔出神。方才从赵灵儿姐妹口中得知的秘闻，让他心绪难平。原来在这偌大的上府国内，竟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惊天秘地——太初境地。这个秘密被3大魔宗严格保守，除了各宗高层和极少数顶尖弟子外，外人根本无从得知。相传这处境地是上万年前上府国境内唯一一个大势力遗留的秘境，蕴含着难以想象的机缘与危险。太初境地一直沉寂在时光长河中，直到900年前9星连珠之夜才无意间开启。自此之后，每隔300年遇到9星连珠的天象时，各宗高手便会齐聚，合力轰击禁制，暂时开启这片神秘之地。今年恰逢第4个300年轮回，9星连珠之夜即将再现。更让人心动的是，太初境地内据说生长着一株半神药天龙根，此物乃是天地至宝，得知可大大增加金丹大修士突破元婴的几率，堪称无价之宝。只可惜这处境地即便过去了上万年，依旧有着强大的上古禁制，只允许金丹境以下的修士进入。这也解释了为何明日要举行3宗试炼大会，正是为了确定进入境地的名额分配。合欢宗和妙音门前来参加苏梦的庆生大典，庆贺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太初境地的开启。境地之内空间极为不稳定，每次开启只能容纳40人进入。按照历来的规矩，试炼大会的第1名宗门可派遣20人进入，而第2、第3名则各只有10个名额。这等分配方式让3大魔宗对试炼大会的排名格外重视。吱呀！正当江辰沉浸在思绪中时，房门被轻轻推开，苏梦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才走了几步，身上的轻纱长裙就滑落大半，露出雪白的香肩。她的脸颊泛着迷人的红晕，眼眸中带着几分迷离，显然是喝了不少酒。
晨儿。苏梦看向江晨的眼神含情脉脉，声音带着几分慵懒的醉意。他缓缓走向浴床，每一步都摇曳生姿，让室内的气氛顿时暧昧起来。江晨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看着眼前这位平日里威严的公主，此刻妩媚动人的模样，心跳不禁加速。他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酒香与他身上特有的幽香混合在一起，让人心神荡漾。完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江晨在心中暗叹，既有些期待，又带着几分无奈。面对这位醉酒后格外主动的师尊，他知道今晚注定难以安睡了。一夜过后，清晨的阳光透过窗纱洒入内殿。江晨斜倚在浴床上，脸色略显苍白，眼中带着几分疲惫。连续4、5次的双修，即便他身怀真阳仙体，此刻也有些吃不消了。酒后的苏梦仿佛释放了天性，比平日里更加热情主动，让江晨既享受又有些招架不住。这次算是惩罚你了。苏梦挽起如瀑长发，换上一袭紫色软袍，更添几分华贵的御姐风范。她唇角含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显然对昨夜的惩罚相当满意。师尊为何这么说？江晨狼狈地起身，想要换上平日穿的青袍，入手却发现衣袍已被撕得稀烂。他嘴角泛起苦笑，可想而知昨夜有多疯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昨夜双修时系统竟随机爆出了一件物品。当时酣畅淋漓的他看也没看，就直接丢进了系统仓库。现在倒是好奇究竟得到了什么宝贝。昨天你可真是给魏师长脸了呢。苏梦的玉手轻轻拍打着江晨的脸颊，语气中带着几分嗔怪。在整个上府国，没有人可以拒绝本公主，你是第一个。江晨顿时明白，他指的是天池名额的事情。原来是因为这个在惩罚自己，难怪昨夜那般不知疲倦的与他双修，想必是要让他知道违逆师命的下场。江晨连忙解释，为自己澄清。师尊，您误会了，我是怕万一去了天池，那元婴老祖若是察觉到我的真实身份，那可就麻烦了。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担忧，毕竟真阳仙体太过罕见，若是被元婴老祖发现，后果不堪设想。苏梦给了江晨一个妩媚的白眼。真阳仙体万年难出一人，你不主动承认，谁能知晓？他轻抚长发，继续说道。再者说，只要老祖不与你双修，他不可能察觉到你的特殊体质。万一他……江晨欲言又止，眼中仍带着顾虑。苏梦信誓旦旦道：放心，老祖不会的，等你见到了，自然就明白了。他的语气十分肯定，似乎对这位元婴老祖的品性很是了解。难道老祖是男的？江晨眼睛一亮，重新燃起了希望。如果元婴老祖是男性，那确实安全多了。苏梦笑而不语，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但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江晨眼中金光一闪，看来自己猜对了。极乐宫的元婴老祖大概率就是男性，如此说来，倒算是安全了，至少不用担心被裁捕的风险。换上衣服，1个时辰后去演武场集合。苏梦手腕一翻，数件崭新的衣袍轻飘飘地落在床上。这些衣袍做工精致，用料十分讲究，都是上等的灵蚕丝织成，上面绣着华丽的云纹。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紫色的长袍，领口和袖口镶着金边，显得既尊贵又不失典雅。与苏梦的紫衣软袍对比，情侣装实锤了。这些都是亲传弟子得专属服饰，你是我苏梦正式的关门弟子，可不能失了体面。苏梦离开后，江晨选了那件紫色的锦绣长袍换上，穿上后，他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升华了不少，少了几分从前的青涩，多了几分尊贵与神秘。虽然还不及原曲那种妖异到极致的俊美，但也相去不远了。此刻的江晨剑眉星目，身姿挺拔，配上这身华服，俨然有了几分天骄风采。看看昨夜爆出了什么玩意。江晨收敛心神，将意识沉入系统仓库中。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查看这个神秘的系统空间，心中不免带着几分期待。系统仓库宛如一个巨大的星空，无数光点在其中闪烁。江晨的意识扫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自己的属性面板。宿主江晨，年龄26，修为筑基后期，体质真阳仙体，双修伴侣苏梦极乐公主，功法极乐长生诀第3层，武技基础腿法、基础拳法、基础掌法、平语上不得台面，力量3200斤正常水平，灵气流星锤地阶下品，丹药回元丹100颗，伤愈丹20颗，符箓定灵符5张，火球符88张，困水符8张，遁地符3张，假死符2张。对于自己的属性，江晨较为满意。先前在万气阁时，他特意挑选了大量保命为主的丹药和符箓，这些都将成为他日后在修真界立足的资本。功法方面，
在极乐宫中，所有修士修炼的都是同一部极乐长生诀，但其中却有天壤之别。炼气境和筑基境修士只能修炼上部功法，唯有突破金丹，经长老院认可后，才会被授予下部功法。这种分级制度，既是为了控制核心功法的流传，也是为了激励弟子勤修苦练。武技方面确实是江辰目前的短板，那些基础拳脚功夫在低阶修士中尚可应付，但面对真正的天骄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他暗下决心，定要抽时间弥补这个缺陷。掠过属性面板，江辰将意识聚焦在系统仓库深处，那里竟漂浮着10颗通体漆黑的珠子，每颗都有婴儿拳头大小，表面流转着黝黑的光泽，隐隐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气息。珠子旁幅现出一行行金色小字作为备注：地元珠。滴血认主后，可心念一动，瞬间锁定目标。作用：被地元珠击中后，金丹境以下修士将被困其中无法挣脱，效果持续1个时辰。特性：珠内蕴含地煞之气，若将其释放，被困者会在半炷香内毙命。更让江辰心动的是后续的提示：地元珠可升级为天元珠。天元珠与地元珠功效相仿，但威力更胜一筹。元婴境以下，哪怕是金丹大圆满修士也会被困1个时辰。若释放其中的天煞之气，半时辰内就能将金丹大修士炼化成血水。升级所需材料：天云铁、天灵石、万年煞气石。备注：宿主只需将材料准备妥当，本系统会自动完成升级。江辰心中震撼不已，这地元珠简直就是杀人越货的利器。虽然一次性消耗品，但其威力足以让他在筑基期内横着走。没想到升级后的天元珠更加变态，就连金丹修士都要忌惮3分。若有此珠在手，他岂不是能在元婴以下横着走了？这等保命利器，说什么也要弄到手。江辰没有多想，立即冲出房间，朝着万气阁急奔而去。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收集升级材料，将地元珠进阶为更强大的天元珠。半个时辰后，江辰垂头丧气地从万气阁走了出来，脸上写满了失望。经过仔细查询，他发现系统所说的3种材料中，极乐宫内只有天灵石，而且仅有3颗库存。即便有苏梦赐予的令牌，他也只能取走1颗。更让他头疼的是，剩下的天云铁和万年煞气石这2种材料，市面上基本上已经绝迹，就算走出上府国，恐怕也难以寻得。据万气阁执事长老透露，早在900年前，有弟子从太初境地九死一生地带出过这些材料，但后来都因为炼气之用而消耗殆尽了。太初境地又是太初境地，江辰喃喃自语，眼中却闪过一丝金光。既然这些材料曾在太初境地中出现过，那就说明那里很可能还有存货。天元珠是真正的保命利器，它势在必得。饶是太初境地危险重重，为了天元珠闯一闯又如何？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知苏梦会不会答应自己的要求。毕竟太初境地危险重重，苏梦多半是不会让自己去冒这个险的。江辰抬头望向演武场的方向，算算时间，3宗试炼大会差不多已经开始了。他深吸一口气，暂时压下心中的思绪，快步朝着演武场走去。极乐宫的演武场设在一座宏伟的平顶宫殿内，殿内除了3大魔宗的宗主以及参赛的天榜弟子外，就只剩下少数维持秩序的内门长老。这里没有喧闹的观众，也没有欢呼的人群，整个场地显得庄重而肃穆。各宗弟子分别站在指定区域，个个神情凝重，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当江辰匆忙赶到时，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门口的执事弟子见到他身上的亲传弟子服饰以及腰间悬挂的公主令牌，立即恭敬地让出一条通路，不敢有丝毫怠慢。江辰快步走入殿内，只见中央比武台上正有2人激烈交锋，剑光闪烁，灵力四溢，显然都是筑基期中的佼佼者。各宗宗主端坐在高台之上，神情严肃地观看着比赛。你来了。高台之上，苏梦慵懒地瞥了一眼匆匆赶来的江辰，唇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他身着一袭深紫软袍，袍面上绣着暗金色的凤凰纹路，奢华极致。江辰微微颔首，神色从容地走上高台。苏梦用纤纤玉手轻拍了拍软椅的右侧，声音带着几分宠溺：坐我身边。这个举动看似随意，却让台下众人暗自心惊。要知道，这可是极乐公主的宝座，寻常人连靠近都要战战兢兢。好。江辰没有扭捏，坦然落座。他身上也穿着一身紫色长袍，与苏梦的服饰相映成趣，妥妥的情侣装扮无疑。台下尚未比试的弟子们看到这一幕，无不露出羡慕之色。在这极乐宫内，能与公主如此亲近的，也就只有江辰一人了。就连那些内门长老也都暗自啧舌，对这个新晋的亲传弟子刮目相看。砰！就在这时，比武台上传来一声巨响。不过数十回合就已经分出了胜负。
妙音门的一名弟子被击飞出擂台，重重落在地上。合欢宗王小雪胜，积分+1。裁判长老很快宣布了结果。在穹顶的积分榜上，合欢宗以微弱优势排名第一，极乐宫紧随其后，妙音门则暂时垫底。很快轮到了那对双胞胎姐妹花登场。二女擅长联手对敌，奈何比赛规则要求1对1，又是抽签机制，从而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实力。最终结果1胜1负，赵灵儿轻松取胜，赵轩儿却苦战落败。等轮到张月上场时，差点出了大篓子，不知他是怎么了，一脸怨气，出手狠辣，招招致命，差点把妙音门的那名弟子给杀了。若不是负责控场的裁判长老及时出手干预，只怕真要惹出人命来。这场三宗交流大会虽以切磋为名，实则暗流涌动，各宗表面上遵循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原则，可一旦出了人命，恐怕谁都讨不到好，甚至可能引发宗门间的纷争。通过几场比赛的观察，江晨大致摸清了这些天榜弟子的真实水平。这些弟子不仅作战经验丰富，底牌层出不穷，实力更是强得惊人。他们的每一招每一式都经过千锤百炼，灵力运用之精妙，远非寻常修士可比。江晨暗自评估自己的筑基后期修为，放在这些天骄中勉强算是中等水平，但若是比拼武技的话，他恐怕连3个回合都坚持不住。极乐宫的武技大多偏向阴寒属性，更适合女修修炼，这让他这个男弟子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看来得多跟苏梦双修几次，看看系统能不能爆出好的武技来。江晨摸了摸下巴，心中暗自思索，既然系统奖励与双修对象有关，那与金丹期的公主双修想必能获得不错的武技秘籍。数个时辰后，裁判长老的声音响起，下一站合欢宗柳飘飘对阵极乐宫萧晓。2位长相颇为俊丽的女修翩然上台。柳飘飘身着粉色纱裙，身姿曼妙，萧晓则是一袭青衣，英气逼人。2人相对而立，尚未出手，就已经引得台下阵阵低呼。此时本次交流大会已接近尾声，极乐宫的积分仅比合欢宗落后1分，妙音门则屈居第3。这最后几场比赛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太初境地的名额分配，因此各方都格外关注。江晨注意到苏梦的坐姿微微前倾，显然对这场比试十分重视。只是令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萧晓刚登上比武台，还未站稳身形，突然脸色煞白如纸，一口逆血猛地喷出，染红了胸前的衣襟。极乐宫还有炸死的功法？柳飘飘愣在原地，满脸错愕。这算什么情况？还没交手，对方就先吐血了。他手中的长剑还未来得及出鞘，就遇到这种诡异状况。负责治疗的医师眼看情况不对，一个鹞子翻身就跃上了比武台。这位白发苍苍的长老手法娴熟地搭上萧晓的脉搏，眉头立刻紧锁。旧疾复发，你经脉有过伤势？长老只是轻轻一搭脉，就察觉到了端倪所在。他能感受到萧晓体内灵力紊乱，经脉多处受损，显然是旧伤未愈。萧晓紧闭双眼，艰难地点了点头。他懊恼地攥紧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渗出丝丝血迹。这场面让他既痛苦又羞愧。萧晓，怎么回事？高台上，苏梦秀眉紧皱，声音中带着几分关切与不解。萧晓半跪在地上，声音虚弱却满是不甘。公主，数月前弟子曾在祁连山脉与一头4阶妖兽交手，伤到了经脉。弟子本以为用丹药能压制住伤势，却不料在这关键时刻复发，请公主责罚。他的声音带着哽咽，脸上写满了自责。好不容易遇到3宗交流大会，本想经此一战扳回比分，为极乐宫争光，谁曾想在紧张的气氛压抑下，就伤劲突然复发。此刻的萧晓想死的心都有了，他不仅让极乐宫失去关键1分，更在众目睽睽之下丢尽了颜面。他能感受到台下各宗弟子投来的异样目光，那些目光中有同情，有嘲讽，更有幸灾乐祸。医师长老叹了口气，取出1枚丹药塞入萧晓口中，随即向高台拱手。公主，萧晓伤势不轻，需立即疗伤，这场比试怕是无法继续了，把他带下去，治疗好伤势再说。苏梦摆了摆手，神色凝重。他看着萧晓被2名弟子搀扶下场，眼中闪过一丝担忧。这场意外变故打乱了所有计划，让他措手不及。一旁的元曲嘴角几乎快要咧到耳朵根上了，那妖异的脸上满是得意之色。此女伤势发作，根本没有再战的实力。这一局合欢宗稳了，哪怕最后一场比赛合欢宗弟子输了，总比分也是他们领先。老规矩，替补在10个呼吸内登不上台，可就算弃权啊。元曲这时瞥了一眼苏梦，语气中带着几分幸灾乐祸。他手中的羽扇轻摇，显然对这个意外之喜十分满意。王翰则是一副摆烂的架势，慵懒地靠在椅背上。不管双方如何争斗，他妙音门第3名是跑不了了。他甚至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苏梦的反应，
想看看这位老对手如何化解这个危机。苏梦手指轻敲着椅子扶手，脸色不是很好看。按照以往的3宗比试规则，期间如果有人退赛，排名后1位的弟子会立刻替补上场。此次是极乐宫天榜前10的弟子参加，按理说天榜第11会替补，但问题在于此次比试准备仓促，加上先前各个弟子精神面貌都很好，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因此根本没有准备替补事宜。以往的3宗试炼也从未出现过临场退赛的情况。苏梦心中快速盘算着，哪怕现在派人去找替补，怎么着也得1炷香时间才能赶到这里来，而规则规定的10个呼吸根本来不及。何况萧晓在天榜排名第7，而对手柳飘飘在合欢宗也是数1数2的高手，即便天榜第11来了，恐怕上去也是个送人头的份。这场比试的胜负几乎已经注定。师尊，我去。忽的，江晨从软椅上站了起来，声音坚定而有力。他眼中金光闪烁，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争取太初境地名额的绝佳时机。你……苏梦秀眉紧皱，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他上下打量着江晨，眼中满是难以置信。这个刚刚筑基后期的弟子，竟然要挑战合欢宗顶尖高手。江晨郑重说道：“我去，但您必须答应，这太初境地的名额必须给我一个。弟子也想见识一下那上古境地的风采。”出乎江晨意料的是，苏梦答应得很痛快，几乎没怎么犹豫。如果你能赢，本宫自会答应你。他之所以这样爽快，是因为心中早已有了判断。以江晨的实力，上去后必输无疑，但总好过无人上场直接弃权要好。何况这也是个让他见识修士之间实力差距的好机会，哪怕同阶境界也有天壤之别。这一次就当是对他的一种历练。徒儿啊，莫要伤到苏公主的宝贝徒弟啊！袁曲似笑非笑的给柳飘飘递了一个眼神，语气中满是戏谑。他显然没把江晨放在眼里，认为这不过是极乐宫的无奈之举。柳飘飘会异地点头，唇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容。他手中的长剑微微颤动，已然做好了指点这位替补弟子的准备。知道本小姐最讨厌什么人吗？比武台上，柳飘飘手中的长剑随意地插在石板上，剑身微微颤动，发出低沉的嗡鸣。他双手环抱在胸前，下巴微扬，一脸不屑地睥睨着对面的江晨，那眼神仿佛在看什么肮脏的东西，充满了轻蔑与厌恶。愿闻其详。江晨目光平静地直视着对方的双眼，不卑不亢。他心知这女人绝对没憋好屁，但还是想听听她对自己有何评价。毕竟从他人的评价中，往往能看出许多有意思的东西。那种整日躲在女人身后的男人，还算男人吗？柳飘飘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不屑，又多了几分嘲讽的意味。他故意提高音量，让全场都能听见，显然是想让江晨难堪。江晨眼角微微抽搐，果然如此，和大部分人一样，都把他当成吃软饭的小白脸了。这些人殊不知，他这万年难遇的真阳仙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至宝。苏梦收他为徒，看中的可不是他的容貌，而是他举世无双的体质。你不会是来大姨妈了吧？江晨毫不客气的反击，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他可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主，即便对方是个女修，从先前算计张月时就能看出，江晨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绝不会任人羞辱。你……柳飘飘眼睛微眯，眸中闪过一丝厉色。这小白脸居然敢跟自己顶嘴！他可是合欢宗排名第2的内门弟子，平日里谁见了不是恭恭敬敬？他算个什么东西？不过就是个靠身体上位的臭炉顶。看来是我猜对了，不然你也不会这么暴躁。安啊，我不会跟你计较的，谁还没个臭脾气呢？江晨随意的摆了摆手，仿佛在安抚一个闹脾气的小妹妹。这番举动显得他格外大度，与对面柳飘飘的咄咄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旁人眼中，江晨的从容不迫更衬托出柳飘飘的小家子气，让他显得像个无理取闹的泼妇。柳飘飘顿时火冒三丈，那张俏脸涨得通红，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他死死盯着江晨，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师父已经吩咐了，不能杀了你，但他可没说不能弄残你。”这声音中掺杂着冰冷的杀气，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寒意。谁都听得出来，柳飘飘这话绝非玩笑，他是真的打算让江晨付出惨痛代价。哗！只见柳飘飘双手快速交叉结印，身上顿时腾起一阵耀眼的红色光泽，那光芒越来越盛，最终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俨如一个燃烧的小火人，散发出惊人的热量。嗡！在他头顶上方，竟凭空凝聚出一个近10丈大小的火焰巨掌。那巨掌由纯粹的火焰构成，五指分明，掌纹清晰可见，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威压。炙热的火焰瞬间使得比武台上的温度飙升起来，连空气都开始扭曲变形。是合欢宗的镇派绝学之一大烈火掌。是了，
整个合欢宗精通此武技的不到5个人。据说修炼此掌法需要极高的天赋，寻常弟子连门槛都摸不到。柳飘飘可是单一火属性的天灵根啊，其天赋在合欢宗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唯有火属性天灵根修士才能修炼大烈火掌。这门功法对灵根纯度要求极高，稍有杂质就会反噬自身。苏公主的那位关门弟子怕是有麻烦了。众人议论纷纷，都为江辰捏了一把汗。谁都能看出柳飘飘这一击绝非寻常比试，而是动了真格。有人震惊于柳飘飘的实力，有人担忧江辰的安危，更有人暗自庆幸不是自己对上这一掌。柳飘飘实力强劲，又动用了全力，江辰他一个筑基后期的修士怎么扛？这大烈火掌的威力，连筑基大圆满修士都要暂避锋芒。甚至江辰的2位双胞胎师姐还暗中对他神魂传音：师弟，快跳下擂台，不要硬接，这一掌你接不住的。他们的声音中满是焦急，显然深知这一掌的可怕。而只要参赛者脱离了擂台，这意味着就是输。但比起输掉比赛，保住性命显然更加重要。高台上，苏梦眼睛微眯，原本慵懒的姿态也变得凝重起来。他没想到柳飘飘一上来就用了杀招，这分明是要置江辰于险境。苏梦的目光悄然瞥向一旁的裁判长老，眼神里的意思不言而喻：一旦江辰遇到危险，立马将其救下，不得有半点延误。裁判长老也是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手中已经捏好了法诀，随时准备出手干预。这场比试已经超出了切磋的范畴，他必须确保不会出现伤亡。如果你跪下求饶，本小姐心情一好，说不定就不会弄残你。比武台上，望着江辰那看似呆愣的眼神，柳飘飘嘴角得意地上扬着，满是傲慢。这个土包子，定是被自己的大烈火掌给震慑到了。柳飘飘心中暗自得意，他对自己的绝学有着绝对的自信，这一掌下去，金丹以下没人敢硬接。江辰在感受到对方头顶上方那道巨大的火焰手掌时，身体都下意识地紧绷了起来，那炙热的能量波动让他心惊，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个筑基修士，而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即便对方和自己同为筑基后期，可真正较量起来，江辰断无赢的希望。这一掌蕴含的威力已经超出了筑基后期的范畴，甚至可能让他当场毙命。然而江辰可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他深吸一口气，脸上突然露出玩味的笑容，扯着嗓子大声喊道：柳姑娘，我看你气血一般，不仅姨妈来了，恐怕也很久没有被人给滋润过了吧。江某倒是可以帮柳姑娘去火，当然哈，你得排队。这番话如同惊雷般在演武场上炸响，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参加比试的都是清一色的女修，听到这话纷纷涨红了脸，有人掩嘴偷笑，有人怒目而视，场面顿时变得十分尴尬。饶是苏梦也是没好气的瞪了江辰一眼，这臭小子一点亏都吃不得，明明处于劣势还要逞口舌之快。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番话确实戳中了柳飘飘的痛处。合欢宗的男修数量比起极乐宫还要少，你找死！江辰当众羞辱自己，柳飘飘懒得再多说废话，双手猛然向下一压，头顶上那巨大的火焰手掌带着毁天灭地之势，猛地朝着江辰拍了下去。这一击几乎覆盖了整个比武台，炽热的火焰让空气都扭曲起来，台下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浪。众人心知肚明，面对如此恐怖的攻击，江辰要想活命，唯一能做的只有逃。可一旦离开比武台，就会被判作输。这场比试的胜负似乎已经注定。哗！哪知江辰不紧不慢地从怀中掏出了10张赤红色的符箓，这些符箓上绘制着玄奥的符文，散发着灼热的气息，持续释放出雄厚的灵气波动，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品。咻咻咻！10张火球符被他甩手抛向高空，瞬间化作10道巨大的火球，如同10颗燃烧的流星，带着呼啸之声，精准地朝着那火焰巨掌撞了上去。是火球符！台下有识货的弟子失声惊呼，一出手就是10张，这可是人阶上品符箓，一张火球符都得200颗灵石啊！我1年的阅历加起来也买不起10张火球符啊！观战的众多女修脸色纷纷大变，谁能想到江辰竟如此奢侈，一出手就是10张火球符，那可是整整2000颗灵石啊，相当于普通弟子数年的修炼资源，就这么被他随手挥霍了。轰隆隆，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比武台上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10张火球符与巨大的火焰手掌猛烈碰撞，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冲击，火焰如同烟花般四溅，甚至有不少火星溅射到了比武台外面，引得台下观众纷纷后退。哗！裁判长老长袖一甩，一道淡蓝色的防御屏障瞬间包裹住了整个比武台，将狂暴的能量波动隔绝在内，以免伤及无辜的观战弟子。屏障上泛起阵阵涟漪，
显示出刚才爆炸的恐怖威力。柳飘飘瞳孔微缩，脸上闪过一丝诧异，这家伙竟然真的接下了他的大烈火掌。虽然用的是烧钱的笨办法，但确实奏效了。哼，看你有多少符箓可以挥霍，大烈火掌我可以一次性施展3次。柳飘飘冷哼一声，强压下心中的震惊，双手快速掐印，再次蓄力。转眼间，又是一道10余丈的火焰巨掌在他头顶凝聚成型，带着更加狂暴的气势向江晨袭来。这一次的火焰手掌比之前更加凝实，掌心中的纹路清晰可见，散发出令人窒息的热浪。咻咻！江晨面不改色，再次故技重施，又是10张火球符从他手中飞出，化作10颗炽热的火球，精准地迎向那道恐怖的火焰巨掌。轰隆隆！这一次的爆炸动静更大，狂暴的能量被屏障完全隔绝，全都充斥在比武台内，整个台面都在剧烈震动，火焰如同怒涛般翻涌，将2人的身影完全吞没。砰！江晨被巨大的冲击波先飞了出去，重重摔在擂台边缘，弄得灰头土脸，所幸没有受伤。他快速爬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呼吸有些急促。对面的柳飘飘也不好受，爆炸的冲击让他气血翻涌，一口鲜血差点喷出，被他强行咽了下去。他死死盯着江晨，眼中满是难以置信。这个看似无能的小白脸，竟然用这种近乎无赖的方式，连续接下了他2次绝杀。第2波对轰结束后，比武台上的2人都显得有些狼狈。江晨和柳飘飘的情况都不太好，各自喘息着调整气息。显然刚才的碰撞对双方都造成了不小的消耗，当然相比之下，江晨要轻松一些，毕竟那些火球符有手就行，不需要消耗自身灵力。他只需心念一动，符箓便会自动激发，几乎没什么损失。而柳飘飘的情况就要糟糕得多，大烈火掌作为合欢宗的正派绝学，每一次施展都需要消耗海量的灵力。这2掌下来，他气海内的灵力已经所剩无几，脸色都显得有些苍白。江晨从演武场的边缘慢慢走回中心位置，心中暗自庆幸，刚才好险，差点被那股恐怖的冲击波给掀飞出去。他摸索着下巴，眉头微皱，意识到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要是再接他一掌，恐怕还要浪费10张火球符。饶是家底深厚，也不能这么挥霍啊。这2波攻击已经用掉了20张火球符，相当于4000颗灵石就这么打了水漂。再这样下去，败家子这个称号就要贴到他脑门上了。更让他担心的是，今后想要再去万气阁，那些管理长老指不定会不会把好的东西都藏起来。毕竟谁也不想看到一个如此挥霍无度的弟子，把珍贵的修炼资源当烟花放。嘎嘣！就在这时，柳飘飘从怀里取出一颗泛着荧光的灵丹，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下。丹药入腹，他的身上顿时绽放起耀眼的光芒，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般焕然一新。刹那间，他体内仅剩30%的灵力立马恢复至90%。不仅如此，他的精气神也恢复至巅峰状态，甚至连刚才消耗的元气都完全补了回来。这颗丹药显然非同一般，恐怕是合欢宗秘制的回元圣丹，价值连城。柳飘飘为了赢得这场比试，也是下了血本。江晨眼角微微抽搐，心中暗骂：没完了是吧？他本打算用火球符慢慢消耗柳飘飘的灵力，将他活活耗死，可谁知对方身上竟还有这般变态的灵丹，瞬间就恢复到了巅峰状态，这还怎么打？单靠火球符只怕是拿不下他了。江晨心中快速盘算着，自己从万气阁搞来的那对银锤虽然级别不低，可他不懂得锤法，只会瞎抡，肯定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柳飘飘现在气势正盛，硬碰硬绝非明智之举。有了！江晨眼中金光一闪，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怎么把地元珠给忘了？那可是系统奖励的大杀器啊！金丹以下，任何修士被的元珠困住，都逃不开束缚。更重要的是，一旦被困，对方的生命就会被自己彻底掌控，杀死对方只在一念之间。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制胜法宝。哗！与此同时，柳飘飘已经腾空而起，他的头顶上方再次凝聚出巨大的火焰手掌，这一次的威势比前2次加起来还要恐怖。炽热的火焰让整个比武台的温度都急剧上升，连防御屏障都开始微微颤动。铿锵！先前斜插在石板里的长剑嗡嗡作响，嗖的一声自动飞到了他的手中，剑身泛起赤红的光芒，显然已经灌注了磅礴的火系灵力。唰！狂暴的剑气从他手中的长剑释放开来，密密麻麻的剑气纵横交错，竟在空中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剑网。每一道剑气都锋利无比，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寒芒。这娘们竟还是一个用剑的高手。江晨心中暗惊，看着那密密麻麻的剑气组成的剑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些数以百计的锋利剑气一旦打在自己身上，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身体只怕会被切割成上千个血块。嗡！危急关头，
江晨迅速从系统仓库中调取出一颗地元珠，这些地元珠早就被他滴血认主，此刻正好拿着娘们来试试水。他倒要看看这系统奖励的宝物究竟有多大威力。咻！江晨心神一动，地元珠化作一道漆黑的光泽，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朝着柳飘飘疾射而去。那速度之快，在半空中留下一道道残影，仿佛一道黑色闪电划破长空。哼，雕虫小技！柳飘飘冷哼一声，脸上满是不屑。他身前的剑网猛然向前压去，试图将这不起眼的黑珠搅成粉碎。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地元珠竟然直接撕碎了剑网的核心，那些锋利的剑气在他面前如同纸糊一般，眨眼间便冲到了柳飘飘的面前。怎么可能？柳飘飘脸色骇然大变，眼中第一次露出了惊恐之色。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黑珠竟然能轻易破开他的绝杀剑网。没等他做好防御，地元珠就精准地砸在了他那傲人的胸前。砰！地元珠接触到他身体的那一刻，瞬间膨胀起来。原本只有拳头大小的珠子，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圆球，将他整个人都罩在了里面。嗡！地元珠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中，如同一个巨大的黑色气泡。它完全隔绝了内外的一切联系，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封闭空间，连声音都无法穿透。身处地元珠内部的柳飘飘，此刻已是惊慌失措。他将各种武技都用了一遍，凌厉的剑气布满整个珠内空间，却如同泥牛入海，连一丝涟漪都无法激起。无论他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那看似脆弱的黑色气泡纹丝不动。观战的众人只能看到他愤怒张嘴的模样，却听不到任何声音，仿佛在观看一场无声的戏剧。这什么玩意？是武技还是灵气？或者是某种特殊的符箓？这看起来就像个大泡泡。柳飘飘好像出不来了。众人一脸震惊，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特殊的宝物，竟然能将柳飘飘困得如此彻底。柳姑娘，先前的嚣张气焰哪去了？江晨脚下轻轻一震，身形飘然而起，飞到了柳飘飘的面前。他说话的声音，柳飘飘能够清晰地听见，但他的回应却被地元珠完全隔绝。江晨能够清晰地看到，柳飘飘那愤怒的眼神中几乎要喷出火来，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那张俏脸因愤怒而扭曲，与先前的傲慢判若两人。江某就喜欢你们这种看不惯我又杀不了我的样子。江晨似笑非笑，语气中带着几分冷嘲热讽。啧，这和欢宗内门第二的弟子也就这样吧。他故意拉长了尾音，让这番话显得格外刺耳。柳飘飘在珠内气得浑身发抖，却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传不出来，只能徒劳地捶打着珠壁。噗！柳飘飘在极度的愤恨之下，气血翻腾，再也忍不住，一口嫣红的鲜血就喷了出来，在地元珠的内壁上溅开一朵凄艳的血花。他那双美眸中充满了不甘与屈辱，却连一句发泄的话都说不出来。江晨见状，懒得再跟他废话，毕竟这只是比试切磋，要是真把他给气死了，那可不好向合欢宗交代。他长袖轻轻一甩，地元珠便缓缓飘落，稳稳地停在了比武台的下方。说实话，若是在外面无人的地方，江晨丝毫不介意将地元珠内部的地煞之气释放出来，直接灭杀这个嚣张的女人。但眼下众目睽睽，他必须顾及极乐宫的颜面。裁判长老，江晨转头看向主持比试的长老，语气平静地提醒道，他的眼神中带着几分询问，似乎在等待一个正式的裁决。哦，裁判长老这才回过神来，连忙清了清嗓子，高声宣布，柳飘飘脱离比武台，这一局极乐宫江晨获胜。这个结果让台下顿时哗然，谁也没想到，原本胜券在握的柳飘飘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落败。更让人震惊的是，江晨竟然拥有如此诡异的宝物。解开！高台上，袁曲的脸色不是很好看，声音中带着几分冷意。这关键一局竟被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给扳平了比分，当真是出乎他的意料。袁前辈还是不要乱动的好，静等他一个时辰自己消散。江晨这时不卑不亢地劝解道，这玩意充满了地煞之气，一旦被外物干预，只怕会立即释放出来，到时候柳姑娘只怕要香消玉殒了。他的语气虽然恭敬，但话中的威胁意味却十分明显。袁曲若是强行出手，很可能会害死自己的徒弟。地煞之气，呵呵。袁曲眼睛微眯，转而看向苏梦，梦妹妹，你可真疼你的宝贝徒弟，这种稀罕物都给他了，让袁宗主见笑了。苏梦轻笑一声，语气淡然，没有过多解释。她优雅地端起茶杯，掩饰着内心的惊讶与好奇。实际上，苏梦比任何人都想知道，江晨那神秘的黑色珠子究竟是什么来头。那东西看似简单，却能轻易困住柳飘飘这种高手，这绝非寻常灵气能够做到的。师弟，你怎么做到的？赵灵儿和赵轩儿姐妹花在江晨下台的一瞬间，
立马围了上去，两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写满了好奇与崇拜。那稀奇古怪的黑色玩意是啥？赵轩更是忍不住伸手想要触碰江晨的衣袖，似乎想从他身上找出什么秘密法宝。江晨只是笑着耸了耸肩，神秘兮兮的不做任何解释。他心知这一刻无数目光都在盯着自己，从各宗弟子到长老，甚至3位宗主都在暗中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些修士们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灵气，不仅能轻易困住筑基后期的高手，还能给对方带来无尽的羞辱感。那种被困在透明球体中任人围观的感觉，简直比杀人诛心还要折磨人。这等宝物已经超出了他们对常规灵气的认知范畴。裁判长老适时地走了过来，为江晨解围。大家就不要问他了，江晨，你先去高台上休息一会。长老的语气中带着几分维护之意，显然也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弟子另眼相看。是。江晨抱了抱拳，与双胞胎姐妹对视了一眼，给了他们一个稍后再说的眼神，便径直走向高台。路过地圆珠时，他故意放慢脚步，瞥了一眼被困在其中的柳飘飘。只见这位合欢宗的天之娇女小脸因愤恨而通红，双眼布满了浓浓的血丝，那眼神中的怨毒几乎要凝成实质。她死死盯着江晨，那模样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江晨则是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看到这个一直嚣张跋扈的女人吃瘪，他心里头爽得很啊，这种感觉比直接打败他还要痛快100倍。江晨再次来到苏梦身旁，在他身侧的软椅上从容落座。他身上隐隐散发出的幽兰香气沁人心脾，让江晨因鄙视而疲倦的身体渐渐松弛下来。他暗自将这份清净拳当作是自己获胜的特别奖励。不解释一下吗？苏梦缓缓扭过头来，目光直直地看向江晨，那双美眸中带着几分疑惑。他显然对地圆珠的来历十分在意。江晨靠近了一些，嘴唇几乎贴到苏梦的耳根，轻声呢喃道：都是一些小儿科的玩意，比起真阳仙体又算得了什么呢？他的声音低沉而磁性，温热的气息拂过苏梦的耳畔，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与万年难遇的真阳仙体相比，任何灵气都显得微不足道。苏梦没想到他会这般回答，微微一怔，却又挑不出任何毛病。确实，他身上的真阳仙体本就是天武大陆最珍贵的至宝，任何灵气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下次有把握就提前说，莫让本公主白白担心。苏梦还是瞪了江晨一眼，语气中带着几分嗔怪，但眼神却柔和了许多。遵命。江晨笑着应道，顺势攥住了苏梦的玉手，那手很白很嫩，触感细腻柔滑，让他舍不得放开。公主答应江某的事情，可不能食言哦。江晨在苏梦脖颈处轻轻吹了口气，带着几分挑逗的意味。一阵酥麻感让苏梦身子下意识一抖，他强作镇定地说道：本宫一诺千金，自是言而有信。但他半眯着的眼睛和微微急促的呼吸却暴露了内心的波动。相隔20多米远的元曲在看到苏梦与江晨亲昵互动的那一幕后，眼角微微抽搐，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这个臭小子不就是一个纯阳之体，竟能把堂堂一宗之主拿捏得如此服帖。在元曲年轻时也曾热烈追求过苏梦，试图通过2宗联姻来壮大合欢宗的势力。那时的他风华正茂，自认容貌绝世，修为高深，却屡次被无情拒绝。如今看到这个后起之秀与苏梦如此亲近，怎能不让他心生嫉妒？这小子比起自己逆天的颜值还差一筹，莫非他还有什么特长之处不成？元曲摇着羽扇的手不自觉地加重了力道，眼中闪过一丝阴霾。比武台上只剩下最后一轮比赛，极乐宫和合欢宗并列第一，积分相同，这场比试将直接决定太初境地名额的分配。妙音门则是排名第3，已然出局。宗主王翰脸色不是很好看，妙音门这一次输多赢少，10场比赛只赢了3局，成绩惨淡。他甚至懒得观看最后一场比赛，直接带领众弟子拂袖离开了这里。王宗主慢走，半年后的太初境地再见啊！元曲故意提高音量，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王翰没有回头，但从他明显抖动的肩膀可以看出，这句话让他十分不快。最后一场，极乐宫安澜对镇合欢宗伊曼。裁判长老的声音响彻全场，将众人的注意力拉回到比武台上。这场压轴之战将由极乐宫的天榜第1安澜对镇合欢宗排名第1的伊曼，两位都是筑基大圆满的顶尖高手，这一战将决定最终的胜负归属。唰，一袭白衣软袍的安澜飘然而至，稳稳落在台中央。她身姿挺拔，白衣胜雪，气质清冷如霜，宛如9天玄女下凡。那双深邃的眼眸中不带丝毫情绪，仿佛世间万物都无法扰动她的心绪。多年来，安澜一直被认为是公主苏梦的接班人，她的天赋和实力在极乐宫年轻一辈中几乎是断档领先。作为年轻一辈中唯一一个筑基大圆满修士，她早已触摸到了金丹期的门槛，
只差一个契机便能突破。合欢宗的伊曼同样不凡，他是合欢宗年轻一辈的第一人。只见他赤着双足，轻盈地落到比武台上，每一步都带着说不出的韵味。他长相绝美，肌肤胜雪，身材妖娆，尤其是那一双大大的桃花眼，顾盼间流转着勾魂摄魄的魅力。伊曼的一举一动皆带着浑然天成的魅意，即便是简单的抬手礼并，也让人心神摇曳。全场中，一些观战的男修长老都不愿过多对视他的双眼，生怕被那魅惑之力影响心神。比赛还未开始，裁判长老就已经释放灵力，用一道淡金色的屏障将整个比武台笼罩了起来。这两位天才的实力太强太夸张，已经无限接近金丹修士，若不提前做好防护，恐怕余波都会伤及台下观众。高台上，苏梦和元曲也是罕见的认真起来，神色专注地盯着比武台。这一局直接关乎着两大宗门进入太初境地的名额分配，谁都不敢掉以轻心。苏梦的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扶手，元曲也不再摇动羽扇，两人都屏息凝神，等待着这场龙争虎斗的开始。哗！安澜率先动了，一身白衣的他手握荧光长剑，剑身轻颤，发出龙吟般的清明。只见他手腕轻转，漫天剑气如暴雨般从天而降，每一道剑气都凝实如实质，带着刺骨的寒意，将整个比武台笼罩在剑网之中。单单这一手剑法就远超先前的柳飘飘。安澜的剑气不仅数量惊人，更蕴含着精纯的变异兵系灵力，所过之处连空气都仿佛要被冻结。台下的众弟子无不倒吸凉气，这等剑术造诣已然触摸到了剑意门槛。然而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势，伊曼却不做任何防御。只见他唇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身上突然弥漫出大量的粉色气体，粉色气体如有生命般蠕动，顷刻间就化作了上百个狰狞的粉色骷髅头。这些骷髅头令人不寒而栗，他们的眼窝深处燃烧着两道粉色火焰，下颌开合间发出咔咔的声响，仿佛在无声的嘶吼。那诡异的模样让观战者都不禁脊背发凉。咻咻咻！粉色骷髅与漫天剑气碰撞的一瞬间，恐怖的能量风暴瞬间弥漫整个比武场。冰系剑气与粉色魔气相互侵蚀，发出刺耳的滋滋声，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咔嚓！笼罩在比武场上的防御屏障竟出现了一道裂痕，这裂痕犹如蜘蛛网一般迅速蔓延，转眼间就布满了整个屏障表面。眼疾手快的裁判长老当即调动体内灵力，双手结印，迅速搭建了一层新的防御屏障，以免能量余波波及到台下观众。幻境，遮天蔽日。只见伊曼双手快速掐印，额头中心突然浮现出一朵妖异的血色玫瑰，那玫瑰仿佛有生命般缓缓绽放，每一片花瓣都流淌着血色光华。不，血色玫瑰落入伊曼掌心后，瞬间化作无数花瓣，这些花瓣迅速充斥在面前的空间，形成一个巨大的幻境领域。安澜眼前的景象骤然变幻，整个世界仿佛被颠倒过来，原本肃杀的比武台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旖旎梦幻的场景。一个又一个俊美非凡的男子出现在他的身旁，他们半裸着身子，露出线条分明的结实腹肌，俊美的相貌令人目眩神迷，高大的身姿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这些美男子如同鬼魅般缠绕着他，他们或是低语呢喃，或是翩翩起舞，将安澜层层包围，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香气，靡靡之音在耳边回荡，仿佛要将人拖入无尽的温柔乡中。听闻安师姐在极乐宫是个另类，在这双修宗门里竟还是个洁身自好的佳人，不知道您平日里是装出来的，还是定力真的如此？伊曼双手环抱在傲人的胸前，一脸戏谑地看着安澜。他的幻境功法诡异非常，能够根据对手的内心弱点无限放大，直击对方最想要隐藏的那一部分。这些幻境中的美男子，除了他和安澜以外，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只能看到安澜站在原地，神情变幻莫测。身处在幻境中的安澜，此刻正被无数俊美强壮的男子贴身环绕，有人亲吻着他的耳垂，温热的气息撩拨着他的心弦；有人试图褪去他的白衣，手指在他腰间游走；还有人紧紧搂着他，在他耳边诉说着绵绵情话。这些幻象栩栩如生，连触感都如此真实，仿佛真的有一群美男子在向他示爱。然而安澜始终无动于衷，他的眼神清澈如冰，仿佛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那袭白衣依旧纤尘不染，他的心智坚如磐石，丝毫不为所动。下一秒，他双眼突然闪烁起耀眼的金光，那光芒如同破晓的曙光，瞬间刺穿了层层幻境。我安澜从来靠的只是自己，不是男人，你的幻境对我无用。只听安澜一声轻笑，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他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手中的长剑上，那长剑顿时嗡鸣作响，剑身上流转着血色光华，剑意瞬间攀升巅峰。坚韧的剑意以他为中心爆发开来，如同狂风扫落叶般，将周边一切的幻境都给撕扯得粉碎。
那些美男子在剑意中化作缕缕青烟，凄美的幻境如同镜花水月般破碎消散。轰！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幻境如同破碎的琉璃般轰然消散。比舞台上的一切重归平静，只剩下2道身影遥遥相对。对面的伊曼瞳孔猛地一缩，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这不可能，安澜竟然如此轻易就破了他精心布置的幻境，而且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破他幻境的人，甚至连1炷香的时间都没到。孟妹妹，你的大弟子这剑法可不俗哦，自身剑意怕是已经到了大成阶段吧？高台上，袁曲眼睛微眯，语气中带着几分赞叹。安澜这个年轻人了不得，小小年纪居然领悟了如此纯粹的剑意，以自身剑意硬生生破了幻境。伊曼的幻境有多强，他这个做师傅的可是很有数。苏梦嘴角微微上扬了几分，眼中闪过一丝自豪。元宗主的弟子也不差，一身幻境修炼到了极致，得亏兰儿是个女修，否则换成任何一个男修来，早被伊曼的魅惑幻术给困住了。他这话看似谦虚，实则暗藏锋芒，既夸了对方，又彰显了自家弟子的不凡。该我了。安澜身上绽放起耀眼的五彩光泽，整个人如同出鞘的利剑，散发出凌厉的气势。那袭白衣无风自动，仿佛有无数剑气在周身流转。轰！天灵九剑。随着他清冷的声音响起，手中的银剑骤然抖起漫天剑花，无数道剑气在他面前汇聚，迅速凝聚成一柄长达10多丈的巨剑。这巨剑通体银白，剑身上流转着玄奥的符文，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那气势之强，让对面的伊曼脸色猛地大变。他怎么也没想到，安澜在破开幻境后，竟然还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攻击。这一剑的威力已经远远超出了筑基期的范畴，甚至隐隐触摸到了金丹期的门槛。去！随着安澜一声轻喝，那柄长达10多丈的巨剑撕裂虚空，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碾压而来。剑身上流转的符文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将整个比武台映照得如同白昼。这一剑占据了比武台大半的空间，凌厉的剑气封锁了所有退路。伊曼唯一能做的只有硬接这一击。哼，怕你不成？伊曼娇斥一声，双手快速搓动，一个惨白的骷髅头凭空出现在他的掌心。只见他默念口诀，那骷髅头迎风剑掌瞬间膨胀变大了数10倍，最终化作一个不比安澜巨剑小的巨型骷髅，眼眶中燃烧着幽绿的鬼火，散发出阴森恐怖的气息。轰隆隆！伊曼轻轻踩在骷髅头的头顶，驾驭着这个骇人的法宝迎了上去。漫天的粉色火焰从骷髅口中喷涌而出，夹杂着鬼哭狼嚎的凄厉叫声，令人毛骨悚然。那声音仿佛来自地狱，让台下不少修为较低的弟子脸色发白。眨眼间的功夫，双方就碰撞在了一起。轰隆隆！巨剑与骷髅猛烈撞击，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恐怖的能量冲击波瞬间撕碎了防御屏障，如同绝地的洪水般向四周席卷。两股截然不同的能量掺杂在一起，产生了惊人的破坏力。金丹境以下的修士若是触碰到这股能量，非死即伤。台下的观众纷纷后退，生怕被余波波及。哗！关键时刻，袁曲手中羽扇轻轻一挥，一道柔和的力量将肆虐的能量冲击波反弹回了演武场上，避免了更大的伤亡。整个比武台上五光十色，各种能量随意溅射。此刻根本看不到安澜和伊曼的身影，他们完全被狂暴的能量所吞没。裁判长老距离最近，他死死地盯着能量中心，冷汗直流。刚刚那一击多半是双方的全力了，一击之下必能分出个胜负来。过了好半晌，待得台上的光芒逐渐消散，狂暴的能量终于回归于平静时，台上的两个人终于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伊曼无力地躺在台上，身上的衣物被恐怖的能量撕扯得如同布条一般，几乎是衣不遮体。他嘴角淌着嫣红的鲜血，脸色煞白如纸，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当中。那双曾经妩媚动人的桃花眼紧闭着，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几滴血珠，显得格外凄美。而安澜单膝跪在地上，手中紧紧撑着那柄银剑。此时的他脸色同样煞白一片，面无血色，呼吸急促而不稳。那袭白衣已经沾染了点点血迹，袖口处更是被撕裂了几处，露出白皙的手臂。但好在他还有意识，那双清冷的眼眸中依旧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安澜双手握剑，艰难地撑着站了起来。他的脚下步伐踉跄，身体微微摇晃，似乎随时都可能倒下。但他还是咬紧牙关，挺直了腰板，保持着极乐宫大师姐应有的风范。极乐宫，安澜胜。裁判长老及时上台，高声宣布了结果。本次三宗比试，极乐宫排名第一。台下顿时爆发出阵阵欢呼，极乐宫的弟子们个个喜形于色。合欢宗的几个女弟子则立马上台，看着衣不遮体的伊曼，赶忙用崭新的衣袍把她仔细裹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抬下了比武台。看来这次运气是
站在极乐宫这一边啊。元曲缓缓从软椅上站了起来，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孟妹妹，元哥哥告辞了。临走时，他还特意瞟了一眼江晨，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媚眼，那眼神中带着几分暧昧，几分玩味，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江晨心底顿时生出一阵恶寒，立马避开了他的眼神。这个不男不女的合欢宗宗主，总让他感觉浑身不自在。还不快去把你大师姐搀扶下来！苏梦的声音在江晨耳边响起。江晨快步来到比武台上，只见安澜脸色苍白如纸，呼吸微弱，很明显受了不小的伤势。他那双清冷的眼眸此刻显得有些涣散，原本挺拔的身姿也有些摇晃，却还在强撑着保持最后的体面。赵灵儿姐妹和天榜上的几位女修也都围了上来，她们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安澜，生怕触碰到她的伤处。这些平日里争强好胜的女弟子们，此刻都流露出真诚的关切之情。各位师姐，你们伤势还未恢复痊愈，还是由我来扶安师姐回房吧。江晨撸起袖子，主动请缨。他注意到这些女修大多也带着伤，实在不宜再劳累。看来宫内有个男弟子还是很好的嘛。赵灵儿掩嘴轻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师弟一看就有力气。赵轩儿也笑着附和，和其他几位师姐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那就有劳师弟喽。几位女修默契地将安澜搀扶到江晨的肩上，动作轻柔。师姐，走，我送你回房。江晨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离开比武台。安澜的身子很轻，却因为受伤而显得格外柔弱。一股淡淡的幽香顿时扑面而来，不同于苏梦那种成熟妩媚的香气，安澜身上的气息清冷如兰，却同样撩人心弦。江晨深吸了一口，平住心神，稳住步伐，朝着殿外走去。然而刚刚走出殿外，来到一处僻静的回廊时，安澜突然全身一软，整个人瘫在了江晨的身上。他终于支撑不住，陷入到了深深的昏睡之中。那张平日里冷若冰霜的脸庞，此刻显得格外恬静，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让人不由得心生怜惜。江晨连忙调整姿势，将她稳稳地抱在怀中。江晨一路打听之下，终于找到了安澜的住所。这是一栋独立的小院，隐在一片翠竹之中，显得格外清幽雅致。小院距离月华殿约有2公里，环境十分清静，四周古木参天，溪水潺潺，处处透着一股古色古香的韵味。更难得的是，这里的天地灵气相当浓郁，比寻常弟子居所要充沛数倍，显然是一处精心挑选的修炼宝地。吱呀，推开精致的房门，江晨小心地将安澜放在了柔软的床铺上。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似兰非兰，似梅非梅，与安澜身上的气息如出一辙。整个房间一尘不染，干净得令人惊叹。书案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卷古籍，墙角的花瓶中插着几枝新鲜的梅花，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可见主人是个极重规矩的人。看着床上昏睡中的安澜，江晨不由得苦笑。这位师姐内心是够强大的，在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试中，安澜的意志力绝对要在伊曼之上。比赛结束时，伊曼已经昏死在了比武台上，而安澜却一直坚持到合欢宗的人全部离开，才终于支撑不住。不过俯身看去，安澜师姐的确是个大美人。那精致的五官轮廓，如画的眉目，雪白细腻的肌肤，无疑不是上天精心的杰作。在整个极乐宫中，论颜值，她是唯一一个能和公主苏梦相媲美的女子，只是平日里总带着几分高冷，让人难以亲近。江晨细心地为她盖上一层薄薄的丝被，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她的休息。从安澜胸前平稳起伏的幅度来看，她的呼吸是正常的。此刻的状态只是灵力消耗一空，身体极度疲惫，再加上轻微的内伤才导致的昏睡，基本上没什么大碍，只需好好睡上一场大觉，待醒来后便能恢复如初。师姐，好生休息，师弟我就先告辞了。江晨轻声说道，小心地拉上了床上半透明的纱幔。那纱幔是用上好的天蚕丝织成，薄如蝉翼，可遮挡部分视线。然而就在他刚转身之际，身后竟传来了细微的呢喃声。呜。江晨急忙转身，只见安澜竟在床上轻微地扭动起来。他的眉头紧锁，额头上渗出冷汗，嘴里发出很小声的呓语，似乎在经历着什么痛苦的梦境。师姐，你醒了。江晨一把拉开纱幔，关切地俯身查看。安澜支支吾吾地回应着，呼吸越发的急促。最重要的是，她的脸颊变得异常红润，简直跟熟透了的苹果一样，与先前苍白的脸色形成了鲜明对比。师姐，醒一醒。江晨连忙将她搀扶着坐起，一只手轻轻拍打着她的脸颊，试图让她清醒过来。他能感觉到安澜的体温在迅速升高，这显然不太正常。快分我学道。安澜突然趴在江晨的肩膀上，用微弱的声音急促地催促道。他的身体正在微微颤抖，似乎在极力克制着什么，指尖紧紧攥着背角。封你学道。闻言，江晨一愣，
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难不成安澜在比试中中毒了？可是如果是寻常毒药，怎会是这般娇媚撩人的样子？此刻的安澜身子不停地扭动着，尤其是在靠近江晨的时候，整个人几乎贴在他的身上蹭来蹭去，那副模样与平日里冷若冰霜的大师姐判若两人。他的呼吸越发急促，眼中水波流转，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美态。我中了伊曼的合欢散。安澜一边艰难地说着，双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抱住了江晨。他的声音变得酥软无力，带着几分哽咽，整个人几乎完全趴在了他的身上。更让江晨心惊的是，他的眼神都进入到了一种拉丝的状态，那双清冷的眸子此刻蒙上了一层迷离的水雾，仿佛要将人吸进去一般。原来在比武台上的最后时刻，自知落败的伊曼不惜下了阴手。他平生最看不惯这种洁身自好的女修，尤其是对方的实力比他还要强。既然安澜连他的幻境都能破，那就看看这合欢散能不能撑得下去。安澜本想回来后打坐调息，强行用内力把合欢散给逼出来，可他伤势太重，再加上疲惫的身子，根本无法运转灵力逼出药性。这合欢散乃是合欢宗的独门秘药，药性极其霸道，一旦发作便会让人神志迷乱，难以自持。合欢散难道是伊曼干的？安师姐到底封哪个穴道？江晨双手摇晃着安澜的肩膀，试图让他保持清醒。可此刻的安澜手上的力道特别大，死死地搂着江晨的脖颈，仿佛要将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他呼吸急促，眼神迷离，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冷静自持，甚至一个翻身，他竟将江晨给压在了身下。这个动作让江晨猝不及防，整个人都僵住了。哗！安澜的长发如瀑布般披散开来，几缕青丝垂落到江晨的脸颊上，带着淡淡的清香，蹭得他脸颊发痒。他的眼眸中水波流转，双颊绯红，那副模样既妩媚又带着几分无助。叮咚，你有新任务订单了，拿下大师姐安澜。任务奖励吗？此次双修不存在几率问题，100%能爆出装备。正在江晨不知所措时，系统独特的萝莉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这声音清脆悦耳，却让江晨整个人都愣住了。系统任务来的虽然正是时候，可这不是趁人之危吗？江晨心中天人交战，理智与欲望在激烈的搏斗。不行，待他清醒过来后，定会把自己给杀了的。江晨低声呢喃，努力用理智压过冲动。他太了解安澜了，这位大师姐的洁身自好在极乐宫是出了名的，像其他几个亲传弟子也是如此。宗门教导他们，唯有突破金丹境后，双修才是最佳的选择。提前双修，境界突破太快，很容易导致根基不稳，影响未来的修行之路。更何况安澜若是清醒后发现自己趁他中毒时做出越轨之事，以他的性子，怕是会提着剑追杀他到天涯海角。正当江晨打算强行将安澜推开时，他身上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泽，一股强大的灵力从他体内涌出，化作无数道晶莹的丝线，将两个人紧紧包裹在一起。树灵术！江晨瞳孔微缩，心中暗惊，这是极乐宫控制人行动的一种高阶手段，灵力会像春蚕吐丝般形成独立的空间，异常坚韧，根本无法轻易破开。热气扑面来，安澜那雪白的脖颈轻轻压在了江晨的脸上，他的呼吸灼热而急促，带着淡淡的幽香，让江晨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师姐，不怪我，都是你主动的。江晨缓缓闭上了双眼，放弃了最后的抵抗。那缠绕在周身的灵丝越来越紧，仿佛有生命般将他们两人牢牢束缚在一起。2个时辰后，咔嚓，蚕丝般的光茧上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如同蜘蛛网般迅速蔓延，最终彻底裂开，露出了床上相拥的两个人。他们的衣衫都有些凌乱，空气中还弥漫着暧昧的气息。叮咚，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00%几率爆出装备，获得傀儡符1张，配套完整口诀，可迷惑对方心智，使其2个时辰内成为宿主的傀儡，任由摆布，仅限金丹以下修士。系统的萝莉音适时响起，江晨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古朴的符箓图案，旁边还附带着一段玄奥的口诀。这张符箓呈暗金色，上面绘制着复杂的纹路，散发着独特的气息。江晨心中一震，这傀儡符的功效着实惊人，能让金丹以下的修士在2个时辰内任由摆布，这简直是逆天的控制手段。对于系统这次的奖励，江晨感到相当满意。这张傀儡符能在关键时刻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他在脑海中好奇地向系统询问，有没有能控制金丹修士的傀儡符？宿主实力越强，爆出来的装备也就越强哦。所以宿主快双修，努力提升实力吧。系统的萝莉应带着几分俏皮，语气中满是鼓励。江晨闻言不由得咧嘴一笑，这系统还真是奇葩，整天不想着怎么正经修炼，反而总是催着自己去双修。不过转念一想，
这倒也符合极乐宫的特色，毕竟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双修功法和道侣。正当他暗自好笑时，一道冷冰冰的声音突然在耳畔响起：“笑什么呢？”这声音如同寒冬里的冰凌，瞬间让江晨浑身一颤。他僵硬地转过头，对上安澜那双已经恢复清冷的眼眸。完了，大师姐醒了，而且看样子他已经完全恢复了神智。江晨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刚才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树灵术、合欢散，还有那2个时辰的亲密接触。现在面对清醒的安澜，他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师姐，你醒了。江晨瞳孔微缩，声音中带着几分紧张。他的目光缓缓转向身旁的安澜，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只见安澜正睁着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他。出乎意料的是，他的眼神中竟没有杀气，那双平日里清冷的眸子此刻显得格外平静，甚至还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柔和。要知道，经过2个时辰的缠绵双修，江晨惊讶地发现，安澜和苏梦一样，竟都是处子之身。这在以双修闻名的极乐宫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位大师姐的洁身自好果然名不虚传。谢谢你，安澜轻声说道，玉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身上的宝贝。她的声音虽然依旧清冷，却少了几分往日的疏离感。啊，谢我。江晨一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以为安澜醒来的瞬间就要拿剑劈了自己呢，毕竟自己趁他中毒时与他双修，这怎么看都像是趁人之危，结果却截然相反。如果没有你，以合欢散的药效会让我爆体而亡。安澜神色凝重地解释道。他玉手轻轻一挥，一道白色光泽在江晨眼前闪烁。转眼间，安澜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白衣软袍。这是师弟应该做的。江晨连忙说道，语气中带着几分义愤填膺。只是没想到，伊曼这个女人竟这么恶毒，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暗害师姐。他巧妙地转移了话题，将焦点引向了伊曼的卑劣行径。这番话既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又缓解了2人之间的尴尬气氛。安澜眼睛微眯，冰冷的寒意立马笼罩在整个房间内，空气中仿佛凝结了一层薄霜。伊曼的这笔账，我迟早会找他还的。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刺骨的寒意，让人不寒而栗。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语气中罕见的带着一丝哀求。只是今日所发生的事情，还请不要告诉师尊。他的目光微微闪躲，似乎有些难为情。毕竟这件事若是传出去，对他这位极乐宫大师姐的名声将是极大的打击，他与师尊之间也会产生难以修补的裂痕。此事不会有第3个人知晓。江晨郑重地点了点头，许下承诺。他也换上了一身崭新的青袍，无奈地摇了摇头，没办法，先前的那身衣裳在刚才的缠绵中已经被安澜给撕扯烂了，可见当时他的状态有多么失控。死！下床时，安澜腿一软，踉跄着差点摔倒在地。他的脸色微微发白，显然身体还很虚弱。师姐。江晨立马上前搀扶住了他。他心知肚明，这是安澜的第一次，又持续了2个时辰之久，身体自然会吃不消。即便他是筑基大圆满的修士，也难以承受这样的消耗。安澜那高冷的脸上罕见地出现了一抹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他也察觉到了自己的窘态，那双清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慌乱，下意识地想要挣脱江晨的搀扶，却因为浑身无力而只能作罢。江晨小心翼翼地把他重新扶到床侧坐下，动作格外轻柔，生怕弄疼了他。就在安澜刚刚坐稳的瞬间，突然他的腹部竟闪烁起了一道耀眼的金光。这金光一闪即逝，虽然只持续了数秒，但确确实实发生了。金丹征兆！2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惊呼出声。安澜立刻闭目内视自己的气海，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只见原本纯白色的气海，此刻竟渲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泽。虽然只有1/10的区域被染成了金色，但这意味着他已经离真正的金丹境不远了。这是无数筑基修士梦寐以求的境界突破的征兆，代表着他的修为已经触摸到了金丹大道的门槛。安澜的脸上出现了一抹浓浓的喜色，那双常年冰封的眼眸中绽放出璀璨的光彩，甚至他忍不住笑出了声。咯咯喽！那笑声如同冰雪初融，清脆悦耳，带着说不出的开心。江晨还是第一次看到安澜笑得如此开怀，在他那清冷的容颜上绽放的笑容，宛如寒冬里盛开的梅花，别有一番动人的韵味。那笑容冲淡了他平日里的疏离感，增添了几分少女的娇俏。一时间，江晨竟看得有些呆了。安澜美眸闪动，眼中满是欣喜。此次也算是因祸得福，师弟，我又要谢谢你了。他的语气中带着真诚的感激，与往日的冷淡判若两人。师弟只不过是锦上添花。江晨拱手谦逊道，以师姐的天赋，即便没有师弟，师姐早晚都会晋升金丹境的。这番话倒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事实如此。
安澜的天赋在整个极乐宫年轻一辈中是最强的，甚至几乎可以媲美年轻时候的苏梦。他拥有的不仅是天灵根，还是变异的冰属性天灵根，这样的天才晋升金丹大道只是时间问题。安澜轻轻摇头，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师弟，你高看我了，天池的名额与我已经无缘，想要突破金丹，仅靠自身天赋，最快也需要10几年的时间才能突破。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几分欣慰。不过经此一事，我气海以现金丹征兆如此来看，最多3年我就能突破金丹境。说到此处，他的眼中重新绽放出自信的光芒。那师弟就提前恭喜师姐金丹大成。江晨笑着说道，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这位大师姐虽然平日里冷若冰霜，但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微风轻轻划过，吹动着安澜如墨的长发。二人距离太近，几缕发丝不经意间拂过江晨的鼻尖，带着淡淡的清香。一时间，空气仿佛寂静了下来，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氛围。师弟，师姐有一事相求。安澜这时突然抿了抿嘴，带着几分犹豫，与往日的果断判若两人。江晨眉梢一翘，爽快地说道，咱们都是自家人，师姐但说无妨。他心中暗自好奇，这位向来独立的大师姐会有什么事需要求助于他。你可曾听说南越国？安澜轻声问道，眼中带着几分期待。南越国，莫非是上府国的邻国？江晨疑惑地反问。他所处的上府国乃是天武大陆5大域之一的北域，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大大小小分布着16个国家，上府国便是其中之一，且在这些国家中实力还算中上游，勉强能排进前8。而距离上府国最近的则是同样实力不俗的南越国。两国虽然比邻而居，但关系并不算融洽，时常因为资源争夺而产生摩擦。安澜神色认真地说道，5个月后便是两国5年一次的交流大会，可想要参加，必须要金丹修为才行。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这南越国的几个宗门常年以正道巨擘自居，处处污蔑我们上府国3大魔宗。我真想见识一下，那所谓的名门正派究竟是一群道貌岸然之辈，还是货真价实？江晨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高傲和坚毅。这位大师姐不仅天赋出众，更有着一颗不甘人后的强者之心。安澜师姐也真是一个性情中人。江晨心中暗想，他不仅追求修为的精进，更在乎宗门的声誉。当然，不排除师姐去那里也有别的目的。可不管如何，为了师姐，嗨，这个忙他帮定了。江晨暗自下定决心，能与这位大师姐并肩作战，倒也是一件快事。师姐想要我怎么做？江晨认真地问道。安澜的脸颊微微泛红，声音不自觉地低了几分。如果我们多双修几次，我相信3个月内我就能突破金丹之境。说完这话，他的耳根都红透了，在心中更是暗骂自己。安澜啊，安澜，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啊？江晨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眼中闪过一丝玩味。他故意问道，如果师姐突破金丹了，那太初境地你就去不了了，你不后悔吗？不后悔。安澜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丝毫犹豫。太初境地固然珍贵，但南越国之行对我而言更加重要。那等师弟从天池出来如何？江晨略带思索地问道。这2日他确实有些疲惫了，先是苏梦那边要交作业，现如今又多了安澜师姐，这般连番双修，饶是他身怀真阳仙体也有些吃不消。我等你。安澜点了点头，小声的喃道，声音轻柔的几乎听不见。他微微低头，掩饰着脸上的红晕，那双素来清冷的眼眸中泛起一丝涟漪。师姐，要没别的事，我就先回了。江晨深吸了口气，起身准备离开。他需要好好休整一番，毕竟回去还要伺候苏梦大公主。等一下，师弟。突然，安澜起身上前，强行忍着腿软的不适，快步走到江晨面前。他的步伐有些踉跄，却还是强撑着站稳。这是血元丹，我以前从一处秘境得到的。安澜从怀中取出2个血色珠子，轻轻放在江晨的掌心。这丹药不适合女修服用，想必对你应该有所帮助。出了院子，江晨闲庭信步地来到一处僻静的柳林。这里远离喧嚣，只有微风拂过柳梢的沙沙声和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他四下张望，确认无人后，便双手枕在脑后，随意地躺在一棵垂柳旁。刚刚经历的一切，仿佛是一场离奇的梦境。原以为苏醒后的安澜会发狂发怒，甚至失控，毕竟自己趁他中毒时与他双修，怎么看都是趁人之危。结果事情的发展却完全相反。安澜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还一再道谢，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或许高冷的安澜师姐也有不为人知的反差一面。江晨不禁陷入沉思。这位平日里冷若冰霜的大师姐，在卸下心防后，似乎也有着温柔细腻的一面。他在怀里摸索了一阵，取出那2颗红色的血元丹。丹药在掌心泛着奇异的光泽，
通红一片，就像是用鲜血浇灌而成，表面还隐隐有流光转动，散发出淡淡的血腥气息。血元丹没听说过啊？江辰呢喃一声，眉头微皱。他自认对丹药也算有些了解，却从未听说过这种丹药。先前在丹房搜刮灵丹的时候，也没有见到过血元丹的踪影。不过想想也是，安澜自己都说了，他是在一处秘境中得到的，能被这位眼界极高的大师姐看上的东西，想必也不是凡物。这让他对血元丹的功效更加好奇。系统，这玩意能直接吃吗？有什么作用？遇事不决问系统，江辰立马联系上了这个万能助手。熟悉的萝莉音在此刻清脆的响起。叮，检测到2种不同丹药。大补血元丹，地阶上品，具有强化气血、增强力量、补肾壮阳的功效，服用后可大幅提升肉身强度，对修炼体术者有奇效。妖化血元丹，天阶下品，服用后可短时间妖化，进入半人半妖形态，无论防御还是力量都提升数倍，可越阶杀敌，持续3个时辰。备注：妖化血元丹服用后，妖化过程非常痛苦，需要有强大的意志力，否则一旦妖化失败，当事人会反噬而死，且药效过后会陷入虚弱状态，需谨慎使用。啊！系统的解释让江辰不由得一愣，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手中的这2颗血元丹级别居然如此之高。地阶上品的大补血元丹，那可是金丹大修士才有资格服用的丹药，像他这种筑基修士平日里见都见不到。这等丹药若是流传出去，足以引起一场腥风血雨。至于那个妖化血元丹，更是让江辰震惊不已。天阶下品，这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品级。极乐宫内有没有天阶下品丹药，都还是个未知数。这等宝物，恐怕整个上府国都找不出几颗。先前没有仔细查看，如今定睛观察片刻，江辰察觉到了端倪所在。2颗血元丹虽然外形和颜色看似一致，但仔细观察便能发现细微差别。左手那颗丹体下方有一个微不可察的小人图案，正高举双手，肱二头肌特别发达，肌肉线条分明，充满了力量感，一看就是专门增强气力的丹药，想必就是大补血元丹。而右手边的那颗则刻着一个类似于老虎一样的兽头图案，那兽头栩栩如生，獠牙锋利，眼神凶悍，透着一股野性的气息。由此可见，这应该就是那颗妖化血元丹了。呼！江辰思索片刻，小心翼翼地将那颗妖化血元丹放进了储物界的最深处。这可是关键时刻的保命神器，妖化后能越阶杀敌，必须妥善保管。他特意在丹药周围布下几道禁制，以免药力外泄。嘎嘣！大补血元丹，他没有留着，直接一口吞下。丹药在口中嚼碎的那一刻，一股粘稠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带着奇特的温热感，一直蔓延到腹部。瞬间，他的体内变得燥热无比，一股磅礴的能量如同火山爆发般在体内炸开，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沸腾。身上的青袍很快就被汗水浸透，大汗淋漓，整个人如同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他立马双膝盘坐，闭上了双眼，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极乐长生诀功法急速运转，试图引导这股狂暴的能量在经脉中有序流动。大补血元丹的炼化并没有江辰所想的那么轻松，这股能量异常霸道，在他的经脉中横冲直撞，带来阵阵刺痛。他不得不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引导着药力，生怕一个不慎就会伤及经脉。汗水不断从额头滴落，在他的身下形成一小滩水渍。他的身体微微颤抖，脸上时而通红，时而苍白，显然正在经历着极大的痛苦。但与此同时，他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气血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强，肉身强度也在不断提升。足足持续了近2个时辰，当最后一丝药力被彻底炼化时，江辰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嗡！睁开双眼的那一刹，2道红色光束如实质般从江辰眼中迸射而出，那光芒锐利如剑，带着灼热的气息，瞬间划破空气。砰！红光精准地射穿了对面一棵碗口粗的柳树，树干上留下2个焦黑的孔洞，边缘还冒着缕缕青烟。8000斤气力，江辰猛地起身，感受到体内磅礴浩瀚的气力，不由得失声惊呼。一颗血元丹竟让他的气力从3000斤暴涨至8000斤，这等提升幅度，想想都觉得恐怖。砰！他随意地挥出一拳，空气中顿时爆发出刺耳的音爆声，拳锋所过之处，气流被硬生生轰爆，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气浪。这等威势已然超出了筑基修士的范畴，他的气力比起同境界修士高了太多太多，恐怕就算是比金丹初期修士也差不了多少。最可怕的是，他的精力超级充沛，精神状态无时无刻都处在一种巅峰，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气血在体内沸腾，却没有任何不适，反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活力。原本还担心要在苏梦和安澜之间来回交作业，
迟早会累死。如今来看，一切都不是问题了。就算是夜夜笙歌，他的体力，他的精神状态都要好得多。系统果然没有骗我，这大补血元丹不仅增强气力，还补肾壮阳。哥哥，江晨咧嘴笑了起来，还得意地吹起了口哨。安师姐真是个大好人啊！这颗血元丹几乎让他脱胎换骨了，不仅实力大增，连某些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质的飞跃。想到这里，江晨不由得对安澜生出几分感激之情。片刻，江晨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夕阳的余晖将天边染成一片绚烂的橘红，已是傍晚时分，得回去了。江晨轻声自语，整理了一下略显凌乱的衣袍，将身上的尘土拍打干净，便离开了这片僻静的柳林。月华殿内殿，烛光摇曳。吱呀，推开殿门的瞬间，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扑面而来。这香气不同于安澜身上的清冷，而是一种更加妩媚撩人的芬芳，让人心神荡漾。苏梦正慵懒地躺在软椅上，一袭紫袍随意地披在身上，勾勒出曼妙的曲线。他手中拿着一个精致的琉璃酒杯，里面盛着鲜红的液体，正轻轻摇动着，在烛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只是让你护送你大师姐回去，怎么赖在人家家里不走了？苏梦淡淡地瞥了江晨一眼，声音中带着一丝嗔意，那双美眸中闪烁着捉摸不透的光芒。嗨嗨，大师姐伤势较为严重，回去她就疗伤了，我在门外给她护法了几个时辰，这才耽搁了时间。江晨把路上想好的理由说了出来，语气尽量保持平静，但心中不免有些忐忑。苏梦白了江晨一眼，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你倒是会体贴人呐，要是让你护送师弟或者师兄，你还会给人家护法吗？江晨大言不惭道，无论是谁，只要是极乐宫的一员，江某都不觉得麻烦。他挺直腰板，做出一副正气凛然的模样，心里却在暗自嘀咕这位公主大人的敏锐。诺。苏梦不再与他贫嘴，手指轻轻一点，手里的酒杯便轻飘飘地飞到了江晨的手中。那酒杯上还残留着他的体温和淡淡的醇香，让人不由得心神一荡。这是……江晨望着手里的酒杯，不禁一愣。杯中红色的液体浓稠如蜜，散发出淡淡的腥甜气息，不似寻常的酒水。苏梦美眸中闪动着狡黠的光芒。鹿血酒。他的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声音轻柔却带着几分挑逗。江晨嘴角上扬了几分，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师尊，弟子可不需要这玩意。他语气中带着几分自信，毕竟刚刚服用了大补血元丹，此刻体内阳气正盛。话虽如此，江晨还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毕竟杯沿上还留有苏梦淡淡的唇印，带着他特有的香气。这鹿血酒入口温热，带着一丝甜腥，入腹后顿时化作一股暖流，在体内流转开来。滑！江晨上前一步，不由分说便将苏梦拦腰抱了起来。苏梦轻呼一声，却没有挣扎，反而顺势搂住了他的脖颈，眼中带着几分期待。呼！房内的蜡烛被一阵清风悄然吹灭，房间内瞬间安静了下来。10日后清晨时分，江晨早早的起床，在苏梦的亲自带领下离开了天月峰。二人御风而行，衣袂飘飘，穿过缭绕的云雾，朝着极乐宫远处飞去。在相隔20多公里的天珠峰前，他们停了下来。极乐宫内共有3大主峰，分别是天月峰、天珠峰以及天云峰，每座山峰都承载着不同的使命。天月峰是极乐宫内所有弟子和长老修行之地，殿宇林立，人来人往，是整个宗门最热闹的地方。而天珠峰则截然不同，这里是极乐宫内唯一一位元婴大修士闭关之地，终年云雾缭绕，静谧非常。那里只有那位元婴老祖一个人静修。除此之外，天珠峰上还有着极乐宫内唯一的一条上品灵脉，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关乎着整个宗门的生死存亡。至于天云峰则比较另类，宫内的炼丹师和炼气师都居住在那里，人员稀少，图个清静。毕竟这些技艺高超的大师们在极乐宫的地位相当之高，他们的作品往往能决定一个宗门的实力强弱。江晨跟着苏梦站在天珠峰的山脚下，仰望着这座神秘的山峰，他能感受到一股令人心悸的威压。在他们面前有一道巨大的透明阵法，如同一个倒扣的琉璃碗，笼罩着整座山峰。阵法上流光溢彩，隐约可见复杂的符文在缓缓转动。弟子苏梦拜见老祖。苏梦双手抱拳，恭恭敬敬的行礼。原来是梦儿，能让你亲自带人来我这天珠峰，想必应该就是你的大弟子安澜了吧？山峰中传来一声悠扬的女声，那声音如同天籁般悦耳，带着几分慵懒的磁性，令人感到酥麻诱人。更让人心惊的是，这声音中蕴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魅惑之意，仿佛能穿透神魂，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跟在苏梦身后的江晨脸色顿时垮了下来，他万万没想到极乐宫的元婴老祖竟然是位女修，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麻烦了。
江辰心中暗叫不好，若是被对方发现了自己是真阳仙体的秘密，恐怕自己会沦为对方的炉鼎。元阴镜的大能若是想要裁补他，简直易如反掌。即便自己服用了大补血元丹，气血旺盛远超常人，可要被元阴镜的大能不停裁补，所消耗的元气只怕是金丹修士的10多倍不止。到时候别说提升修为，怕是连性命都难保。禀老祖，此次入选天池的人不是安澜，是江辰，他是孟儿星新收的亲传弟子。苏梦拱手，一字一句道，语气中带着几分谨慎，没有丝毫隐瞒。细看之下，他的额头竟缓缓滴下了冷汗。显然，面对这位元婴老祖，即便是身为公主的苏梦，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山峰中再次响起了那道魅惑意十足的声音：“既然你选择了他，自然有你的本意，让他进来吧。”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玩味，似乎对这位新弟子产生了兴趣。嗡！眼前的阵法突然荡起一层涟漪波纹，如同水面被石子打破平静。只见苏梦和江辰二人的面前缓缓浮现出一个仅能容纳一人进入的光门，那光门散发着柔和的白光，边缘流转着玄奥的符文，仿佛通往另一个世界。苏梦转身看向江辰，神色郑重地嘱咐道：“一直走到山顶，你就能看到天池了。”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严肃，与往日的妩媚判若两人。“梦儿，世子，你不跟我一起进去？”江辰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脸色不由得微变。情急之下，他差点说错了话，急忙改口。只有在他们两人独处的时候，江辰才会亲切地称呼他为梦。若是被元婴老祖听到这个亲昵的称呼，还不知道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来。苏梦摇了摇头，轻声解释道：“天珠峰是禁地，我即便贵为公主，没有老祖的允许，也不能进入其中。”他的神色中带着几分无奈，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歉意。“你啊这……”江辰的脸顿时黑了。这几天他与苏梦缠绵，基本上没下过床，可谓是十分卖力，甚至还助他恢复到了金丹中期。本以为他会与自己一同前往，却不料他竟没有进入天珠峰的资格。更让他郁闷的是，之前苏梦压根没跟他提过这件事。若是早知道要独自面对元婴老祖，他说什么也要多做些准备。此刻的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推入虎口的小羊，心中不免有些发怵。“放心，你只要在天池里面老实待着，老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自己不要胡思乱想。”苏梦攥紧了江辰的手，耐心地叮嘱道。他的掌心微微出汗，显露出内心的担忧，却又强作镇定。呼！江辰深吸了口气，努力平复心中的忐忑。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等我回来，定叫你好看。”临进入光门时，江辰突然伸手用力在苏梦的翘臀上狠捏了一把。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苏梦猝不及防。“呀！”苏梦怪叫一声，随即察觉到有失身份，急忙捂住了樱桃小嘴。他脸上飞起2朵红云，既羞又恼地瞪着江辰，看谁收拾谁。苏梦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回敬道，但那眼神中却带着几分娇嗔，并无真正的怒意。“他！”江辰一步跨了进去，身影瞬间被光芒吞没。嗡！光门在他身后缓缓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进入天珠峰的瞬间，江辰并无任何不适。这里的空气清新宜人，灵气比天月峰还要浓郁数倍。放眼望去，这天珠峰和天月峰几乎没什么不同，都是古木参天，奇花异草遍布。往上看去，就是山路有些崎岖，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云雾缭绕的山顶。嗡！本想着御空飞行来着，节省时间，却不曾想刚刚离得不到10公分，一股庞大的压力就猛地砸在了他的身上。那压力如同无形的巨手，将他狠狠地按回地面。砰！他双脚落地，溅起一片烟尘弥漫。净空阵法？不对，又有点不太像。江辰狐疑地打量着四周，这股压力并非来自阵法，更像是某种天然的威压，仿佛整座山峰都在排斥飞行。他抬腿径直往山顶方向走去，只走了一步，江辰整个人的脸色立马变得凝重了起来。他敏锐地察觉到，刚刚感受到的根本不是净空阵法那么简单，这里的重力与天月峰完全不同。刚刚抬腿的瞬间，他感觉自己的双腿好似灌满了铁签一样，每一步都异常沉重，仿佛有无数双手在拉扯着他的身体。是了，重力不一样。江辰心中暗惊，这天珠峰的重力场明显被加强了数倍，每迈出一步都需要耗费极大的力气。他强行走了几步，双腿就像是捆着上千斤的沙袋一样，肌肉酸痛，骨骼发出轻微的抗议声，这让他原本轻松的表情变得越发难看起来，额头上渗出汗水。1个时辰内到达山顶，如果连这关也过不去，那就可以滚回去了。山巅再次传来了元婴老祖的声音，那声音依旧带着几分慵懒的魅惑，但语气中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老祖放心，
晚辈定能坚持到山顶。江辰攥紧了双拳，咬紧牙关回应道，他的眼中闪烁着不服输的光芒。既然都来到了这里，岂有半途而废的道理？何况如果被元婴老祖给踢下山，等回到了天岳峰，天知道那些同门会怎么看自己，只怕废物2个字的名号就要永远挂在自己脑门上了。山腰上黄沙弥漫，狂风呼啸，冷冽的山风卷起漫天沙尘，吹得周边的树叶沙沙作响。一道身影在黄沙中艰难地穿梭，江辰迈着沉重的脚步，每一步都在松软的沙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他的青袍被风吹得呼呼作响，发丝凌乱地贴在汗湿的脸颊上。重力场的压迫让他呼吸都有些困难，但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上攀登。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不断滚落，浸湿了衣襟。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而粗重，胸口剧烈起伏，显然已经耗尽了大量体力。距离山顶还剩最后500米远。这段路程看似不长，但在10几倍重力的压迫下，每一步都如同在泥沼中跋涉，实在是令人煎熬。更糟糕的是，山腰上居然还有漫天黄沙。这些沙尘不仅严重阻碍视线，让前路变得模糊不清，还让他吃了一嘴的沙子，喉咙干涩难受。要不是先前服用了大补血元丹，强化了气血和体力，恐怕此时的他早就因力竭而跌落山下了。即便如此，他的双腿仍在微微颤抖，肌肉酸痛难忍。这里的封印实在太多，他甚至连灵力都无法动用，只能依靠纯粹的肉身力量艰难前行。每迈出一步都需要调动全身的力量，与恐怖的重力相抗衡。没有人可以小瞧我。江辰咬着牙关，一步一步往前迈着。砰！江辰费尽千难万苦，终于还是在即将超出1个时辰时，及时赶到了山巅之上。他整个人几乎虚脱，浑身肌肉酸痛，双腿如同灌了铅般沉重，身子瘫软无力。他直接4仰8叉地躺在了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哪怕身下有小石子硌着腰，他也觉得这是一种无上的享受。此刻能够躺下休息，对他而言已经是莫大的幸福。呼！江辰长舒了口气，胸膛剧烈起伏。这1个时辰的路程走得实在太漫长了，像是走了10天10夜那般久远，每一步都像是在与天地抗衡，与重力搏斗。要不是他的气力和肉身强度远超同阶修士，恐怕再给他2个时辰，他也走不到这山巅之上。重力的压迫几乎将他的骨骼都要压碎，每迈出一步都需要莫大的毅力和勇气。不错，不愧是梦儿选中的人。天边突然回荡起了元婴老祖的声音，那声音依旧带着几分慵懒的魅惑，但语气中却多了一丝赞许之意。老祖！江辰急忙翻身而起，强忍着身体的酸痛，朝着眼前的天空恭敬地拱了拱手。他的动作有些踉跄，但依旧保持着该有的礼数。这元婴大修士当真是可怕，他连对方在哪都探查不出来。那声音仿佛来自四面八方，又好似从心底响起，无边无际，无处不在，让人根本无法捕捉其踪迹。能在18倍重力下1个时辰内走到山巅，这几百年来你也算是第一人了，比起你师傅都强得多。老祖的声音再次响起，前辈妙赞，晚辈很好奇，这么强的重力，之前进入天池的那些修士是怎么上来的？江辰忍不住问道，带着几分困惑。他实在想不通，在18倍的重力之下，气海灵力又被封印无法动用，极乐宫的那些女修根本不可能攀爬得上来。像江辰这般变态的气力和身体素质，在整个极乐宫恐怕都找不出第2个人来。即便是以炼体著称的修士，也难以在如此恐怖的重力场中坚持1个时辰。他们都是5到10倍的重力，像你这样的难修，自然是要提升一下了。元婴老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戏谑，仿佛在欣赏江辰的窘态。闻言，江辰眼角狂抽，心中暗骂：马德，搞区别对待，这分明是在故意刁难他。难怪那些女修能够轻松登顶，原来重力场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这位元婴老祖怕不是对男修有什么偏见。天池就在前方，元婴老祖提醒道，声音渐渐远去，似乎不再打算多做解释。江辰在山巅走着，脚下的路变得平坦起来。出乎意料的是，天珠峰上的重力已经消失不见，仿佛从未存在过。他体内的灵力也恢复了运转，浑身上下顿时轻松了许多。几个大跨步，江辰飞了上千米远，身形轻盈如燕。转过一道弯，一个直径2公里左右的湖泊赫然出现在了江辰的面前。这蔚蓝色的湖泊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静静地镶嵌在山巅。面积虽然不大，但即便是相隔甚远，江辰也能够清晰地探查到天池中所蕴含的惊人灵气。天池上方居然都形成了浓郁的灵雾，这灵雾如同实质般缭绕，将整个天池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远远望去宛如仙境。灵雾是灵气化为实质性的表现，这些雾气中蕴含着精纯无比的灵力，偶尔会凝结成蒙蒙的雨滴般落下，那都是灵气的精华之所在。
每一滴淋雨都价值连城，对修士的修为大有裨益。当江辰的目光重新落到天池时，却无意间看到，在天池的中心竟有一只妖兽。它静静地盘坐在池水中央，周身被灵雾环绕，正在打坐修行。定睛一看，那居然是一只狐妖，通体雪白色，毛发如丝绸般柔顺，在灵雾中泛着淡淡的光泽。让江辰瞠目结舌的是，那狐妖的身后竟然有9条尾巴，毛茸茸的尾巴轻轻摆动，每一条都散发着强大的妖力。九尾狐，江辰瞳孔猛地一缩，倒吸了口冷气，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妖兽之间按照血脉划分，也有排名，分为低阶、中阶、高阶。而像九尾狐，那是狐妖里面的王者，是高阶妖兽中的顶尖存在。据说修炼到后期，足以媲美人族里的元婴大修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是极乐宫的禁地，怎么会有狐妖？江辰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难道这是极乐宫圈养的护山灵兽？你只有1天的时间，还不快下来！耳边传来了元婴老祖的声音。与此同时，那九尾狐竟然缓缓转过了头来，一张形似人的脸庞，精致的挑不出任何瑕疵来。那面容既有狐族的妩媚，又带着几分超脱尘世的清冷。他的眼睛是深邃的蓝色，如同最纯净的蓝宝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透着一股极为高贵的气息。他那清张的嘴唇红润饱满，微微上扬的嘴角带着几分慵懒的魅惑。这无疑不再说明，刚刚就是他开口所说的话。那声音与先前听到的元婴老祖的声音如出一辙，只是此刻更加真切，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回音。您是老祖？江辰惊呆了，声音都有些发颤。自己之前一直在跟他对话，这位极乐宫的元婴老祖竟然是一只九尾狐妖，这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怎么不像吗？九尾狐身后的9条尾巴轻轻动了动，那雪白的尾巴毛茸茸的，立起来几乎比人还要高一些。像，哦不是晚辈眼拙。江辰赶忙拱手抱拳，带着几分惶恐。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元婴大修士的真身，心中还是有些发慌的。尤其这位大修士还不是人族，更让他感到不安。这一刻，他终于明白，难怪苏梦说元婴老祖不可能逼自己双修，感情他是一只妖啊，不是人类。想到这里，江辰不禁长舒了口气，心中的大石总算落地。人族和妖兽一族身体构造完全不同，根本没有双修的机会。这位老祖再怎么强大，也不可能对他这个人类产生那方面的兴趣，这让他顿时安心了不少。可是极乐宫的元婴大能怎么会是一只妖呢？这不科学。江辰心中又升起新的疑问，极乐宫作为人族魔宗，怎么会让一只妖兽担任老祖？这其中必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就在江辰思索之时，异变突生，唰！江辰的身子突然不受控制，整个人好似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径直朝着天池栽了下去。那股力量强大而柔和，让他根本无法反抗。砰！江辰头朝下，直直地掉进了天池里，溅起一片晶莹的水花。入水后，蔚蓝色的湖水清凉透彻，带着一种奇特的温润感。刹那间，整个人的心都静了下来，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水流轻柔的涌动声。水流中蕴含着极为雄厚的灵力，在水流的冲刷之下，江辰的汗毛孔不由自主地打开，疯狂地吸收着水里的灵气。每一寸肌肤都在贪婪地汲取着这精纯的能量，仿佛久旱逢甘霖。经脉也随之膨胀了起来，如同干涸的河床迎来了汹涌的洪水。江辰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修为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着。这一刻他笃定，先前听来的传说是真的，这天池里的灵气浓郁度完全不是外界可以比拟的，这是一种远超寻常灵气的特殊灵气，带着某种天地初开时的纯净气息。在这灵气的滋养下，他的经脉都在持续锤炼之中变得更加坚韧宽阔，甚至气力都在以每秒1斤的速度提升着。这种提升速度简直骇人听闻，若是能在这里修炼1日，恐怕抵得上外界数年的苦修。哗！江辰从水里钻了出来，冒出了头。他抹去脸上的水珠，深深吸了一口气，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迎接他的却是那只元婴级的九尾狐，他就静静地悬浮在水面上，9条雪白的尾巴轻轻摆动，蓝色的眼眸中带着几分审视。老祖！江辰深吸了口气，强装镇定地开口，他的声音微微发颤，既是因为方才的震惊，也是因为面对这位神秘老祖的不安。哥哥，一口一个老祖，都把本尊给叫老了。九尾狐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毛茸茸的手指轻轻在江辰额头点了一下，那动作既带着几分亲昵，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感。那晚辈该叫前辈什么？江辰眉梢微动，心中暗自揣测这位元婴大能的心思。面对这等存在，称呼确实需要格外谨慎。古灵。九尾狐轻启朱唇，吐出淡淡的2个字。唰！
随着这个名字的出现，周围的灵物似乎都微微波动了一下，仿佛在回应这个名字的召唤。晚辈见过古灵前辈。江辰连忙抱拳，郑重地行了一礼。他刻意放缓语速，让这句话显得更加庄重，以示对这位大能的尊重。所以可以开始游戏了吗？古灵眼中划过一抹狡黠的光芒，那蓝色的眼眸中闪烁着孩童般的顽皮，却又带着几分深不可测的意味。下一秒，他的身上突然闪烁起了耀眼的光泽，那光芒如同初升的朝阳，瞬间将整个天池照亮。耀眼的光芒闪烁了数秒，便恢复了正常。当光芒散去，眼前的景象让江辰不由得睁大了眼睛。九尾狐消失了，出现在江辰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子。她扎着高高的马尾辫，发丝如墨，随风轻扬，看上去只有17、18岁的模样，比赵灵儿和赵轩两姐妹还要显得年轻。这简直是妥妥的萝莉长相。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虽是萝莉面容，可她的身材却发育得极好，比起苏梦都毫不夸张。该凸的地方凸，该翘的地方翘，曲线玲珑有致，带着一种奇异的反差美。江辰注意到她那蓝色的眼眸和九尾狐古灵一模一样，那深邃的蓝色瞳孔中依旧闪烁着神秘的光芒。更特别的是，她的头上还保留着狐妖那显著的毛茸茸的耳朵，雪白的耳尖微微颤动，配在她精致的脸上，显得更加可爱动人，让人忍不住心生爱怜。古灵前辈，您？江辰壮着胆子询问，声音中带着几分难以置信。怎么，没听说过妖兽化形吗？古灵双手环在傲人的胸前，唇角划过一抹坏笑，那神态既带着少女的俏皮，又有着千年妖狐的狡黠，形成一种独特的魅力。妖兽化形，江辰呢喃一声，猛然想起了什么。早在第一眼看到古灵的那一刻，他就该猜到了。妖兽一旦突破6阶，晋升7阶妖兽，便是可以媲美人族元婴大修士的存在。7阶妖兽不仅可以炼化喉咙的横骨，口吐人语，更是可以完美幻化成人的样子，且身体构造几乎与人没什么区别。这等存在已然超脱了种族的界限，达到了与天地同参的境界。唯一的区别就是能量的存储运用方式。人类修士依靠的是气海，用来吸收天地灵气，从而储存转为灵力存在气海中，通过经脉运转周天。而妖兽则是一切的能量来源都是兽丹，一般存在于脑部，蕴含着他们毕生修炼的精华。好了，那我们开始游戏喽。古灵倒背着手，1.7米的高挑身高，微微仰着头看着江辰。他那副萝莉面容配上成熟的身材，实在是太独特了。蓝色的眼眸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让人捉摸不透他的心思。什么游戏？江辰一愣，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这是他第2次从古灵口中听到游戏2个字了。这位元婴级的存在所说的游戏，恐怕不会是什么轻松愉快的消遣。来天池之前，你师尊没跟你说吗？古灵大大的眼睛里面带着一丝疑惑，他歪着头，毛茸茸的耳朵轻轻抖动，显得既天真又神秘。师尊，江辰呢喃一声，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苏梦可从来没跟他说过还有游戏这一关卡的啊。那位公主大人只告诉他来天池修炼，可只字未提还有什么游戏考验。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好像被坑了。苏梦肯定是故意隐瞒了这个重要信息，说不定就是怕他临阵退缩。想到这里，江辰不由得暗自咬牙，等回去后定要找那位好师尊好好算账。哼，苏梦这个小妮子居然没告诉你，不过现在本尊亲自跟你说也为时不晚。古灵轻哼一声，带着几分不满，但很快又露出狡黠的笑容。这个游戏呢叫猫捉老鼠，你只负责跑，而我呢就是抓你。古灵说着，双手在虚空中轻轻攥了几下。令人震惊的是，空间竟被他硬生生抓出了一道裂缝，那裂缝中透出漆黑虚无的气息，仿佛通往另一个世界。空间裂缝一闪即逝，可江辰亲眼目睹了这一幕。那裂缝中是一片漆黑虚无的空间，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这得需要多少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的气力才能撕开。这等实力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江辰下意识退了2步，连连摆手：前辈，要不还是……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显然被古灵展现的实力吓到了。这哪里是游戏，分明是要命啊！只要你陪我玩尽兴了，元婴液给你也未尝不可哦。古灵缓缓伸出一根手指，指尖上突然出现了一滴金色的液体，那液体散发着璀璨的光芒，蕴含着惊人的能量波动，显然就是传说中的元婴液。看到这一幕，江辰心底暗道一声糟糕。元婴液他虽然很在乎，但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小命。这位古灵前辈的实力太过恐怖，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及性命。他该不会是个老顽童吧？江辰暗自嘀咕。他自己一个人多年在这天珠峰上，想必无比寂寞。如今看到来了新人，说什么也要戏耍一番，而江辰则成了陪他玩过家家的那个道具。想到这里，江辰不由得苦笑。
这位元婴老祖活了不知多少岁月，却还保持着这般童心，也不知是福是祸。但看他的架势，今天这游戏是非完不可了。啪！忽的一汪蓝色的湖水如同有生命般径直砸在了他的脸上，这湖水带着奇特的寒意，瞬间浸透了他的面颊。砰！这力道之大，当场把江澄给掀飞了出去。他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飞出200多米远，重重地摔在水面上，溅起大片水花。脸上火辣辣的疼，江澄抹去脸上的水珠，心中暗惊，这看似随意的一击，竟然蕴含着如此恐怖的力量。只要你能躲开，就算你赢哦。古灵脚踩湖水，身形轻盈如燕，右手高高举起。当然，如果你脱离了这片天池，那你就输喽，奖励也没有了。随着他的话语，一道长达50丈的巨大水柱在他手中凝聚而成，那水柱犹如擎天巨柱，其中还夹杂着狂暴的龙卷风。江澄看到这一幕，想都没想，撒丫子狂奔。他算是明白了，古灵虽然幻化成了人形，可他骨子里还是妖兽啊。妖兽下手没轻没重，搞不好就会砸死自己。跑啊，快跑！咯！古灵笑得花枝乱颤，似乎很享受这场追逐游戏。他手中的水柱轻轻摆动，仿佛在逗弄着自己的猎物。而江澄则是不要命地在水中游动。在这天池里虽然也能飞，但毕竟有湖水阻碍，他的速度大大受阻。每一次划水都异常艰难，仿佛在粘稠的蜜糖中前行。哗！巨大的水柱从他身边狠狠砸过，带起的劲风刮得他脸颊生疼，溅起的水花如同重锤般击打在他的身上，再次把他给掀飞了出去。江澄在水中翻滚了好几圈才稳住身形，心中叫苦不迭。这哪是什么游戏，分明是要命的考验。他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的速度根本躲不过去。刚刚古灵也是故意为之。那水柱看似随意，实则蕴含着精妙的控制力，无论他往哪个方向闪躲，都会被精准命中，不管是谁都躲不过去。古灵可是元婴境大修士，这等存在的随手一击都蕴含着天地法则，远非筑基修士能够抗衡。好在那只是纯粹的水柱，并没有掺杂着他的神通。若是古灵动用了元婴级的法术，恐怕此刻的江澄早已灰飞烟灭。江澄突然驻足，猛地转过身来，他深吸了口气，全身肌肉紧绷，气力在这一刻达到顶峰，8000斤的气力在体内奔腾，皮肤表面泛起淡淡的金光。哥哥，这么多年来，你还是第一个敢正面硬抗的。古灵掩嘴轻笑，他一眼就看穿了江澄的心思，那双蓝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赞许，似乎对这个胆大包天的小子产生了兴趣。下一秒，巨大的水柱如同天罚般径直砸向了江澄的头顶，带着雷霆万钧之势，仿佛要将这个敢于挑战元婴威严的小子彻底碾碎。轰！江澄双手撑天，气力爆发到极致，主动迎击，狠狠地砸了上去。他的双臂肌肉隆起，青筋根根暴动，整个人如同擎天巨人般屹立不倒。水柱与他的双拳碰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半个时辰后，江澄浑身是血地瘫在天池边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身上被锋利的水流切割了上百个小伤口，鲜血将周围的池水染成了淡红色，骨头仿佛都快碎掉了，每一寸肌肉都在发出痛苦的呻吟。如今的他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但奇怪的是，尽管伤势看起来很重，却都是皮外伤，并未伤及根本。显然古灵在最后关头收了力道，这次玩得很开心。虽然你身法太烂，但好在皮糙肉厚，也让本尊过足了瘾。古灵站在江澄身侧，居高临下地说道：前辈开心就好。江澄虽然内心有暴打他一顿的强烈冲动，但还是强行挤出了笑脸。他强忍着全身的剧痛，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恭敬。收好了，很珍贵的。古灵甩了甩手，一滴金色的液体从他指尖滑落，精准地落在了江澄的掌心。那液体在接触皮肤的瞬间散发出温润的光芒，仿佛有生命般微微颤动。哗！随即古灵整个人如同幻影般消失不见，只留下一缕淡淡的幽香在空中飘散。他来的突然，去的也干脆，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原来这就是元婴液。江澄嘴巴微张，眼中闪过震惊之色。他小心翼翼地拖着掌心的金色液体，感受着其中蕴含的强横能量。那滴液体虽小，却仿佛承载着天地精华。他急忙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玉瓶，小心翼翼地将元婴液引入瓶中。江澄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浑身上下火辣辣的疼痛如同万蚁噬心。他拖着半残的身子，艰难地爬回了天池之中，每移动一步都带来钻心的疼痛，骨头仿佛要散架一般。入水的一刹那，奇迹发生了。蔚蓝色的池水仿佛有生命般温柔地包裹住他的身体，浑厚精纯的灵气瞬间覆盖全身，如同最细腻的丝绸轻抚着每一寸肌肤，每一个伤口。
体内的极乐长生诀自发的急速运转起来，比平时快了数倍不止。经脉中灵气奔腾如江河，周天运转的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只是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江辰身上的伤势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痊愈。那些被水流切割出的伤口迅速愈合，连疤痕都没有留下。断裂的骨骼在灵气的滋养下重新结合，甚至比之前更加坚固。这一幕令他感到震撼不已。这天池之水简直堪比传说中的仙泉神液。更让他惊喜的是，他的骨头和经脉在原来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坚韧宽阔，仿佛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看来先前的折磨也是一种锤炼。古灵那看似随意的游戏，实则是在帮他打熬根基。元婴大修士的手段果然非同凡响。虽然只有1天的时间，但如果让我的真阳仙体全速运转，兴许可以突破筑基大圆满。江辰深吸了口气，眼中闪过坚定的光芒。他一般只有在双修时才会动用真阳仙体，毕竟这等体质太过惊世骇俗。如今那位元婴大佬想必已经离开，正是四下无人时可以放心施展。哗！江辰的真阳仙体配合极乐长生诀全力运转了起来，他的身体仿佛化作了无底洞，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灵气。他的四周瞬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漩涡，这些漩涡急速旋转，发出嗡嗡的声响，将天池中的灵气源源不断地汇聚过来。不过眨眼间的功夫，漩涡几乎布满了整个天池，成百上千个灵气漩涡同时运转，场面壮观无比。整个天池仿佛沸腾了一般，池水剧烈地波动着，而天池内的纯净灵气被江辰以惊人的速度疯狂吸收。莫说1日，只需4个时辰，我就能突破。江辰深吸了口气，语气中充满自信。他紧闭双目，心神沉入气海，直接开启了闭关模式，整个人如同老僧入定般纹丝不动。他在筑基后期也有些时间了，与苏梦的多次双修使得他的境界也来到了筑基后期巅峰。此刻气海中的灵力已经趋于饱和，只差一个契机就能突破桎梏。借助天池充足的灵气，势必要突破筑基大圆满。江辰能感觉到自己的气海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灵力越来越凝实，仿佛随时都能产生质的飞跃。就在江辰沉浸于修炼无法自拔时，位于天池下方300米深处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穿过层层坚硬的岩壁，出现了一条绵延数公里的巨大灵脉。这条灵脉通体呈现银白色，相当的粗壮，俨如一条沉睡的银色长龙，散发着令人心悸的能量波动。在灵脉的四周遍布着大大小小数之不尽的灵石，这些灵石如同繁星般点缀在岩壁之上，散发着各色光芒。下品灵石泛着淡白光泽，中品灵石透着青色光华，甚至还能看到少许上品灵石闪烁着璀璨的蓝光。这些灵石便是极乐宫所有修士的修行根本。天地灵气终究有限，而好的洞天福地都掌握在内门长老这种大咖的手上，寻常弟子修行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灵石。在灵脉的首端赫然矗立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奇异牢笼，这牢笼并非寻常金属铁质材料打造，而是由灵脉源源不断产生的精纯灵气凝聚而成。整个牢笼散发着雄厚的能力波动，显然蕴含着强大的封印之力。牢笼的四周密密麻麻地贴着大量的符箓，这些符箓颜色各异，有的泛着金光，有的透着紫芒，每一张都绘制着繁复的符文，彼此连接，构成一个严密的封印阵法。细看之下，在牢笼里面居然有一滩血红色的液体正在不停地蠕动着，那液体如同有生命般，时而凝聚成形，时而散作一滩，散发出令人心悸的邪恶气息。呵呵，一声阴森森的冷笑突然从牢笼中传出，让人不寒而栗。那血红色的液体缓缓凝聚，竟逐渐变成了一个人的模样。这身影模糊不清，却散发着恐怖的威压。唯一与人不同的是，他的眼睛是竖着长的，如同蛇瞳般冰冷无情。额头上长着2根弯曲的角，嘴角上还有2个特别明显的獠牙，露出唇外，显得狰狞可怖。结节，关了老子1000多年，这封印终于是坚持不住了。血人发出一声嘲讽的冷笑，声音嘶哑而恐怖。他能清晰地察觉到，在他头顶的天池上，能量正被疯狂地吸收，以至于灵脉产生的灵气难以维持牢笼的运转。轰！他的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极为庞大的能量，那能量呈暗红色，带着浓重的血腥气息，瞬间冲击着整个牢笼。滋啦！牢笼周边的符箓竟莫名地燃烧了起来。那些珍贵的符箓在暗红能量的侵蚀下，迅速化为灰烬，封印之力大幅减弱。咔嚓！由灵力组成的牢笼在同一时间内剧烈地晃动了起来，原本稳固的灵气壁垒出现道道裂痕。就是现在，血人咆哮一声，声音中充满了千年积怨与狂喜。他身上绽放出耀眼的红色光泽，那光芒如同地狱烈焰般灼热而刺目，将整个灵脉洞穴印照得一片血红。轰隆隆，
牢笼应声粉碎。由精纯灵气构成的囚笼，在血魔的冲击下化为无数光点，如同破碎的星辰般四散飘落。四周的符箓瞬间燃烧殆尽，化作缕缕青烟消散在空气中。他一步走了出来，2米多的身高，极具视觉冲击力，头下的阴影笼罩了大半个洞穴。通体红色的皮肤好似岩浆在滚动，表面还隐约可见暗红色的纹路在缓缓流动。我要杀光这群臭娘们，统统吃了！血魔仰天狂笑，声音中充满了暴力与残忍。千年囚禁的怨恨在这一刻彻底爆发，那双树瞳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只见他脚下一震，整个洞穴都为之颤动，随即化作一道血光，瞬间离开了这个地方，只留下一地狼藉。天珠峰山巅，望月石，古灵正在盘膝修行，周身环绕着淡淡的灵雾。突然，他猛地睁开了双眼，蓝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惊骇。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天池方向，脸色瞬间变得凝重无比。那里有一道冲天血柱，那血柱粗如巨树，直射云霄，将天空都染上了一层不祥的血色。浓重的血腥气息，即使相隔甚远，也能清晰感知，令人作呕。血魔出世，怎么会这样？古灵瞳孔微缩，声音中带着罕见的慌乱。他纤细的手指微微颤抖，显然这件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糟了！古灵脸色大变，当即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天池疾驰而去。天池中心，江辰的闭关被打断，他呆呆地望着自己的头顶上方，脸上写满了震惊。一个血色人影就停留在了天池的正上。他是从水里窜出去的，带起的池水还在淅淅沥沥的滴落。金丹大修士，哦不，比金丹还要强。江辰停止运功，神色中带着一丝震惊。那人的气息强得有些离谱了，即便相隔甚远，可那恐怖的威压如同实质般笼罩着整个天池，让江辰难以抬起头来。先前苏梦跟自己说过，在这天珠峰上可是只有古灵一个人，那这通体鲜红的人又是从哪冒出来的？江辰心中充满疑惑，隐隐感到事情不妙。本魔皇又回来了。血魔身处高空之上，双手张开，肆意呐喊。他的声音如同惊雷般在天际回荡，震得整个天池都在微微颤动。这小小的上府国必是我血魔一族的食物。血魔狂笑着，那双树瞳中闪烁着残忍的光芒。他贪婪地扫视着四周，仿佛在审视自己的猎场。叮咚，检测到危机，宿主快躲到水底。脑海中传来了系统急促的萝莉音，这声音一反往日的轻松俏皮，带着明显的紧张。什么情况？江辰一边询问，一边迅速潜入到了水底。他动作敏捷如游鱼，瞬间沉入池中，借助天池的特殊环境隐藏自己的气息，正在探查来历。血魔一族，域外之物，1200年前闯入天武大陆北域，肆意猎杀人族修士，因其数量较为稀少，后被人族和妖兽一族联合镇压，又极难杀死，各大宗只得封印。上府国3大魔宗内各自镇压着一个血魔皇，其实力可媲美人族元婴中期修士，同境界血魔实力要强于人族。这江辰张了张嘴，一时语塞。他万万没想到上府国还有这么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史。这段血腥往事显然被各大宗门刻意掩盖，成为了尘封的记忆。他相信绝大多数的弟子都未曾听说过这段往事。既是被封印，可他怎么跑出来了？江辰眉头紧皱，心中涌起强烈的不安。他不禁暗自嘀咕，自己的运气也太背了吧。这血魔被封了1000多年，偏偏在自己第一次来天珠峰时就破开封印了。嗨嗨，此事与宿主有关。真阳仙体吸收的灵气太多，以至于封印血魔的封印出现弱化，对方才得以破关。系统的萝莉音中带着几分尴尬，似乎有些难以启齿。小鬼。高空中，血魔敏锐地探查到了天池里的细微动静，他那双树瞳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露出残忍的笑意。一个小小的筑基期修士竟然不知死活地躲在下面，简直就像送到嘴边的美味。他咧嘴一笑，露出锋利的獠牙。先吃个小小的筑基修士，恢复一下元气。声音中充满了嗜血的渴望。被封印1000年，他的力量已经衰弱到了极点，急需补充新鲜的血石来恢复实力。轰！就在他动身之际，忽的，远处传来一道尖锐的破空声，一道银色的身影以惊人的速度破空而来，带着磅礴的威压。古灵显化出了本体的形态，他那9条尾巴闪烁着耀眼的荧光，在阳光下如同9道银河般璀璨夺目。他身上的气息全部释放，元婴中期的修为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形成一道强大的气场。元婴中期修为，桀桀，你一个妖兽还想掺和我血魔一族跟人族的事情？血魔皇面无表情地看着对面的九尾狐，眼神中还带着一丝刻骨的恨意。这恨意源自1000年前的旧怨，
至今难以释怀。遥想1000多年前，他们血魔一族入侵天武大陆实力最弱的北域时，故意避开了北域的那些实力强悍的妖兽，只针对人族发起攻击。这个策略原本天衣无缝，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人族和妖兽一族的矛盾很深，常年战乱，他们巴不得对方在这个世界消失。可谁能想到，就在血魔一族即将击溃北域人族联盟时，妖兽一族居然站了出来。他们竟和人族联手，共同对抗血魔大军。这个出乎意料的转折，直接导致了血魔一族的溃败。你一个域外之物，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耀武扬威？识相的，自己回到牢笼里面去，否则本尊将彻底灭杀你。古灵的声音清冷而威严，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势。他身上的气息攀升至巅峰，9条银尾在身后舞动。就凭你，就算你和本皇是同一个境界，就算本皇元气亏损，可你觉得你是本皇的对手吗？血魔皇冷笑一声，声音中充满了不屑。他额头上的2个尖角异常的锋利，闪烁着森森寒芒，仿佛能撕裂虚空。众所周知，血魔一族的战力相当强横，同阶之间完全可以以1敌2，这在1000多年前早已形成了共识。血魔不仅肉身强悍，更拥有诡异的血系神通，让人防不胜防。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古灵毫不退缩，身后的9条尾巴猛地高耸直立，每一条尾巴都散发出璀璨的银光，整个天珠峰都在微微颤动，空气中的灵气变得狂暴不安，仿佛在回应这位强者的怒火。古灵的9条尾巴瞬间喷涌出磅礴浩瀚的能量，9道不同颜色的光泽划破长空，如同9天银河倾泻而下，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狠狠地打在了对面的血魔皇身上。轰！令人震惊的是，血魔皇退都没退，当场被轰成了漫天血水。那血红的液体四散飞溅，将周围的天空都染上了一层血色。藏在湖底的江辰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一幕，他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景象。啊，只是一个装货。他眼睛微抽，心中充满疑惑。古灵一招就灭杀了血魔皇，这未免也太容易了吧？难不成那货只是一个嘴炮？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令江辰惊得瞳孔微缩，浑身发冷。被古灵轰成漫天血水的血魔，此刻那些分散在各地的血水竟像是有生命一样，纷纷蠕动着，每一滴血珠都在微微颤动，仿佛有无数细小的虫子在内部挣扎，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窸窣声。它们全都朝着一个地方汇聚，如同百川归海般，无数血珠从4面8方涌来，在空中形成一道诡异的血流。这血流旋转着，扭曲着，逐渐凝聚成人形。不过眨眼间的功夫，竟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血魔皇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连衣袍都没有丝毫破损。看他的状态，好似一点伤势都没有，反而那双树瞳中的红光更加炽烈。桀桀，有点实力，但不多。血魔皇发出刺耳的怪笑。张玉那个臭婆娘呢？我记得她才是这里的掌权者吧？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嘲弄，似乎完全不把古灵放在眼里。古灵如临大敌，9条尾巴警惕地竖立。有我就足够了。他的声音虽然坚定，但细听之下却能察觉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1000多年前的那场战役他并没有参加，当时他还没有出生，只是多年前听他的结拜姐妹张玉详细描述过血魔的特性。如今真的见到了，不禁让他神色越发凝重了起来。竟然杀不死，这完全印证了张玉当年的警告。血魔一族拥有不死之身，除非用特殊手段，否则极难彻底消灭。哦，我想起来了。血魔皇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人类的寿命有限，即便是元婴修士，最多也只有1800岁的寿命。1000多年前他就已经1000岁了，这么看他已经死了。血魔皇狂笑了起来，声音中满是挑衅与得意。你找死！古灵眼睛微眯，杀意迸现，那双蓝色的眼眸中寒光闪烁，周身散发出凛冽的杀气。迷幻之眼！古灵低喝一声，声音中带着奇特的韵律。刹那间，他的头顶上方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9尾狐虚影。那虚影遮天蔽日，将整个天空都笼罩在阴影之下，天色瞬间暗了下来。哗！巨大的9尾狐虚影化作实质般的能量，如同天幕般笼罩在整个山巅之上，将方圆数里都笼罩其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幻境领域。嗡！血魔皇的世界立马变了，四周的景象瞬间扭曲，化作一片血红色的混沌空间。天地间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息，仿佛置身于修罗战场，视野所及尽是杀戮与死亡。他甚至看不清自己的样子，整个身子都仿佛融入了这片血色的世界。无数的人族骷髅从4面8方朝着他奔袭而来，这些骷髅眼中燃烧着幽蓝的火焰，手持锈迹斑斑的兵器，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咔咔声，
如同潮水般涌来。哼，区区幻境也能困住我？血魔皇冷哼哼一声，他的双臂突然化作2道粗壮的血柱，瞬间延长了几十米，如同2条血色巨蟒般横扫所有的骷髅。数个时辰后，血魔皇浑身浴血，但那些血水很快就被他吸收回体内。古灵与之大战了上百个回合，此刻已是强弩之末，他的身上已经挂着血渍，那袭白衣多处破损，露出道道血痕，身后的银白色尾巴也染了一层血色，原本璀璨的荧光变得暗淡了许多。你是杀不死我的，识相的把护山大阵给我撤了，我可以保全你一条性命。血魔皇趾高气昂道，声音中带着胜券在握的得意。他看不出一丁点泪，气息依旧强盛，只是周身的血池少了一些，颜色也淡了几分。因为血魔一族的能量源泉乃是血液，而人的血最为纯正，妖兽的血液则不适合他们，蕴含的妖力反而会污染他们的血源。哼！古灵冷哼一声，眼中闪过决然之色。他深知血魔不死不灭的特性，既然无法彻底灭杀，那就只能再次封印。他双手结印，周身散发出璀璨的荧光。唰！古灵的额头突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一颗金色的妖丹缓缓飞出。那妖丹约有拳头大小，散发出磅礴的妖力。灵脉阵眼给我开！古灵双手交叉，食指翻飞，打出道法诀。他用妖丹牵引着天池下方的灵脉，迅速疯狂汇聚。整个天珠峰都在微微颤动，地底传来隆隆的声响。雄厚澎湃的灵力正在天池上方汇聚着，慢慢形成了一座巨大的牢笼样子。符箓大阵，开！古灵发出一声震天咆哮，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张古朴的画轴，那画轴长约3尺，上面贴满了各式符箓。噗！他一口精血喷出，洒在画轴之上，那精血瞬间被画轴吸收，上面的符箓顿时亮了起来。妖丹内的能量几乎被抽掉一空，全部打在了画轴内。古灵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但他依旧咬牙坚持，将最后的灵力注入其中。嗡嗡嗡！画轴闪烁起了耀眼的金色光泽，那光芒越来越盛，最终化作一道光柱冲天起。刹那间，所有的符箓齐刷刷飞了出去，速度之快，几乎撕裂了空间，带起道道空间涟漪。血魔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全身就被贴满了符箓。那些符箓一接触到他的身体，就立刻化作道道金光，融入他的体内。不！血魔发出一声惊恐的怒吼，拼命挣扎，但已经来不及了。符箓大阵的形成彻底困住了血魔皇，无数金色的锁链从虚空中伸出，将他牢牢束缚。哪怕他想要化作血池逃脱，也无济于事。轰隆隆！由灵脉精纯灵力重新组成的牢笼终于成型，再次把血魔皇困住。噗！古灵摇摇欲坠，脸色煞白如纸。为了激活这件珍贵无比的灵宝，古灵不惜损耗妖丹本源元气，强行催动全部妖力，这导致他的修为境界竟从元婴中期直接跌落至元婴初期。原本璀璨夺目的妖丹此刻暗淡无光，表面甚至出现了细微的裂痕。更严重的是，他的气血都明显衰败了，原本红润的脸色变得苍白如纸，周身流转的灵气也稀薄了许多。该死的！你不惜损耗寿元境界，也要封印我！血魔全身被密密麻麻的符箓锁链缠绕，丝毫动弹不得，只能发出无能的狂怒。谁能想到这九尾狐居然如此玩命？答应过姐姐的事，我岂能忘记？古灵的声音虽然虚弱，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他的脸色苍白如纸，呼吸急促紊乱，显然已经耗尽了全力。为了激活符箓大阵，他不仅境界从元婴中期跌落至元婴初期，更损耗了整整300年的寿元。这对任何修士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代价。妖兽的寿命虽然比起人类要多数倍，可这300年对于古灵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去！古灵强忍着虚弱，双手在虚空中猛地一按，这个简单的动作几乎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手臂微微颤抖，指尖泛白。轰！轰隆隆！巨大的牢笼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带着无可抗拒的力量，径直朝着天池下方飞去。那牢笼表面流转着无数符文，散发出强大的封印之力，将血魔皇牢牢困在其中。本皇不甘心！血魔皇发出震天的咆哮，红色的眼珠里面满是怨恨和不甘。他疯狂地挣扎着，试图挣脱这千年囚笼。只见他身上血雾滚滚，周边的血池瞬间消失了一半。咻！一枚拳头大小的血珠突然从牢笼中飞出，他的速度非常快，几乎撕裂了虚空，直射古灵而去。古灵本就虚弱，再加上猝不及防之下，被血珠精准地打在了胸前。那血珠蕴含着血魔皇最后的疯狂反扑，威力惊人。嗡！血珠打在古灵胸口上后，瞬间化作粘稠的血红色液体，如同活物般在他身上迅速蔓延开来。
它们就像是一根根红色的血管一样，扭曲着、蠕动着，不出片刻就已经占据了古灵的半个身子。你……古灵脸色大变，那双蓝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惊慌，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血红色的液体正在疯狂侵蚀他的经脉，吞噬他的妖力。他迅速调动妖丹内仅剩不多的能量，全力抵抗着血毒的侵蚀。银色的妖力与血色的毒液在他体内激烈交锋，每一次碰撞都带来钻心的疼痛。他的额头渗出更多冷汗，身体微微颤抖。本皇耗尽了一半的血池凝结而成的血毒，你活不过明日。血魔皇看到古灵中了血毒后，不禁惨笑了起来。虽然他的状态也不好，大伤了元气，为了凝结这血毒，他几乎耗尽了1000年积累的一半血能，但这在他看来是值得的。能够拉上一个元婴修士陪葬，这笔买卖不亏。该死的东西！古灵咬牙切齿，强忍着剧痛，双手再次往虚空一按，牢笼迅速砸击入天池深处，带着血魔皇不甘的怒吼沉入了池底。符文的光芒在水下闪烁，最终化作一道坚固的封印，将血魔重新镇压。不出30年，我血魔大军会再次来袭，你们迟早要完。血魔皇的声音逐渐消失在天池深处，但那充满恶毒的预言却在空中回荡，令人不寒而栗。噗！古灵一口逆血喷出，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他整个人摇摇晃晃，眼前一黑，一头栽进了湖水里面。那身影脆弱的如同断翅的蝴蝶，再不见往日的威严。扑通，溅起巨大的水花。古灵的身体缓缓下沉，银色的长发在水中散开，如同凋零的月光。唰！一直躲藏起来的江晨快速游动，立马把他给抱了起来。他奋力划水，将古灵带回到岸上。两人浑身湿漉漉的，水滴不断从发梢滴落。古灵的脸色惨白一片，没有半点血色。那双总是神采奕奕的蓝眸此刻紧闭着，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水珠。古灵前辈，需要我做什么？江晨焦急地呼唤着，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慌乱。他急忙从怀里掏出几颗疗伤用的灵丹，这些都是在万气阁精心挑选的宝贝，价值不菲。哼，我中了血魔皇的血毒，活不过今日了。古灵的声音虚弱而飘忽，他仰望着已经昏暗的天空，眼神中带着几分释然与不舍。那一轮弯月将冰冷的光辉洒在他苍白的脸上。血毒！江晨眉头紧锁，心中涌起强烈的不安。他想起来了，那血魔皇在被封印进天池的最后时刻，突然射出一颗血红色的珠子，精准地打在了古灵的身上。当时他只以为是寻常攻击，没想到竟是如此歹毒的手段。血毒是血魔皇的独门神通之一，它会污染腐蚀我们的血液，因其毒性猛烈，中毒者无法将血毒从体内排出。古灵艰难地解释着，声音越来越微弱。他张了张嘴，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我跟你一个晚辈说这些干什么？反正都无济于事了。他缓缓闭上了双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似乎已经接受了死亡的命运。那张绝美的脸庞上不见恐惧，只有深深的疲惫与无奈。血毒正在他体内迅速蔓延，那些血红色的纹路已经爬满了他的脖颈，正向脸颊延伸。叮，您有新的任务订单了，与元婴老祖古灵双修，可获超级大礼包。系统的萝莉音在此刻不合时宜地响起，那欢快的语调与眼前的生死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晨原本悲伤的心情瞬间变得更加悲愤起来。为什么系统每次都要在对方极为虚弱甚至濒死的时候颁布这种让他趁人之危的任务？他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又不是恶魔疯子，岂能下得了这种手？他身中血毒，血液都被腐蚀污染，性命危在旦夕。何况他还是妖，我是人。你告诉我怎么双修？江晨在脑海深处激烈地抗议着，他实在无法接受在这种危急关头还要考虑这种趁人之危的事情。屁！宿主拥有真阳仙体，系统的萝莉音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真阳仙体之所以被称为炉鼎之王，那是因为可与天地万物双修，所有毒物统统可转化为干净的能量。系统继续解释道，语气中带着几分自豪。你与他双修，不仅实力暴增，还能帮他解毒。至于你说他是妖，那没错，可他是元婴大妖，可以化作人形。系统警告，请速速完成任务，对方再有一炷香便一命呜呼，到时神仙也难救。最后这句警告让江晨的心猛地一沉。江晨微眯着双眼，内心陷入了激烈的天人交战。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试图平复内心的波澜。这突如其来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让他一时难以消化。搞什么啊？自己只是来天池耍一耍，谁能想到居然遇到这种事情。先是被迫与血魔大战，现在又要用这种方式救人，这剧情发展也太离谱了。古灵前辈，我有办法救你。江晨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坐在古灵身旁轻声说道。
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犹豫，但更多的是坚定。小鬼，不用安慰我。古灵嘴角划过一抹苦涩的笑容，他紧闭的双眼也没有睁开。死亡的气息已经笼罩着他，让他对生存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前辈，这不是安慰，是事实。我体质特殊，可以把你体内的血毒吸收殆尽。江辰一字一句道，声音中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他的眼神坚定而真诚，没有丝毫闪烁。一阵微风轻轻划过湖面，带来丝丝凉意。风儿吹动着古灵长长的睫毛，那睫毛微微颤动了几下。他缓缓睁开了眼眸，蓝色的瞳孔中满是疑惑之色。你能吸收我体内的血毒？他心里100万个不相信。这血毒乃是血魔皇耗尽心血凝结而成，连他这个元婴修士都束手无策。一个筑基期的小修士怎么可能化解？可他又忍不住渴望那一线生机。修行到了元婴境这个份上，试问又有哪个人会甘心死去？前辈，我体质特殊，不夸张地说，对你威胁十足的血毒到了我体内，说白了就是养分。只不过，江辰说到这里，语气突然变得犹豫起来，似乎有些难以启齿。不过什么？看到江辰那极为认真的神色，古灵强忍着虚弱，挣扎着坐了起来，与江辰面对面。两人的距离很近，双方甚至能清晰地听到各自的呼吸声，感受到彼此的气息。江辰避开他的眼睛，声音有些发颤：需要你化成人形。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握紧，显露出内心的紧张。为何？古灵追问道，眼中闪过一丝不解。他不明白解毒为何要化成人形，这其中似乎另有隐情。江辰抿了抿嘴，终于鼓起勇气说道：以人身与我双修。这几个字仿佛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主动跟一位元婴大妖提议双修，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他的手心里都是汗水，心跳如擂鼓。哼，你！闻言，古灵脸颊微红，顿时瞪大了双眼。这里可是极乐宫，哪怕他是妖兽，可关于双修之事，他岂能不知？场面一时间安静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微妙的尴尬与紧张，只能听到江辰和古灵略显急促的呼吸声，以及天池水波轻轻拍岸的声响。江辰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试图缓解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他能感受到古灵审视的目光，那目光中既有警惕，又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我警告你，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占我便宜，哪怕我拼尽自爆，也要让你与我同归于尽。古灵突然伸手攥住了江辰的脖领，尖锐的指甲刺破了他的皮肤，渗出的鲜血染红了衣襟。我保证不伤害你。江辰目光首次正视古灵，眼神中透着真诚。他能理解古灵的顾虑，毕竟这关乎他的清白与性命。嗡！古灵身上突然光芒暴涨，银色的光华将他完全笼罩，妖气渐渐收敛。当他再次显现时，已经变成了人的模样。一个身段高挑的萝莉，五官精致如画，蓝色的眼眸中带着几分羞涩，只是看一眼便忍不住让人心生爱怜。江辰褪去了湿透的衣袍，露出了结实的身材。常年修炼让他的肌肉线条分明，古灵则侧过了身子，不去看他，耳根微微泛红。他以前只听说过双修之事，可从未见过，更别提亲自做过。可不可以在水里？一声机不可闻的呢喃在江辰耳边回荡，古灵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羞怯。可以。江辰轻声应道，主动把他抱了起来。古灵的身体轻盈柔软，带着淡淡的幽香。他一步步朝着天池深处游去，水波在他们身后荡开圈圈，连一2个时辰后，夜色已深，月光静静地洒落在天池之上。古灵身披一袭白衣软袍，慵懒的斜倚在水中，任由池水轻轻拍打着他的身躯。他双手微微张开，仰望着天穹之上闪烁的繁星，眼神中带着几分迷离与回味。原来这就是双修的感觉，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体验，仿佛灵魂与肉体都得到了升华，让他流连忘返，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臭小子，让你占了便宜，不过好在你没骗我。古灵目光转向天池中央，看着盘膝而坐的江辰，不由得偷笑了几声。那笑声中带着几分娇嗔，几分欣慰，再无先前的凌厉与戒备。那小子虽然只是筑基修士，可他的体格和力气完全不是这个境界该有的水平，足以媲美一些金丹初期的修士。更难得的是，他够体贴温柔，在整个过程中都十分顾及他的感受，没有一丝粗鲁。他仔细内视，发现身上的血毒已经被对方全部吸收干净，没有留下一丁点的隐患。那些原本如同复古之躯的血色纹路已经完全消失，肌肤恢复了往日的白皙光洁。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他那跌落的境界竟然增强了许多，元婴初期的修为变得异常稳固，甚至隐隐有恢复的迹象。双修的确有些独特之处，可像江辰这般能力的那是少之又少。他能感觉到，在双修过程中，有一股纯阳之气源源不断地注入他的体内，不仅化解了血毒，更极大地滋养了他的妖丹。而且双修时，他听过江辰的那男声，
他说以后再多双修几次，用不了多久，自己的境界就会恢复到元婴中期。天池中央，江辰盘膝而坐，周身灵气缭绕，他的头顶上方涌出层层白雾，那雾气精纯无比，在月光下如同仙气般飘渺，身上的气息攀升至巅峰。此刻的江辰体内灵力奔腾如江河，每一次呼吸都带动着周围的灵气波动。此次与古灵双修，他的提升相当显著，远比单纯炼化天池内的灵气效果要好上数倍。哇！伴随着气海内的一声清脆响声，仿佛某种桎梏被打破，江辰的气海瞬间扩充了数倍。原本已经饱和的灵力空间，此刻变得广阔无垠，能够容纳更多的灵力。磅礴浩瀚的灵力游动于经脉以及五脏六腑之中，如同脱缰的野马般奔腾不息。这些灵力精纯而强大，每运转一个周天，就让他的修为更加凝实。筑基大圆满，江辰身上的气息提升了3倍多。此刻的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仿佛获得了新生。气力也增加了500斤，来到了8500斤。这等气力已经远超同阶修士，甚至堪比一些金丹初期的体修。如今的他距离金丹境已经不远了，只差一个契机就能突破到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金丹大道。江辰的目光偷偷瞄了一眼身后的古灵，他正面朝月亮，在水池里轻轻漂浮着，银色的长发散开在水面上，宛如月下仙子。看来他应该察觉到了自己即将突破，所以在附近为自己守关。这份细心让江辰心中涌起一丝暖意，是时候查看一下系统奖励给自己的大礼包了。其实早在他和古灵互动的那一刻，系统的礼包就已经到账，现存在系统仓库内，暂时还没有拆开。想到这里，江辰不由得有些期待，这次系统会给出什么样的奖励？嗡！江辰的意识进入了系统仓库内，此次大礼包共3种奖励，是否开启？开启！江辰盯着眼前蓝色的光幕，深吸了口气，心中充满期待。嗡！光幕上泛起一阵涟漪，随后开始闪烁起来。叮咚！瞬息丸1颗，服用后立刻瞬移100公里之外。一颗银白色的丹药出现在光幕中，表面流转着玄奥的空间符文，散发出淡淡的空间波动。这颗丹药看似普通，却蕴含着强大的空间之力。叮咚！遁地丸1颗，可潜入地底3000米。紧接着，一颗土黄色的丹药显现出来，表面有着如同大地脉络般的纹路，散发着厚重的土系灵气。开出来的2个玩意都是保命的，瞬息丸瞬移100公里，可谓是逃生利器，关键时刻能救人性命。遁地丸潜入地底3000米深度，恐怕金丹修为都未必能遁地那么深吧。这等深度足以避开绝大多数修士的探查。江辰先前从万气阁搞来的诸多宝贝里面也有关于遁地的，这是极乐宫唯一关于遁地的符箓，名为遁地符，但它只能遁地500米，便是极限。相比之下，这颗遁地丸的效果简直天差地别。一共3个奖励，前2个都是保命的，也不知第3个是什么。江辰很是期待，静静等待着最后一件奖励的出现。叮咚！8臂通天拳，地阶上品，体修5技，炼制大圆满，可幻化成8条血色手臂，战力倍增。一部红色的秘籍出现在眼前，这本秘籍通体赤红，封面绘制着8条狰狞的手臂图案，散发出凌厉的战意。里面的文字都是血红色的，仿佛用鲜血书写而成，透着一股霸道的气息。江辰只是大概看了一眼，脸上的笑意便越发的浓郁起来，嘴角忍不住上扬。这8臂通天拳共有4层，每修成1层，背后就会长出2根血色手臂。这并非虚幻的幻化之术，而是真实存在的实体手臂。唯一与真正手臂不同的是，它是以精纯的灵力汇聚而成，既具有肉身的实质，又蕴含着灵力的威能。而且8臂通天拳还配着3种杀伤力极大的拳法，简单又粗暴。钻拳，专破防御，无坚不摧；炮拳，势如雷霆，刚猛无仇；崩拳，爆发惊人，摧枯拉朽。这3种拳法相辅相成，攻守兼备，威力无穷。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以他8500斤的气力，配合这3式拳法，威力将难以想象。从今天开始，他终于不再是那个只会靠符箓和蛮力对敌的修士了。我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武技了！江辰在系统仓库内一声咆哮，紧接着狂笑了起来。当他意识回归本体，睁开双眼时，突然瞳孔微缩，心跳不由得加快了几分。不知何时，古灵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可谓是近在咫尺。他那蓝色的眼眸中带着几分好奇，正仔细地打量着他。看你一个劲的傻笑，突破筑基大圆满，那么开心啊！古灵歪着头，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他似乎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活力，脸色红润，气息平稳，再不见先前的虚弱。啊，是，
是啊。江晨挠了挠头，掩饰着内心的尴尬。他总不能说自己是因为得到系统奖励而开心吧，只好将错就错，承认是因为突破而高兴。傻小子，不管怎么说，这次多谢你了。古灵伸手在他脑门上轻拍了一记，动作轻柔，带着几分亲昵。咯咯咯。这时山下传来了野鸡清脆的打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天边的朝阳逐渐升起，金色的阳光洒落在天池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前辈，1日期限已到，晚辈就先行离开了。江晨在水中抱了抱拳，语气恭敬地说道。他准备起身离开天池，结束这次意外的天珠峰之行。你得迟些日子再走。古灵的声音突然响起。江晨一愣，啊！他有些不解地看向古灵，不明白这位元婴大修士为何要挽留自己。古灵神色认真地说道：与你双修，能助我恢复修为，待我恢复至元婴中期，你便可离开。他顿了顿，似乎在计算着什么，继续说道：我算算，最多也就10日。啊，这……江晨眼角微抽，心中暗自叫苦。与元婴大修士双修，虽然好处不少，但也不知他的身体能扛得住几次啊。9日后，晨光出现，天珠峰上云雾缭绕，江晨终于离开了这座神秘的山峰。路上，他神采奕奕，气息悠长，整个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连续9天与古灵双修，让他的境界彻底巩固了下来，筑基大圆满的修为已经稳固如磐石，距离金丹大道仅有1步之遥。古灵也顺利恢复到了原来的境界，重新成为元婴中期的大修士。他那受损的腰丹已经完全修复，甚至比之前更加凝实。只不过失去的300年寿元已经无法挽回，这是永远的遗憾。好在身为9尾天狐，他的寿命还是很悠长的，即便损失了300年的寿元，他依然还有漫长的岁月可以追寻大道。临走时，古灵对江晨再三叮嘱，2人的事情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他的语气异常严肃，蓝色的眼眸中带着几分担忧，但他又柔声补充道：如果江晨想念他，可以随时来天珠峰，这里永远为他敞开。古灵前辈还真有意思。江晨回味着这些日子里的点点滴滴，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这位看似神秘的元婴大妖，其实内心也有着温柔的一面。双修让他们彼此之间了解得更深，那不仅是一种功法的交流，更是一种灵魂的共鸣。那种一种奇妙的感觉，好似心神都融为一体，彼此之间再无隔阂。没有经历过双修的人是不会体会到他的这般感悟的。那是一种超越言语的默契，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契合。2人缠绵时，江晨也了解到了一些极乐宫的秘闻，关于上任天珠峰峰主张玉的事情。原来早在400年前，极乐宫唯一的一位元婴境大修士张玉就已经寿元已尽，坐化于天珠峰巅。此事是宗门最高机密，除了历任极乐宫公主和内门长老以外，其余人等一律不知。而古灵为何能担任天珠峰峰主，这一切都源于他和张玉之间一段特殊的缘分。这段往事是极乐宫最隐秘的传承之一，鲜有人知。早些年间，古灵还未化形，只是一只修炼有成的6尾灵狐。他被人族佣兵队修士算计，陷入绝境，差点身死道消。那些修士觊觎他的腰丹和皮毛，布下天罗地网，将他逼入绝境。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张玉恰巧路过，出手相救。张玉当时已是元婴大修士，但他没有像其他人类修士那样对妖兽抱有偏见。他击退了佣兵队，悉心救治重伤的古灵，甚至不惜耗费本源真气为他疗伤。如果不是张玉出手相助，古灵早就一命呜呼，哪还有今日的元婴大妖？为此，2人结下了深厚的渊源，成了要好的朋友，亲如姐妹。张玉不因古灵是妖而轻视他，古灵也不因张玉是人而戒备他。这段跨越种族的友谊，在当时的修真界可谓罕见。张玉临死之际，把古灵叫到身边，将天珠峰托付给他，让他成为天珠峰峰主，守护极乐宫。那时的张玉已经油尽灯枯，但他最放不下的就是宗门的未来。古灵忘不了张玉对他的救命之恩，于是当场立下誓言，直到极乐宫出现新的元婴修士，他才会主动离开。这个誓言，他用本命妖魂起誓，一旦违背，将遭受天谴。在这上府国有个不成文的铁律，3大魔宗内必须要有元婴大修士坐镇，否则便不会承认其地位。这是上千年来形成的规矩，关乎宗门的存亡。因为在3大魔宗之下，还有大大小小上百个大小宗门，他们无时无刻不想取而代之，一旦发现哪个魔宗没有元婴修士坐镇，就会群起而攻之，瓜分其资源和地盘。除此之外，古灵还向江晨透露了关于血魔一族的秘辛，血魔黄铜阶之间实力的确要远超人族，这点在之前的交手中已经得到验证。只因他们的神通太过诡异，极其难杀死，而且直到现在修真界也没能查出他们的弱点究竟是什么。各大宗门想尽办法都无法彻底消灭血魔。
除非把他们血池里的血液全部轰杀，否则绝无杀死他们的可能。先前古灵与血魔皇交战，如果不是对方被封印1000年，实力大减，神通无法施展，恐怕古灵大概率不是他的对手。血魔一族的天赋神通确实诡异莫测，即便被压制了1000年，依然能爆发出惊人的战力。至于血魔皇灵被封印时所说30年血魔一族大军会杀来，江辰觉得这多半没有事实依据，估计只是在嘴嗨。毕竟被封印了1000年，放些狠话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这个警告还是让他心中隐隐不安，毕竟血魔一族的威胁不容小觑。月华殿内殿，烛光摇曳，还没进屋就听到了公主苏梦带着几分醋意的娇嗔，那声音慵懒中带着几分危险，让江辰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真是春光满面啊！苏梦的声音从内殿传来，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调侃。他似乎早已察觉到江辰的归来，特意在此等候。江辰一愣，心中暗叫不妙，但还是硬着头皮迈步走了进去。只见纱幔已经被拉开，苏梦慵懒地躺在床上，身上只裹了一件薄薄的红色衣裳，那衣裳半遮半掩，勾勒出诱人的曲线，在烛光下若隐若现。这么多年来，老祖可是头一次让一个人在天池待那么久，所以你不给我一个解释吗？苏梦眼神迷离地看着江辰，他伸出玉手，纤长的手指朝着江辰勾了勾，示意他靠近。江辰清了清嗓子，小心翼翼地坐在了床边，把路上想好的理由说了出来。是这样的，老祖观我天赋逆天，人品端正，尊老爱幼。他试图用轻松的语气蒙混过关，哪知苏梦伸出2根手指，轻轻堵住了江辰的嘴。那手指带着淡淡的香气，触感柔软，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本宫没耐心听你解释。苏梦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诱惑。这么久没见，想我了吗？他突然一把拽住江辰的衣襟，用力将他压了下去。这个动作突如其来，让江辰猝不及防。江辰脸色微变，眼角不自觉地抽动了几下。他心中暗自叫苦，自己已经和古灵连续战斗了9天9夜，几乎没有片刻停歇。虽然修为大进，但身体确实有些吃不消了，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疲惫。可如果此刻拒绝了苏梦，只怕会引起他的怀疑。毕竟古灵可是跟自己交代过，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第3个人得知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元婴大妖的警告言犹在耳，让他不敢有丝毫大意。正当江辰思索之际，苏梦已经不由分说地褪去了他身上所有的衣服，他的动作熟练而迅速，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苦苦鏖战数个时辰后，江辰疲惫地起了床，他感觉浑身酸痛，仿佛每一寸肌肉都在抗议。转头看到床上酣然入梦的苏梦，那张绝美的脸庞上还带着满足的红晕，江辰只能苦笑着穿上了衣服。苏梦可谓是他接触到的女修里面最为主动的了，她的热情如火，总是能轻易点燃气氛，让人难以抗拒，当然也是最舒服的。离开月华殿，江辰径直去了一趟丹房，他需要一些补充元气的丹药来缓解连日来的疲惫。连续多日与古灵的双修，再加上今日和苏梦的缠绵，讲真的，他着实有些吃不消了。即便拥有真阳仙体，也经不起这样的连番消耗。毕竟境界越高的女修，双修时双方能量交汇，总有一些风险在的。修为的差距让灵力流动不够平衡，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及经脉。双修的根本是双方气海内的灵力产生交汇交融，从而实现双赢。这个过程需要精妙的控制和配合。而江辰双修的这些对象，哪一个境界不比他高？尤其是与古灵这位元婴大修士的双修，时刻他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对方磅礴的灵力撑爆了自己的气海。每一次灵力交汇都如同在悬崖边行走，需要精准的控制和强大的意志力。在几个丹房长老意味深长的注视下，江辰取走了2瓶珍贵的大补丸。这些丹药通体金黄，散发着浓郁的草药香气，瓶身上还贴着精致的标签，显然是丹房中的上等货色。这些大补丸可以对亏损的精气起到滋养恢复的作用，通俗一点来说就是补肾壮阳，特别适合他这样连日双修、元气损耗过度的修士。丹房长老们都跟明镜似的，没有多问，甚至想让他把那一箱子大补丸全都带走。他们看着江辰略显疲惫的脸色，眼中都带着几分了然的笑意，显然对这位亲传弟子的辛苦心知肚明。是要3分毒的道理他还是懂的，江辰就要了2瓶。接下来的7天，江辰与苏梦总共双修30多次。这段时间里，月华殿几乎成了他们的双修密室，终日灵气缭绕，不时传出功法运转的嗡鸣声。苏梦的境界已经恢复至金丹中期巅峰，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距离恢复后期近在咫尺。吱呀，推开月华殿的大门，江辰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梦儿要闭关3个月恢复金丹后期修为，届时他会参加南越国和上辅国5年1次的交流大会。江辰摸着下巴思索着这件事，看来这交流大会
的确很吸引人啊，连一宫之主都很向往，想必其中有什么特别的机缘。3个月闭关，应该是要炼化他体内的精气，毕竟自己与苏梦双修了太多次了。这些日子积累的精纯能量，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吸收，一旦炼化彻底，想必就是苏梦恢复金丹后期的时日。是时候去看看大师姐了。江晨轻声自语，目光看向远处。与大师姐安澜约定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将近20天。这段时间里，江晨一直被困在月华殿，心中不免有些焦急，却又无可奈何。在此期间，安澜曾打着请教功法难题的旗号前来找过苏梦。他站在殿外，神色看似平静，但紧握的双拳却透露着内心的担忧。不过当他看到内殿中的江晨安然无恙时，不由得长舒了口气，紧绷的心弦终于放松下来。他还以为江晨在天池出了什么意外，毕竟那日分别时江晨的状态并不算好，再加上天池的神秘与危险，让他这些天来一直提心吊胆。他也没有嗔怪江晨为什么失约，苏梦就在他身旁，他也很难有机会离开月华殿。作为极乐宫的大师姐，他深知公主的脾气，更明白江晨的处境。二人期间曾在殿内互换了眼神，那短暂的目光交汇中包含着千言万语。安澜的眼神中带着关切与询问，江晨则回以无奈的苦笑。这种在公主眼皮子底下偷偷摸摸的举动，着实有些刺激，却也让人倍感压抑。不过从现在开始，江晨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苏梦已经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闭关，期间不会出关。这意味着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江晨是无比自由的，只要不离开极乐宫的势力范围，哪里他去不得。这让他心中涌起一股难得的轻松感。走了没多远，便迎面撞上了安澜。他似乎早就等候在此，一袭白衣在风中轻轻飘动，宛如仙子。看到江晨独自一人，他的眼中顿时闪烁起明亮的光芒。师尊放你出来了。安澜快步走到江晨身前，语气中带着几分惊喜。师尊闭关了，3个月内不见任何人。江晨上前一步，轻轻挽住了安澜纤细的腰肢，他的动作自然亲昵，带着几分久别重逢的喜悦。有人。安澜立马挣脱开了江晨的怀抱，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他紧张地环顾四周，生怕被人看见这亲密的举动。作为极乐宫的大师姐，她向来注重形象，不愿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任何失态。想我了吗，师姐？江晨紧挨着她，两个人并肩而行。他的声音温柔，带着几分撩人的磁性。安澜能感受到他温热的气息拂过耳畔，让他心跳不由得加快。能不能在外面不要问这种露骨的问题？安澜抿了抿嘴，几分嗔怪。他向来性格高冷惯了，像江晨这样一上来就开始暧昧，着实让他有些受不了。但内心深处却又有一丝甜蜜在悄悄蔓延。好了，师姐，说正事吧，大概多久能突破金丹境？江晨收敛了玩笑的神色，认真地询问道。他知道安澜一直渴望突破金丹，这也是他们之前约定的重点，如果3天双修一次，3个月差不多。安澜小声说道，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低着头，不敢看江晨的眼睛，耳根已经红透了。3天双修一次，师姐，你好像有点埋汰人了。江晨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没想到安澜会提出这么保守的方案，这明显是在为他考虑。这傻丫头双修还为自己着想。江晨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知道安澜是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住频繁的双修。安澜脸颊微红，犹豫道，我不是怕你身体。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江晨打断了，我的身体好着呢，1天1次，1个月就够了。江晨自信满满的说道。走到无人处，他直接将安澜给抱了起来，引得他发出一声轻呼。这片区域都是安澜的私人之地了，不会有外人的。四周绿树成荫，花香弥漫，也是他们可以放心相处的地方。你突破了。安澜被江晨抱在怀里，并没有多少惊慌，反而面露喜色。他仰头看着江晨，那双清冷的眼眸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如此近距离接触，他清晰地察觉到了江晨身上的气息比之前强了太多太多。那浑厚的灵力波动，沉稳的气血运转，无不昭示着一个事实：筑基大圆满。没办法，元婴老祖太欣赏我了，让我在天池多待了几日，所以就突破了。江晨耸了耸肩，语气轻松，但眼中却带着几分得意。他故意说的轻描淡写，却掩不住修为大进的喜悦。安澜不语，只是双手温柔地抱住了江晨的脖颈，这个动作带着几分依赖，几分欣慰。他能感觉到江晨体内澎湃的力量，那是一种让人安心的强大。吱呀，江晨大步来到了安澜的独栋院子，推开了那扇熟悉的门。院子里的梅花开得正盛，淡淡的香气在空气中飘散。他小心地抱着安澜走进屋内，随后关上了房门。哼，狗男女，果然有问题。独栋院子西侧300米处，一道倩影从一棵粗壮的柳树后走了出来。张月脸色阴沉，
眼中闪烁着愤怒与嫉妒的光芒。早些天他去月华殿禀告公事时，恰巧安澜也在那里。他清楚地看到江晨和安澜眉来眼去的，甚至江晨还用眼神挑衅自己，那副得意的模样让他至今难忘。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二人关系不同寻常，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大师姐，一个是新晋的亲传弟子，这两人怎么会走得这么近？如今果然被他抓住了现行。哼，表面上看着高冷，实则也是个放荡货。你们私底下勾搭在一起，看我告诉师尊，狠狠惩治你们。张月恨得直咬牙，指甲深深掐入掌心。看到自己平生最痛恨的两个人勾搭在了一起，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江晨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还有那个总是摆出一副清高模样的大师姐，原来背地里是这种关系不行，口说无凭，必须拿着证据去。张月眼睛微眯，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他深知以师尊的性子，没有确凿证据，很难让这两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身上的气息瞬间隐匿，整个人如同融入夜色般，看上去跟个凡人一样。这是他苦修多年的敛息术，专门用来暗中侦查。嗡，他手里出现了2件宝物，一张泛黄的遁地符，上面绘制着复杂的符文，散发着淡淡的土系灵气；还有一块晶莹剔透的幻影石，拳头大小，表面光滑如镜，可以将眼前发生的一幕全部存进去，作为最直接的证据。噗嗤，张月身形轻轻一抖，如同游鱼入水般，整个人遁入地底深处，溅起层层雾气。他的动作轻盈熟练，显然不是第一次使用遁地符。这独栋小院的阵法都在地表上面，他在地底前行，不会触及阵法，这让他心中暗自得意，觉得这次行动万无一失。没想到的是，这次前行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地下的土壤松软适中，他如同游蛇般快速穿行，很快就接近了安澜的房间。来到安澜房间的地底深处时，他就隐约听到了安澜的娇嗔声，那声音带着几分媚意，与他平日里冷若冰霜的形象判若两人。这骚蹄子平日里可真能装。张月冷笑一声，眼中满是鄙夷。他小心翼翼地托举着幻影石，调整着最佳的角度，直到距离地表还有不到半米，他停了下来。透过薄薄的土层，隐约能看到2个人影在滚床单，那暧昧的声响和晃动的身影让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逮到你们了！张月心中暗喜，发誓一定要让这2个人的奸情公布于众。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眼中高冷的大师姐背地里是多么不堪。不，他小心翼翼地探出了半个脑袋来，幻影石准备就绪。那晶莹的实体开始微微发光，准备记录下这不堪的一幕。然而就在张月暗自得意之际，一道凌厉的剑气忽然从床上激射而来。那剑气如同闪电般迅疾，带着刺骨的寒意，精准地击向幻影石。砰！一声脆响，幻影石被击得粉碎，晶莹的碎片四散飞溅，残余的剑气并未消散，而是继续没入地底，狠狠地射在了张月的后背上。噗！张月一口逆血喷出，染红了身前的地面。剧痛让他瞬间清醒，他强忍着钻心的疼痛，想都没想，立刻催动遁地符，拖着重伤之躯，拼命潜入地底深处。哥哥，偷窥狂真该死！他的耳边传来了江晨那讥讽的笑声，那笑声中带着几分戏谑，几分不屑，让张月羞愤交加。原来早在张月潜入独栋小院地底时，就已经触动了安澜部下的隐秘阵法。这阵法极其精妙，不仅能感知地底的动静，还能追踪入侵者的气息。二人只是将计就计，假装不知，想看看来人究竟是谁。没想到还是那个张月。这个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毕竟在整个极乐宫，最恨他们的非张月莫属。师弟，他若是告知师尊，可怎么办？安澜的眼中已经有了杀意。张月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自己，这次已经触及了他的底线。没事，只要你突破金丹境，以实力来证明自己，师尊自然不会说什么。江晨拍了拍安澜的肩膀，宽慰道，他的语气平静而自信，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江晨心中清楚自己真阳仙体的重要性，苏梦心知肚明。作为极乐宫的希望，他相信苏梦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而对他们做什么过分的事情。毕竟在绝对的实力和潜力面前，这些琐事都显得微不足道。好，安澜深吸了口气，眼中的杀意渐渐褪去。他知道江晨说的有理，现在最重要的是提升实力，只要他突破金丹境，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该死的，该死的！张月在地底深处拼命前行，心中充满了愤怒与不甘。他嘴里不停地咳着鲜血，脸色异常惨白，如同刚从坟墓中爬出的厉鬼。那突如其来的一道剑气，差一点贯穿他的全身。凌厉的剑意在他体内肆虐，撕裂经脉，震伤五脏六腑，几乎要了他半条命。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经脉断了10几根，
灵力运转变得滞涩不畅。如果不是身穿内甲，恐怕那一道剑气在毫无征兆下足以要了他的命。那件内甲是他耗费重金从黑市购得，此刻已经碎裂，但总算保住了他一命。想到这里，他既庆幸又后怕。直到远离安澜的私人区域后，张月才从地底艰难地翻了出来。此时的他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沾满了泥土和血水，狼狈不堪，几乎全都是血渍，白衣已经被染成了暗红色，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味。噗！哇！又是一口逆血喷出，张月感觉眼前一阵发黑。他强撑着从怀里取出几颗疗伤灵丹，也顾不上分辨种类，一股脑地塞进了嘴里。丹药入腹，带来一丝暖意，暂时压制住了伤势。江辰安澜，我一定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张月咬牙切齿地低吼，眼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他顾不上自己狼狈的模样，强提最后一丝灵力，朝着月华殿的方向飞去。每飞一段距离，他都感觉经脉如同被刀割般疼痛。来到月华殿大门口，一队执法弟子正在四周巡逻，他们身着统一的黑色制服，腰间佩剑，神情肃穆。看到浑身是血的张月，立即警惕地围了上来。我有要事禀告公主，统统闪开！张月擦拭着嘴角上的血渍，声音嘶哑。他现在看谁都是怨毒憎恨的眼神，仿佛全世界都与他为敌。10几个执法弟子被张月那怨毒的眼神看得有些发怵，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他们能感受到张月身上散发出的浓重血腥气和凌厉杀气，显然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但他们还是鼓起了勇气，伸手拦住了他。张师姐，公主正在闭关，您请回吧。为首的执法弟子硬着头皮说道，声音中带着几分紧张。闭关？何时出关？张月显然没料到苏梦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闭关，眉头紧锁，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耐烦。这个不清楚，不过公主吩咐过，3个月内不得有任何人打搅。执法弟子开口解释道，他们虽然畏惧张月的气势，但更不敢违背公主的命令。3个月。闻言，张月整张脸都黑了，那双充血的眼睛瞪得更大，几乎要喷出火来。3个月的时间岂不是太便宜那对狗男女了？一想到他们2个人在床上缠绵双休，而自己却像个重伤的泼妇，狼狈不堪，受尽痛苦，他的心就像被刀割般难受。这一刻，他的怨恨飙升到了极致，指甲深深掐入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渗出，他却浑然不觉，胸中的怒火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吞噬。宫内戒律森严，他不可能硬闯。月华殿周围布有重重禁制，强行闯入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境地。但他还有别的办法。嗡！张月从怀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枚玉佩，这玉佩通体洁白，如同羊脂玉般温润，表面流转着淡淡的光华，一看就不是凡品。执法弟子们看到张月手中之物，不禁倒吸了口冷气。他们认得这玉佩，这可是公主亲自的木灵佩，整个极乐宫只有4大亲传弟子才有，代表着极高的身份和特权。据说只要木灵佩捏碎后，公主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正在做什么。这是极乐宫最高级别的紧急召唤，但只能用1次，是公主对亲传弟子的最后保障。执法弟子们面面相觑，心中充满疑惑，他们这位张师姐究竟遇到了什么天大的事情，竟然不惜动用如此珍贵的保命之物。咔嚓，张月手中的木灵佩被他一把捏碎，那清脆的碎裂声在寂静的空中格外刺耳。嗡！伴随着一阵白光闪烁，玉佩碎片化作点点星光，在空中凝聚成一道玄奥的符文。那符文散发出强大的空间波动，瞬间穿透重重禁制，直抵月华殿深处。正在内殿闭关的苏梦当场飞了出来，他的身影如同鬼魅般瞬间出现在殿外，还保持着闭关时的盘膝状态，周身环绕着未散的灵气，显然是被强行打断了修炼。哗！苏梦缓缓睁开了双眼，那双美眸中闪过一丝不悦，但很快被凝重所取代。木灵佩的召唤非同小可，必定是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情。公主！众执法弟子单膝跪地，齐声行礼。他们能感受到苏梦身上散发出的威压，那是在闭关被打断后难以完全收敛的气息。师尊，出事了！张月立马拱手抱拳弯腰，声音中带着强烈的委屈。你们退下！苏梦长袖一甩，语气不容置疑。一股柔和的狂风凭空而起，包裹着众多执法弟子，直接将他们送到了2里地外。何事？苏梦秀眉微皱，目光落在张月身上。他能看出张月身受重伤，但这似乎并不足以成为捏碎木灵佩的理由。难道是有外部势力打上门来了，或是宗门遇到了什么重大危机？江辰和安澜背叛了您，他们私自勾搭在了一起，现在正在安澜的院子里快活着呢。张月咬牙切齿道，声音中充满了怨恨。他刻意将快活2字咬得特别重，试图激起苏梦的怒火。
就为了这事。苏梦眼神出现了一丝变化，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啊！张月期待了半天，心脏砰砰直跳，以为公主会当场爆发雷霆之怒，却没想到得到这样平静如水的回答。她原本苍白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嘴唇微微颤抖。这穆灵佩是保你性命的，你为了这区区儿女之事擅自动用，怎么这么糊涂？苏梦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深深的失望，那眼神中带着几分痛心，几分无奈。她轻轻摇头，长袖无风自动，显示出内心的不平静。苏梦知道张月和江晨有过摩擦恩怨，这些日子以来，张月对江晨的敌意她都看在眼里，但一直以为只是弟子间的小打小闹，可不曾想张月竟不惜动用如此珍贵的保命之物，只为告发这等私事。师尊，我……张月脸色大变，声音哽咽。自己拼着性命换来的重大发现，在师尊眼中竟是如此不值一提。这番苦心经营却弄巧成拙，师尊并不是太在意此事。我们追求修仙长生，一味在意这些儿女情长，今后怎会有半点长进？苏梦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你说他们勾搭在了一起，可有证据？张月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师尊，您现在就去，可以抓他们一个现行。他的声音中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期盼师尊能亲自去验证他的指控。苏梦挑了挑眉，声音逐渐变冷了几分。这么说，你没证据了？这话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张月心中最后的希望。那冰冷的语气让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张月哑口无言，低下了头。的确，他没有证据。那记录着罪证的幻影石早已被剑气击碎，而他自己也差点为此送命。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到一阵绝望和委屈，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好了，此事我已知晓，这件事不得告知外人。还有，现在自己去天涯给我闭目思过，太初禁地开启之前不得出来，一天天不好好修行，整日搞这些小动作，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苏梦的声音冷冽如冰，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般砸在张月心上。伴随着话音的落下，苏梦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消失不见，空气中只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威压，昭示着这位公主的不满与失望。扑通，张月则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浑身瘫软无力。她大汗淋漓，面无血色，嘴唇发白，整个人如同被抽空了所有力气。这次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没能扳倒江晨和安澜，反而让自己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最可笑的是，江晨和安澜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自己还要前往天涯亲自领罚。那可是极乐宫最严酷的思过之地，终年寒风凛冽，灵气稀薄，对修行者来说是极大的折磨。噗！气血攻心之下，张月一口逆血喷了出来，那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他感觉胸口如同被烈火灼烧，五脏六腑都在剧烈疼痛。他摇摇欲坠地站了起来，眼里没有光，只有浓浓的怨恨。那双原本明亮的眼眸此刻暗淡无神，只剩下无尽的愤怒。咯吱，拳头攥得紧紧的，骨节发出脆响，恨不得要把骨头给攥碎。你们不是要去太初禁地吗？等进了禁地，我就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张月咬牙切齿，面目狰狞。他的心底已经有了一个怨毒的计划。1个月后，极乐宫某处独栋院落，轰轰隆隆，地动山摇，整个极乐宫都在微微震颤，仿佛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在发生。天穹之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绵延无限的光环，那光环横跨天际，如同一条金色的巨龙盘旋在空中。光环璀璨夺目，仿佛由最纯净的太阳精华凝聚而成。7种颜色的能量在空中来回交汇，如同彩虹般绚烂，却又蕴含着恐怖的能量波动。那光环不断扩大，将整个天空都染成了金色。这一幕瞬间引起了极乐宫所有修士的注意，无论是正在修炼的弟子，还是处理事务的外门执事，都纷纷抬头望向天空，脸上写满了震惊与好奇。无数修士纷纷朝着极乐宫某处独栋院落飞驰而来，他们驾驭着各色灵气，化作道道流光，如同百川归海般汇聚向同一个方向。空中顿时热闹非凡，破空声不绝于耳。宫内的几位内门长老在看到那一幕后，更是脚踩虚空，刹那间飞临。他们的修为高深，速度极快，转眼间就来到了异象的中心区域，神情凝重地观察着这罕见的天象。江晨静静地站在安澜的院子大门前，他负手而立，衣袂飘飘，感受着那磅礴浩瀚的气息。他的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原来这就是金丹异象，比他想象中还要壮观，还要震撼。那道金色的光环代表的正是金丹境，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境界。1个月的持续双修，江晨顺利帮助安澜打破桎梏，提前10年突破金丹境。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看到眼前的景象，一切都值得了。
是金丹异象。一位白发长老倒吸一口冷气，声音中带着难以置信：这是谁的修行之地？另一位长老环顾四周，试图找出异象的源头。我们极乐宫要有第10位金丹境大修士了吗？是安澜，这里是安澜的地界。到此的众多女修在看到这处熟悉的院落时，纷纷震惊不已。他们没想到，拥有天灵根的安澜大师姐，竟然这么早就突破了金丹之境。这消息如同惊雷般在众人心中炸响，引起阵阵波澜。安澜虽然天赋出众，但如此年轻就踏入金丹，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许多弟子眼中流露出复杂的神色，既有敬佩，也有嫉妒，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向往。金丹境，这是多少修士梦寐以求的境界啊！刷刷刷！赶到这里的4位金丹境内门长老动作迅捷如电，立刻在四周布下了层层阵法。他们各占一方，手掐法诀，口中念念有词，顿时一道道灵光冲天起，形成一个巨大的防护结界，将整个院落笼罩其中。这些长老亲自为安澜守关，神情肃穆，如临大敌。他们深知宫内多一位金丹大修士，极乐宫的实力就可以提升1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修真界，每增加1位金丹修士，都意味着宗门的话语权更重1分。毕竟整个极乐宫修士近5000之众，可金丹修士只有8大内门长老以及公主，这个比例可谓极其悬殊，每一位金丹修士都是宗门的宝贵财富。如今出现一个新的金丹修士，而且还是天赋超强的安澜，他们必须要保证安澜的突破不受到外界任何一人的打搅。4位长老眼神交汇，默契地加强了阵法威力，将外界的一切干扰都隔绝在外。都快散去，此地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其中一位内门长老声音威严地呵斥道，他的声音如同洪钟大吕，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振聋发聩。诸多弟子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得跺了跺脚，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很快场上就只剩下了他们4位长老以及另外3位公主的亲传弟子。赵灵儿和赵轩儿这对姐妹神色紧张，却又带着几分自豪。作为安澜的师妹，她们既为大师姐的突破感到高兴，又为能亲自见证这一刻而激动。还有站在大门前背负着双手的江晨，他神情自若，目光深邃，仿佛对眼前的一切早已了然于胸。听说江师弟在大师姐的府邸待了有些时日了。赵灵儿低声对妹妹说道。他们站在不远处，目光不时瞟向江晨，看来外面那些传言都是真的喽。赵轩儿轻声回应，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照常理来看，大师姐是不可能这么早就突破金丹的，何况还这么顺利。赵灵儿若有所思地说道，手指轻轻点着下巴。江师弟怕是出力了。2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眼中皆是狡黠的目光。他们多半已经猜到了些什么。作为极乐宫的弟子，他们对双修之事并不陌生，只是没想到平日里冷若冰霜的大师姐竟然会与江晨有这般交集。看来与江师弟切磋的事情是时候提上日程了。毕竟他们现在还是筑基境后期，距离大圆满都还有一段距离，再不努力恐怕就要被大师姐甩得看不见踪影了。2人心中暗自盘算着如何找机会与江晨深入交流一番。轰！突然一道耀眼的光柱冲天而起，那光柱如擎天巨柱，通体金黄，散发着令人心悸的能量波动。光柱直冲云霄，与天边那道巨大的金色光环完美地贯穿在了一起。嗡！整个极乐宫都在微微震颤，仿佛在迎接一位强者的诞生。一身白衣的安澜从房内缓缓腾空而起，依旧保持着盘膝而坐的姿势。她的周身环绕着淡淡的金光，宛如9天玄女下凡，神圣而威严。轰！当她穿过光柱与光环的连接点时，所有的金色能量如同百川归海般全部被她吸入体内。那一刻，她的身体仿佛化作了一个无底洞，贪婪地吞噬着天地间的精华。隐隐约约能够看到，渐渐的在她的额头中心出现了一颗金色的圆珠。金丹，这就是金丹之境。江晨深吸了口气，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那枚金色珠子便是金丹境的核心，存于气海之内，蕴含着修士毕生的修为精华。金丹一成，修士便与天地建立了更深的联系，但也将面临天道的考验。然而整个天空忽地变得漆黑一片，仿佛被巨大的幕布遮盖。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狂风呼啸，卷起漫天尘土。嘎啦啦，电闪雷鸣，数道粗壮的雷电如同狰狞的巨蟒盘踞在天穹之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是雷劫！江晨眼睛微眯，神色凝重。他深知踏入金丹境才算是真正迈入修仙的行列之中，而天道会是其威胁，降下滚滚天雷，试图将其彻底湮灭。金丹境已经让天道嗅到了一丝威胁，势必将扼杀在摇篮里。这一关是修士修行路上第一个真正的生死考验，重中之重。
如果挺不过去，当场身死道消，数百年的苦修将化为泡影。可一旦扛过去，那便是真正的金丹大修士，寿元从筑基期的500岁直接暴涨到900岁，寿元几乎提升了1倍，这是何等诱人的回报！嘎啦啦，砰，砰，砰，数道粗如雷龙的紫色雷电狠狠地劈在安澜的身上，那雷电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仿佛要将一切都化为灰烬。渡劫之前，安澜就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身穿特制的内甲，周身环绕着数层防御灵气，各种护身法宝统统就位。然而仅一个照面，所有防御灵气全部粉碎。那些珍贵的法宝在雷劫面前如同纸糊般脆弱，瞬间化为飞灰。第二道雷劫接踵而至，内甲及防御屏障应声破碎。那件由千年寒铁打造的内甲，在雷电的轰击下裂开无数缝隙，最终彻底崩解。第三道，他不得不凭肉身去扛。雷电贯穿全身，带来撕心裂肺的剧痛。他的白衣被烧焦，皮肤上出现道道焦痕，但那双眼睛却越发坚定。雷劫一波接一波，越来越猛烈。安澜的身影在雷电中若隐若现，每一次轰击都让他颤抖，但他始终没有倒下。直到第9道天雷落下，安澜几乎晕厥过去。那最后一道天雷粗如巨柱，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在刺目的电光之中。他的脸色煞白一片，毫无血色，浑身剧烈颤抖，每一寸肌肤都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经脉如同被撕裂般剧痛。滚滚天雷在此刻终于消散于天地之间，那遮天蔽日的乌云缓缓散去，露出一片湛蓝的天空。阳光重新洒落，照在安澜伤痕累累的身上，带来一丝暖意。雷劫残余的雷电本源之力，如同萤火般飘在安澜身旁，散发出精纯的能量波动。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将这些珍贵的本源之力一口吞下。那本源之力入体后，迅速修复着他的伤势，滋养着他的金丹。是9道天雷！天啊，100年难得一遇，竟然是9道天雷！4大长老瞠目结舌，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他们面面相觑，都能从对方眼中看到同样的震撼。能够突破金丹境的修士，哪一个不是人中龙凤？但即便是这些天之骄子，大部分能够引来的也只有3道天雷。天赋好一些的，可能引起6道天雷，这已经算是宗门重点培养的对象了。而像安澜这般引来9道天雷的，那几乎是妖孽般的存在。这等天赋已经超出了常理，堪称千年难遇的奇才。整个极乐宫也只有现任公主苏梦才引起过9道天雷，那已经是100年前的事情了，至今仍被宗门长辈津津乐道。如今安澜再现这一奇迹，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极乐宫未来的希望。江公子，离开吧，安澜现在需要调整稳固金丹境界，这个过程需要1个月的时间。为首的一名内门长老轻声对江晨提醒道。江晨自始至终都站在门前，如同一尊雕塑般纹丝不动，仰头凝视着高空中的安澜。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道白衣身影，仿佛要将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刻入心底。遭受过天雷之劫的他，令江晨感到十分的担忧。虽然雷劫已过，但安澜此刻的状态依然虚弱，脸色苍白如纸，周身的气息还不稳定，仿佛随时都可能从空中坠落。1个多月的亲密相处，二人之间的感情早已超脱了同门之意，比起寻常道侣而言也不为过。那些日夜相伴的时光，那些共同修炼的默契，早已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深厚的情愫。如果不是碍于境界的缘故，他宁可让自己去代替安澜承受着天雷之劫。看着心爱之人受苦却无能为力，这种滋味让江晨心如刀绞。嗡，或许是察觉到了江晨的目光，安澜紧闭的眸子微微颤抖，长长的睫毛如同蝶一般轻轻颤动，似乎想要睁开，却又有些吃力。下一刻，他缓缓睁开了双眼，那双原本清冷的眼眸，此刻带着几分疲惫，却依然明亮如星。他的目光穿过云层，看向下方，与江晨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四目相对的瞬间，他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笑容。那笑容虽然虚弱，却如同破晓的晨光，驱散了所有的阴霾。他很欣慰，江晨一直陪在他身边，没有离开。这份不离不弃的守候，比任何灵丹妙药都更能温暖他的心。安澜对江晨微微颔首，动作轻柔却意味深长，那是一个无声的承诺，一个深情的回忆。江晨则是竖起了大拇指，眼中闪烁着骄傲与鼓励的光芒。半个月后，极乐宫迎来了一场盛大的宗门大会议。这场会议由8大内门长老共同主持，安澜正式成为极乐宫内第10位金丹大修士。这个消息如同春风般传遍了整个宗门，引起了巨大轰动。无数弟子仰望着这位新晋的金丹强者，眼中充满了敬畏与羡慕。同样的，他也成为了极乐宫内门长老之一。在众人的见证下，大长老亲自为他授予了长老令牌和金色法袍。这一刻，
象征着他在宗门地位的根本性转变。从此之后，再也不是弟子之称。那个曾经需要向师尊请安、需要完成宗门任务的内门大师姐，如今已经成为执掌一方权柄的宗门高层。这个转变之快，让许多弟子都感到不可思议。当晚，月色如水，江晨来到了安澜的住所。这里已经不再是普通弟子的居所，而是一处更为宽敞雅致的院落，处处彰显着长老的尊贵身份。安澜换上了内门长老独有的金色长袍，穿上这身衣袍，意味着他正式成为了极乐宫的核心决策层之一，拥有了参与宗门大事的资格。师姐，哦不，我该叫你一声长老呢，还是前辈呢？江晨抱了抱拳，眼中带着狡黠的笑意，语气中满是调侃。他故意拖长了语调，打量着安澜这身全新的装扮。师弟，你知道我不太喜欢你贫嘴的样子。安澜沏了一壶上好的灵茶，将茶杯递给江晨，顺便还给了他一个白眼，但那眼神中却带着几分纵容。师姐，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不喜欢开玩笑。江晨上前一步，突然一把环住了他的腰，这个动作大胆亲密，若是被其他弟子看到，必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你这家伙！安澜笑着摇了摇头，并没有推开他，反而任由江晨的爪子在身上摸索。这种纵容与他往日冷若冰霜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原来的他只是高冷，如今突破金丹，多了一丝成熟韵味。这种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如同春雨润物，悄无声息却深刻入骨。何况他早已把江晨放入心中最柔软的位置，是他迄今为止以来最重要的男人。长相厮守他知道难以求到，因为江晨不止他一个女人。他深知这个男人的特殊，也明白他的宿命，但他并不强求独占，只愿能在漫长的修行路上与他相伴一程。只要两个人都好好的活下去，日后修行之路有个伴侣，死而无憾。这份豁达是他突破金丹后心境的变化，也是对这段感情最真挚的期许。师姐可是极乐宫最年轻的金丹大修士，比起师尊当年可都早了数年，这一点没有人不羡慕。江晨由衷赞叹道，眼中满是骄傲。他将安澜轻轻抱到了床上，动作温柔。正欲解开他腰间玉带时，安澜却轻轻按住了江晨的手。他的目光直直地看着江晨，神情异常认真。师尊的天赋要在我之上，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帮助，我突破金丹的时间远不如师尊那么早。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郑重，似乎想要强调什么。干嘛这么认真？江晨捏了捏他的脸蛋，试图缓和着突然严肃的气氛。他能感觉到安澜心中有事，那紧锁的眉头泄露了他内心的挣扎。安澜捋了捋额头前的长发，坐了起来。他有些犹豫，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江晨，其实有件事我想跟你说，就是不知道你。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细不可闻。闻言，江晨一愣，他收敛了玩笑的神色，认真地注视着安澜。看他的眼神，应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自己。什么事？兰儿，你说就行。江晨握住了他那白嫩嫩的手，感受着他掌心传来的微凉。安澜深吸了口气，似乎在下定决心。灵儿和轩儿前些日子来找过我，作甚？江晨歪着头，眼中闪过一丝好奇。安澜更加犹豫了，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他看了看江晨，又低下头去，似乎在斟酌该如何开口。你该不会把咱俩的关系跟他们说了吧？江晨眼角微抽，心中涌起一丝不安。他倒不是介意被人知道，只是担心会给安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安澜则是白了江晨一眼，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我说与不说重要吗？他轻轻叹了口气，眼神中流露出几分复杂的神色。江晨眼睛微眯，顿时明白了。是了，张月那个小贱人临被关进天涯的时候，早就把他和安澜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的了。这个消息如同野火般在宫内蔓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宫内有相信的，也有不相信的。有些人觉得这是张月的恶意重伤，有些人则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但无论如何，这件事已经成为不少弟子私下议论的话题。江晨眉头一紧，询问道：那他们找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事？他们被困住机后期有些时日了，想让你帮助他们增进一下修为。安澜的声音越来越轻，说到最后几乎细不可闻。他的脸颊微微泛红，显然对这个请求感到有些尴尬。闻言，江晨嘴角微抽，好家伙，这也行。他没想到这对姐妹会如此直接地提出这样的请求。安澜说的比较委婉，但江晨心知肚明，不就是找自己双修？这个请求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看到江晨犹豫，安澜继续说道：说起来，他们两个也是苦命的孩子，幼年时在小山村被山匪屠村，后来流窜成了乞丐。如果不是师尊外出游历发现了他们只怕是早就饿死了。如果你不吃醋，我可以去。江晨目光直视着安澜，他仔细观察着安澜的反应，想要确认他
是否真的不在意？安澜轻笑着摇了摇头，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如果修行之人没有这点心胸，和凡人又有什么区别？他的声音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份超脱世俗的胸襟，让江晨不由得心生敬佩。江晨点了点头，露出一丝释然的笑容。倒是我想多了，不过大家都是同门，何况2位小师姐心地又善良，这个忙我帮定了。但随即他摸了摸下巴，面带狐疑之色。可是他们怎么不亲自来找我？之前这对姐妹花老是跟自己聊骚，没成想居然玩真的了，却又不愿亲自出面。女孩子爱面子，万一被你拒绝了，以后又该如何相处呢？安澜轻声解释道，眼中带着几分理解。她深知这对姐妹虽然表面活泼开朗，内心却十分敏感脆弱，尤其是在这种事情上。对了，忘了告诉你。安澜突然想起什么，补充道，灵儿和轩儿皆是天灵根，而且是变异雷灵根。如果你同意的话，那就在下雨的雷电之夜去找他们。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深意，似乎在暗示着什么特殊的修炼方式。江晨耸了耸肩，露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管他是什么灵根，反正今日我只是你的人。他伸手将安澜揽入怀中，带着几分霸道。呼，房内的灯被一阵清风吹灭。翌日清晨，江晨躺在安澜的床上，目送他离去。虽然依依不舍，但两人都明白修行之路漫长，短暂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还有3个月就是上府国和南越国的交流大会，在此期间，安澜需要做些准备，他要去一趟上府国第一大城天虎城的方式，采购一些珍贵的修炼资源和法宝。这次交流大会对极乐宫至关重要，他必须做好万全准备。3个月后，师姐和师尊要去参加交流会，而我们这些弟子则是要去太初境地。江晨盘算着，眼中闪过一丝期待。临去之前，他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虽然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但太初境地毕竟不是寻常之地，历史上折损在里面的天才弟子不在少数。他现在是筑基大圆满修为，又有8臂通天拳这门地阶5技傍身，还有瞬息丸、遁地丸等各种底牌在手，在太初境地中，基本上没人可以威胁到他。这份自信源于实力的提升，也源于对自身能力的清晰认知。不过，整几件高级别的内甲倒是可以，省得被人敲闷棍偷袭啥的。江晨深知，在境地中最危险的往往不是明面上的敌人，而是暗中的算计。一件好的防御内甲，关键时刻能救人性命。除此之外，他还要去会一会赵灵儿和赵轩2个小师姐。想起这对姐妹花，江晨嘴角不由得泛起一丝笑意。她们活泼俏皮，却又心思细腻，确实是难得的修炼伴侣。按照安澜所说，这2女都是变异雷属性灵根，这种灵根极其罕见，拥有者对雷系功法有着天生的亲和力，修炼速度远超常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就达到筑基后期。他们除了修炼极乐长生诀以外，还兼修着大量的雷属性功法武技，平日里基本上不会暴露自身实力。上次的3宗试炼大会，他们也没有动用全力，只是装装样子。毕竟像这种变异雷属性的天灵根非常稀少，在整个修真界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而且还是主攻杀伐的灵根，在战斗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堪称天道的宠。安澜说，他虽然也是变异灵根，可论稀有程度还是比雷属性稍弱一筹。雷灵根不仅攻击力惊人，更难得的是对天雷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渡劫时比其他修士轻松许多，这简直是所有修士梦寐以求的天赋。如此说来，这2位小师姐战力不是一般的强啊，只是她们的外表看上去反差太大了。江晨喃喃一声，心中暗自啧舌。谁能想到，那对看似娇俏可人的姐妹花，竟是如此罕见的天才。叮咚，您有新的任务订单了。突兀，系统的萝莉音突然响起，那声音清脆悦耳，却让江晨不由得打了个激灵。这系统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带来一些让他哭笑不得的任务。等会，是不是让我跟姐妹花双修？江晨突然开口，带着几分笃定。他现在学聪明了，系统只要决定，他就知道系统要拉什么样的屎。这系统对双修之事格外热衷，简直像个拉皮条的老鸨，恭喜宿主都会抢答了。看来宿主的智商已经占领高地了。什么奖励？最好是给点好玩意。江晨询问道。他知道系统虽然总出些不靠谱的任务，但奖励往往相当丰厚。宿主完成任务后，可复制任何人的灵根，仅限一次。提示：宿主必须要在1个时辰内使用复制，否则过期失效。复制灵根，江晨呢喃，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是的，无论对方什么灵根，皆可复制。获得准确的答案后，江晨倒吸了口凉气，心脏不由自主的加速跳动，他的手指都不由自主的颤抖了起来。这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极度的兴奋。他紧紧握住拳头，试图平复内心的波澜，
但那颤抖的指尖却暴露了他此刻的心情。系统可真算是豪横了一次，这次给出的奖励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江辰的修行天赋，放眼整个极乐宫里面也算是可以的。他的金木双灵根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准，这种双灵根虽然不算罕见，但也比杂灵根要强上许多，仅次于天灵根。天灵根都是单一属性的灵根，像苏梦以及他的4大亲传弟子皆是天灵根。这种灵根纯净无比，修行速度极快，瓶颈非常少，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外门内门弟子加起来5000修士，而天灵根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由此可见天灵根的数量之少。这等天赋每一个都是宗门的宝贵财富，受到重点培养。倘若江辰能复制姐妹花的灵根，那他岂不就是变异雷属性天灵根？这个想法让他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雷灵根不仅稀有，更是所有灵根中攻击力最强的存在，这可是1等1的天赋。轰轰隆隆，明明是清晨时分，外面却打起了寒雷，那雷声震耳欲聋，仿佛在回应着江辰内心的激动。天空瞬间阴沉下来，乌云如同墨汁般翻滚，天雷滚滚，乌云密布，刹那间整个天色都变得灰蒙蒙的。狂风呼啸，卷起漫天落叶，空气中弥漫着暴雨将至的气息。哗啦啦，瓢泼大雨倾盆而下，透过薄薄的窗纱看去，无数的雨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般落在院子里，雨势汹涌，敲打在青石板上，溅起朵朵水花，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打得一些娇嫩的花都摇摇欲坠，倾斜了起来。雷电交加，还下着大雨。江辰望着窗外的景象，嘴角不由得扬起一抹笑意。这天气虽然恶劣，却正是他需要的。天公作美啊！他眉梢一抖，心中暗自感慨，老天爷都在配合他，这场突如其来的雷雨简直是天赐良机。安澜说过，如果自己同意与姐妹花双修，需选择雷雨交加的雨天，因为在这个时候，姐妹花的变异雷属性灵根才会发挥极致作用。雷电之力能激发他们体内潜藏的能量，让双修效果事半功倍，而此时双修，江辰获得的好处也是巨大的，甚至有可能借助天雷之力淬炼自身。师姐还是蛮疼我的。江辰深吸了口气，心中涌起一股暖意。安澜不仅没有因为此事吃醋，反而处处为他着想，这份情谊让他感动。一步踏出门外，他毫不犹豫地走进雨中。嗡，他的体表出现一层淡淡的灵光屏障，那屏障如同一个透明的护罩，将雨水完全隔绝在外。雨滴落在屏障上，泛起圈圈涟漪，却无法沾湿他分毫。咻，脚下轻轻一震，江辰腾空而起，他的身影如同一道流光，划破雨幕，朝着远方疾驰而去。一炷香后，江辰离开了天月峰。雨水依旧滂沱，但他的速度丝毫不减，灵光屏障将风雨完全隔绝。赵灵儿和赵轩儿的修行之地并不在天月峰上，作为内门弟子，他们有自己的独立修炼场所，位于天月峰10公里开外的一座名为祁连山的小山峰上。这座山峰虽然不算高大，但环境清幽，绿树成荫，是个静修的好地方。此地天地灵气虽说也有些浓郁，但比起天月峰还是要差一筹。咻，江辰从天而降，身影在雷光中若隐若现，直接来到了山巅。这座祁连山虽然不高，但山势陡峭，峰顶平坦，是个观雨赏景的好去处。也不知为何，此地的雨水格外的大，豆大的雨点密集的砸落，仿佛天穹破了个窟窿，雨水倾泻而下。远处的雷声轰鸣不绝，电光在云层中穿梭，好似有人在渡劫一样，气氛格外诡异。远远的，江辰就看到2个倩影在雨水中嬉闹，他们如同雨中的精灵，在暴雨中翩翩起舞，银铃般的笑声穿透雨幕，显得格外动人。他们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纱裙，那纱裙本是月白色，但在雨水的浸透下变得几乎透明，紧紧贴在肌肤上，勾勒出曼妙的曲线。在雨水的冲刷之下，这纱裙完全贴住了肌肤，隐隐约约露出了里面的景色。踏，江辰漫步在雨水中，他的脚步沉稳，每一步都在积水的地面上溅起朵朵水花。为了适应这里的环境，他主动撤去了灵力屏障，任由雨水打在了自己身上。冰凉的雨水顺着发梢流下，带来一种奇特的清爽感。不消片刻，便浑身上下湿漉漉的。黑色的长发贴在额前，水珠顺着棱角分明的脸颊滑落，更添几分英气。江辰见过2位师姐。江辰相隔10几米停下了脚步，他的声音清朗，穿透雨幕，清晰地传到姐妹花耳中。呀，是师弟。正在嬉闹的2人突然一愣，当看清来人后，立马下意识地捂住了湿漉漉的胸口，脸上浮现出慌乱的神色。雨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滑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他怎么来了？这个念头在2人心中同时响起，而且还是挑选在这个时候。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之中难道？二人对视了一眼，瞬间明白了什么，脸色立马变红了起来，从耳根一直红到脖颈。两位师姐，还有这般嗜好呢？江晨看着雨林中的赵灵儿和赵轩儿，不禁轻笑一声，他的声音带着几分调侃，却让人生不起气来。师弟，你既已知晓，又何必明知故问呢？赵灵儿给江晨抛了一个白眼，嗔怪一声，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更添几分动人的娇媚。就是，小师弟有点过分了。赵轩儿附和道，声音却比平时轻柔了许多。他下意识地拉了拉湿透的衣襟，试图遮掩若隐若现的春光。二人脸上的红晕，江晨看得真真的，那抹绯红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在雨水的浸润下显得格外动人。看来就像安澜说的那样，他们应该也从未经历过人世。虽然平日里表现得活泼开放，但真正面对这种情况时却显得手足无措，如同情窦初开的少女。平时跟自己撩骚的时候，他们可是无比主动，各种挑逗的话语信手拈来，举止大胆的让人啧舌。但此刻那份大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害羞的样子让江晨忍不住觉得好笑。他没想到这对平日里活泼开朗的姐妹花也会有如此腼腆的一面，这份反差反而让他们显得更加真实动人。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主动一些吧。江晨上前一步，左右手各自揽住了他们细嫩的腰肢，二女的心脏砰砰剧烈猛跳，那急促的心跳声仿佛要冲破胸腔，在雨声中依然清晰可闻。他们能感受到江晨手掌传来的温度，那热度透过湿透的衣衫直抵心扉。这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让他们既紧张又期待，身体微微颤抖，却又不舍得推开。灵儿轩儿，你们不后悔？可别事后又要找我算账。江晨轻声问道，他的称呼都变了样，从正式的师姐变成了亲昵的灵儿轩儿，显得格外温柔。赵灵儿深吸了口气，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滴落，她解释道，师弟，我们不是儿女情长的凡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修行大道。她的声音虽然轻柔，却透着一股坚定，仿佛在说服自己，也在向江晨表明心意。赵轩儿抿了抿嘴，附和道，你和师尊的感情我们是不会破坏的。江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能感受到这对姐妹花心中的挣扎与坚持，这份坦诚反而让他更加敬重他们。看来他们也是有顾虑的，毕竟苏梦是他们的师尊，这份关系让他们在迈出这一步时格外谨慎，生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不过江晨相信，以苏梦的心胸和志向，绝不会在意这些的。那位公主大人向来豁达，深知修行之路漫长，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斤斤计较。两位，我们就在这里。江晨看了一眼四周，语气中带着几分迟疑。这山巅之上，除了被雨水打湿的岩石和几棵在风中摇曳的古松，连张床都没有，实在不是个适合双修的地方。我们是雷属性灵根，借助雷雨之夜双修，对我们双方得到的好处都是巨大的。赵灵儿轻声解释道，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空气中弥漫的雷电之力，这正是他们最需要的修炼环境。师弟，双修期间，你的经脉会得到雷电的淬炼，与我们双修，你的身体只会越来越好，甚至还会产生雷液。耳边传来了赵轩儿的那男声。雷液是什么？江晨眉头一紧，心中升起一丝好奇。这个名词他从未听说过，安澜也没跟自己说过这些。赵灵儿有些犹豫地解释道，这和我们修炼的功法有关系，总之一会你就知道了。他的声音轻柔中带着几分羞涩，似乎这个话题让他难以启齿。那就开始吧。江晨不再多问，将二女轻轻压在了身下。雨水打湿的三具身体紧紧相贴，传递着彼此的体温。雷声在远处有节奏地轰鸣着。整整1日，雨水未停，雷声不绝，三人在这祁连山巅进行着这场特殊的修炼。雨水冲刷着他们的身体，雷电之力在空气中弥漫，为双修提供了绝佳的环境。江晨没有停歇，他的身体仿佛不知疲倦，在雷雨的洗礼下反而越发精神焕发。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雷电的气息，每一次运转周天都感受到力量的提升。果然，就像姐妹花说的那般，与他们双修，江晨竟感觉不到半点乏累。他们的灵力蕴含着精纯的雷属性，在进入到自己体内时带来酥酥麻麻的奇特感受，经脉也得到了锤炼，变得更加坚韧宽阔。尤其是几个大周天下来，江晨的气海上方竟出现了3滴蓝色的液体，那液体如同液态的闪电，散发出璀璨的蓝光，表面不时有细小的电火花跳跃，蕴含着惊人的能量。按照二女所说，这就是雷液。雷液是雷灵根产生的特殊之物，它不仅能够淬炼肉身，还能滋养神魂，对修行有着莫大的好处。更神奇的是，这种液体后期可以淬炼凝聚成天雷珠，差不多20滴雷液能凝聚成1颗天雷珠。这个过程需要极高的掌控力和耐心，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他们修行了这么多年，每个人体内也只有3颗天雷珠，这些珠子是他们的保命底牌，轻易不会动用，每一颗都珍贵无比。天雷珠的作用非常大，一旦引爆后，方圆数公里内的一切都会化成齑粉。以他们筑基后期的修为，一颗天雷珠有相当大的概率可以炸死筑基大圆满修士。如此恐怖的天雷珠令江辰不由得感到震惊万分，这等威力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至于赵灵儿和赵轩儿2个人得到的好处可谓最大，在这场特殊的双修中，他们不仅获得了江辰的真阳之力，更借助雷雨之夜的天时地利完成了质的飞跃。他们2人在双修中纷纷完成了突破，那曾困扰许久的瓶颈在雷电之力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修为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汹涌澎湃。这个境界是筑基期的极致，距离金丹大道只有1步之遥。2人的气息变得浑厚无比，周身隐隐有雷光闪烁，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气质。江辰站在2女100米开外，静静地为他们护观。他们盘膝坐地，正在调息稳固自身境界。这个突破来得突然，需要时间好好沉淀，否则根基不稳，会影响未来的修行之路。这个过程需要数个时辰。雨水渐渐变小，从倾盆大雨变成了绵绵细雨，空气中弥漫着雨后清新的气息。细密的雨丝如同银线般洒落，在山间形成薄薄的水雾，让整个祁连山显得朦胧而神秘。江辰遥望天穹，嘴角上扬了几分。他的心情无比愉悦，不仅是因为帮助姐妹花突破了境界，更因为系统的奖励已经到账。他成功复制了2女的雷灵根，如今的他也拥有了变异雷属性的天灵根。这个变化简直是脱胎换骨，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对天地间的雷电之力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和力。这种改变不仅是量变，更是质变。从此他的修行之路将更加顺畅，瓶颈也将大大减少。他能听到更远的声音，看到更细微的事物，甚至连空气中流动的灵气都能清晰地感知到。尤其是他的60更加的敏锐，这种提升是全方位的，让他在战斗和修炼中都能占据先机。悟性上也提升了一大截，极乐长生诀后面那些晦涩难懂的部分，如今落在他眼里犹如灌顶一般。那些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此刻都迎刃而解。这变化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至于那雷液，是极难产生的，只有大量吞吐天地灵气，疯狂炼化，才有可能产生那么一滴。这个过程如同大海捞针，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和时间，往往修炼数月才能凝聚出一滴雷液。不然赵灵儿和赵轩儿修行10多年了，也只淬炼出60滴3颗天雷珠。这个速度虽然缓慢，但在修真界已经算是相当难得，毕竟雷液的价值无可估量。好在江辰还有双修这一条路可选，这个发现让他欣喜不已。双修不仅能快速提升修为，还能加速雷液的产生，简直是一举两得。双修所产生的雷液速度可是自己修行的数10倍之多。境界稳固了，数个时辰后，江辰走到2女身旁，轻声问道。他们身上的气息超越了以往，那磅礴的灵力波动，那深邃的眼神，那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自信，都显示出筑基大圆满的强大实力。即便他们刻意收敛，那强大的威压依然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凝重，草木都微微低伏，仿佛在向强者致敬。哪有这么快？怎么也得数月才能彻底稳固下来。赵灵儿笑着摇了摇头，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突破虽然顺利，但巩固境界是个水磨功夫，急不得。师弟2日就能让师姐们巩固修为。江辰撂下一句话，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再次压了上去。7日后，江辰离开了祁连山，他脚踏祥云，衣袂飘飘，俯瞰着脚下的山川河流。连绵的山峦在朝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壮丽，山间的薄雾如同轻纱般缓缓流动。这7日的连续双修从未断过，日以继夜的修炼让江辰收获颇丰，体内共积攒了21滴雷液。这些雷液如同蓝色的珍珠，在气海中缓缓流动，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其中有20滴是通过双修来积攒的，这个效率之高，让江辰都感到惊讶。相比之下，自己修炼只产生了1滴，可见双修带来的提升确实惊人。而赵灵儿和赵轩儿的修为也彻底稳固了下来，他们从初入筑基大圆满的不稳定状态，到现在气息浑厚，境界稳固，实力有了质的飞跃。这一阶段的突破，省去了他们1-2年苦修的功夫，可谓是皆大欢喜。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希望江辰可以保证不将此事告知外界。这个请求在情理之中，毕竟这是关他们的名节。他们只愿让安澜师姐一人知晓，看得出极乐宫的女修们都很在意自己的名声。回到极乐宫之后，江辰一直居住在安澜的住所，这里环境清幽，灵气充沛，是个极好的修炼场所。安澜此次去天虎城，恐怕要待上数月之久，短时间内怕是不回来。期间，江辰有几次把赵灵儿和赵轩儿接到了安澜的院子里。
起初，二女还是有些别扭的，毕竟这里是大师姐的住所，让他们总觉得有些心虚，但架不住江晨的坚持，三人在一起修炼了差不多1个多月，关系越发亲密。江晨体内的天雷珠，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已经凝聚到了3颗。这些天雷珠如同3颗蓝色的星辰，悬浮在气海之中，表面不时有电光闪烁，散发出令人恐怖的能量波动。按照赵灵儿和赵轩儿所说，这3颗天雷珠一旦同时引爆，威力惊人，甚至有可能击杀金丹初期的修士。这个发现让江晨又惊又喜，没想到自己竟然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底牌。不过，使用天雷珠有个前提条件，必须趁金丹初期修士还没反应过来时引爆。若是对方提前察觉，做好了防御准备，顶多只能让其受些伤势，无法造成致命打击。不久后，极乐宫迎来了2件大事：一是公主苏梦出关，二是安澜从天虎城赶了回来。这2位金丹修士的回归，让整个宗门都为之震动。连续3个月的闭关，苏梦的境界终于恢复到了金丹后期。不仅如此，她的修为还增强了一丝，达到了金丹后期巅峰，距离大圆满越来越近。或许再与江晨双修3-5个月，就能彻底迈入金丹大圆满的行列。这个想法让苏梦眼中闪过一丝期待，她深知江晨的特殊体质对自己修行的重要性。出关后的第一件事，苏梦便召见了安澜。在闭关期间，她隐约中就察觉到了宗门内多了一道金丹修士的气息。当时她百思不得其解，想不通到底是谁突破，又或者是谁来极乐宫做客。出关后，她循着这道陌生的金丹气息追了过去。让她惊讶的是，这道气息竟然来自安澜的住所。当她看到那道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时，苏梦是震惊的，因为她实在太年轻了。安澜的骨龄不过30有余，在这个年纪突破金丹，放眼整个上府国都是凤毛麟角。更让苏梦惊讶的是，安澜突破金丹的时间比起自己当年还要早一些年。她记得自己突破金丹时已经40，这已经是极乐宫100年来的最快记录了。没想到安澜竟能打破这个记录。安澜没有任何隐瞒，和苏梦坦白了她与江晨的事情。她详细讲述了如何在江晨的帮助下突破瓶颈，语气中带着感激，却也透着一丝不安，生怕师尊会责怪。苏梦表面上安抚安澜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可心里边还是很吃醋的。虽然她贵为公主，修为高深，但在感情这件事上依然有着寻常女子的心思。毕竟江晨也是她的第一个男人，这份特殊的情感纽带让她对江晨有着不一样的占有欲，不愿看到他与别人太过亲密。久居上位让他养成了霸道的性子，作为极乐宫之主，他习惯了掌控一切，不喜欢事情脱离自己的掌控。他的掌控欲望比较强，尤其是在感情方面。他希望江晨能更多的陪伴在自己身边，而不是与其他女修过分亲近。虽然他知道江晨体质特殊，注定不会只属于一个人，但内心还是难以完全释怀。当晚他就惩戒了江晨一番，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直接将他带到了自己的寝宫，准备好好教训这个四处留情的小弟子。把他结结实实捆在了床上，用的是特制的缚灵锁，不仅束缚身体，还能压制灵力，让江晨完全无法反抗。捆了整整3天，这期间苏梦几乎寸步不离，时而温柔时而严厉，让江晨尝尽了甜蜜的折磨。苏梦似乎要将这些日子的醋意全部发泄出来，每次双修都格外激烈，让江晨的气海都差点撑爆。他体内的雄厚灵力足以让他随时去突破金丹境，这些精纯的灵力在气海中翻腾，如同汹涌的江河，随时可能冲破堤岸。能否成功突破暂且不提，但现在只要他想，他完全可以冲击。但江晨知道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他需要更多的积累。太初境地他必须要去一趟，那里有他需要的东西，也是他计划中的重要一环。那颗半神药天龙根必须要搞到手，一来是为了补偿苏梦，二来万一自己以后突破元婴的时候用得上呢？那天龙根乃是半神药，蕴含着天地精华，若是能取得此物，将来冲击元婴境时必定能增加几分把握。提前做好准备总归是没错的。修真之路漫长而艰险，任何机缘都不可轻易放过。数日后，朝阳初升，极乐宫笼罩在一片庄重氛围中，宗门高层全部聚集月华殿，殿内香炉青烟袅袅，各位长老神情肃穆，显然有重要事宜商议。此次南越国和上府国的交流大会马上开启，这是两国修真界10年一度的盛事，各大宗门都会派出最强阵容，既是交流切磋，也是展示实力的重要场合。距离开始还有不足5日，时间已然紧迫，各方都在做最后准备，极乐宫自然也不能落后。今日他们就要启程，苏梦早已安排好一切，只待时辰一到便立即出发。以苏梦为首，还有4位金丹长老，这支队伍堪称极乐宫的最强阵容，每位都是金丹期以上的高手，足以彰显宗门实力，其中包含了安澜。作为新晋金丹修士，
这是他第一次以长老身份参加如此重要的场合。一番告别后，苏梦五人乘坐风灵舟离去。那飞舟通体流光，速度极快，转眼间便化作天边的一个光点，消失在了云端。公主不在的这些时日，宫内事务，大长老暂时代为管理。这位白发苍苍的长老德高望重，处事稳重，是暂时掌管宗门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江晨和其他弟子也准备了起来。距离太初境的开启也来临了。这个神秘之地每300年开启一次，里面蕴含着无数天才地宝，但也危机四伏。今日傍晚，他们这一群年轻弟子就要启程前往太初境地，共有30人，以江晨、赵灵儿和赵轩儿为首，因为他们3人境界最高，皆是筑基大圆满修为。这样的实力在年轻一代中堪称顶尖，足以带领队伍应对各种挑战。出乎意料的是，一直被关在天涯的张月竟然也来了。他站在队伍末尾，脸色阴沉，与周围兴奋的弟子形成鲜明对比。他能来此，是公主特批的，许他参加太初境地。不过他的出现死气沉沉，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活力。张月在看到江晨那筑基大圆满气息后，更是一口逆血差点喷出来。那双死寂的眼眸中突然迸发出骇人的光芒，指甲深深掐入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渗出，却浑然不觉。这个家伙怎么短时间内突破大圆满？这不可能！张月在心中疯狂呐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赵灵儿姐妹身上涌动的气息让她痛上加痛，那对姐妹花竟也突破到了筑基大圆满。公主的4大亲传弟子安澜突破金丹，姐妹花筑基大圆满，还有那个所谓的关门弟子江晨竟也突破了筑基大圆满。这个事实如同尖刀般刺入他的心脏，让他几乎窒息。原先被称为2弟子的他居然垫底了，因为公主的弟子里面只有他还是筑基后期。他心里的怨恨已经达到了顶峰，那双原本美丽的眼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团怨气，散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安澜他杀不了，但他可以杀了江晨。这个念头如同毒蛇般缠绕着他的心神，让他找到了发泄怒火的出口。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男人的出现才让他沦落至此。在太初境地，他有100种让江晨死去的方法。张月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心中已经开始盘算各种毒计。那里危机四伏，发生任何意外都不会有人怀疑。启程。傍晚时分，有2位金丹长老率领众人连夜启程前往太初境地。太初境地位于上府国极西之地，这里地势险峻，人迹罕至，终年笼罩在神秘的雾气之中。此处已是上府国疆域的最西端，再往西行便是浩瀚无垠的星罗海。星罗海辽阔无边，其面积之大难以估量，据说即便将3个上府国的疆域相加，也未必有星罗海广阔。这片蔚蓝的海域中栖息着无数凶猛的海兽，从体型娇小但剧毒无比的海蛇到庞大如山的深海巨兽，种类繁多，危险重重。同时也隐居着许多散修，这些修士大多修炼独特的海外功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修真文明。在陆地与星罗海交界之处，设有一道强大的阵法禁制，将陆地与海洋完全隔绝。这道禁制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芒，如同一个巨大的透明屏障，高耸入云，深入地底。相传是几千年前上府国3位元婴大修士联手布下，他们耗费毕生修为，才构筑起这道坚固的防线。上府国始终不愿与星罗海的海兽和散修有所牵连。这道禁制不仅阻隔了地理上的联系，也切断了文化上的往来，保持着2个世界微妙的平衡。任何试图穿越禁制的行为都会引发阵法的强烈反击，轻则重伤，重则形神俱灭。江晨一行人历时5日方才抵达太初境地。太初境地实则是一条蜿蜒起伏的山脉，这里峰峦叠嶂，大小山峦无数，东西绵延30余里。每座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如利剑直插云霄，有的如巨兽俯卧大地，构成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山脉上空终年飘荡着诡异的黑色雾气，这些雾气并非寻常水汽，而是蕴含着特殊的能量波动，为整片境地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2位随行的金丹长老向众弟子解释，现在尚未到9星连珠的天象之时，还需等待7日，待9星连珠异象出现，才是进入境地的最佳时机。届时整条山脉会变得异常清晰，隐藏在迷雾中的真实地貌将完全显现。只有在9星连珠之夜，3大宗门的长老才能联手施展秘法，暂时破开入口的封印。这个传统已延续千年，每次开启都需要3大宗门共同施法，缺一不可。入口开启后最多只能维持3天时间，这3天是探索境地的黄金时期，所有弟子都必须严格把握时间。3天期限一到，无论收获如何都必须立即撤离。若是错过出口关闭的时间，想要再次离开境地，就需要等待300年后的下一次开启。这么漫长的岁月，
足以让任何修士绝望。据记载，太初禁地以往开启过3次，每次都有修士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离开。等到下次开启时，这些被困的修士早已尸骨无存，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禁地内确实蕴藏着无数天才地宝，但也生存着大量凶猛妖兽。这些妖兽世代生活在禁地中，实力强横，对外来者极具攻击性。更可怕的是，其中还有相当于金丹期修为的强大妖兽，足以威胁到所有人的性命。来到汇合地点时，发现合欢宗和妙音门的修士早已在此等候。这些年轻的修士大多都是参加过3宗试炼的老熟人，彼此间虽然存在竞争，但也保持着基本的礼节。各派弟子相互打量，暗中比较，气氛既紧张又微妙。江辰目光扫过人群，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之前被他用地元珠困住的柳飘飘。他站在合欢宗的队伍中，一袭红衣格外醒目，眼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怒意。柳飘飘立刻锁定了江辰，那双美目中迸发出仇恨的火花。他紧咬银牙，手指不自觉地握成拳，显然对上次的失利耿耿于怀。那次比试的屈辱，至今仍是他的心结。那个家伙，害得我丢尽了脸。柳飘飘在心中暗恨，若不是当初被江辰算计，合欢宗很可能赢得那场比试，他也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落败，成为宗门笑谈。此次进入太初禁地，柳飘飘暗下决心，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定要出手教训这个无耻的家伙。他悄悄观察着江辰的动向，盘算着如何在禁地中实施报复。不过极乐宫这边也吸引了不少羡慕的目光，许多修士都在窃窃私语，议论着安澜的突破。谁能想到昔日3宗试炼第一的安澜，如今竟已成为金丹修士，这个进步速度令人惊叹。更让人意外的是，张悦竟然去了合欢宗的阵营，很快与柳飘飘等人打成一片。他似乎对极乐宫的同门视而不见，反而与合欢宗弟子相谈甚欢。极乐宫的2位长老对此见怪不怪，他们知道张悦的舅舅是合欢宗宗主，他在那边有相熟的人也是情理之中，只要不做出损害宗门利益的事，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诸位，就此打坐7日，7日后9星连珠夜，我们开启太初禁地。一位长老朗声宣布，声音在群山间回荡。3宗修士各自占据一个方位，开始休养生息。极乐宫弟子在东侧山崖下打坐，合欢宗选择西面平地，妙音门则驻扎在南侧林间。各派弟子纷纷取出灵石丹药，为即将到来的探险做准备。太初境的开启之前，务必需要做好万全准备。这不仅关系到此次探险的收获，更关乎每个人的生死存亡。每位弟子手中都持有一张崭新的地图，这是他们进入太初境地的重要依仗。地图用特制的灵兽皮制成，触手温润，散发着淡淡的灵气波动。地图上详细记载了太初境地内部的地理位置，山川河流、峡谷平原都被描绘得清清楚楚。这些信息是前人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每一笔都凝聚着血的教训。有实力强大的妖兽处，用醒目的红线标注。这些红线蜿蜒曲折，如同警示的标志，提醒着弟子们绕道而行，不可轻易涉险。有天才地宝的地方，则是用蓝色细线勾勒。蓝线勾勒出的区域散发着诱人的光芒，代表着机遇与财富，但也往往伴随着未知的危险。像一些沼泽、陷阱等危险地带，用特殊的符号代替。这些符号形状怪异，有的像扭曲的藤蔓，有的如狰狞的兽头，一看就知是不祥之地。领队的长老对他们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地图上标注的每一个地方看清楚。长老神色凝重，反复强调，千万不能漏看任何细节，更不能遗弃地图，这可是在禁地中保命的根本。这张地图的来历非同小可，是前3次3宗弟子牺牲性命才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每一处标记都可能代表着一条生命的逝去，可谓是相当的珍贵，堪称无价之宝。至于生长天龙根的地方，也被详细标注在地图上。这个位置被特别圈出，旁边还画着一株灵草的图案，显得格外醒目。在太初禁地的北部最偏远的角落，天龙根便生长在那里。那里地势险峻，环境恶劣，寻常修士根本难以抵达。曾有数名侥幸从内部逃离出来的3宗弟子证实，的确亲眼看到了天龙根。他们描述那灵根散发着金色光芒，周围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只是天龙根那里有金丹大妖守护，一旦靠近，非死即伤。更可怕的是，守护妖兽可能不止一只，而是成群结队，让人防不胜防。天龙根的位置就在那里，谁有实力闯就是了。这句话成了3宗弟子间的共识，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吸引着无数修士前赴后继。江辰凝视着手中的地图，心中升起一丝疑虑，既然太初禁地的规则限制金丹修士进入，那为何内部会存在金丹级别的大妖？这个矛盾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总觉得其中另有玄机。关于这一点，就连随行的长老也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几位长老面面相觑，最终只能摇头表示，这个谜团千百年来都无人能够破解，
成为太初禁地最大的未解之谜。那些妖兽是否一直生活在太初禁地内部，至今都无人能够说清。有修士猜测，这些妖兽可能是上古时期就被困在其中，也有说法认为他们是通过某种特殊方式突破了禁制。此次江辰准备的较为充足，他在贴身衣物外整整套了5件高级护甲，即便是金丹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也不可能一招就将他灭杀。地元珠他准备了3颗，都贴身藏在最容易取用的位置。这些宝珠威力巨大，但因其数量稀少，必须省着点用，以备不时之需。剩下的6颗地元珠，他打算全部用来进化为更强大的天元珠。这个计划已经酝酿多时，只待凑齐最后几样关键材料。那3件进化所需的材料中，除了之前在极乐宫获得的1颗天灵石，剩下的天云铁和万年煞气石都只能寄托希望在太初禁地中寻找。这2种材料极其罕见，外界早已绝迹。呼，江辰长出一口气，强迫自己静下心来。他紧闭双眼，开始调息运功，将身心都沉浸于闭关修炼之中。7日后，夜幕降临，天空中出现奇观，9星连珠夜如期而至，天穹之上9颗璀璨的星辰并排连接成一串。这一幕奇景吸引了所有修士的目光，众人纷纷仰头观望。浩瀚无垠的星辰整整齐齐排列成了一条璀璨的珠链，横贯夜空。这千年难遇的天象奇观让所有修士都屏息凝神，心中充满敬畏。此时的太初禁地在星辰之力的照耀下变得比以往更加清晰。原本朦胧的山脉此刻棱角分明，每一处山脊，每一条峡谷都显露无遗，再无半点虚幻之感。整条山脉已经彻底成为了实体。诸位，我们开始吧。极乐宫长老率先开口，声音洪亮而坚定。好，合力打开封印，全力以赴。3大魔宗共6位金丹长老同时出手，他们分别站在6个方位，形成一道玄妙的阵法，彼此气机相连，浑然一体。他们身上的金丹气息轰然爆发，6道强大的威压如同实质般扩散开来，让在场所有筑基弟子都不由自主地后退数步。每一位都是金丹中期修为，一个初期都没有。这等阵容堪称豪华，6大金丹中期修士联手，足以撼天动地。恐怖的气息笼罩全场，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威压，草木低伏，飞鸟绝迹，连风声都仿佛静止。6人各显神通，纷纷将最强攻击打在了太初禁地的入口区域。剑光、掌影、符箓、法宝，各种攻击手段交织成一片绚丽的光网。那原本平静的山壁开始剧烈震动，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仿佛有什么古老的存在正在苏醒。不仅如此，6人还各自掏出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瓶。这些玉瓶造型古朴，表面刻满符文，显然不是凡物。玉瓶内存储着各个宗内长老汇聚的灵力能量，专门用来协助打开入口的封印。嗡！玉瓶开启瞬间，雄厚的能量再次扑向了入口处。江辰相隔几百米，依旧能够感受到金丹大修士释放出来的能量可怕。那澎湃的灵力波动让他气血翻涌，不得不运功抵抗。这远不是筑基修士能比的。整个破封过程持续了数个时辰，6位金丹长老全力施为，灵力如江河般汹涌澎湃，将整片山脉映照得如同白昼。直到一道银色的光泽直冲云霄后，封印终于出现了松动。那银光如同利剑般刺破夜空，在9星连珠的天幕上划出一道耀眼轨迹，标志着禁地入口的开启。妙音门的一位女长老突然大喊一声：“时机已到，速速进入！”哗！3大宗的弟子闻声而动，如同潮水般蜂拥而聚。各色身影在夜色中快速穿梭，脚步声与衣袂飘动声交织成一片。眨眼间的功夫，40名弟子全都纷纷进入了入口内。哗！看到众弟子安全进入其中，6大长老长舒了口气。持续数个时辰的全力施法，即便对金丹修士也是极大的消耗。他们缓缓收工，周身灵光渐息。6人相视点头，各自取出丹药服下，开始调息恢复。虽然疲惫，但眼中都带着欣慰之色。入口的封印被压制后可以维持3天，这3天时间是弟子们探索的黄金期，也是长老们最需要警惕的时刻，容不得半点疏忽。3天之后，封印便会自动闭合，届时若还有弟子未能及时出来，就将永远困在禁地之中，等待300年后的下一次开启。而这3天里，他们必须要无时无刻盯着入口，绝不能发生任何意外。6位长老各自盘坐一方，形成守护阵法，神识全面覆盖入口区域。然而就在这时，天穹之上突然炸起一道寒雷，这雷声来得突兀，毫无征兆，紫色的电光撕裂夜空，冷不丁的轰隆一声，惊了6人一身冷汗。他们猛地抬头，神识瞬间扫过四周，警惕地探查着任何可能存在的危险。好在似乎只是一道寻常雷电，6人稍松一口气，以为只是虚惊一场，
继续维持着守护阵法。可当他们目光回到地面时，却发现入口那里不知何时竟站着一个白发老者，怀里拖着拂尘。这人来得悄无声息，仿佛凭空出现，连金丹修士的神识都未能察觉。仙风道骨，一头银白长发随风轻扬，身着白长袍，皮肤比婴儿还要细嫩几分，却透着一种历经沧桑的睿智。阁下是何人？极乐宫长老厉声喝问。六人心底一惊，彼此交换着警惕的眼神，暗中运转灵力，随时准备出手。这人面生得很。六位长老在魔道修行数百年，对各路高手了如指掌，却从未见过这般人物。老者看似平凡，却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们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到？作为金丹中期修士，他们的神识足以覆盖方圆数里，却对此人的到来毫无知觉，这份修为实在骇人。落云宗，杨无极。老者轻飘飘的话语落在六人耳中，他拂尘轻摆，神色淡然。落云宗，六位长老面面相觑，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困惑。这个宗门名称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显然不是魔道中的门派。落云宗，你是南越国的宗门？妙音门长老突然想到什么，脸色微变。南越国与上府国向来井水不犯河水，如今突然出现，恐怕来者不善。杨无极没听说啊？合欢宗长老低声沉吟，哼，一群邪魔外道，你们当然没有听说过。伴随着一声冷笑，数位金丹期修士破空而来。这些人身着统一的白袍，衣袂飘飘，仙气凛然，与魔修形成鲜明对比。为首的是5个中年男子，个个气度不凡，目含金光。他们修为深厚，赫然都是金丹期高手，身后跟着大批年轻弟子，整齐列队，纪律严明。杨前辈，老祖，老祖宗。5位中年男子看到老者后，纷纷抱拳恭敬行礼。几人称呼各不相同，有的称前辈，有的唤老祖，显得辈分有别。可唯一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5个都是金丹修士。对面6大长老脸色骇然一变，他们万万没想到会在此时此地遇到如此多正道高手，而且个个修为不凡，显然是有备而来。还没等他们有所准备，只见杨无极拂尘轻轻一甩，动作看似随意，却蕴含着无上道法。拂尘上的白丝如同有了生命般灵动游走，咻，6条白毛犹如丝线一样，瞬间把他们6个人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南越国的家伙，你们擅闯我上府国，不怕我妙音门老祖？来自妙音门的长老面目狰狞地嘶吼着，眼中迸射出愤怒的火焰。他用力挣扎，白皙的皮肤上已经勒出道道血痕，骨头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咔声响。那看似柔软的白丝蕴含着惊人的力量，任凭他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反而让束缚更加深入肌骨。你们越界了，坏了规矩！极乐宫长老怒斥道。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南越修士，眼中满是震惊。作为金丹中期修士，他从未想过会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人如此轻易制服。南越国的修士竟如此大胆，不仅擅闯上府国地界，更在太初禁地开启的重要时刻前来突袭。这等行径完全违背了两国修真界1000年来的默契与约定。老夫自然是要会一会那3个老家伙的，剩下的交给你们了。杨无极轻抚花白的长须，脸上带着深不可测的笑容。话音未落，他的身影便化作一团飘渺的白雾，悄然消散在天地之间，不留丝毫痕迹。呵呵，告诉你们，3大宗的宗主全都被扣在了南越国，你们的末日要来了。为首的中年男子冷笑着，眼中闪烁着胜券在握的光芒。这上府国马上就要名存实亡了，魔道贼子，你们很快就要被铲除殆尽。另一个南越修士厉声喝道。他们显然有备而来，个个神情冷峻，将6长老团团围住。合欢宗长老猛地摇头，眼中满是不敢置信。不可能，2国交流大会在上府国境内，你们怎么可能会扣押他们？中年男子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你们还不知道吧？1个月前的2国交流大会临时取消了原定地点，改在了南越国境内。当然，这是我们故意设计好的圈套，这个计划我们谋划了数百年，如今终于得以实现。他的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狂喜，仿佛在诉说一个酝酿已久的阴谋。其他南越修士也都面露得色，显然对这个精心布置的陷阱感到十分满意。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小人！我呸！极乐宫长老怒不可遏，狠狠啐了一口唾沫。除魔卫道，乃是我正道门派应该做的。中年男子义正辞严地说道。你们3大魔宗荼毒上府国多年，是时候进行清算了。放心，一个都跑不掉。说罢，为首的男子转身看向身后的一群年轻弟子。这些弟子个个神情肃穆，身着统一的白色道袍，腰间配着长剑，显然都是南越国各派的精英弟子。你们30人，务必要把里面的魔宗弟子全部诛杀殆尽。男子厉声说道。
那些人可都是三大魔宗里的精英，甚至是精英中的精英，个个天赋都不比你们差。他顿了顿，从袖中取出30件泛着银光的斗篷，这里有浑元斗篷，你们穿着进入其中不会有反噬和压力。记住，全都杀了，一个不剩。太初禁地内，嗡，一道白光闪烁，空间微微扭曲，江辰的身影出现在禁地内部。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处一片陌生的环境中，群山绵延起伏，云雾缭绕其间，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气，却也带着一丝危险的气息。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只有偶尔传来的鸟鸣和风声。江辰先是眉头微皱，随即很快舒缓下来，想起了长老之前的嘱咐，三宗40人进入入口后会被随机传送到任何方位，这是太初禁地的特殊规则，每个人出现的位置都不相同，全凭机缘。这里大大小小的山10余座，东西直径30公里，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想要在短时间内碰到其他人，几率并不是很大。不过临进入禁地之前，长老就吩咐过了，可以自己单独行动，也可以团体协作，全凭个人意愿。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考量，寻宝或历练，目标各不相同。地图上标注的黑瞎子洞便是极乐宫约定的汇聚地点，那里地势隐蔽，易守难攻，是集合的理想场所。在这里一共只有3天的时间，江辰可没那些功夫去慢慢汇合，时间紧迫，每一刻都弥足珍贵。眼下还是尽快把天云铁和万年煞气石找到最为重要，这2种材料是他此行的主要目标。好在地图足够详细，清楚地记载了这2种物品的产地。呼，江辰深吸了口气，感受着空气中浓郁的灵气，他不再犹豫，脚步快速移动，在山林中灵活地穿梭着。与此同时，在某座山的半山腰处，3个女修正围在一起。如果江辰在此，一定会认出这3个人的身份，他们分别是极乐宫的张月、合欢宗的伊曼和柳飘飘。3人来自不同宗门，此刻却聚在一起，显然在谋划着什么。在张月的掌心托着一个造型奇特的罗盘，这罗盘与寻常罗盘不同，通体漆黑，表面刻满玄奥符文，中心没有指针，只有一个醒目的红点。那个红点持续闪烁着微光，还在缓缓移动，划出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一件追踪法器，红点所指示的正是他们要寻找的目标方位。张妹妹可真是好手段，江辰那厮可是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伊曼娇嗔道，声音中带着几分赞赏。2位姐姐，这次有你们相助，张月欠你们一个大人情。张月看向身旁的2个大美女，投来了感激的眼神。她深知单凭自己难以对付江辰，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哪知柳飘飘眼神冰冷道，你不欠我的人情，我反倒是要对你说声谢谢。她的声音中带着压抑的怒火，手指不自觉地握紧。2女一愣，不解地看向柳飘飘。他们没想到柳飘飘会说出这样的话，显然其中另有隐情，只有杀了他才能解我心头之恨。柳飘飘咬牙切齿道，眼中迸射出仇恨的光芒。他永远忘不了3宗试炼时的耻辱，他恨透了江辰那个看似不起眼的家伙，让他在众人包括宗主面前丢尽了脸面。那场比试的失利成为他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直到现在都有女修在背地里嘲笑他，那些窃窃私语和异样的目光如同针扎般刺痛着他的心。这份屈辱只有用江辰的血才能洗刷。月儿，我听说那个江辰好像已经突破到筑基大圆满了吧？伊曼柳眉微蹙，语气中带着几分试探。筑基大圆满，那个废物绝无可能。柳飘飘闻言脸色骤变，一个靠双修提升修为的炉鼎，怎么可能比自己的境界还高？这个念头让柳飘飘妒火中烧，她死死攥住衣角。伊曼姐姐不必担忧。张月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从容不迫地说道，我已经查明，这小子不过是靠双修和丹药强行突破，根基必然不稳。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更何况他根本不精通任何武技，全靠符箓和灵气撑场面，只要设法让他用不了这些外物，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伊曼闻言仍是疑虑未消，眉头紧锁。即便江辰是依靠丹药突破，可筑基大圆满的境界却是实打实的。他同为筑基大圆满，深知这个境界的厉害，绝非张月说的那般不堪。月月既然特意邀我和飘飘前来，想必已经想好对策了吧？伊曼若有所思地问道，目光锐利地直视张月，试图从他脸上看出端倪。张月向来心思入密，既然敢这么说，必定有所准备。哗！只见张月手腕灵巧一翻，他的掌心突然出现了一块巴掌大小的白色石头，石头表面粗糙，泛着淡淡的金属光泽。这种石头味道不好闻，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呛得人鼻子发痒，有点像石灰混合着金属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要远离。伊曼秀眉微皱，纤纤玉手轻掩口鼻，眼中露出疑惑之色。这是？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不适，
显然被这奇怪的味道所困扰。张月嘴角上扬，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解释道：“这是云汞石，50米之内，任何储物戒指都会被它瞬间吸附。储物戒指的主要材料便是汞，有这云汞石在，他所依仗的一切都完了。”他的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显然对自己的准备十分满意。这个计划他已经酝酿许久，如今终于到了实施的时刻。伊曼与柳飘飘对视了一眼，二人眼中金光一闪，都看出了彼此心中的惊喜。他们没想到张月竟然准备了这么充足，这确实是个绝佳的对策。江晨所依赖的符箓和灵气啥的都储存在储物界内，这些外物是他最大的依仗，也是他能够越级挑战的关键所在。没了储物界，他屁都不是。三人心中同时闪过这个念头，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了残忍的笑容。这个发现让他们信心大增，仿佛已经胜券在握。我记得他手上有2枚储物戒，柳飘飘这时提醒道，就算10枚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在我的手上。张月冷笑一声，眼中的杀意夹杂着一丝贪婪。他不仅要江晨的命，更要江晨手里的宝贝。他早就注意到江晨手上的储物戒不是凡品，里面必定藏着不少好东西。铁灵山深处一处隐蔽的山洞内，江晨正专注地审视着眼前的收获。洞内光线昏暗，只有几缕阳光从石缝中透入，映照出他坚毅的侧脸。在他面前整齐地摆放着大量银色的铁质金属块，这些金属泛着冷冽的寒光，表面布满天然的纹路，质地坚硬异常。这是珍贵的天云铁，是炼制灵气的绝佳材料。这些天云铁大小不一，最大的有拳头般大小，最小的如核桃一般，但每一块都蕴含着精纯的金属性能量，在昏暗的山洞中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天云铁的数量加起来足足有10斤多重，如此多的天云铁已经算是超额完成江晨的任务了。在他的身后横七竖八的躺着10几具小型的妖兽尸体，这些妖兽外形奇特，浑身包裹着一层坚硬的盔甲，鳞片层层叠叠，看上去像是穿山甲一般。这些正是铁灵山特有的石铁兽，它们是群居性妖兽，通常以铁矿石为食，还能通过吞噬金属来修炼，增强自身的防御力。江晨所要寻找的天云铁，便是这铁灵山内最珍贵的金属材料。这种金属经过石铁兽多年的吞吐淬炼，已经变得异常纯净。好在这一群石铁兽最强的只是筑基中期修为，甚至还有炼气期的亚成年石铁兽。它们虽然防御惊人，但攻击力相对较弱，给了江晨可乘之机。江晨气力通天，双臂有8000斤巨力，饶是他们皮壳再硬，也被江晨生生的撕碎。战斗痕迹遍布山洞四周，石壁上留下了深深的爪痕和撞击的凹陷，可见当时的激烈程度。接下来再把万年煞气石找到，这一趟才算没有白来。江晨深吸了口气，将天云铁小心地收进储物戒中，他的眼神中透着坚定，对接下来的寻宝之旅充满期待。迅速离开了此地，江晨的身影如鬼魅般在山林间穿梭。根据地图记载，2公里外的寒山崖最底部好像就有万年煞气石的存在，那里地势险峻，终年不见阳光，正是孕育煞气石的绝佳环境。万年煞气石，等着我！江晨加快脚步，心中盘算着时间，他必须在3天内找到所有需要的材料，否则一旦禁地关闭，就将前功尽弃。这个念头让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全力向着寒山崖方向赶去。寒山崖深处，阴风呼啸，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江晨还未抵达此地，远远的就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长空，那声音充满了绝望与痛苦，令人毛骨悚然。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妖兽咆哮，声浪如惊雷般在山谷间回荡，震得四周的树木簌簌作响，连脚下的地面都在微微颤动。当他穿过层层迷雾，小心翼翼地来到附近时，眼前的一幕让他瞳孔骤缩。只见一头体型硕大的白色巨熊，浑身覆盖着浓密的长毛，正张开血盆大口，残忍地撕咬着一个女弟子。救命！那女弟子发出微弱的呼救声，声音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她的身体已经血肉模糊，半个身子都被白毛熊吞入腹中，只剩下小部分上半截身子无力地耷拉着，脑袋歪向一边，双目圆睁，写满了惊恐。很快她便没了呼吸，生命的气息彻底消散在这冰冷的山谷中。那双失去神采的眼睛仍然望着天空，仿佛在诉说着最后的绝望。嘎嘣嘎嘣，白毛熊3下5除2就将剩余的身体也吞进了肚子里。他咀嚼时发出的骨骼碎裂声在寂静的山谷中格外刺耳，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滴落，在白色的皮毛上染出刺目的红。是妙音门的人。江晨脚下步伐加快，心中升起一股寒意。那人身上的淡蓝色服饰他认得，正是妙音门弟子的标志性装束。那头妖兽他也认出来了，白烈熊是4阶妖兽中极为凶残的一种，力大无穷，皮毛坚硬如铁，
差不多相当于人类的筑基后期修为，极难对付。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鸟不拉屎的寒山崖怎么会出现白鬣熊？这种妖兽通常生活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以灵果和弱小妖兽为食，很少会出现在这等荒凉之地。然而随着距离的拉近，江晨终于明白了原因。原来在这寒山崖旁边竟然生长着一株罕见的碧根果树。这棵树并不高大，但枝头上结着的碧根果却异常硕大，每个都有脸盆那么大。这种碧根果蕴含着精纯的灵力，果肉饱满多汁，吃起来口感独特，像是在品尝上等的灵兽肉。不仅能够充饥，还能快速恢复体力。果实表面泛着淡淡的绿光，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除此之外，碧根果并没有其他特殊的效果，只是作为一种罕见的冲击灵果存在。但对于长途跋涉的修士来说，这种能够快速补充体力的果实已经十分珍贵。不过这种果子对于白鬣熊这种食肉性的妖兽来说却是难得的宝贝。碧根果特殊的肉质口感正好满足了它们对肉食的渴望，同时又提供了充沛的灵力。吼！白鬣熊很快发现了江晨的身影，它停止舔舐嘴角的血渍，猛地抬起头，血红的眼睛中迸发出凶残的光芒。粗壮的四肢匍匐在地，肌肉紧绷，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体型庞大的它，即便是匍匐着，身子也有8米多长，如同一座移动的小山。白色的长毛在风中飘动，锋利的爪牙闪着寒光，每一步踏出都让地面微微震动。在这太初境地，最鲜嫩的肉自然就是人族修士了。白鬣熊对修士的血肉有着特殊的偏好，那蕴含着灵力的肉身对他的修炼大有裨益。见到人类自然是见到一个吃一个，绝不会有半分犹豫。这头凶兽已经将江晨视为下一顿美餐，口中不断滴落粘稠的唾液，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味。咻！尘土飞扬，白鬣熊冲了过来。畜生就是畜生！江晨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不屑。面对这头庞然大物，他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反而摆出了迎战的架势。没有开灵智的妖兽只会蛮干，一点策略都没有。他们空有强大的力量，却不懂得运用技巧，这正是江晨最大的优势。他毫不犹豫，一拳挥出。这一拳看似朴实无华，却蕴含着惊人的力量，拳风呼啸，空气都仿佛被撕裂。8500斤，轰然爆发。砰！这一拳重如巨山，快如闪电，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精准地轰向白鬣熊的头颅。拳劲毫无阻碍地洞穿了白鬣熊坚硬的颅骨，江晨的半条胳膊几乎都贯穿了进去，鲜血和脑浆瞬间喷涌而出，溅在他的手臂和衣襟上。轰！白鬣熊庞大的身躯猛地一震，脑袋无力地耷拉了下去。那双原本凶残的血红眼睛瞬间失去神采，瞳孔涣散，生命的迹象迅速消逝。他那粗壮的四肢也软软地垂向地面，再也支撑不住庞大的身躯。巨大的身体轰然倒地，激起一片尘土，震得地面都在微微颤抖。哗啦啦！江晨缓缓把胳膊从他的脑袋里面抽了出来，粘稠的脑浆顺着他的手腕不断流淌，滴落在地上。他面无表情地甩了甩手。媲美筑基后期的白鬣熊就这么死了。这个在寒山崖称霸一方的凶兽，在江晨面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能撑过，就彻底失去了生机。没办法，江晨的气力完全不是常人可比。他那一身8500斤的恐怖力量，配合着精纯的灵力，爆发出的威力简直骇人听闻。就算是金丹初期修士，恐怕都未必有他这般恐怖的气力。江晨的战力早已得到了全面的进化，经过多次双修和天才地宝的淬炼，他的肉身强度远超同阶修士。同阶对抗，他几乎就是无敌的存在。何况这白鬣熊还比他低了一个小境界，那分明和找死没什么区别。妖兽虽然肉身强横，但在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终究难逃一死。哗！一道火球服从江晨手中飞出，精准地落在了白鬣熊的尸体上。符箓瞬间燃烧，化作一团炽热的火焰，将庞大的尸体完全笼罩。火焰熊熊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很快将尸体化为灰烬。在火焰的灼烧下，一颗白色的兽丹滴溜溜地飞了出来，悬浮在半空中。江晨随手一招，兽丹便落入他的掌心。他看都没看，直接将其丢进了储物戒内。这种级别的兽丹对他而言已经不算什么稀罕物，只是修炼路上的普通收获罢了。来到寒山崖边缘，江晨俯身向下望去，崖底深不见底，漆黑一片，仿佛通向地心深处。阵阵阴风从崖底呼啸而上，带着刺骨的寒意，隐约还能听到鬼哭狼嚎般的凄厉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嗖！江晨毫不犹豫，纵身一跃，跳进了这无底深渊。他的身影迅速被黑暗吞噬，耳边只剩下呼啸的风声。狂风如刀，猛烈地拍打着他的脸颊，带来阵阵刺痛。四周弥漫着浓重的黑色雾气，这些雾气仿佛有生命般缠绕着他，
遮挡着他的视线，让他几乎看不清前方的景象。嗡！江晨心念一动，一层淡金色的灵力屏障瞬间笼罩在身体表面。随着不断下坠，江晨能感受到周围的温度在急剧下降，直到下降了将近2000米，才堪堪来到了崖底最深处。这里的空气凝重如铅，每呼吸一口都感到沉重无比。此地的黑色雾气已经浓郁到几乎接近于实质性，这些雾气如同粘稠的墨汁，在空中缓缓流动，不时凝聚成各种诡异的形状，仿佛有无数怨灵在其中挣扎。这是煞气！江晨心中一惊，立即辨认出这些黑雾的本质。他迅速屏住呼吸，不敢有丝毫大意。这些黑色雾气全都是精纯的煞气，蕴含着强烈的负面能量。仅仅是呼吸一口，胸部就会觉得火辣辣的疼，仿佛有无数根针在刺扎肺腑。煞气侵蚀着五脏六腑，若非有灵力护体，恐怕瞬间就会受到重创。有煞气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煞气石的存在。江晨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这正是他此行的目标，因为只有煞气石才能释放出如此精纯浓郁的煞气来。江晨在黑雾中来回穿梭，他的步伐较为缓慢，每一步都小心翼翼。脚下的地面湿滑冰冷，布满了不知名的苔藓，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倒。好在由于大部分黑雾都飘在上方，江晨所处的位置能见度尚可，30米内的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让他稍微安心，至少不用担心遭遇突袭。嘎啦啦，耳边传来碎石滑落的声音，细小的石子从崖壁上簌簌落下，在寂静的深渊中显得格外清晰。吼吼，几声低沉的嘶吼打破了沉寂。几个鼠类小妖兽正在贪婪地吞噬着浓郁的煞气，它们体型不大，通体漆黑，眼睛泛着红光，尖利的牙齿不断咀嚼着空气中的黑色雾气。这些小妖兽并没有什么攻击性，似乎完全沉浸在吞噬煞气的快感中。他们对江晨的到来毫不在意，只是偶尔抬起眼睛瞥他一眼，便继续埋头吸食煞气。江晨在此期间找到了几块奇特的石头，这些石头通体乌黑，表面布满深浅不一的纹路，触手冰凉，散发着浓郁的煞气波动。都是1000年左右的煞气石，品质尚可，但还达不到江晨的要求。他要找的乃是万年煞气石那种级别的煞气石，不仅体积更大，表面的纹路也会更加复杂，散发出的煞气浓度更是天差地别。哗！就在江晨仔细寻找之时，突然头顶上方传来破空之声，一股巨大的冲击波袭来。这力量来得极其突然，带着毁灭性的威压，让周围的煞气都为之震荡。唰！江晨下意识抬头，只见一个粉色的巨大手掌从天而降，这手掌足有丈许大小，五指张开，掌心纹路清晰可见，带着恐怖的灵力波动，直直拍向他的头顶。嗖！江晨脸色猛地一变，顾不得其他，一个鹞子翻身，身体如离弦之箭般向后急退。他的反应极快，在千钧一发之际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轰隆隆，震耳欲聋的巨响在崖底回荡，他原先所在的位置被轰出了一道巨大的深坑，碎石四溅，尘土飞扬，强大的冲击波将周围的煞气都震散开来。江晨起身后，瞳孔猛地一缩，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他迅速环顾四周，全身肌肉紧绷，灵力在经脉中急速运转，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如果不是及时察觉，凭借敏锐的战斗直觉，恐怕那一掌足以将自己重创。看着远处清晰的五指掌印深坑，江晨瞳孔再次收缩。那深坑边缘整齐，深达数尺，周围的岩石都被震得粉碎，可见这一掌的威力何等恐怖。那是人族武技，不是妖兽。掌印中残留的灵力波动带着明显的人族功法特征，而且蕴含着精纯的阴柔之力，显然是女子所发。刚刚有人在偷袭自己，这个发现让江晨心中一凛。果然，这个想法刚刚敲定，对面10米开外，3道人影正不紧不慢地朝着自己走了过来。他们步伐从容，神态自若，仿佛一切尽在掌握。张月、柳飘飘、伊曼。江晨眼睛微眯，一字一顿地念出3人的名字。这3个人竟然走到了一起，这倒是出乎江晨的意料。不过联想到张月和合欢宗的关系不一般，这倒也属正常。张月的舅舅是合欢宗宗主，他与柳飘飘和伊曼相识并不奇怪。3人呈半圆形包围过来，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显然已经做好了动手的准备。看样子对方是来者不善啊。柳飘飘和张月都跟自己有过节，至于伊曼，江晨并未与他有过冲突，这让他心中升起一丝疑惑，不明白伊曼为何也要参与其中。哥哥，江晨啊江晨，真是太感谢你了，你亲自为你自己选了一个目的。张月双手环在傲人的胸前，冷笑不止。是的呢，奴家还担心杀了你，万一再被人察觉到可怎么办？如今在这深不见底的崖底，伊曼一脸的妩媚，眼中却闪烁着冰冷的光芒。3位美女，至于对江某这么大的敌意吗？
江晨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他的目光在三人身上流转，最后停留在伊曼身上。就算是有，那这位伊曼姐姐江某好像从未招惹过你吧？江晨耸了耸肩，露出一副无辜的表情。面对三位筑基后期的女修，江晨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姿态，仿佛眼前的危机根本不值一提。且不说自己那海了去的底牌，单单自身实力就不是他们能够比得了的。8500斤的气力，筑基大圆满的修为，再加上各种珍稀符箓和灵气，他有足够的自信应对这场危机。江晨弟弟，你伊曼姐姐，我也只是受人之托呢。伊曼轻掩嘴角，眼中透着狡黠的坏笑，他的声音娇媚动人，却带着冰冷的杀意，显然并不打算手下留情。柳飘飘眼神发狠，一身筑基后期气息笼罩全身，灵力波动剧烈，让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震荡。废什么话，动手杀了他！他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杀意，迫不及待要出手。唰！大烈火掌，柳飘飘双手结印，一道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巨型掌印从他面前推出，带着灼热的气浪直逼江晨而去。火焰在空中呼啸，将周围的煞气都烧得滋滋作响。嗖！江晨侧身一闪，身形如电，在千钧一发之际躲过了这致命一击。他的动作轻盈飘逸，仿佛早有预料，丝毫不显慌乱。轰！后方的石壁上被轰出了一个大窟窿，碎石四溅，烟尘弥漫，窟窿里面的石头都燃烧起了火焰，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看来柳姑娘是真的恨我，一上来就动杀招。江晨眼睛闪过一丝寒芒，既然对方铁了心要杀自己，那这三人已经被他判了死刑。江晨眼中寒光乍现，心中再无半分犹豫。他原本还抱着一丝和解的希望，但此刻已经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莫要怪江晨棘手摧花了。江晨冷喝一声，声音中带着凛冽的杀意。他不再保留，决定动用全部实力，让这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子付出惨痛代价。江晨手指快速触摸储物戒，准备取出其中的符箓和灵气。他心中盘算着，只要将那一大把符箓丢过去，就算砸不死他们，也得让他们脱一层皮。然而刚刚有这个想法，江晨手指上的2枚储物戒突然脱离了控制，一股诡异的力量让他的储物戒剧烈震颤，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牵引。只听咻的一声，2枚储物戒如同被磁铁吸引般，瞬间脱离了他的手指，化作2道流光，径直飞向张月的方向。下一秒，储物戒竟出现在了张月的手里。他得意地笑着，手中托着一块奇特的白色石头，那石头散发着诡异的波动，正是让储物戒失控的罪魁祸首。这云汞石是储物戒天然的克星。江晨啊江晨，没了储物戒，你和废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张月放声大笑，声音中充满了得意与嘲讽。他轻蔑地看着江晨，仿佛在看一个失去利爪的老虎。张月取下云汞石上的2枚储物戒，小心翼翼地揣在了兜里。储物戒上有江晨的印记，难以打开，可只要杀了江晨，储物戒上的印记自然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到时候这戒指里面的宝贝可都是他的了。想到这里，张月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的光芒。柳飘飘更是得意，嘴角勾起残忍的笑容。没了储物戒，相当于他没了地元珠，没有灵气协助，接下来他就是一条任人宰割的死狗。云汞石，好算计，好算计。江晨低声呢喃，声音中带着几分玩味。张月竟还有这一手，这确实出乎江晨的意料。他没想到对方竟然准备了如此罕见的宝物，专门用来克制他的储物戒。这份心机倒是不容小觑，这也难怪他们有恃无恐，原来是有这等奇物作为依仗。云汞石确实罕见，能够克制大多数储物法器，看来对方为了对付他，确实做足了准备。不过无所谓。江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眼中闪过凌厉的光芒。他缓缓抬起双手，周身灵力开始涌动，衣袍无风自动，散发出强大的威压。没了储物戒里的那些灵气符箓，他照样可以灭杀对方3人。这份自信源自于他强大的实力，8500斤的气力，筑基大圆满的修为，这才是他真正的底牌。死吧！张月手持长剑，脚下步伐加快，他的身影如鬼魅般闪动，带起道道残影，剑尖直指江晨的要害。几乎一瞬间，他就出现在江晨的面前，剑光如电，带着刺骨的寒意，直刺江晨的胸口。这一剑快准狠，显然是要一击毙命。看到江晨那呆愣的眼神，他脸上的笑意更加浓郁。在他看来，江晨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连最基本的防御都忘了做。他仿佛已经看到长剑穿透江晨胸膛的场景，眼中闪过一丝残忍的快意。张月手中的长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向江晨的胸口，剑尖闪烁着寒光，带着凌厉的剑气，眼看就要刺入血肉之中。当啷，一声清脆的金铁交击声响起，震得人耳膜发麻。张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惊愕。咔嚓，又一声脆响，张月手里的长剑竟断裂成了2截，上半截剑身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掉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声响。他手里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剑柄，剑柄上还残留着震动的余波，震得他虎口发麻，几乎握不住。什么？3女异口同声惊呼，眼中满是震惊之色。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家伙身上套了多少层护甲？张月的长剑可是地阶下品的灵器，锋利无比，竟然被直接震断，这需要何等恐怖的防御力？噗嗤，一声血肉撕裂的闷响在寂静的崖底格外刺耳。在张月震惊的眼神中，江晨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他的面前，速度快到令人窒息。他整条右臂如同烧红的烙铁般直接贯穿了对方的腹部，这一击蕴含着8500斤的恐怖气力，带着摧枯拉朽的威势，瞬间击穿了对方所有防御。那件由千年玄铁打造的内甲，在江晨的铁拳面前如同纸糊一般，瞬间4分5裂。怎么可能？张月一脸惊恐，嘴唇颤抖着，嘴里不停地淌着鲜血，他的眼睛瞪得滚圆，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他艰难地低头看着自己腹部那个巨大的血洞，内脏碎片混合着鲜血不断涌出，生命的气息正在快速衰退，死亡的阴影迅速笼罩了他的意识。不过2个呼吸的时间，他的脑袋就无力地耷拉了下去，死得不能再死。那双曾经充满傲气的眼睛失去了所有神采，只剩下空洞和绝望，而他的身子还停留在半空中，保持着生前挥剑的姿势。这个画面显得格外诡异，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将死亡的瞬间永远定格。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敢越级挑战我？江晨抬头看着面前的尸体，面无表情，他的声音冰冷平静，听不出丝毫的情绪波动。这个从一开始就处处针对他的师姐终于死了。从入门时的刁难到后来的屡次陷害，所有的恩怨都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鲜血顺着他的手臂流淌，但他毫不在意，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不过江晨能有今日的地位，也多亏了此人。正是张月当初将他绑给苏梦，才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公主。倘若不是他把自己绑给了苏梦，今天这事也绝不会发生。命运就是如此奇妙，当初的陷害反而成就了如今的江晨，这或许就是天意弄人。江晨望着地上的尸体，心中升起一丝明悟，修真之路就是如此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咻！耳边尖锐的破空声骤然响起，一道凌厉的剑气撕裂空气，带着刺骨的寒意，直逼江晨的后心。给我死！柳飘飘眼疾手快，手中长剑舞出朵朵剑花，磅礴的剑气如潮水般涌向江晨的背后。这一剑来得极其突然，角度刁钻，时机精准，完全不给对手反应的时间。剑光闪烁，寒气逼人，直取要害。偷袭虽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但亲眼目睹江晨一招将张月秒杀，他不得不打起120%的精神。江晨展现出的恐怖实力让他心惊胆战，再也顾不得什么道义规矩。你必须死在我的手里！柳飘飘眼里的怨恨在此刻彻底释放，那积压已久的屈辱与愤怒在这一刻化作最凌厉的杀意，是要将江晨碎尸万段。他自信在如此短的距离和时间内，江晨就算反应过来，也根本来不及做任何防备。这一剑凝聚了他毕生修为，速度之快，威力之强，足以让任何筑基修士饮恨当场。其实柳飘飘说的一点都没错，江晨的确来不及做防御，他的身体还保持着击杀张月的姿势，根本来不及转身格挡指示，他为什么要做防御？江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眼中闪过一丝不屑。面对这致命一击，他竟没有丝毫慌乱，反而从容不迫。轰！江晨的身上突然腾起一层血红色的光芒，这光芒如同燃烧的血液，将他整个人笼罩其中，好似人间炼狱。在他背后出现了2个血色手臂，狰狞中还带着锋利的倒刺。噗嗤！血色手臂猛然挥动，将无数的剑气给生生打碎。那凌厉的剑气在血色手臂面前如同脆弱的玻璃，瞬间崩碎消散，化作点点灵光。紧接着血色手臂突然延长了2米，如同2条毒蛇般闪电般射出，血红色的拳头精准地洞穿了柳飘飘的左胸和右胸。一声撕裂声响起，血色手臂猛然发力，柳飘飘的心脏被其中一个手臂硬生生攥住，冲出了体外。那颗还在微微跳动的心脏被血手牢牢握住，鲜血如泉涌般喷溅，染红了周围的地面。不！柳飘飘嘴里不停地往外喷着血沫，她的眼睛瞪得滚圆，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她艰难地低头看着自己胸前那个巨大的血洞，生命的气息正在快速流逝。她的脸色瞬间煞白如纸，原本娇艳的面容此刻扭曲变形，写满了痛苦绝望。她的身体剧烈颤抖着，想要说些什么，
却只能发出呵呵的声响，鲜血不断从口中涌出。砰！血色手臂猛然一用力，五指收紧，柳飘飘的心脏被一把捏碎，化作一滩血肉模糊的碎块，从血手的指缝间滴落。至此，张月和柳飘飘一前一后，仅仅数个呼吸间就被江晨轻松反杀。江晨并非想辣手摧花，实在是他们咄咄逼人，非要置自己于死地。咻咻，两道破空声响起，张月和柳飘飘的储物戒指相继飞入江晨掌心，戒指上还带着体温，表面沾染着点点血迹。他自己的储物戒也重新收了回来。江晨把两具尸体甩到一旁，一道灵光闪过，炽热的火焰瞬间将尸体吞没，尸体在烈焰中迅速碳化，最终化作飞灰，随风飘散。这也算是他做了善事，省得他们曝尸荒野。虽然是对手，但人死如灯灭，江晨还是给了他们最后的体面，让他们不至于成为妖兽的口粮。江晨突然转身，他竟忘了还有一个人。他的目光扫过战场，最终定格在一个静止的身影上。此时的伊曼直直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的姿势僵硬，眼神空洞，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与先前那个妩媚动人的形象判若两人。哼，傀儡！江晨抬手一拳轰出，狂暴的拳风瞬间将傀儡轰了个粉碎。那具傀儡在巨力冲击下四分五裂，露出内部的木质结构。漫天的木屑飞出，纷纷扬扬的木屑在空中飘散，夹杂着破碎的符纸，显露出这具替身傀儡的精巧构造。早在柳飘飘被反杀时，伊曼就快速逃离了这里。该死的，该死的！这家伙怎么这么强？伊曼在半空中疯狂逃窜，内心充满了恐惧。他的声音颤抖不已，每一个字都带着难以置信的恐慌。他把速度飙升到了极限，灵力疯狂运转，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恨不得立刻逃离这片恐怖之地。风声在耳边呼啸，却掩盖不住他急促的心跳声。两个筑基后期修士被赤手空拳的江晨一招秒杀，这个事实如同重锤般击打着他的心神。张月和柳飘飘的实力他再清楚不过，竟然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就命丧黄泉，就算是他也绝不可能做到。伊曼自认实力不弱，但要如此轻松地秒杀两位同阶修士，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他刚刚施展了什么武技，两条血色手臂好像从他身上长出来的一样。那恐怖的一幕在他脑海中不断回放，血色的手臂狰狞可怖，带着锋利的倒刺，轻易就撕裂了柳飘飘的防御。伊曼姐姐，就这么抛下你的两个小姐妹了？忽的，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然而这声音落在伊曼的耳中，仿佛地狱恶鬼在咆哮。唰！在伊曼刚刚飞到寒山崖上方时的一瞬间，江晨已经站在他的前方，负手而立，背负着他。他的身影如同鬼魅般突然出现，挡住了去路，仿佛早就等候多时。伊曼瞳孔猛地一缩，急忙停下身形，险些因为急停而失去平衡。江晨缓缓转过了身来，他的表情平静如水，眼神却冰冷如霜，仿佛在看一个死人。此事就此作罢，今日之事我当从来没有见过，如何？伊曼深吸了口气，强作镇定地说道。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傲人的胸前可以看到那急促起伏的弧度。伊曼姐姐先前可是要将某的命来着，怎么现在想要食言了？江晨双手环抱在胸前，嘴角挂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他很清楚，一旦放对方离开，他必定会告诉合欢宗宗主，到那时自己这条小命多半要玩完。合欢宗宗主是金丹大修士，若知道自己的亲传弟子被杀，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活口是留不得的。今日之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必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江晨，我劝告你，我跟张月和柳飘飘不同，我是筑基大圆满修为，你想杀我没那么简单。伊曼身上气息暴涨，灵力如潮水般涌动，直逼巅峰状态。他的手上更是出现了一个精致的套筒，里面装满了密密麻麻的银色小剑。这些飞剑不过寸许长短，却散发着凌厉的剑气，显然都是经过特殊祭炼的法器。那就试试喽。江晨嘴角上扬，眼中战意沸腾。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露出兴奋的神色，仿佛遇到了难得的对手。出关至今，他还从未与大圆满修士交手，这次突破后，他正想找个合适的对手检验实力，今日正好试试水。咻！江晨身形如电，猛地冲了上去。他的动作快如闪电，带起一阵狂风，脚下的碎石被震得四散飞溅。双手间大开大合，拳风呼啸，掌影翻飞，每一招都蕴含着恐怖的力量。他的攻势如狂风暴雨，不给对方丝毫喘息的机会。背后两条血色手臂再次出现，这次的血臂更加凝实，表面的倒刺闪烁着寒光，散发出令人心悸的煞气。
八臂通天拳他已经把第一层给融会贯通，如今施展起来如鱼得水，可谓是如虎添翼。当啷啷，套筒里的银色小剑没对江辰造成半点威胁，只溅起了火光。咔咔咔，一个巨大的粉色骷髅头赫然出现在伊曼头顶上方，他的眼眶中有2道幽蓝色的火焰跳动闪烁，那火焰如同鬼魅的眼睛，散发着冰冷的寒意，仿佛能冻结人的灵魂，让人不寒而栗。哼，这招对付别人还行，可遇上我，你可就倒了大霉了。江辰嘴角上扬，发出一声冷笑。这粉色骷髅头就是近身攻击，专门用来吞下对手，从而用内部的特殊火焰给活活炼化。这种阴毒的招式极为狠辣，一旦被吞入其中，就会遭受蚀骨焚心的痛苦。可江辰最喜欢的就是近身搏斗。轰！下一秒，双方猛烈地撞在了一起。30个回合下来，激烈的交锋持续了整整30个回合，每一次碰撞都爆发出耀眼的光芒。江辰越战越勇，血色手臂挥舞如风，每一次击打都让骷髅头出现裂痕。那颗粉色骷髅头终于被江辰轰成了渣子，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哀嚎，骷髅头彻底崩碎，化作点点粉色的光点消散在空气中。虽然他身上的袍子被火焰烧焦了一些，胸前也有一些浅浅的划痕，但这些都只是皮外伤，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战斗力，反而激起了他更强的战意。相比起伊曼，江辰的伤势则是好得太多太多。此时的伊曼已经身受重伤，脸色苍白如纸，嘴角不断溢出鲜血，显然已经支撑到了极限。他艰难地用手支撑着身体，眼中充满了绝望。原本傲人的身姿此刻显得格外脆弱，仿佛随时都会崩溃。杀了你，我才能放心。江辰眼中杀意迸现，他缓缓走向伊曼，血色手臂再次凝聚，准备给予最后一击。叮咚，你有新的任务订单了，与伊曼双修，可获奖励。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让江辰的动作微微一滞。搞什么？江辰在脑海深处怒斥系统，声音中充满难以置信的愤怒。他的杀意已经攀升到顶点，系统却在这时提出如此荒谬的要求。这个指令来得猝不及防，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要知道，伊曼刚刚还想要他的命，现在却要与之双修，这让他如何能够接受？就算他强行双修了，事后还如何去杀对方？这种先亲密后杀戮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他的原则。江辰不是圣母心，可穿上裤子再反杀，他很难做到。本系统颁布的任务，宿主必须无条件执行。如果我不执行呢？江辰咬牙问道，还试图做最后的挣扎。那就请宿主自刎归天，本系统另寻下家。你……江辰脸一黑，心中涌起一股无力感。他没想到系统会如此决绝，完全不给他选择的余地。江辰暗自苦笑，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意识回归本体后，江辰重新将目光投向伊曼。此时伊曼侧躺在地上，双手紧紧攥着一把短剑，剑尖对准自己的喉咙，随时准备结束生命。他身受重伤，鲜血从伤口不断渗出，染红了他的衣襟，呼吸也变得微弱而不规律。以江辰这心狠手辣的性格，他很难想象对方会怎么折磨自己。回想起张月和柳飘飘的下场，他不寒而栗，宁愿选择自我了断。自我了断，才能省去痛苦。这个念头支撑着他，让他鼓起最后的勇气。砰！江辰手指轻点虚空，一道无形的力量瞬间击出。伊曼手里的短剑咻的一声飞了出去，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最终插在远处的石壁上。在我面前自杀是不现实的。江辰摇了摇头，俯身看向伊曼。江辰与伊曼接触不多，这次算是与他距离最近的一次。两人相隔不过3尺，连彼此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这个距离让江辰能够清晰地观察到他的每一个细微表情。伊曼的长相确实出众，几乎快要追平苏梦了。她的美不同于苏梦，是一种带着妩媚的精致，让人过目难忘。鹅蛋脸上五官精致，皮肤白皙如雪，嘴唇饱满红润，轮廓分明，显得极为性感。尤其是那一双桃花眼，眼尾微微上挑，眸中波光流转，看得人心里直痒痒。难怪此女是合欢宗年轻一辈里的圣女，果然不一般呢。江辰心中暗叹，这等姿色，这等气质，确实配得上圣女之称，也难怪能在合欢宗脱颖而出。想要活命吗？江辰双手环在胸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伊曼，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仿佛在给伊曼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江辰，要杀就杀，何必羞辱我？伊曼神色冰冷，小嘴微微撅起。尽管身处劣势，他依然保持着圣女的骄傲，不愿轻易低头求饶。江辰眉梢一抖，这伊曼生气的样子倒是别有一番韵味。他嗔怒时双颊微红，眼中带着倔强，反而更添几分动人风采。让我在你体内种下神魂之血，你可活命，反之你懂得。
江晨一字一句道，每个字都清晰有力，他的神色很认真，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神魂之血。闻言，伊曼秀眉微皱，他对这4个字感到有些陌生，但直觉告诉他这绝非寻常手段，心中顿时升起警惕。所谓神魂之血，是用我的神魂之血种在你的心脉之处。江晨解释道，只要你听从我的吩咐，你一点事都没有，可要是你敢背叛于我，我随时都会要了你的命。他的眼睛微微眯起，眸中闪过一丝威胁的光芒。你！伊曼瞳孔猛地一缩，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他紧咬下唇，内心掀起惊涛骇浪。这个提议既让他看到生机，又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这的确是他可以活命的一种方式，在生死关头，这个选择显得格外诱人。他凝视着江晨，试图从他眼中读出真实的意图，却只看到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修行到了他这个阶段，而他又是天灵根，日后迟早会成为金丹大修士，这个认知让他更加珍惜生命。多年的苦修，无数的艰辛，怎能在此刻付诸东流？作为合欢宗圣女，她还有大好的前程，还有未完成的修行之路，怎能在此终结？可生死操控在对方的手里，这将会让他每天都睡不安稳。想到自己的性命完全系于他人一念之间，他就感到一阵窒息般的恐惧。江晨看出了他的担忧，便解释道，放心，只要你好好配合我，待你日后突破金丹中后期，以你自身的实力，轻轻松松就能把神魂之血给化掉。当然，前提是你能活到那个时候。这句话意味深长，既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警示。伊曼明白，这是在告诉他，只要不背叛，就能安然修炼到足够强大的那天。伊曼深吸了口气，内心十分纠结，生与死的抉择，尊严与生存的权衡，让他陷入两难。他不想死，可又不想这么苟活。作为圣女的骄傲，让他难以接受这种受制于人的处境，但求生的本能又在不断呼唤。江晨再次说道，忘记提醒你了，江某平日里不善杀伐，只要等不招惹我，自是不会为难你。这句话说的云淡风轻，却让伊曼心中一震。呵，伊曼淡淡的白了他一眼，嘴角泛起一丝苦笑，这个表情既无奈又带着几分嘲讽，显然对这句话充满怀疑。不善杀伐，一个回合秒杀张月和柳飘飘，这叫不善杀伐？这个反问在他心中回荡。眼前这个男子明明杀伐果断，却说得如此轻描淡写。3个呼吸内给我答案。江晨负手而立，眼中寒意乍现。我答应你。伊曼最终咬了咬牙，声音中带着几分颤抖。这个决定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好。江晨长舒了口气，紧绷的神情终于放松下来。他俯身从储物戒中取出几颗散发着莹莹绿光的疗伤灵丹，小心翼翼地递给了他。伊曼没有多想，直接接过灵丹吞了下去。此刻他已想通，既然都要被种下神魂之血了，下毒岂不是多此一举？紧接着，江晨伸手轻轻褪去了他的外袍，这个动作让伊曼身子猛地一紧，眼中闪过一丝惊慌。你要干什么？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本能地往后缩了缩。这神魂之血秘术只能通过双修才能完成。江晨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你我皆出身魔宗，你应该理解吧？极乐宫内的双修之术五花八门，这神魂之血秘术确实只能通过双修之术才能完成。这个解释让伊曼稍稍释然，但脸颊仍不由自主地泛起红晕。当然，正好一举解决了江晨的烦恼，既完成了系统的任务，又不伤他性命。这个两全其美的方案让他心中的负罪感减轻了不少。来吧。伊曼缓缓闭上了双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他明白这是活命的唯一机会，只能牢牢抓住。尽管心中百般不愿，但在生死面前，尊严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所幸江晨长得还算不赖，剑眉星目，五官端正，不至于让他反胃。再者，对方还是极乐宫唯一的纯阳之体，平日里只有极乐宫公主苏梦才有资格享用。这个念头让他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或许这并非全是坏事。一番云雨过后，已是2个多时辰。月光下，他换上了一身崭新的粉色长裙，裙摆绣着精致的合欢花纹，正坐在青石上，单手托着下巴，眼神若有所思。他的长发被高高盘起，露出白皙的脖颈，几缕青丝垂落耳畔，更添几分妩媚动人。原本苍白的脸色如今红润有光，眼眸中流转着异样的神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身上的伤势竟已好了大半，那些狰狞的伤口基本愈合，只留下淡淡的红痕，内息也变得平稳悠长，再无先前紊乱之象。不仅如此，他那筑基大圆满的修为更是攀升至巅峰状态，灵力在经脉中奔腾流转，比以往更加精纯浑厚，距离金丹大道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伊曼直到现在都觉得像是在做梦一般。他轻轻掐了下手臂，确认这不是幻觉。这种修为的突飞猛进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这就是纯阳之体的强大吗？他不禁在心中暗叹，这种传说中的特殊体质果然名不虚传，带来的好处远超想象。一次双修竟省去了他5年的苦修，这个发现让他既惊喜又感慨。5年光阴对修士而言何其珍贵，如今却在一夕之间获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当然，这和他保持冰清玉洁之身也有很大关系。元婴未失，使得双修效果倍增，这份坚持如今终于得到了回报。合欢宗宗主元曲身为宗门唯一的男修，几乎将60%以上的弟子都当作炉鼎，这种行为在宗内早已不是秘密。可伊曼却不是其中一员，身为宗主大弟子和宗门圣女，她一直小心翼翼地周旋，保住了自己的完璧之身。元曲将她列为最后的享受，打算养肥了再宰，等到他突破金丹境后再行双修。这个计划原本天衣无缝，却没想到这一次竟便宜了江辰。寒山崖底深处，阴风呼啸，煞气弥漫。江辰站在一片嶙峋的怪石之间，目光如炬地注视着面前的景象。一块10几米大的巨石横亘在前，通体乌黑，表面布满奇特的纹路。这块巨石散发着浓郁的黑色煞气，将周围的空气都染成了淡淡的墨色。终于找到你了。江辰嘴角上扬，露出满意的笑容。他长袖一挥，一道灵光闪过，万年煞气石被他收进了储物戒中。咻！江辰双脚轻轻一踏，身形如燕般轻盈地向上飞去。崖壁在身旁快速掠过，他的衣袂在风中呼呼作响。他下意识地舔了舔舌头，唇角似乎还回味着伊曼的醇香。没想到，真是没想到，这个长有一双桃花眼的伊曼，居然还是个完璧之身。这个发现让江辰既意外又欣喜。在合欢宗这样的门派中，能保持元婴之身实属难得。双修时，听他嘴里的呢喃，合欢宗有1半以上的女修都是宗主元曲的炉鼎。这个事实让江辰不禁皱眉，对元曲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耻。本来伊曼也难以躲过对方的魔爪，好在他拥有着天灵根，天赋远超寻常修士，更被册封为圣女。这个身份成了他的护身符，让他暂时避免了成为炉鼎的命运。按照元曲的想法，待日后伊曼突破金丹后，再与他双修，这样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个算计可谓精明，却终究人算不如天算。可惜了，江辰提前帮他尝鲜了。想到元曲得知此事后的表情，江辰不禁露出一丝戏谑的笑容。这个意外恐怕会让那位宗主暴跳如雷。这次江辰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不仅得到了万年煞气石，还意外获得了一位圣女的元婴，这份收获远超预期。咻！来到寒山崖顶后，江辰一眼就看到了换上一身粉衣长裙的伊曼。主人，您的东西取了吗？伊曼立即起身，声音轻柔地问道。他看向江辰，微微屈身行礼。这不是他的本意，这个称呼和动作都让他内心感到诧异，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表现出顺从。实在是这神魂之血有着特殊的魔力，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影响他的心智，让他对江辰产生莫名的亲近感。这种力量让他情不自禁对对方有着强烈的依赖，原本的敌意和戒备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想要靠近、想要服从的冲动。此时此刻的伊曼不仅半点恨不起来，反而越发的尊重和仰慕对方。他惊讶地发现，看着江辰的身影，心中竟升起一丝暖意和钦佩，这与先前的恐惧截然不同。就连主人这个称呼都是他下意识说出来的，话一出口，他自己都愣住了。神魂之血太古怪，他在心中暗叹。这种秘术的力量远超他的想象，不仅控制了生死，更影响了情感，让他在保持清醒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改变取了。江辰走上前来，自然地挽住了他的腰。以后好好配合我，带你突破金丹，这神魂之血你自会化解。江辰对他许诺道。既然已经种下了神魂之血，那伊曼自然也就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对于自己人，江辰不会有任何防备之心。只要主人愿意，神魂之血留在我体内，一辈子都没事。伊曼轻轻颔首，声音轻柔。然而说完这句话，他自己都像是在做梦一样，内心有个声音在呐喊，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与他一贯的骄傲截然相反。呸呸呸，我怎么说这种话？伊曼内心深处懊恼地叫着。江辰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轻笑着抖了抖肩。他的眼神中带着几分玩味，似乎对眼前的情景感到既好笑又无奈。没办法，这神魂之血就是这么奇葩，这么混蛋，让人的性格变得有些犯贱，几乎可以把对方当作奴仆来使唤。这种秘术的力量确实诡异，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一个人的心性，让原本高傲的圣女变得温顺服从。江辰虽然掌握了这种力量，却也对其效果感到惊讶。主人，伊曼今后要永远跟在您身边了。伊曼小声呢喃，声音轻柔如雨。他微微侧头，将脸颊靠在江辰的肩上，动作自然而亲密，
仿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啊！江辰一愣，显然被这句话惊到了。他没想到神魂之血的效用这么猛，竟然让对方直接死心塌地要跟定自己了。他都有点不敢相信了。前一刻还是生死相搏的敌人，转眼间就变得如此温顺依赖，这种反差也太大了。江辰不禁在心中暗叹神魂之血的霸道。伊曼面带苦涩，轻声解释道：“元婴一失，合欢宗，我回不去了。”他的声音中带着深深的无奈，眼神中流露出对未来的迷茫。为什么？江辰眉头一紧，关切地询问道：“我们合欢宗的所有女修，第一次元婴都要献给宗主。”伊曼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宗主原本是想等我晋升金丹后再夺取我的元婴，如今元婴一失，只怕他会恼羞成怒。他眼神里的担忧越发明显，手指不自觉地攥紧。哦，这样啊。江辰摸了摸下巴，陷入沉思。他这才明白，原来自己无意中破坏了合欢宗主的计划。整个合欢宗最珍贵的元婴，恐怕也就只有伊曼了。一旦元曲得知此事，且不说他会对伊曼怎么样，他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这个念头让江辰心中一凛，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合欢宗主的报复手段在修真界是出了名的狠辣。明面上顾忌苏梦，他不敢做什么，可背地里说不定就偷袭秒了自己。想到可能遭遇的暗算，江辰不禁握紧了拳头，眼中闪过一丝警惕。3天后随我回极乐宫，没人会察觉你的身份。江辰给他递来一个放心的手势，他已想好对策，定能护他周全。多谢主人，以后称呼我为公子即可。是，主人。2天后，太初境地最北部，上玄湖碧波荡漾，湖面泛着奇异的光芒，四周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此地云雾缭绕，宛如仙境，却暗藏杀机。这里所有进入太初境地修士们的终极目标，各派弟子汇聚于此，气氛紧张而肃杀，每个人都在暗中戒备，同时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湖心。天龙根这等天才地宝，足以让任何修士为之疯狂。各派为此准备了数百年，就为这一刻的争夺。当江辰赶到这里的时候，此地已经聚集了大批的修士。极乐宫来了14个人，他们统一身着月白道袍，站在湖东侧，气势不凡。赵灵儿和赵轩站在队伍前列，神情专注。合欢宗只有5人，妙音门来了7人。江辰和伊曼提前分开，他们站在一起，很容易引起其他人的怀疑。这个安排十分谨慎，避免打草惊蛇。师弟，快来，快来！赵灵儿和赵轩看到江辰时，立马招了招手，他们脸上带着欣喜，一直在等待他的到来。灵儿、轩儿，你们没受伤吧？江辰快步走到他们身旁，关切地打量着2人。其他极乐宫女修分投来疑惑的目光，不解地看了江辰一眼。他们面面相觑，似乎对这个称呼感到意外。在宗门内，弟子对师姐向来以敬称相称，这般直呼其名着实少见。江师弟怎么直呼2位师姐的名字？一位女修低声询问同伴，语气中带着几分诧异。这个细节在严肃的氛围中显得格外突兀，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嗨嗨，师弟，你没事吧？赵灵儿和赵轩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轻咳2声为江辰解围。江辰立即察觉自己失言，连忙转移话题道：“还有5人呢。”他的声音略显急促，试图用这个问题掩盖方才的尴尬。目光扫过在场的极乐宫弟子，确实少了数人。按照时间约定，这个时间段应该都到齐了才是。赵灵儿摇了摇头，神色黯然。没来的多半已经陨落在了境地其他地方。他的语气沉重，带着几分无奈。在这太初境地就是这般危险，即便做了万全准备，也难保不会出现意外。每次境地开启，总会有弟子永远留在这里，这还是在有地图警示的情况下，否则死伤恐怕更多。江辰目光转向眼前的上玄湖，眉头紧锁。湖面平静的诡异，没有一丝波澜，却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这上玄湖看上去和天池差不多大小，东西直径不过3公里左右，但与众不同的是，这里的湖水竟然是漆黑的，如同浓墨般深邃，不见半点清澈，漆黑一片，像是墨水一样。湖面反射不出天空的倒影，反而吞噬了所有光线，让人望而生畏。这种诡异的景象让在场所有修士都感到不安。而在湖水的中央，赫然矗立着一根1米多高的物体，它形似竹子，通体泛着幽光，在漆黑的湖面上显得格外醒目。在其顶端有些弯曲，形态奇特，像是龙头一样。江辰眼睛微眯，沉声问道：“莫非那便是天龙根？”那就是天龙根。赵灵儿指着湖水中心那株形似竹子的植物，声音中带着几分激动。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株泛着幽光的植物上，眼中闪烁着志在必得的光芒。我们人数是他们的1倍，这天龙根只能是我们的。赵轩儿双手环在胸前，
信誓旦旦地说道。眼下众人还没有动身，主要是担心这湖水里面是否潜藏着妖兽。每个人都保持着警惕，目光不时扫过漆黑的湖面，生怕突然出现什么意外。毕竟天龙根生长在湖水中心，像此等天才异宝，必定会引起妖兽的觊觎。这等蕴含天地精华的宝物，对妖兽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绝不会无人看守。再者，300年前太初境的开启时，有数名弟子可是亲眼见过这湖水中妖兽的恐怖。传闻中的金丹大妖，很有可能就在这上玄湖附近。金丹期妖兽的实力远超筑基修士，若是真的存在，必将是一场恶战。诸位，天龙根就在那里，全凭各自实力。妙音门唯一的筑基大圆满女修宋玉，双手持剑，声音清冷而坚定。她身后的6个女修力即摆开阵势，严阵以待。那是自然，这天龙根自是有能力得知。伊曼适时地附和一声，声音中带着几分挑衅。他站在合欢宗队伍前列，虽然人数最少，气势却不输他人。江辰则是一脸的轻松，似乎对眼前的紧张局势毫不在意。他悠闲地环顾四周，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与周围剑拔弩张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自己这一方有3个筑基大圆满，而伊曼也是自己人。他想不通，这宋玉要如何在这样的夹缝中生存。走！赵灵儿长袖猛然一甩，率先冲向湖心。他的身影如同一道白色闪电，带动大批同门紧随其后，瞬间打破了湖面的平静。咻咻咻！破空声接连响起，所有修士几乎同时来到上玄湖上方。这湖水上空有着莫名的重力压制，让众人难以御空飞行。每个人都不得不双脚踏在湖面上快速移动，脚步激起一圈圈涟漪，在墨色的水面上格外显眼。这一刻，速度决定了一切，谁能够最快抵达湖心，谁就能抢先一步得到天龙根。很明显，速度最快的只有江辰等5位筑基大圆满修士，他们如同离弦之箭，遥遥领先于其他修士，身形在湖面上快速穿梭，带起阵阵水波。然而在距离天龙根还有不到50米的时候，一边突生原本平静的漆黑湖水突然荡起层层诡异的涟漪波纹。这些波纹以不自然的方式扩散，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水下快速移动。江辰观察细致，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他猛地停下脚步，抬手示意同伴小心。这个突然的举动让其他4人也都警惕地放缓了速度。噗嗤！下一秒，上百条紫色的怪蛇从湖中猛然冲出，它们破水而出的声音刺耳难听，带起漫天黑色的水花，如同地狱之门突然开启。这些怪物体长3-5米，比成年人的大腿还要粗壮，它们的身躯布满紫色的鳞片，格外狰狞恐怖。它们全身上下包裹着坚硬的鳞甲，瞳孔是导数的，如同针孔般细小。那双眼眸中没有任何温度，只有纯粹的冰冷和杀戮欲望，让人望而生畏。只是与之对视一眼，便感觉到他眼神里的冷血和无情，那种来自远古的凶残气息，让在场的所有修士都不寒而栗，仿佛被死神凝视一般。糟了，是紫葵蛇！赵灵儿失声惊呼，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慌乱。他猛地停下脚步，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显然认出了这种凶名在外的妖兽。紫葵蛇是4阶妖兽，怎么会有这么多？赵轩儿的声音同样充满震惊。他迅速后退几步，与赵灵儿背靠背站立，警惕地环顾四周。所有人在此刻纷纷停了下来。原本冲向湖心的修士们全都止住脚步，迅速结成防御阵型，气氛陡然变得肃杀。4阶妖兽相当于人族修士筑基境修为。众人稍稍松了口气，但随即又提起心来。虽然单条紫葵蛇不算太强，但数量实在太多了，大部分都是筑基初期和中期实力，只有2-3条相当于筑基后期。这个实力分布本不算可怕，但架不住他们数量惊人，细数之下怕是有150条。这个数字让所有修士都倒吸一口凉气。放眼望去，整个湖面几乎被紫色的蛇身覆盖，密密麻麻，令人头皮发麻。咻咻咻！破空声接连响起，上百条紫葵蛇疯了似的，迅速把在场的修士们包围起来。他们游动的速度极快，转眼间就形成一个严密的包围圈。主人小心，这紫葵蛇有毒！伊曼的神魂传音在江辰耳边响起，声音急促而担忧。虽然他们无法喷射毒液，但牙齿上有剧毒，毒素注入体内必死无疑，而且他们的咬合力也十分惊人。我这边你无需担心，你保护好自己。江辰冷静的回应，远远与伊曼对视一眼，两人默契的点头，随即各自进入战斗状态。嗖嗖！刹那间，双方展开激战，剑光与蛇影交错，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湖面顿时沸腾起来，水花四溅，灵力波动剧烈震荡。这紫葵蛇的速度奇快，快得惊人。有几个处在边缘的女修，一个不注意
就被紫葵蛇给缠住。紫葵蛇的力量大得惊人，只是简单缠绕2圈，那名女修的身子就被硬生生勒断。伴随着骨骼碎裂声，鲜血和肠子哗啦啦地掉进漆黑的湖水中，染红了一片水域。咔嚓，又是一声脆响，另一名女修被紫葵蛇一口咬住，整个人拦腰折断。她的尸体被紫葵蛇咀嚼着吞下，惨叫声戛然而止，只剩下令人毛骨悚然的吞咽声。江晨冷静观察战场局势时，有条不知死活的紫葵蛇张着血盆大口就咬了过来，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尖锐的毒牙闪着寒光，眼看就要咬中他的脖颈。他反应极快，双手如电般突然握住紫葵蛇的上颚和下颚，手臂肌肉瞬间绷紧，青筋暴起，稳稳架住了这致命一击。咔嚓，恐怖的气力猛地一撕扯，伴随着令人心悸的撕裂声，眼前紫葵蛇的脑袋被他生生撕成2半，鲜血和脑浆四处飞溅，染红了他的衣襟。没了脑袋的紫葵蛇抽搐着掉进湖里，激起一片浪花。他的身体还在本能的扭动，但已经彻底失去了生机。江晨深知再看下去，只怕他最后就会成为光杆司令。砰砰砰，他双手间大开大合，在紫葵蛇群中横冲直撞。江晨的每一步都踏得湖面震荡，每一拳都带着破空之声，宛如战神降临。凡是挡住他去路的紫葵蛇统统被撞飞出去，有些甚至被他一拳直接砸扁，坚硬的鳞甲在恐怖的力量面前如同纸糊一般。相较于别人的游走打击和武技轰击，江晨的战斗方式则十分另类。他完全依靠肉身力量，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却展现出最原始的暴力美学。那赤手空拳的身影，独自一人在转瞬间就厮杀了20多条紫葵蛇。他的动作干净利落，每招每式都直奔要害，效率高得令人啧舌。浑身浴血的他像是一个人间魔王那般，鲜血顺着他的发梢滴落，染红了湖面，但他眼中的战意却越发炽烈，让人望而生畏。这一幕惊得在场的女修们惊呼连连，唯有赵灵儿姐妹和伊曼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她们神色平静，仿佛早已预料到江晨的惊人表现，只是默默地继续着自己的战斗，因为她们早已领教过江晨那逆天的气力和体力了。那种远超常人的恐怖力量，完全不是正常人能够比拟的，这让他们对眼前的一幕见怪不怪。这场惨烈的混战持续了小半个时辰，湖面上漂浮着无数紫葵蛇的尸体，墨色的湖水被染成了深紫色，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紫葵蛇被众人联手消灭了近70%，原本密密麻麻的蛇群如今变得稀疏，只剩下零散的几十条还在负隅顽抗，但已经构不成太大威胁。可他们的死伤也十分惨重，各派弟子损失过半，湖面上漂浮着不少残缺的尸体，场面令人触目惊心。合欢宗包括伊曼在内，只剩2人幸存，妙音门只剩下宋玉一人，他独自站在一片蛇尸中间，双剑滴血，眼神冰冷，周身散发着凌厉的杀气，宛如一尊杀神。极乐宫也只剩下6个人，赵灵儿姐妹和另外3名女修组成防御阵型，虽然人数最多，但也个个带伤，形势不容乐观。诸位，一起联手解决掉这些紫葵蛇。江晨一脚踏碎一条紫葵蛇，声音洪亮而坚定，他的目光扫过众人，试图凝聚最后的力量。四周零散的紫葵蛇已经不足30条，这些残存的妖兽虽然凶猛，但已经难以形成有效的围攻，只要众人合力，很快就能清除。嗡！就在这关键时刻，异变突生，哪知妙音门的宋玉双剑突然一转，剑尖向下出现在了他的脚下。这个动作极其突兀，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噗！他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双剑上，鲜血与剑身接触的瞬间，爆发出刺目的红光，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扩散开来，加上双剑的加持，他的速度顷刻间暴涨了数倍，整个人化作一道血色流光，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几乎看不清身影。咻！他径直朝着湖中心的天龙根方向飞去，这个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谁也没想到他会在此时突然发难。妙音门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天龙根必须是他的，谁也别想染指。你！伊曼瞳孔猛然收缩，眼中闪过一丝怒意，他紧握双拳，周身灵力瞬间涌动，显然被宋玉的突然行动激怒了。天龙根只能是主人的，其他人休想。这个念头在他心中回荡，让他几乎要不顾一切地追上去。他正欲追击时，江晨立马神魂传音喊住了他，不要追，就算他抢到了天龙根，我也有办法拿到手。得到江晨的命令后，伊曼立马停下了追寻的脚步。他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选择服从命令，只是眼神中仍带着几分不甘。身旁的赵灵儿几人大骂宋玉无耻，也要去追赶，同样被江晨拦了下来。他们气愤难平，脸上写满了愤怒，对宋玉的背叛行为感到不耻。天龙根的外围都有紫葵蛇坐镇，
更不用说天龙根的核心之处了。江辰对他们解释道，声音较为平静而理性，一语点醒了众人。这个简单的道理让他们瞬间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冲动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是了，外围都有这么多的紫魁蛇，那核心区域不可能没有妖兽守护，这让他们不禁打了个寒战，暗自庆幸没有贸然追上去。与此同时，周边的那些紫魁蛇也停止了进攻，他们不再攻击修士，而是静静地浮在水面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尤其是他们看到宋玉朝着天龙根飞去，却并没有追赶，这个反常的举动更加印证了江辰的猜测是对的，核心区域必定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哗，水声响起，宋玉速度极快，几个呼吸功夫就已经来到了天龙根这里。他的身影在湖心显得格外渺小，周围寂静的可怕。他回头看了一眼众人，发现他们没有追来，不禁长舒了口气。湖水表面平静如镜，没有一丝涟漪波纹。宋玉身体周边迅速笼罩着一层淡蓝色的灵力屏障，这层屏障闪烁着微光，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形成一道坚固的防护。他不是莽撞之人，同样担心天龙根附近有没有其他妖兽埋伏。尽管心中急切，但他依然保持着修士应有的谨慎，没有因为宝物近在眼前而失去理智。唰，他一把攥住了天龙根，手指紧紧扣住那冰凉的根茎。触手的瞬间，一股奇异的感觉传遍全身，让他心跳加速。嗡！天龙根上传来一阵刺骨的冰冷气息，这股寒气顺着他的手臂蔓延，让他的指尖微微发麻，仿佛握着的不是植物，而是千年寒冰。呵呵，天龙根是我的了。宋玉嘴角上扬，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他轻轻一拽，然而天龙根纹丝不动。这个结果出乎他的意料，让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好似根部长在了上玄湖的湖底，无论他如何用力，那天龙根就像与湖底融为一体，丝毫没有被拔起的迹象。哼！宋玉冷哼一声，迅速从怀中掏出一瓶灵丹，他毫不犹豫地拔开瓶塞，将整瓶灵丹一股脑的全都塞进了嘴里。嗡！灵丹入腹即化，澎湃的灵力在经脉中奔腾，让他苍白的脸色重新变得红润。这一刻，他释放体内所有的灵力，汇聚到双手之上，淡蓝色的灵力如同实质般流动，在他的掌心凝聚成型。一个清晰的八卦图案在他双手之上来回旋转，这个图案散发着古老而强大的气息，显然是一种高深的秘法，能够极大增强力量。唰，天龙根动了。这个微小的变化让他心中狂喜，他双手死死地攥住天龙根，袖口飞出2张泛黄的大礼符，精准地贴在了手背之上。符箓上的朱砂符文瞬间亮起，散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这一刻，他的气力瞬间飙升了起来。咯吱，天龙根被缓缓拔出将近半米，宋玉的手臂因用力而微微颤抖。随着宋玉的持续用力，整根天龙根几乎要浮出水面。那泛着幽光的根茎在漆黑的湖水中显得格外醒目，仿佛一件即将出土的稀世珍宝。哗啦啦，湖面上突然剧烈翻腾起来，原本平静如镜的湖水如同沸腾般翻滚，掀起阵阵浪涛，打破了先前的死寂，咕噜噜冒起了泡。无数气泡从湖底涌出，在水面炸开，发出沉闷的声响。这些气泡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苏醒。远处，江辰等人眉头紧皱，他们紧紧盯着湖心的动静，心中升起强烈的不安。谁也不知道这上玄湖究竟有多深，漆黑的湖水深不见底，仿佛连接着某个未知的恐怖世界。轰！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从湖底传来，整个湖面剧烈震动，掀起数米高的浪涛，仿佛发生了水下地震。就在宋玉全力往外拔的时候，天龙根彻底出现在众人眼前。那完整的根茎泛着奇异的光芒，散发出浓郁的灵气，让人目眩神迷。这是什么？宋玉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他的欢呼声还没落下，就变成了惊恐的尖叫，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恐惧。因为在天龙根的下方还有一个庞然大物，一头蛟龙。那庞大的身躯缓缓浮出水面，鳞甲泛着幽光，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威压。那硕大的脑袋几乎有10丈那么大，狰狞的龙首上长着尖锐的犄角，血红的眼睛如同2个灯笼，散发着嗜血的光芒。这条蛟龙通体墨黑，与湖水融为一体，仿佛来自深渊的恶魔，让人望而生畏。而这所谓的天龙根竟一直长在这蛟龙的头顶上方。不好，这是墨蛟，5阶妖兽。远处见多识广的伊曼立马就认出了对面那头墨蛟的身份。什么？5阶妖兽？赵灵儿失声惊呼，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5阶妖兽相当于金丹大修士啊！赵轩儿的声音同样颤抖，眼中满是骇然。宋玉，你快离开那里！众人歇斯底里地咆哮着，试图提醒宋玉。
每个人都为眼前的景象感到心惊胆战。此时的宋玉早已吓得面无血色，他僵立在原地，身体不住地颤抖，连最基本的防御姿势都难以维持，完全被恐惧支配。墨娇的威压，那来自血脉上的压制，让他不仅抬不起头来，更是战意全无。这种源自本能的恐惧让他浑身僵硬，连逃跑的勇气都消失殆尽。吼！墨娇发出一声震天咆哮，嘴里喷出的气体腥臭无比，这股气息带着浓重的血腥味，让人作呕，更让人心胆俱裂。他嘴里的粘液都滴落在宋玉的脸上，那粘稠的液体带着令人作呕的腥气，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墨娇的眼睛如同两个血红的深渊，里面没有任何情感，只有纯粹的杀戮欲望，让人望而生畏。相比起紫蝰蛇，墨娇的眼珠更加冷血，那眼神仿佛在宣誓，在他的面前，所有人都不是活物，只是等待被吞噬的猎物。铿锵！宋玉强忍着恐惧，屏住呼吸，双手颤抖着掐着剑诀。这是他最后的挣扎，试图做困兽之斗，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脚下的两柄长剑瞬间朝着墨娇的眼睛击射而去，剑光如电，带着他最后的希望，直取墨娇最脆弱的部位。墨娇的一只爪子空中一握，轻轻松松就攥住了双剑的偷袭。那看似凌厉的攻击，在他面前如同儿戏，被轻易化解。紧接着，他随手一捏，咔嚓，刺耳的碎裂声响起，双剑瞬间粉碎，炸成无数的碎片。嗷呜！墨娇身子一扭动，那夸张的速度快得令人眼花缭乱。只见黑影一闪，他竟一口咬掉了宋玉的脑袋，鲜血如注，滚烫的血液从宋玉断裂的脖颈处喷涌而出，那喷溅的高度竟达10几米之高，仿佛一道血色的喷泉，将漆黑的湖面染成暗红。至于宋玉的身子，更是被墨娇一尾巴给抽成了血雾。那庞大的蛟尾带着万钧之力横扫而过，他的身体瞬间爆裂开来，化作漫天血雨，纷纷扬扬洒落湖面，尸骨无存。这个曾经骄傲的筑基大圆满修士，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只有湖面上渐渐扩散的血色，证明着他曾经存在过。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每个人都目瞪口呆，仿佛被施了定身术般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几乎停止。有些人甚至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生怕成为下一个目标。谁能想到，堂堂的筑基大圆满修士，在墨娇面前竟连一招都撑不住，被秒杀，且死状如此凄惨。快把四周的紫蝰蛇杀了，不然我们逃都逃不了。江晨率先从震撼中回过神来，他的声音急促，瞬间唤醒了众人的求生本能。他双手储物戒指闪烁，数十道灵符鱼贯而出，几十道火球符、冰裂符、自爆符统统朝着附近的紫蝰蛇狠狠地砸了过去。爆炸声接连响起，火光与冰霜交织，瞬间将湖面变成一片修罗场。这突如其来的偷袭瞬间杀了10多条紫蝰蛇，残肢断骸四处飞溅，墨色的湖水被染成诡异的紫红色。后知后觉的众人也纷纷动用身上最强的底牌，把剩下的紫蝰蛇给灭杀了个干干净净。各色法宝光芒闪耀，术法轰鸣，终于清出了一条生路。吼！后方墨娇飞速冲来，他的速度快如闪电，所过之处湖水自动分开，形成一道巨大的水幕。他那冰冷的眸子无情地扫视着众人，那眼神仿佛在看一群蝼蚁，充满了杀戮的欲望。而他也是首次完整地出现在众人面前，足足有50丈那么大。这个庞然大物遮天蔽月，头下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湖面，让所有人都感到自己的渺小。墨娇那庞大的身躯如同一座大山横在湖面上，给在场的众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每一次呼吸都掀起阵阵狂风，腥臭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让人几欲作呕。金丹大妖果然不同于其他妖兽，那恐怖的威压如同实质般笼罩着每个人，让他们的灵力运转都变得滞涩，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江晨，怎么办？赵灵儿姐妹立马看向江晨，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慌乱。在这个生死关头，他们本能地将希望寄托在实力最强的江晨身上。江晨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先前他独自一人就杀灭了1/3的紫蝰蛇，那惊人的战斗力和冷静的判断，让他在众人心中树立了威信。那天龙根长在了墨娇的头上，想要得到他，只能斩了他的脑袋。江晨深吸了口气，眼中泛起了凌厉的杀意，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墨娇的要害，大脑飞速运转着对策。摆在他们面前的无非就是2条路，要么逃跑，要么死战。倘若选择逃跑，也只能四散分开跑，到时候他们这点人估计得死一大半。墨娇的速度远超他们，分散逃亡无异于自寻死路。可要是拼死一战，兴许还有机会将这墨娇反杀。这个念头虽然冒险，但或许是唯一的生机，毕竟团结起来尚有一线希望。众人迅速朝着江晨靠拢了过来，形成一个小小的战阵。
合欢宗如今就只剩下伊曼自己，他默默地站在江辰身侧，眼神坚定。妙音门的人都已经死光了，宋玉的惨死还历历在目，极乐宫也就只剩下江辰和赵灵儿姐妹花。三人背靠背站立，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身体的微微颤抖，但眼神中都透着决绝。师弟，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动手。赵轩儿握紧手中长剑，剑身泛起淡淡寒光。可就在这时，江辰突然眉头紧皱，眼中闪过一丝警惕。有人，还不是一个人。这个念头在他心中炸开，让他全身肌肉瞬间绷紧。他悄无声息地做了个手势，示意众人保持安静，眼神变得锐利如鹰。他的神识格外强大，远超同阶修士。就在刚刚那一瞬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数道陌生的气息，这些气息隐藏得极深，却逃不过他的感知。而且那气息还不是妖兽的，是人类修士。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其他修士，绝非偶然，很可能是早有预谋的埋伏。灵儿，此次进入太初禁地的到底多少人？江辰突然小声问道，声音压得极低。赵灵儿秀眉一皱，虽然她不知江辰为何突然询问，但还是如实回答道：一共40人。怎么了？她的声音中带着几分疑惑，显然不明白江辰的用意。江辰脸色立马阴沉了下来，眼中闪过一丝寒光。这个数字让他心中的不安更加浓烈，事情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如果是40人，大部分都死在了半路上和紫葵蛇的手上，现在只剩下他们4人。可在他2公里外，竟察觉到了不下30道气息，这让他心神不宁，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这么多修士潜伏在附近，绝非善类。江辰一字一句道：有人埋伏在外围。赵灵儿下意识脸上露出一抹喜色，难道是3宗里的幸存者？这个猜测让他稍稍松了口气，如果是自己人，或许还能联手对抗墨椒。不是我们的人。江辰摇了摇头，神色愈发凝重，因为那里埋伏着大约30人左右。什么？30人？赵灵儿失声惊呼，声音中充满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赵轩儿同样震惊不已，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长剑，他的目光中充满困惑，显然无法理解这个匪夷所思的情况。太初禁地内有禁制，我们40人已经是极限了，多一个人都会被此地的禁制给挤爆。伊曼神色凝重地解释道，声音中带着明显的忧虑。作为合欢宗圣女，她对禁地的了解远超常人。他们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困惑和不安。不管他们是怎么来的，能够看出他们应该是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江辰眼睛一眯，语气中带着冰冷的杀意。要是他没及时探查出那些气息，恐怕这一次就算他使出浑身解数，也只能为他人做嫁衣了。这个念头让他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他此生最恨被人算计，想在自己身上占便宜。没门！江辰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厉色。他向来只有算计别人的份，岂能容忍被人当枪使？跟着我！江辰脚下一抖，身形如电般飘逸而出。他没有选择逃跑，反而朝着后方2公里外急速飞驰而去，显然是要主动出击。伊曼3人立马跟了上去。2公里外，一片茂密的野林中，30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埋伏于此，如同等待猎物的毒蛇，耐心而危险。等他们4个和墨椒斗个2败俱伤，我们再出手，不仅一劳永逸解决了他们，还能得到天龙根。为首的一中年男子嘴角上扬，露出得意的笑容。他是在场众人里面3位筑基大圆满修士之一，也是此次行动小队的队长王涛。他的眼神中充满自信，显然对这次埋伏计划胸有成竹。其实早在1个时辰前，根据地图上的指引，他们就赶到了这里。这支队伍行动迅速而隐秘，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潜入太初禁地。他们知道上府国3大魔宗弟子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天龙根。这个情报准确无误，让他们能够提前布局。本以为天龙根只是传说，不曾想这里竟然真的有。这个发现让他们欣喜若狂，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在望。天龙根的价值远超想象，足以让任何修士为之疯狂。不仅如此，众人还意外发现了一头5阶妖兽墨椒。墨椒浑身是宝，尤其是胶丹，更是价值连城的修炼至宝。他们的计划不得不临时改变，让剩下的魔宗余孽和墨椒斗个2败俱伤，然后他们再杀墨椒，取胶丹，夺天龙根。这个计划堪称完美，既能坐收渔翁之利，又能将风险降到最低。队伍中的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满载而归的场景。然而没等他们高兴多久，为首的王涛突然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他的眉头猛然皱起，敏锐的战斗直觉让他感到事情正在偏离预期。那4个魔宗余孽竟然不打了，这个发现让他心中一沉。原本期待的2败俱伤没有发生，反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而且
他们还朝着自己的方向飞了过来。对方的举动极其反常，完全不符合常理，让他隐隐感到不安。本以为这只是一种巧合，可看到他们连续穿插3条小路，最终的目的地就是他们所在的位置。他们暴露了，精心布置的埋伏竟然被识破，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都滚出来！江晨的怒吼声如同惊雷般炸响。半路上，他随手扛起一块重达几千公斤的巨石，青筋暴起，展现出恐怖的力量。那块巨石带着呼啸的风声，朝着王涛他们的藏身之地狠狠地砸了过去。速度之快，力量之猛，让所有埋伏者都措手不及。哼！王涛冷哼一声，双手猛然撑天，周身灵力澎湃涌动，一股浑厚的能量爆发而出，瞬间将飞来的巨石炸得粉碎。碎石四溅，烟尘弥漫，展现出他惊人的实力。他的出手立马露出了所有人的踪迹。原本隐藏在暗处的30名修士，此刻全都暴露对方的眼皮子底下。果然有人埋伏在这里。赵灵儿眼睛微眯，神色立马凝重了起来。他的手指悄然握紧剑柄，身体微微前倾，进入了战斗状态。王涛他们眼看被发现了踪迹，索性不再掩饰，纷纷从阴影中走了出来。30名修士步伐整齐，气息相连，训练有素，绝非寻常修士。落云宗、太极门、玄寂宗，你们是南越国的修士？看到他们的第一眼，伊曼惊呼一声，声音中带着明显的震惊。他敏锐地认出了这些修士的来历，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什么？南越国修士？闻言，江晨3人瞳孔微缩，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南越国的修士怎么跑到太初禁地了？这个疑问在每个人心中回荡。两国修士向来井水不犯河水，如今对方竟潜入禁地，显然别有用心。而且他们是怎么进来的？这太初禁地明明有禁制在的，看样子对方极大可能有特殊手段，能够规避禁地的限制。哼，你这妖女倒是眼光毒辣，一眼就看出了我们的身份来。站在王涛身旁的一个1米6的矮个子男性修士不由得挑了挑眉，他的声音尖锐而带着嘲讽，眼神中充满不屑。张雄和王涛一样，皆是筑基大圆满修士。王师兄，杀了他们！既然他们发现了我们，那就杀了便是。先解决他们4个，再灭杀墨娇也不迟。南越国的一众修士面露凶光，他们是魔宗修士为死敌，此刻眼中只有杀戮的欲望。魔宗的修士就该杀，不能留活口。这个信念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让他们的攻击欲望更加强烈，出手毫不留情。王涛摸了摸下巴，目光审视着对面的4人。作为领队，他显得相对冷静，但在大局面前，他也只能选择最有利的方案。本想让他们和墨娇斗个2败俱伤，如今来看，这算盘多半是空了。他脸色突然一变，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常。他的目光快速扫视四周，眉头越皱越紧，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那头墨娇呢？这个疑问猛然浮上心头。他这才发现，原本应该在湖心肆虐的庞然大物，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不见了？王涛心底猛然一惊，目光在那4人的身后快速扫视着。他试图找出墨娇的踪迹，却一无所获。这种未知让他感到莫名的心慌。江晨将3女护在身后，眉头紧锁，小声呢喃：看来外面应该是出事了，不然他们来不了这里。怎么办？赵灵儿低声询问江晨，声音中带着明显的焦虑。不慌，他们根本来不及动手。江晨冷哼一声，语气异常冷静。因为墨娇已经出手了，他的神识一直释放在数公里之外，早在他们逃离时，那头墨娇就跟了上来，而且他遁地了。江晨能够感知到地底的震动，他的神识敏锐地捕捉到地下传来的异动，那是一种沉闷而有力的震动，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地底穿行。他意识到墨娇并非消失，而是潜伏在地下，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哗！江晨储物界闪烁，一道微光闪过，他迅速取出准备好的符箓，动作干净利落，显然早有准备。一沓爆裂符出现，足足有50张，这些符箓整齐地叠在一起，表面绘制着复杂的符文，散发着淡淡的灵力波动，显然都是精心制作的上品。这些符箓只适用对付筑基初期的修士，本以为在这太初境地多半是用不上了，不曾想还有用武之地。没想到这些看似鸡肋的符箓，此刻竟能发挥关键作用。哗啦啦，50张爆裂符被江晨一鼓作气全都甩飞了出去，符箓如同天女散花般散开，覆盖了大片区域，形成一道密集的火力网。轰！轰隆隆，爆裂符与地面接触的一瞬间，立即引发连锁反应，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连响起，整个地面都在剧烈震动，火光冲天而起，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炽热的气浪向四周扩散，掀起漫天尘土，场面极其震撼。灼热的高温让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吼！
只听得一声吃痛的惨叫，这声嘶吼充满痛苦和愤怒。墨娇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伤得不轻，地面瞬间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这些裂痕如同蜘蛛网般迅速蔓延，最终轰然塌陷，露出一个巨大的坑洞。一个庞然大物硬生生冲破了地面，墨娇愤怒地从地底钻出，带起大量泥土和碎石，场面极其骇人。巨大的身影笼罩在众人的头顶上方，墨娇的体型比想象中还要庞大，头下的阴影让所有人都感到窒息般的压迫。他的脸上居然挂了彩，他的头部被炸出数道伤口，鳞片破损，鲜血不断渗出，显得更加狰狞可怖。鲜血滴答滴答，嫣红的血液顺着他的脸颊滴落，更添几分恐怖气氛。是墨娇，该杀的魔宗贼子，怎么把他给炸出来了？大师兄，怎么办？先杀人还是先杀娇？蓝月国的修士们立马慌了阵脚，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他们陷入两难境地，不知所措。墨娇那道术的瞳孔盯得众人直发麻。吼！墨娇发出一声震天咆哮，声浪如同实质般冲击着每个人的耳膜。这声怒吼中蕴含着无尽的愤怒和杀意，让所有人心神俱震。蛟尾猛然一抖，带起一阵狂风，那粗壮的尾巴在空中画出诡异的弧线，周身开始散发出浓郁的黑色雾气，仿佛打开了某个禁忌的封印。漫天的黑雾顷刻间把方圆数公里的区域给笼罩了起来。这黑雾浓稠如墨，迅速蔓延，将月光完全遮蔽，整个世界陷入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糟了！墨娇释放了结界，我们被困住了。伊曼失声惊呼，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恐慌，有何破解之法？江晨沉声问道，眼神锐利地扫视四周。他实力远超我们众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他，这结界自然会消失。伊曼快速解释道，声音因焦急而微微发颤。这个答案让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该死的魔宗贼子，都是你们干的好事！一名南越修士暴跳如雷，气得破口大骂，恨不得立刻将江晨等人碎尸万段。果然都是一些心肠歹毒之人。其他南越修士也纷纷附和，声音中充满怨恨。他们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魔宗修士，完全忘记了是自己先设下埋伏。有不信邪的5个男修试图破开结界，他们联手施展最强法术，各色光芒闪耀，狠狠撞击在黑色结界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可他们刚刚接触，便被一股强大的反弹之力给弹了回来。5人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口中喷出鲜血，显然受到了不小的反噬。那结界好似有一股无形之力，像是弹簧一样，任何攻击都会被加倍反弹回来，让人根本无法强行突破。吼！然而就在他们5人即将要稳住身形时，墨娇突然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股黑色的浓稠液体。这液体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如同箭矢般射向5人。黑色的粘稠液体接触到他们身上的一瞬间，瞬间冒起了白烟。紧接着他们的身上就像是被泼了浓硫酸一样，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腐蚀。那黑色的粘稠液体具有可怕的腐蚀性，衣物和皮肤瞬间消融，发出令人作呕的焦糊味。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就全被化为了血水，死状相当凄惨。5名筑基修士转眼间就化作5滩冒着白沫的血水，连骨头都没能留下，场面骇人至极。怎么会？老刘，王师弟！南越国修士惊呼连连，声音中带着哭腔。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慌了神，先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这就死了5个筑基修士。墨娇的实力远超想象，杀筑基修士如同碾死蚂蚁般轻松，这让众多幸存者感到深深的绝望。眼下要是不合作，诸位可都要死在这里。江晨目光如电，直射对面为首的王涛，那就联手杀了这畜生，再解决我们之间的恩怨。王涛咬了咬牙，只得作罢。虽然心有不甘，但在生死存亡面前，他不得不做出理智的选择。对面毕竟是4个筑基大圆满，虽然气息紊乱，状态不佳，但总比没有要好得多。这个权衡让他压下心中的怨恨，暂时放下成见。我们跟你们可没有恩怨，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罢了。江晨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讥讽，随即他身上血色光芒暴涨，气势陡然提升。他的背后出现了2条狰狞的血色手臂，这些手臂完全由灵气凝聚而成，表面布满尖锐的倒刺，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轰！8500斤的恐怖气力猛然催动，空气仿佛都被这股力量撕裂，发出刺耳的爆鸣声，周围的黑雾都被震得翻涌不止。它像是一颗出膛的炮弹，以惊人的速度射向了墨娇，所过之处带起阵阵狂风，将地面的碎石都卷得四处飞溅。与此同时，江晨立马对伊曼3女神魂传音道：自保即可，不要动用全力，
让他们去拼杀墨椒。这道传音迅速而隐秘，只有三女能够听到。收到江辰的传音后，三位女修心领神会，当即催动身法，化作3道流光抵达江辰身侧，与他形成联手之势。他们各据一方，气机相连，展现出娴熟的配合。江辰之所以故意显露出这般张扬姿态，实则是经过深思熟虑。他深知王涛等人表面合作，内心却各怀戒备，唯有自己率先全力以赴，对方才会放下疑虑。这一步棋险中求稳，为的是促成真正意义上的联手。魔道终究是魔道，功法邪气森然。张雄面露厌恶，目光扫过江辰背后那2道血色手臂，只觉强烈不适。大敌当前，先斩墨椒再说。王涛冷声打断，手中法诀一引，一柄青光流转的长枪已然在握。好！张雄沉声应和，双手各握一柄玄黑战斧，斧刃寒光乍现。身后一众南越国修士也纷纷祭出法宝，催动灵力，攻势如潮水般涌去。大战彻底爆发。江辰双拳携带着血煞之力，如疾风暴雨般轰击在墨椒鳞甲之上，发出震耳巨响。墨椒身形虽大，动作却急如闪电，口中不断喷吐墨绿毒液，腐蚀性极强。转眼间又有几名修士躲闪不及，护体灵光破碎，在惨叫声中陨落。3位女修游走于战圈外围，指诀变换，道道灵力激射而出，精准袭向墨椒双目、关节等处，有效牵制其攻势，为众人创造喘息之机。随着王涛、张雄等生力军的加入，众人攻势渐成合围。墨椒虽凶性大发，但在多方配合之下，已是顾此失彼，伤痕渐增。胜利的天平开始朝着人类修士一方倾斜。崩拳！江辰一声低喝，周身灵气齐奔涌，背后2道血色手臂与他本体双拳合而为一，4拳携带着惊人的力量，猛然轰击在墨椒坚硬的躯体之上。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墨椒如遭重击，庞大的身躯竟像是被一枚破膛而出的炮弹狠狠击中，不受控制地倒飞出去。而他坠落的方向不偏不倚，正是南越国修士聚集之处。轰隆！尘土飞扬，地面震颤，几名南越国男修闪避不及，连惊呼都未能发出，便在墨椒沉重的身躯碾压之下，当场爆成一团血雾，尸骨无存。你干什么？王涛勃然变色，怒喝出声。他双眸瞬间变得血红，周身杀意弥漫，几乎凝成实质，手中青色长枪嗡鸣不止，直指江辰：你的人自己不知躲避，还要将过错归咎于我。所谓名门正道，莫非就只会这般颠倒黑白、逞口舌之理？江辰冷冷回望，语气冰寒彻骨。他表面看似古井无波，实则心底暗自冷笑。借此机会削弱南越国修士的力量，正是他计划中的一环。眼下形势的发展，可谓正中下怀。王涛胸口剧烈起伏，显然怒极，但他终究深吸一口气，将几乎喷薄而出的火气强行压了下去。他心知肚明，此刻与江辰内讧，只会让局面更加不利，甚至可能全军覆没。然而眼前的战况却令他忧心如焚。墨椒凶悍异常，他们虽人数占优，却仅能与之勉强缠斗，久战不下。若再这般消耗下去，待众人灵力枯竭，眼下这微弱的优势必将荡然无存，届时等待他们的唯有败亡一途。想到这里，王涛强压下所有情绪，目光锐利地看向江辰，一字一句沉声道：如此蛮干硬拼，终非良策，绝无可能真正击杀此僚。你若愿真心配合，听我调度，我有办法能将其彻底斩杀。江辰闻言，眉峰微挑，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他心知王涛所言非虚，眼下战局焦灼，双方皆难占上风，若再拖延下去，只怕都要葬身于此交爪下。王涛与身旁2位筑基大圆满的同伴交换了一个眼神，彼此微微颔首，显然已达成了某种共识。他转而望向江辰及其身后的3位女修，沉声开口道：你们4人联手，从正面全力牵制住墨椒，吸引其注意。我等将趁机布下3000蛛妖剑阵，此阵一旦结成，威力足以绞杀这头孽畜。哼，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不待江辰回应，赵轩儿以双手叉腰，俏脸含怒地斥道：叫我们姐妹在前头拼命牵制，你们倒躲在后面安稳结阵。谁知道你们那剑阵落下之时，会不会连我们一起误伤了去？王涛面色倏然一变，目光不由重新审视起这名看似娇憨直绿的少女。他原以为这3人中她最为单纯，未料心思竟如此敏锐，一语道破他隐藏的算计。不错，他原本正是做此打算。这3000蛛妖剑阵乃是南越国秘传合击之术，一旦阵成，剑罡如网，无差别覆盖。莫说这头状态已衰的金丹墨椒，即便是江辰等4人，若身处阵中，也绝难逃万剑穿身，到销魂灭的下场。赵灵儿一冷声开口，眸光如刃，扫过王涛等人：奉劝你们莫要耍什么滑头。
他们虽出自魔宗，行事不拘常理，却胜在坦荡。可这些所谓名门正道，满口仁义道德，实则算计深沉，不过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有我主公，你们3人在一侧略阵便可。江辰一步踏出，声音沉稳而有力。他目光扫过场中局势，心知不能再拖延下去。南越国修士已折损近半，他借墨交之手削弱对方的意图已然达成，若此刻再因彼此猜忌而内耗，恐怕今日所有人都要葬身于此。江辰，你务必小心。伊曼忍不住上前一步，语带关切。他原本几乎脱口而出的称呼，在舌尖转了个弯，眼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担忧。嗨，伊道友放心便是。江辰故作自然地侧身半步，与他拉开些许距离，以免被赵灵儿姐妹看出端倪。江某既敢出手，自有把握带你等安然离开此地。话音未落，他周身气势陡然暴涨，轰！一股强横的灵力波动以他为中心席卷开来，江辰脚踏虚空，身形如电般爆射而出，在空中留下道道残影。血色双臂在背后怒张，更添几分凶戾之气。刷！只见他双手光芒连闪，一对通体银灿的战锤赫然显现，锤头刻有玄奥符文，正是他此前从万气阁所得的地阶下品灵器天玄锤。此锤入手即沉，挥舞间隐有风雷之声。江辰此前一直未曾寻得机会动用，今日面对这金丹期的墨胶，正是其锋芒的绝佳时机。孽畜，受死！江辰暴喝一声，双臂肌肉奔张，8500斤的磅礴气力彻底爆发，双锤携带着这刺耳的破空声，如同2座银色大山，以崩天裂地之势狠狠砸向墨胶头颅。砰砰，震耳欲聋的撞击声响彻四方。银锤落处，墨胶头顶坚硬的鳞甲应声碎裂，鲜血如泉涌般喷溅而出。墨胶血红的树瞳中首次浮现出一丝惊疑。他盘踞此地上千年之久，见过无数人族修士，哪一个不是御剑远攻，符箓乱飞？何曾见过如江辰这般完全不顾性命，直接欺近身前与他肉身相搏的疯子？然而金丹大妖岂是寻常之辈？剧痛之下，墨胶猛然张口，一道浓稠腥臭的墨绿毒液如箭般喷射而出，范围之大，几乎封锁了江辰所有退路。江辰虽及时后撤，却仍被数滴毒液溅中。刺了，滋了，刺耳的腐蚀声接连响起。他胸前3重护甲瞬间冒起浓密的白烟，灵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消融。这3件护甲皆非凡品，此刻却在毒液侵蚀下迅速化作废铁。江辰毫不迟疑，当即灵力一震，直接将3件濒临破碎的护甲从身上挣脱。护甲离体的瞬间，便彻底化为焦黑的残片，散落一地。布阵！就在此时，后方传来王涛一声厉喝，南越国残存的15名修士应声而动，迅速各就各位。只见他们脚踏步钢，手掐剑诀，一道繁复而凌厉的剑阵顷刻间成型。剑阵中心并非由修士主导，而是悬浮着一块拳头大小、晶莹剔透的灵石。那灵石竟自行缓缓旋转，散发出璀璨夺目的五彩霞光，精纯至极的灵气如潮水般向四周荡漾开来，甚至让整个洞穴的灵气都为之沸腾。竟是极品灵石！江辰纵是心性沉稳，眼角余光瞥见那物时，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心中震撼无以复加。难怪王涛等人先前那般有恃无恐，原来他们手中竟握有这等逆天之物。极品灵石，其灵气纯度远超上品灵石10数倍，乃是传说中的灵物，堪称灵石之极致。即便是在他出身的极乐宫，传承悠久，底蕴深厚，也从未真正拥有过一枚极品灵石，唯有古籍中才有零星记载。由此可见，这南越国的底蕴只怕还要在上辅国之上。在那枚极品灵石磅礴能量的灌注下，整座剑阵骤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嗡鸣，一道无比巨大的金色剑网凭空显现，其上符文流转，剑气纵横，宛如天神治下的罗网。它携带着令人窒息的威压，自半空中径直朝着墨胶笼罩而下。咯吱，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骤然响起。江辰手中的银锤正被墨胶死死咬在利齿之间，他正欲催动全身气力夺回，却蓦然感到头顶一暗，一股森寒彻骨、锐利无匹的剑意如泰山压顶般降临。他猛地抬头，只见那璀璨夺目的剑网已至眼前，网眼之中仿佛有无数由纯粹剑气凝聚而成的细小光剑在疯狂翻滚嘶鸣。剑网散发出的凌厉意蕴几乎要割裂人的神魂，压得他连眼睛都难以睁开。咻！生死关头，江辰没有丝毫犹豫，他果断松手，放弃了那对深陷交口的银锤，整个人如同鬼魅般向后急掠，身形宛如滑不留手的泥鳅，显之又显得避开了剑网笼罩的核心范围。轰隆！剑网轰然落下，精准无比地将庞大的墨胶彻底困锁其中。下一刻，剑网光芒大盛，网眼之中数千道
乃至上万道凝练无比的璀璨剑气，如同暴雨般倾泻而出，疯狂传射向网中的墨蛟。吼！吼！剑网之内，墨蛟发出震天动地的凄厉哀嚎，其声充满了痛苦绝望。它庞大的身躯在密集如雨的剑气穿刺下疯狂扭动挣扎，坚硬的鳞甲如同纸糊一般被轻易洞穿。后方以王涛为首的15名南越国修士全力维持着剑阵，人人面色严肃，只觉变幻不定。他们疯狂地将自身灵力注入阵中，催动着那枚极品灵石释放出更为恐怖的毁灭性能量。不过半炷香的功夫，剑网内的哀嚎与挣扎便逐渐微弱下去，最终彻底归于沉寂。当剑光散尽，那不可一世的墨蛟已惨死当场，庞大的身躯上千疮百孔，几乎被肆虐的剑气戳成了筛子，惨不忍睹。唯有其头颅被刻意避开了所有致命攻击，保存得相对完整。显然，南越国众人即便在全力除掉墨蛟之际，也丝毫不敢损伤那可能藏有天龙根的交手分毫。成了！江辰眼眸微眯，瞳孔中倒映着剑网消散后那一片狼藉的景象，心中凛然。那凶威赫赫不可一世的金丹期墨蛟，竟真的被南越国这群修士凭借剑阵与极品灵石之力彻底绞杀于此。那剑阵威力之恐怖远超想象，剑气纵横，如天罗地网，避无可避。若刚才是自己被困于那剑网之中，恐怕此刻也早已如那墨蛟一般身死道消，绝无幸理。然而就在他思索之际，异变陡生。那本应随着墨蛟毙命而逐渐消散的磅礴剑阵，非但没有散去，反而发出一阵更加刺耳的嗡鸣。巨大的金色剑网在空中猛地一颤，竟调转方向，璀璨夺目的金光再次大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江辰等4人当头照下。顷刻间，天地仿佛被这金色的巨网所吞噬，无数细密剑气在网眼中流转穿梭，耀眼金光映照在每个人惊愕的脸上。你们！赵灵儿率先反应过来，柳眉倒竖，美眸中几乎喷出火来。他目光如利剑般射向远处的南越国众人，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尖利。果然是一群道貌岸然的无耻之徒，方才还假意合作，转眼就出尔反尔。现在才反应过来，未免太迟了些。南越国队伍中，那张雄闻言不禁放声狂笑，脸上尽是计谋得逞的得意与狰狞。他看向被困于剑网之中的江辰4人，眼神轻蔑，仿佛在看瓮中之鳖。呵呵，好一个名门正道，当真是将无耻2字诠释得淋漓尽致。饶是江辰向来心思深沉，喜怒不形于色，此刻亲眼见证对方如此赤裸裸的背信弃义，也被气得冷笑出声。他千算万算，步步提防，却也没料到对方在经历与墨蛟的恶战后，竟还保留着足以发动剑阵的余力，并将这致命的屠刀毫不犹豫地对准了盟友。长老有令，尔等今日必须葬身于此。这蛟丹虽然毁于剑阵，但好在天龙根完好无损，我等此行也算不虚度。王涛语气冰冷，脸上不见丝毫波澜。他目光扫过被困于剑网中的4人，如同在看死人一般。嗡！随着他话音落下，那庞大的金色剑网骤然收缩，一股更加恐怖的威压轰然降临，如同无形的大山将方圆500米的空间彻底封锁。江辰4人只觉得周身一沉，仿佛有万钧铁钎灌入4肢百骸，连抬起一根手指都变得异常艰难，体内的灵力运转也滞涩不堪，几乎被彻底压制。这一刻，他们才真切地体会到这剑阵的可怕之处。先前那头墨蛟之所以未能逃脱，恐怕也正是被这股强大的领域压制之力所困，空有金丹期的修为却难以施展，最终只能饮恨当场。师弟，现在该如何是好？赵灵儿强忍着那令人窒息的压迫感，焦急地望向江辰，美眸中充满了担忧。连金丹期的墨蛟都惨死在这剑阵之下，他们4人不过筑基大圆满的修为，又如何能抵挡这必杀之局？呵呵，怎么办？江辰眼中寒光暴涨，杀意如同实质般汹涌沸腾，自然是杀回去。比底牌，难道就只有他们南越国的人留有后手吗？听着，江辰压低了声音，语速极快。你2人立刻全力催动体内的天雷珠，不必保留，给我轰开这剑网，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好。赵灵儿与赵轩闻言，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恍然。生死关头，他们几乎忘了自己体内还蕴藏着威力巨大的天雷珠。嗡！一阵低沉的共鸣声自赵灵儿与赵轩体内传出，2女全力催动周身灵力，脸色瞬间变得认真起来。只见她们朱唇微起，各自从口中缓缓吐出一颗龙眼大小、通体湛蓝的宝珠。那宝珠出现的刹那，周围空气骤然变得躁动不安，珠身表面覆盖着无数细密跳跃的雷弧，发出令人心悸的噼里啪啦声响。一股毁灭性的雷霆之力弥漫开来，使得附近的空间都微微扭曲。然而强行逼出并催动这天雷珠，对2女的反噬也极为剧烈。
他们的脸色几乎在瞬间失去血色，变得苍白如纸，气息也明显紊乱了几分，显然此举对他们自身的负荷极大。去！随着两声娇嗔，2颗天雷珠化作2道刺目的蓝色电光，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直射剑阵最核心。轰隆隆！下一刻，震天动地的爆炸声猛然响起，刺目的雷光瞬间吞噬了金色的剑网，无数道粗如耳臂的雷电如同狂暴的雷蛇般疯狂肆虐撕扯。天雷之力至刚至阳，正是这类阵法能量的克星。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剑阵，在这2股毁灭性能量的内外夹击之下，仅仅支撑了数个呼吸的时间，便在一阵令人不适的碎裂声中寸寸崩裂，化为漫天飘散的金色光点。江辰4人虽在最后关头合力撑起了一道护体光罩，却仍如暴风中的落叶般被狠狠掀飞出去，重重砸落在数十丈开外的地面上，气血一阵翻涌。而阵法被强行破去的反噬，更是结结实实地作用在了王涛等15名南越国修士身上。噗！哇！接连不断的吐血声响起，王涛等人如遭重击，身形踉跄倒退，个个面色惨白如纸，气息瞬间萎靡下去。怎么可能？剑阵被破了！不，这绝不可能！王涛猛地抬起头，瞳孔因极致的震惊而剧烈收缩，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他们引以为傲的杀手锏，连金丹墨蛟都能绞杀的宗门秘阵，竟会被这几个魔宗贼子以如此蛮横的方式强行破去。王涛等人哪里知道，赵灵儿与赵轩儿身负万中无一的雷属性天灵根，天赋异禀，而那天雷珠更是他们以本命金元酝养，耗费整整10年苦功，方能艰难炼化出一颗的保命之物，其威力之大，足以威胁金丹修士，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哼！一声冰冷的冷哼，如同九幽寒风，骤然在王涛等人耳畔炸响，众人惊骇抬头，却见江辰不知何时已如鬼魅般出现在他们头顶上空。他面色冷峻，嘴唇微张，一颗与2女所持一般无二，缠绕着刺目雷弧的湛蓝色珠子，带着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被他猛然吐出。不！在王涛等人收缩的瞳孔倒影中，那颗天雷珠以超越他们认知的速度，化作一道死亡雷光，坠入他们人群最密集之处。轰隆隆！比之前2次加起来更为猛烈的爆炸轰然爆发，狂暴的雷霆之力如同怒海狂涛，瞬间吞噬了方圆数10丈的区域。刺目的蓝色光芒淹没了一切，紧随其后的是血肉之躯无法承受的毁灭性能量。刹那间，漫天血雾弥漫，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充斥在每一寸空气中。南越国的修士们甚至连一声短暂的哀嚎都未能发出，便在至阳至刚的天雷之威下肉身崩解，神魂俱灭。待得雷光渐息，烟尘烧散，原本站满了南越国修士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巨大的焦黑坑洞，以及坑洞边缘一道勉强站立的身影。王涛！除了他之外，包括那2名筑基大圆满的同门在内，其余所有南越国修士已然尸骨无存。噗！王涛半跪于地，又是一口滚烫的逆血狂喷而出。在他面前，一尊古朴的青铜小钟悬浮着，钟身之上此刻已布满了蜘蛛网般密集的裂痕。咔嚓！这件他视若性命、珍贵无比的地阶中品防御灵器，终究未能完全抵挡住第3颗天雷珠的恐怖威力。哗啦！在一阵令人心碎的碎裂声中，彻底崩解，化为无数暗淡的碎片，散落一地。王涛望着满地的青铜碎片，脸上血色尽失，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心痛。这尊青铜钟是他最大的保命依仗，如今却毁于一旦。该死的！王涛目眦欲裂，眼中充满了滔天的怨恨和不甘，死死瞪向不远处的江辰4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原本稳操胜券的局面竟会在顷刻间彻底反转。他们这支精心挑选的小队几乎全军覆没，而对面4个魔宗贼子却接近存活，这让他如何有脸回去向长老复命？奇耻大辱，莫过于此。气煞我也！极致的愤怒与憋屈让王涛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披头散发，状若疯魔。只见他猛地一咬舌尖，喷出一口精血，周身气息如同火山爆发般骤然飙升，竟是施展了某种损伤根基的秘术。咻！下一刻，他竟出人意料的身形一转，化作一道血色的流光，头也不回地朝着远处亡命奔逃。什么天龙根，什么宗门任务，在生死面前都已不再重要。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哼！现在想走，迟了。江辰早已料到他会逃窜，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讥讽弧度。他岂会放任这个心腹大患活着离开？就在王涛身形刚动的同时，江辰袖袍一拂，一颗毫不起眼、黑乎乎的珠子后发先至，以一道诡异的弧线，无声无息地砸向了王涛的面门。完了！王涛感知到背后袭来的破空声，心中顿时被无尽的绝望笼罩。他下意识地以为江辰又祭出了一颗天雷珠，
失去了青铜中的他根本无力抵挡这等毁灭性的攻击。他万念俱灰，直接闭上了双眼，准备等死。然而预想中那撕心裂肺的剧痛和魂飞魄散并未到来。那黑珠触碰到他身体的瞬间并未爆炸，反而啵的一声轻响，骤然膨胀，化作一个透明而坚韧的巨大泡泡，将他整个人严严实实地包裹在了其中。这是什么鬼东西？王涛猛地睁开眼，惊骇地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弹性十足的透明结界里。他疯狂地挥拳砸向泡泡内壁，灵力狂涌，但那泡泡只是剧烈扭曲变形，却丝毫没有破裂的迹象。江晨嘴角的讥讽笑意又加深了几分，缓步上前。早在掷出第3颗天雷珠制造混乱之时，他就在王涛可能的退路上暗中埋伏下了这颗功效特殊的地元珠天龙根。江晨目光灼灼，快步走到墨娇那硕大无比的头颅前。此刻这头曾经凶威赫赫的金丹大妖双目早已暗淡无光，气息全无，死得不能再透了。而在他头颅正上方，一株约莫尺许长的植物正静静生长着，其形如竹子，节节分明，通体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晕，隐约有龙形虚影缠绕其上，正是他们此行苦苦寻觅的目标天龙根。这墨娇的野心当真是不小呢。赵灵儿此时也缓步上前，美眸凝视着那株天龙根。哦，此话怎讲？江晨闻言不禁侧手问道。赵灵儿伸出仙指，轻点着天龙根与墨娇头颅相接之处那异常繁复的组织，详细解释道：天龙根乃天地奇珍，内蕴一丝真龙特性，这墨娇竟是强行将天龙根嫁接在自己顶门要害之上，以其精血与妖力日夜滋养。他所图甚大，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冲击元婴境界时，能凭借这天龙根内蕴含的龙气褪去娇身，化身为真龙。原来如此。江晨眉梢一扬，顿时恍然大悟。他原先还以为是这天龙根恰好生长在了墨娇的头上，却没想到竟是这孽畜处心积虑的谋划。真龙乃是传说中的神兽，早在遥远的上古时期便已绝迹于世间，倘若真被这墨娇化龙成功，以其凶戾本性，对于整个上府国乃至周边地域而言，恐怕都将是一场难以预料的浩劫。想到这里，江晨背后也不禁渗出一层冷汗。好在这墨娇的惊天谋划已然夭折，被他们联手扼杀于此。咔嚓一声轻响，江晨动作极为小心谨慎，运转灵力，一点点地将天龙根从墨娇坚硬的头骨上完整的剥离下来。这天龙根系深入胶骨，剥离过程需万分仔细，以免损伤其灵性。片刻后，整株天龙根被顺利取下，那股独特的龙气愈发清晰。江晨毫不犹豫，立即将其收入储物戒中，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待安然离开这危机四伏的太初境地后，便立即将此物交与苏梦。以苏梦那超凡绝伦的天赋根基，再辅以这天龙根所蕴含的磅礴龙气，至少有60%以上的把握，能助他一举冲破瓶颈，凝结元婴，迈入那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放我出去！该死的魔宗孽障，快放我出去啊！被困在地元珠所化透明泡泡中的王涛，眼见天龙根被江晨收取，顿时状若疯癫，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他面目因极致的愤怒而扭曲狰狞，双目赤红，几乎要喷出火来。想他堂堂南越国宗门精锐筑基大圆满的修士，如今不仅任务失败，麾下师弟师妹尽数陨落，连自己也如同笼中困兽，被这般羞辱性的囚禁于此，这等奇耻大辱，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省点力气吧，就算你叫破了喉咙，今日也无人能来救你。赵灵儿瞥了一眼泡泡中无能狂怒的王涛，挥了挥小拳头，讥讽地冷声道：有本事就放我出去，我们光明正大的打一场，我王涛一人独占，你们4个又如何？王涛闻言更是暴怒，如同疯了一般疯狂砸向泡泡内壁，发出沉闷的砰砰声响。然而那地元珠所化的束缚极具韧性，任凭他如何冲击，都只是微微荡漾，丝毫没有被破开的迹象。呵呵，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旁的赵轩儿闻言不由得嗤笑出声，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的虚伪面目。就凭你这十足的小人秉性，恐怕我们前脚刚放你出来，你后脚就会施展你那逃命的秘术，头也不回的溜之大吉。还说什么一挑四，这般大言不惭的话，你自己说着不觉得脸红吗？他的话语如同锋利的匕首，精准地刺破了王涛强撑的伪装，让他的脸色瞬间变得一阵青一阵白，羞愤交加，却偏偏无法反驳，因为赵轩儿所说的正是他心中唯一的打算。说，你们南越国的人究竟是如何潜入这太初境地的？除了天龙根，你们此行还有何目的？江晨负手而立，衣袂无风自动，他神色冰冷如霜，目光如2道利剑，直射被困于地元珠内的王涛。呵呵，呸！魔宗贼子也配盘问我南越机密？这辈子你都休想从老子口中得到半个字。王涛脸色铁青，他咬牙切齿的嘶吼，维持着最后的尊严。
冥顽不灵。江辰眼神一寒，再无半点耐心。他从不惯着对手的硬气，尤其是这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货色。只见他心神微动，那困住王涛的黑色地圆珠骤然加速旋转起来。嗡！一股浓郁如墨、至阴至寒的地煞之气猛地从地圆珠内壁汹涌喷出，瞬间充斥住整个狭小的泡泡空间。这煞气并非寻常攻击，无形无质，专门污染灵魂。王涛惊骇之下，只能疯狂运转体内残存灵力，在体表强行撑起一层厚实的灵力护罩。然而那地煞之气竟仿佛虚影一般，完全无视了灵力的阻隔，如同无孔不入的黑色潮水，轻而易举地穿透了护罩。地煞之气朝着他的七窍和周身毛孔钻去。嘶！啊！下一刻，凄厉的惨叫从王涛喉咙深处迸发，他双手死死抱住头颅，整个人痛苦地蜷缩成一团，在地圆珠内疯狂扭动。那地煞之气阴毒无比，直接作用于灵魂本源，所带来的痛苦远非肉体伤痛所能比拟。江辰冷眼旁观，当初三宗比试时，那天之娇女柳飘飘同样被困地圆珠，仅支撑了数个呼吸便神魂受创，昏死过去。这王涛的实力固然比当时的柳飘飘强上不少，但在地煞之气这般酷刑的侵蚀下，他的意志又能坚持多久？崩溃不过是时间问题。说还是不说？江辰的声音愈发冰冷，如同寒冰凝结，再次逼问。呸！魔道贼子，休想！有本事就给你爷爷一个痛快！王涛浑身已被地煞之气侵蚀的剧烈颤抖，灵魂层面的极致痛苦让他面容扭曲，冷汗从嘴角淌下，但他依旧强撑着抬起头，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眼神涣散，却充满恨意的嘶吼着。真是个不可理喻的神经病！江辰见状，不由得低声骂了一句，眉头紧锁，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烦躁。这王涛仿佛认定了死理，一口一个魔道贼子，将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那副苦大仇深、宁死不屈的模样，倒像是江辰他们做了什么十恶不赦、天理难容的事情，与他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一般。果然啊，人的成见是一座大山，看来想从他嘴里撬出点有用的东西，是没什么希望了。是啊，你看他都开始翻白眼，口吐白沫了，再折腾下去，怕是直接魂飞魄散了。一旁的赵灵儿与赵轩儿姐妹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奈。他们虽惯见风浪，但像王涛这般被宗门理念洗脑至深的死硬派，也确实棘手。江辰眉头紧皱，杀了对方很容易，但对方守口如瓶的秘密，恐怕就要随之湮灭了。就在这时，沉默许久的伊曼忽然上前一步，轻声开口，语气带着一丝迟疑：主，江兄，我合欢宗内倒有一门秘传之术，或许可解眼下困境。哦，此术能强行搜查他人神魂记忆，只是施展起来颇为凶险，对受术者伤害极大，轻则疯癫，重则当真。江辰闻言，猛地转身看向伊曼，眼中瞬间爆发出惊喜的光芒。伊曼迎着江辰的目光，肯定地点了点头。赵灵儿与赵轩儿闻言，一时面露喜色，看向伊曼的目光中多了几分惊叹。这合欢宗能被列为魔道大宗之一，果然有其独到的门道，竟连这等窥探他人记忆的禁忌秘术都掌握着。好，那便一试。江辰不再犹豫，心念一动，只见他单手虚握，那悬浮于空中的地圆珠立刻停止了旋转，地圆珠化作一道乌光，朝着地面缓缓落下。随着地圆珠被江辰收回，泡泡消散，里面的王涛扑通一声瘫软在地。他此刻早已被那地煞之气折磨的神魂重创，气息奄奄，如同烂泥一般。伊曼正欲上前施术，江辰却下意识地伸手拉住了他的胳膊，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此法凶险，对你自身可会有什么损伤？伊曼脚步一顿，感受到臂弯处传来的温度，他微微侧手，迎上江辰带着询问的目光。原本清冷的眉眼似乎柔和了一瞬，轻轻眨了眨美眸，低声道：无碍的，江兄放心。这一幕落在旁边的赵灵儿和赵轩儿眼中，两人不禁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这伊曼平日里对旁人总带着几分疏离，为何独独对江师弟如此不同？那份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温柔，着实有些耐人寻味。嗡！一声轻微的异响打断了二人的思绪。只见伊曼俯身蹲在王涛瘫软的身躯旁，他双手在胸前迅速接出一个繁复而古老的印诀，红唇微起，默念起晦涩难懂的法咒。随着咒语声，一股奇异而隐晦的能量波动以他为中心荡漾开来。他将凝聚着灵光的右手食指缓缓点向王涛的眉心，指尖触及皮肤的刹那，一圈淡粉色的光晕骤然爆发，将伊曼和王涛两人笼罩其中，仿佛形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独特立场。伊曼缓缓闭上双眼，全神贯注地催动秘法。时间一点点流逝，他的表情也随之不断变化，时而柳眉紧蹙，时而又眉头微展，光洁的额头上更是渗出了冷汗，
沿着脸颊滑落，显示出他此刻心神消耗的巨大。足足过了1炷香的时间，那淡粉色的光晕才渐渐消散。伊曼长吁一口气，有些脱力地收回了手指，秘法终止。他缓缓睁开双眼，映入江辰三人眼帘的却是一张罕见的失去了平日镇定的脸庞。伊曼的脸色苍白的吓人，眼神中充满了难以掩饰的慌乱，甚至连那娇艳的红唇都在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着。那副神态绝非仅仅是消耗过大，更像是亲眼目睹了某种极其恐怖、超出想象的画面。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江辰三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急声问道。一股强烈的不安预感如同冰水般瞬间浸透了他们的衣袍。江辰四人背靠着一块巨大的岩石暂时歇息，一阵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阴冷寒风掠过，掀动着他们的衣袍。然而此刻无人去在意这寒意，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凝重，气氛压抑的几乎让人喘不过气。从伊曼强行搜取的王涛记忆碎片中，他们拼凑出了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真相。就在上个月，上辅国的3位宗主应南越国之邀，原本是前往上辅国边境参加一场两国交流大会。中途时，南越国却突然单方面改变了会面地点，邀请苏梦等人亲赴南越国都城。起初，苏梦宗主虽觉此事有些蹊跷，但考虑到两国虽边境摩擦不断，却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尚未到你死我活的全面战争地步。出于大局考量以及不愿轻易示弱的宗门颜面，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应邀前往。可谁能想到，这根本就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陷阱。苏梦等人刚一抵达南越国都城，尚未安顿，一位早已埋伏好的南越国元婴期大修士便骤然发难，以绝对的实力将3位宗主重创，将众人囚禁于特制的牢笼之中，彻底失去了自由。而这仅仅是南越国庞大阴谋的开端。更可怕的是，就在苏梦等人被囚的同时，南越国的3大正道宗门已然倾巢而出，联手攻入了上辅国境内。由于群龙无首，加之对方准备充分，实力碾压，上辅国的防线在短时间内便土崩瓦解。根据王涛记忆中的信息，此刻恐怕整个上辅国已然大半沦陷，陷入了无尽的战火与混乱之中。王涛他们这支小队正是奉命潜入太初禁地的先锋之一，他们的核心任务并非单纯寻找天龙根，更重要的目的是截杀如江辰他们这般进入禁地历练的3大宗顶尖弟子。这些弟子皆是宗门未来的希望，是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若能将这些年轻一代的顶尖天才尽数扼杀于此，那么上辅国的3大宗门必将面临青黄不接、传承断代的灭顶之灾。届时南越国便可毫不费力地彻底吞并上辅国。更令人心沉的是，根据王涛的记忆，就连留守在太初禁地之外，负责接应他们的那几位3大魔宗长老，也早已被南越国埋伏的高手暗中控制。如今的太初禁地对于江辰他们而言，已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死亡牢笼，形势之严峻远超想象。毫不夸张地说，即便江辰他们此刻成功斩杀了王涛等人，一旦选择离开太初禁地，在踏出禁地入口的那一瞬间，等待他们的也必然是南越国早已守候多时的数名金丹期修士的雷霆灭杀。咯吱，江辰的双拳不自觉地死死攥紧，他向来心性坚韧，但此刻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天变局压得有些喘不过气。他或许可以不在乎自身安危，但苏梦和安澜师姐此刻正被囚禁在南越国，生死未卜，他岂能眼睁睁看着独自苟且偷生？更何况极乐宫如今唯一的元婴期大修士古灵，此刻应该还在宗门圣地天珠峰坐镇。可南越国既然敢如此大动干戈，必然做了万全准备。那位名叫杨无极的南越国元婴修士实力超强，古灵虽强，但他是否真是那杨无极的对手？若是天珠峰有失，那极乐宫就真的……江辰不敢再深想下去，只觉得脑海中一团乱麻，各种念头纷至沓来，几乎要将他的理智淹没。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赵灵儿猛地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惶。集中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如我们4人分散开来，各自寻找方向冲出去，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伊曼立刻出声反对，不可。从王涛的记忆来看，禁地之外至少有5名金丹期大修士的气息封锁了所有出口，我们若是此刻出去，恐怕连1成的生还几率都没有。赵轩儿咬了咬嘴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我们若是留在这里不出去呢？太初禁地每次开启和关闭都有其特定的周期，我们若是躲藏起来，撑到下一次禁地自动开启，外界局势或许已有变化，到时候会不会有一线生机？然而赵轩儿这个看似可行的提议很快就被江辰和伊曼摇头否定了。伊曼语气沉重地解释道，太初禁地自发现以来，这已是第4次开启，前3次开启时，每一次都有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及时离开的修士被永久困在了这片绝地之中。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惧意。可漫长岁月过去了，你们何曾听说过有哪个被困者能活到下一次禁地开启并成功走出去？一个都没有。
江辰接过话，目光扫过周围阴森的环境。这太初禁地根本就不是人类能够长久生存的地方，此地终年不见天日，阴暗潮湿，毒瘴弥漫，沼泽陷阱遍布。更致命的是，天地间的灵气稀薄得可怜，几乎无法支撑正常的修炼。他语气愈发凝重，若我们选择留下，不仅修为会因灵气匮乏而停滞不前，甚至可能逐渐倒退，更要时刻提防无处不在的天然险境和潜伏的凶兽毒虫，这无异于慢性自杀。绝望的气息似乎再次笼罩下来，流逝坐以待毙，走势自投罗网，难道真的陷入死局？放心，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就在三女眉头紧锁，一筹莫展之际，江辰缓缓站直了身体。在他们困惑目光的注视下，江辰闭上双眼，进入了系统仓库。系统炼制天元珠所需的主要材料已然集齐，即刻将地元珠晋升为天元珠。定，系统检测到3大核心材料之一天灵石数量不足，当前库存仅支持升级5颗地元珠为天元珠，是否确认进行升级？确认升级。江辰没有丝毫犹豫，5颗天元珠虽然数量未能达到他最初的预期，但在此刻却已然足够。他记得伊曼从王涛记忆中探知的关键信息，此刻守在太初禁地之外的南越国金丹期修士正好是五人翁。江辰的意识已从系统仓库中回归本体，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在他的头顶上方正有5颗龙眼大小、通体流转着璀璨金光的宝珠，如同众星捧月般静静悬浮。师弟，你这是？站在最近的赵灵儿最先察觉到这股气息，他瞳孔骤然一缩，美眸紧紧盯着那5颗金色珠子，忍不住失声问道。从那金珠上散发出的能量波动，远比之前困住王涛的地元珠还要强横数倍，让他本能地感到一阵心惊。有他们在，外面那5个金丹修士便不足为惧了。江辰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他修长的手指轻轻一挥，那5颗散发着惊人威压的天元珠便如同受到无形牵引般，化作5道金色流光，齐刷刷地没入了他手指上的储物戒中。师弟，这也是公主赐予你的保命之物吗？赵灵儿轻掩朱唇，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他可是亲眼见过那黑色地元珠的威力，连筑基大圆满的王涛在其中都毫无反抗之力，而这金色珠子的品阶明显更高，竟能同时对付5名金丹修士。公主何时赐下了如此重宝？江辰闻言只是微微摇了摇头，并未多做解释。有些秘密终究无法与人言说。见他这般反应，赵灵儿与身旁的赵轩儿不由得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疑惑。他们这位江师弟身上的谜团真是越来越多了，能同时应对5名金丹修士的底牌，恐怕已远远超出了公主通常赐予弟子的范畴。这更像是属于江辰自身的不为人知的秘密机缘。太初禁地的出口需等到开启后的第3日才会显现。记忆已定，4人便不再多言，各自在冰冷的巨石上寻了一处盘膝坐下，调息凝神，积攒力量。第3日清晨，当天边刚刚泛起一丝光亮，将笼罩太初禁地的深沉夜色驱散少许时，天穹之上空间骤然一阵扭曲，随即一扇巨大无比的光门缓缓浮现。走！早已准备就绪的江辰低喝一声，没有任何犹豫，身形率先拔地而起，化作一道流光，径直冲向那光门。伊曼3女亦是心领神会，立刻催动身法，紧随其后。刷刷刷，几道破空声接连响起，4人的身影先后没入那耀眼的光门之中，瞬间消失不见。太初禁地内重归一片死寂，仿佛他们从未出现过。嗡！一阵轻微的空间转换带来的失重感过后，江辰4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已然回到了外界。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4人心中同时一凛，大感意外。按照王涛的记忆和他们的预估，此刻这禁地出口处应有5名南越国的金丹修士严阵以待，布下天罗地网才对。可眼下视线所及之处，竟然只有2个人，那是一男一女。男子约莫中年模样，生得一张国字脸，面容颇具威严，只是此刻眼神中带着几分懒散。女子则是一位风韵犹存的美妇，身着华美长袍，姿态优雅，宛如凡俗间的贵妇人。除此之外，四周空空荡荡，再无他人踪影。更令人错愕的是，这2人似乎全然没有如临大敌的戒备状态，他们竟悠闲地坐在一张临时搭建却颇为精致的玉石桌前，桌上摆着几样小菜和一壶灵酒。2人此刻正推杯换盏，嬉笑着。那美妇时而掩口轻笑，男子则偶尔凑近低语，举止亲昵，分明是一对道侣在此饮酒作乐。江辰4人的突然出现显然打破了这份悠闲。咦，怎么是极乐宫和合欢宗的弟子？那国字脸中年男子率先察觉到空间波动，蹭的一下从石凳上站了起来，脸上的慵懒瞬间被一丝惊疑取代。他的目光锐利如电，
迅速扫过江辰四人身上的宗门服饰。王涛他们人呢？那中年美妇白河手腕轻轻一翻，一柄通体萦绕着紫色电光的纤细长剑便如同拥有生命般滴溜溜地在他腰间盘旋飞舞。他那双凤眸微微眯起，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江辰四人。伊曼不动声色地向江辰靠近半步，用仅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急速传音道：主人，根据王涛的记忆，这2人是南越国落云宗的长老，男的叫杨磊，女的叫白河，确系道侣，修为皆是金丹初期。江辰心中了然，面上却不动声色，反而上前一步，对着杨磊和白河抱了抱拳，试探着问道：晚辈江辰见过2位前辈，不知我3宗留守在此处的几位长老如今身在何处，还望前辈告知。呵呵。美妇白河闻言发出一声冰冷的嗤笑，眼中满是不屑。那几个冥顽不灵的魔道余孽，自然是已被押送往南越国都城听候发落，能留的性命已是我南越国仁慈。原来如此，南越国原本留守在此的5名金丹修士，此刻竟只剩下了杨磊和白河这一对道侣，另外3人极有可能押送俘虏去了。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2个金丹初期修士纵然依旧强横，但比起面对5名金丹修士的绝境，局面已然发生了逆转。杨磊见江辰不答反问，脸色一沉，属于金丹修士的强大威压如同潮水般汹涌而出，重重地压迫在江辰4人身上。小辈，休要顾左右而言他，老夫再问一次，王涛他们一行人现在何处？面对这如泰山般的凌压，江辰却只是随意地耸了耸肩，脸上露出一抹漫不经心的神色。哦，你说他们啊，很不幸，都死了。死了。杨磊与白河听闻此言，瞳孔骤然收缩如针尖，脸上写满了惊疑。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以王涛那支队伍的实力，3名筑基大圆满修士带队，辅以多名精锐弟子，再配合宗门的诸多后手，怎么可能栽在眼前这4个区区魔宗小辈的手里？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定然是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在信口雌黄，意图扰乱我等心神。2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心中立刻达成了共识。王涛他们必定是被禁地内的某些棘手事情耽搁了行程。对了，天龙根，他们此行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夺取那天龙根，说不定此刻已经得手，正在处理灵根，这才未能及时现身。毕竟与清除这几个魔宗余孽相比，确保天龙根万无一失才是头等大事。嗡！就在杨磊与白河心念急转之际，众人身后那扇巨大的光门突然发出一阵强烈的空间波动，紧接着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光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暗淡虚化，不过短短数息之间便彻底崩解，化作漫天光点，消散于无形。随着光门的彻底关闭，远处那片原本如同海市蜃楼般悬浮于半空的太初禁地虚影也开始剧烈的扭曲，最终如同被一只无形大手抹去一般，彻底从这片天地间消失不见。下一次开启将是遥远的300年后。怎么样，现在信了吧？江辰好整以暇的双手环抱胸前，朝着光门消散的地方扬了扬下巴。出口都已经彻底关闭了，你们等的人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这下总该相信我可没骗你们了吧？哎，真是可惜啊，要在那鬼地方待上300年，想想都让人觉得绝望呢。谁说不是呢？300年光阴，怕是骨头都要化成灰喽。在确知江辰手握天元珠这等足以扭转局面的强大底牌后，3女心中的巨石已然落地，底气十足。此刻面对2位金丹修士，他们非但毫无惧意，反而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放肆感。哼！杨磊眼中寒光骤然爆射，如同2柄出鞘的利剑，死死锁定在江辰4人身上。他心中的怒火如同火山喷发，再也无法抑制。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他手中那只酒杯竟被其硬生生捏成了齑粉，玉屑从指缝间簌簌落下。王涛是何等身份？他不仅是落云宗百年不遇的顶级天才，更是被当代宗主亲自指定的下一任宗主继承人。宗主对他视如己出，那份宠爱与期望早已超越了寻常的师徒情分，近乎父子之情。如今不管王涛是生是死，只要他没有走出这太初禁地，其结局与陨落几乎毫无区别。宗门绝不会耗费巨大代价等待300年去验证一个渺茫的希望。一想到返回宗门后要如何面对宗主的滔天怒火，杨磊便感到一阵头皮发麻。堂堂金丹长老却连宗主继承人都护不住，届时被急去长老职位恐怕都算是最轻的惩罚了。轰！突然一股远超筑基期的恐怖灵压如同实质的山岳般从杨磊体内轰然爆发，携带着凛冽的杀意，朝着江辰4人碾压而去。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若不将这几个罪该万死的魔宗余孽碎尸万段，实在难消他心头之恨。杨师兄，且慢动手！就在杨磊即将抱起发难的瞬间，一旁的白河却突然伸手轻轻拉住了他的胳膊。杨磊强压怒火，眉头紧皱，
不解地看向自己的道侣。白河目光扫过对面看似有恃无恐的江辰四人，压低声音快速传音道：师兄息怒，此刻杀了他们固然痛快，但于我们而言却是死无对证，返回宗门更是百口莫辩。他眼中闪过一丝精明的算计，继续解释道：既然他们口口声声说王涛失职是死于其手，我们何不将计就计，只要生擒下这4人，将他们活着带回宗门，交由宗主亲自发落，届时我们便可将所有罪责尽数推到他们身上。毕竟太初禁地限制金丹以上修士进入，内部情况瞬息万变，王师侄遭遇不测，虽令人痛心，但终究是历练中的意外，主要责任并不在你我身上。有这4个凶手在手，我们至少还能有个交代，或许能将功折罪。白师妹，今日若非有你在旁提醒，为兄盛怒之下，恐怕真要做出无法挽回的糊涂事了。杨磊深吸一口气，强行将翻涌的杀意压下。白河这一番冷静的分析，如同醍醐灌顶，瞬间浇熄了他大半的冲动之火。他望向道侣，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后怕的苦笑，心中暗叹侥幸。师兄的事自然便是师妹的事，你我之间何须说这些见外的话。白河温言安抚，随即神色一正，转手面向江辰4人时，脸上那抹温和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金丹修士不容置疑的威严。哗啦，他袖袍一拂，4条闪烁着符文光芒的金色绳索如同拥有灵性般精准地落在了江辰4人的脚前，自己乖乖捆上。白河声音冰冷，带着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我以落云宗长老的名义保证，只要你们配合，绝不伤你们分毫，安然将你们带回南越国。可若是谁敢不识抬举，负隅顽抗，他话语中的威胁之意不言而喻，森然的目光扫过4人，仿佛在看即将入笼的猎物。然而他的话音还未完全落下，一变陡升，江辰甚至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只是随手从储物袋中摸出一沓厚厚的火球符，如同丢垃圾般轻描淡写的朝着地上的4条金绳丢去。呼！炽热的火焰瞬间爆燃，将那4条品阶不凡的金绳吞没。那跳跃的火光以及江辰这近乎儿戏却充满极致蔑视的举动，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白河的脸上。这番举动落在杨磊和白河眼中，已不仅仅是挑衅，简直是赤裸裸的寻死行径。好一个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们自寻死路，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待我先挑断你们的手筋脚筋，看你们还如何嚣张。白河彻底被激怒了，他娇斥一声，手中紫色长剑发出一声剑鸣，身形一动，已如一道紫色闪电般贴地急掠而来，周身磅礴的剑气激荡，将地面的碎石尽数卷起。电光火石之间，白河的身影已如鬼魅般欺近江辰身前，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他手中紫剑如毒蛇吐信，直刺江辰周身要害，凌厉的剑气几乎要割裂空气。然而面对这迅如闪电的攻势，江辰却依旧站在原地，身形稳如磐石，甚至连脚步都未曾移动分毫。就在那剑尖即将集体的刹那，他只是不慌不忙地抬起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朝着身前的虚空轻轻一点。嗡！一颗龙眼大小、金光流转的天元珠，如同瞬移般自他指尖前的空间涟漪中激射而出，速度快到极致，直射白河面门。铿锵！白河毕竟是金丹修士，反应极快，手腕一翻，紫剑已然横在身前，精准地格挡住了那颗金色珠子。剑珠相交，发出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之声。但令白河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天元珠在与他的剑身接触的瞬间，并未发生想象中的剧烈爆炸，反而如同水泡般骤然膨胀。唰！只是一个呼吸的功夫，一个巨大、透明且坚韧无比的金色泡泡，便将他整个人完全笼罩了进去，彻底困在了其中。破！白河又惊又怒，娇斥一声，手中紫剑瞬间爆发出璀璨剑光，道道凌厉无匹的剑气如同狂风暴雨般斩向泡泡内壁。然而无论他如何攻击，那看似薄如蝉翼的泡泡壁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表面流光闪烁，将所有攻击尽数吸收化解。白师妹，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一旁的杨磊直到此刻才反应过来，脸色骤变。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几个筑基期的小辈手中竟有如此诡异而强大的宝物。杨磊再也顾不得其他，他猛地一脚踏碎虚空，身形暴起，寒怒一掌隔空拍向江辰。这一掌蕴含了他金丹初期的全部修为，恐怖的能量如同决堤洪流，瞬间席卷而至。轰！江辰4人虽早有防备，但金丹修士的寒怒一击岂是等闲？4人如同被巨浪拍中的舟船，护体灵光瞬间破碎，齐齐口喷鲜血，被这股庞大的力量狠狠掀飞出去。砰！砰！4人重重砸落在地，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在真正的金丹大修士面前，果然容不得半分侥幸与大意。江辰缓缓抬手，用指腹抹去唇角残留的一抹嫣红血渍。
他轻抬眼皮，目光平静地投向高空。只见2个硕大的金色泡泡，正如同无根的浮萍般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泡泡表面流光溢彩，隐约可见内部剧烈涌动的能量波纹。杨磊与白河这2位金丹修士，此刻正分别被困于泡泡之中。泡泡之内，杨磊与白河早已失去了之前的从容，2人面色惊怒交加，正不惜耗费本源，疯狂地催动各种威力强大的武技与法术，试图轰破这诡异的束缚。然而，这泡泡不仅坚韧异常，能将所有攻击尽数吸纳化解，更因其内部空间特殊的反弹特性，使得部分能量竟诡异的折返而回，反而将施术者自己弄得狼狈不堪。杨磊的衣袍被自己的剑气划破，白河的发髻也被反弹的火星燎得焦黑，哪还有半分金丹大修士的威严？哗！就在这时，更为诡异的变化发生，一股至阴至寒的黑色气流悄无声息地从泡泡顶端的天元珠内弥漫而出，如同拥有生命的触手，迅速充斥了整个泡泡空间。正是那专食神魂的天煞之气。天煞之气比起地煞之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煞气无形无质，无视一切物理防御，直接作用于灵魂本源。方才还攻势凶猛的杨磊与白河，在被天煞之气笼罩的瞬间，动作骤然僵住，脸上同时浮现出极致的痛苦。他们双手抱头，发出无声的嘶吼，身体剧烈的抽搐着。仅仅坚持了几个呼吸的功夫，2位金丹修士的眼中便失去了神采，先后脑袋一歪，彻底晕厥了过去。看这情形，最多不过1炷香的时间，他们的神魂便会被天煞之气彻底侵蚀，身死道消。死！亲眼目睹天元珠这恐怖的威力，就连早已有些心理准备的伊曼、赵灵儿和赵轩儿3人也忍不住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美眸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那可是2位金丹期的大修士啊！平日里需要他们仰望的存在，在这神秘的金珠面前，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这般逆天的底牌，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然而，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后，几人脸上的神色非但没有放松，反而变得更加凝重了几分。从王涛记忆中获取的残酷信息，如同冰冷的潮水般再次涌上心头，瞬间冲散了刚刚战胜强敌的些许轻松。根据那些记忆碎片，整个上府国此刻恐怕已大半疆土沦陷，陷入了南越国的铁蹄之下。尤其令人绝望的是，上府国3大魔宗内的金丹7大修士，作为宗门的中流砥柱和高端战力，几乎已被南越国以各种手段擒住，甚至击杀。失去了这些金丹修士，宗门的高端战力便出现了巨大的断层。即便3大宗门内还有元婴期的老祖坐镇，但面对南越国可能同样拥有甚至数量更多的元婴修士，以及失去了中层支撑的烂摊子，恐怕也是独木难支，回天乏术了。接下来我们该何去何从？赵轩儿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眼神中充满了迷茫与对未来的恐惧。家园已毁，宗门倾覆，天下之大，似乎已无他们的容身之处。赵灵儿深吸了一口带着血腥味的冰冷空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悲怆，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光芒。去南越国，他语气坚定，继续说道：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南越国如今注意力都在消化占领区和清剿残余上，对内部的戒备或许反而会有所松懈。我们必须想办法潜入南越国，找到关押师尊和其他长老的地方。只要能将师尊他们救出，集合残存的力量，我们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姐姐，我都听你的。赵轩儿立刻点头。此刻，姐姐的决断就是她唯一的方向。他们如今已是无家可归，上府国境内必然遍布南越国的眼线和追兵，根本无法立足。与其在国内东躲西藏，不如反其道而行，潜入敌国腹地，或许还能博得一线生机。唰！赵灵儿的目光转向一直沉默不语的江晨，语气郑重地问道：你呢，江师弟？你有什么打算？江晨望着极乐宫所在的方向，目光深邃，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古灵前辈与我有恩，极乐宫更是我修行之始。无论如何，我必须先回极乐宫去看一看，确认天珠峰和古灵前辈的状况，否则我心中难安。好。赵灵儿没有丝毫犹豫，上前一步，目光灼灼地看着江晨。无论你此行结果如何，我们姐妹都会在南越国想办法站稳脚跟，等着你。话音未落，在江晨略显错愕的目光中，赵灵儿忽然张开双臂抱住了他，她的头埋在江晨的肩上，声音轻弱而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你一定要好好的，给我活着回来。这简短的话语仿佛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紧接着，赵轩儿也红着眼眶扑了上来，3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一刻，无需过多言语，所有的担忧不舍都融入了这个用力的拥抱之中。一旁的伊曼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原来主人与这2位小师姐之间的情谊远比他想象的要深厚得多。这份在绝境中依旧相互扶持、彼此牵挂的情谊，
让他心中也微微触动。临分别之际，江晨强压下心中的波澜，神色恢复冷静，对赵灵儿和赵轩儿耐心叮嘱道：“营救师尊事关重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可操之过急。灵儿、轩儿，你们记住，抵达南越国后，首要之事是隐藏身份，稳住自身，切莫轻易行动，务必先暗中调查清楚关押之地的具体情况，万事以保全自身为要。”我明白。赵灵儿姐妹重重点头，将江晨的每一句话都牢记于心。目送着赵灵儿和赵轩儿的身影化作天边模糊的黑点，最终彻底消失在视野尽头。江晨依旧伫立在原地，久久不语。荒原上的风吹动他的衣袍，带着离别的无奈。下一次相见会在何时，又将是何种光景？一切都是未知，他只能在心中默默祈愿，愿他们此行能够一切顺利，平安无事。良久，江晨才缓缓收回目光，眼中重新凝聚起锐利的光芒。他长袖一甩，远处高空中的2颗天元珠微微一颤，其内弥漫的浓郁天煞之气如潮水般退去，重新变得金光璀璨。而被困在其中的杨磊与白河早已在天煞之气的侵蚀下神魂重创，陷入了深度的昏迷之中，短时间内绝无苏醒的可能。江晨转身看向一直静立在一旁的伊曼：“曼儿，现在将你那搜魂秘术传授于我。”苏梦宗主等人被困南越国，局势已然无法改变，眼下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系于古灵身上。只要古灵长老安然无恙，凭借其元婴期的强大实力，必将成为未来营救行动中最关键的战力。而眼前这2个落云宗的金丹长老，他们的记忆深处或许就藏着关于古灵长老现状，他必须亲自一探究竟。诺，伊曼轻声应道，随即伸出纤纤玉手，他神色严肃，将温润的指尖轻轻点在了江晨的眉心之处。嗡，一股清凉而玄奥的意念流，伴随着轻微的晕眩感，瞬间涌入江晨的识海。成百上千个密密麻麻由纯粹精神力构筑而成的金色字符，如同拥有生命般清晰地烙印在他的脑海深处，正是那搜魂术的完整法门。搜魂术。江晨闭目凝神，心中默念，此术并非提升修为的功法，而是一门颇为凶险诡异的精神秘术，重在运用技巧与精神力量的操控。以他如今的境界修为，修炼基础部分并无太大障碍，尤其是在经历了那次蜕变，灵根进化成为万中无一的雷属性天灵根之后，他的悟性以及对天地法则的理解早已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远非昔日可比。几乎只是几个呼吸之间，那些复杂晦涩的法诀要点便已被他迅速理解吸收。当他再次睁开双眼时，眸底竟有一抹若有若无的湛蓝色电光一闪而逝，整个人的气质似乎也变得更加深邃莫测。主人，您这就学会了？一旁的伊曼看得目瞪口呆，一双美眸瞪得溜圆，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这艘魂术虽非宗门不传之秘，但也绝非等闲之术，寻常弟子即便有口诀，没有数月苦功也难窥门径。而江晨竟在弹指之间便已掌握。更让他心惊的是，在江晨运转法诀的刹那，他清晰地感受到了一股独特而纯净的天地亲和气息，那是唯有天灵根拥有者才能自然散发的道韵，而且还是攻击力最为狂暴、最为罕见的变异雷属性。天啊，主人的修炼天赋竟然恐怖到了如此地步！伊曼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曼儿，江晨似乎并未在意伊曼的震惊，他仔细回味着脑海中的法诀，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这搜魂术的后半段内容似乎并不仅仅是搜取记忆那么简单，其中好像还掺杂了一些能够操控他人灵智的法门。伊曼闻言连忙收敛心神，恭敬地解释道：“主人明察，这搜魂术的后半段确实融合了一部分较为粗浅的傀儡操控之术，施展之后可在一定程度上迷惑对方心智，使其在短时间内听从施术者的命令。”他顿了顿，带着几分谨慎，只是此法有伤天和，对受术者的神魂损害极大，根据施术深浅，最多操控2次，对方的神魂便会承受不住，轻则记忆错乱，重则彻底崩溃，变成疯子。而且听到此处，江晨瞳孔微微一缩，非但没有惧意，反而兴趣更浓，追问道：“而且什么？”想要真正操控对方的神智与行为，使其化作言听计从的基础傀儡，必须在施术时以珍稀灵草泥长草研磨成粉，涂抹于受术者头颅的特定窍穴之上，方能引动傀儡秘术。只是这泥长草据说早已绝迹，或许唯有太初境地那等上古遗留之地，才有一线渺茫的寻获可能。而今太初境地已然彻底关闭，300年内再无开启之机。伊曼娓娓道来，带着一丝惋惜。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缺少了这位关键无比的泥长草，搜魂术后半段的傀儡之能根本无法施展。泥长草，江晨眉头微蹙，这个名字他确实闻所未闻。不过这并未让他感到气馁，反而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因为
他在那危机四伏的太初境地之中，可不仅仅是与墨交搏杀，更是凭借着远超常人的敏锐感知和些许运气，采集到了不少外界难得一见的稀有灵草。哗啦啦，只见他心念一动，储物界光华流转，下一刻，上百株形态各异、散发着浓郁灵气的灵草，如同天女散花般纷纷扬扬地落在了两人之间的空地上。这些灵草一出现，周围的天地灵气都仿佛变得活跃了起来，浓郁的药香弥漫开来，令人心旷神怡。饶氏伊曼出身合欢宗，见识过不少奇珍异宝，此刻在看到地上这堆成小山的灵草时，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的目光如同最精准的尺子，迅速扫过这些灵草，口中忍不住发出连连惊叹。这是300年份的花香果，香气已然内敛，是炼制静心凝神丹药的极品主材。还有这800年的玲珑叶，叶片通透如玉，脉络自成阵图，是炼制高阶符箓的绝佳载体。天啊，这难道是1200年份的茱萸草？传说中能延寿1甲子的稀世奇珍，竟然真的存在！伊曼震惊的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下意识地抬眼看向江辰，美眸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与深深的敬佩。他这位主人究竟是有多大的本事和机缘？寻常修士进入太初境地，能活着出来已属万幸，若能侥幸获得3-5株稀有灵草，便足以称得上是机缘逆天。可江辰倒好，不仅全身而退，竟然足足带回了上百株品相极佳、年份久远的珍稀灵草。妈儿，仔细看看，这些灵草里是否有那拟长草？江辰的声音将沉浸在震惊中的伊曼唤醒，他立刻回过神来，意识到现在不是惊叹的时候，连忙应了一声，随即蹲下身，开始在一大堆灵气盎然的珍稀灵草中仔细翻找起来。很快，他的动作停了下来，脸上浮现出难以抑制的喜色。只见他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捻起一株特别的灵草，这株灵草通体散发着七彩光泽，叶片薄如蝉翼，散发出一种奇异而柔和的精神波动。找到了，主人，就是它，这就是你长草。伊曼捧着这株灵草，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而且这株拟长草的年份竟然足足有500年，以这等年份的拟长草为引，施展傀儡秘术，效果将大大增强。主人您甚至有可能持续操控它们数年之久。哦，江辰闻言，眉梢不禁一挑，脸上露出了明显的喜色，这无疑是意外之喜。但随即他又想起了伊曼之前的说法，不由得狐疑道：妈儿，你之前不是明确说过，此术最多操控2次，受术者便会神魂崩溃吗？为何现在又说可以持续数年？伊曼连忙点头，详细解释道：主人明鉴，曼儿之前所言指的是使用最普通、仅有几十年药龄的拟长草，那种年份的拟长草药力有限，只能支撑起最基础的傀儡术式，对神魂的侵蚀和控制极不稳定，故而反噬剧烈，2次已是极限。他将手中的七彩拟长草托高了些，语气带着惊叹：这可是500年的极品拟长草，其内蕴含的凝神定魂之力，远非几十年份的凡品可比。以它为主要，施展出的傀儡秘术将更为稳固，对受术者神魂的损伤也会被药力大大缓和，只要操控得当，维持数年也并非不可能。江辰这才恍然大悟，眼中金光闪烁，这简直是天助我也！主人，事不宜迟，曼儿这便开始准备。说罢，伊曼不再耽搁，他将手中的霓长草轻轻搓动，同时运转灵力，一股柔和的力量包裹住草叶。只见那株七彩灵草在他的操控下，迅速化作了一小撮闪烁着七彩星芒的细腻药粉，一股更加浓郁奇异的香气弥漫开来。伊曼小心翼翼地用掌心捧着这些珍贵的药粉，缓步走到了依旧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杨磊、白河面前。此刻的二人气息微弱，面色苍白，显然在天煞之气的侵蚀下，神魂受创极重，没有外力干预，短时间内绝无可能自行苏醒。伊曼屏息凝神，红唇微起，口中开始低声吟诵起一段古老晦涩的法诀。随着咒语的进行，他指尖蘸起那闪烁着七彩星芒的霓长草药粉，动作精准，分别涂抹在杨磊与白河的额头正中央，神魂交汇之所。那药粉触碰到皮肤的瞬间，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反而如同拥有了生命一般，化作一缕缕七彩气体，透过皮肉，径直渗入二人的识海深处，直抵灵魂本源。江辰凝神感应，心中已然明了，这霓长草的神奇之处，并非在于增强攻击或直接控制，而在于保护。它那独特的药效，如同最灵巧的工匠，在杨磊和白河脆弱的灵魂外围，巧妙地构筑起一层坚韧而富有弹性的无形盔甲。这层盔甲正是施展搜魂术后半段傀儡秘术的关键所在。普通的搜魂术强行侵入他人神魂，搜取记忆，本就如同用利刃切割灵魂，会对受术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那更为霸道的傀儡操控之术，更是需要直接在其灵魂核心打下烙印，操纵其意志。这等行径，无异于将对方的神魂置于烈火上炙烤。
若无保护，寻常修士的神魂最多承受2次这样的摧残，便会彻底崩溃错乱。但有了霓裳草提供的这层坚实盔甲，情况便截然不同。这层盔甲不仅能极大缓解搜魂术带来的直接冲击，更能作为一道缓冲屏障，将傀儡烙印与受术者核心神魂隔离开来，使得操控过程变得相对温和，大大降低了反噬的烈度与对神魂本源的永久性伤害。约莫1炷香的时间过后，伊曼停下了咒语，额角已见细微汗珠。他仔细感应了一番，随即对江晨点头示意：“主人，你长草药力已完全渗透，并与他们的神魂完美契合，可以开始了。”好。江晨眼中金光一闪，不再犹豫。他深吸一口气，平复下心绪，随即双手虚抬，凌空一抓，杨磊与白河缓缓飘至他的面前。嗡嗡，江晨双眸之中，那抹湛蓝色的雷光再次浮现，变得愈发璀璨。他全力运转搜魂秘术，强大的神念如同无形的触手，分成2股，分别探向杨磊与白河的眉心。刹那间，海量杂乱无章属于2位金丹修士的记忆碎片，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汹涌地涌入江晨的脑海，过往数十上百年的经历、情感庞杂无比。江晨心念如电，迅速过滤着这些无用的信息。他对于这2人过往的恩怨情仇和修炼琐事毫无兴趣，他的目标明确而专注，就是最近3个月内的所有记忆，尤其是关于上府国变故以及南越国布局，还有苏梦宗主等人被关押地点的关键信息。许久之后，江晨缓缓收回了探出的神念，双眸中的湛蓝雷光逐渐隐去。他静静地站在原地，眉头紧锁，脸色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从杨磊和白河的记忆碎片中拼凑出的真相，远比他们之前想象的还要严峻和残酷。整个上府国确实已经全面沦陷，3大魔宗的势力在南越国联军的铁蹄下土崩瓦解，这已是既定事实。然而，南越国此次入侵的真正规模和野心却令人心惊，他们并非只出动了1位元婴期大修士，而是整整4位。这4位元婴大能亲临上府国的目的，绝非仅仅是为了占领疆土、掠夺资源那么简单。他们的核心目标是要从根本上铲除上府国修真界的最高战力，3大魔宗内那几位如同定海神针般的元婴老祖。元婴期修士哪一个不是活了上千年，历经无数生死磨难的老怪物？他们手段莫测，底牌层出不穷，保命能力极强，想要彻底灭杀，难度极大。因此，南越国的计划更为狠辣，即便无法当场格杀，也要凭借绝对的优势力量，将这几位元婴老祖逼出上府国，驱逐至那片传说中危机四伏、环境恶劣的星罗海之上，并立下誓言，令他们永生不得再踏足陆地。这等于是断了这些元婴老祖的根基，毁了他们的传承，与赶尽杀绝并无本质区别。失去了顶尖战力的坐镇和威慑，上府国的修真界将彻底沦为南越国的附庸，再无翻身之日。唯一算得上是好消息的情报是，南越国的4位元婴大修士采取了分头行动的策略，其中2人前往了合欢宗，另外2人则分别针对妙音门和极乐宫，而负责前往极乐宫的正是那位名为杨无极的元婴修士。局势已然明朗，极乐宫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江晨心念电转，迅速做出了决断。他转身走到伊曼面前：“妈儿，我曾听公主提及，上府国第1大城天虎城中有一座名为醉仙楼的酒楼，颇为特殊，据说能以秘法烹制其他地方品尝不到的珍稀兽肉，味道堪称一绝。你且去那醉仙楼住下，安心等我回来。”他这是要将伊曼暂时安置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自己则要独自前往极乐宫，去面对那未知极可能已经爆发的元婴级大战。不，主人，我要陪着你一起去。伊曼闻言猛地抬起头，眼中充满了坚决与担忧，毫不犹豫地摇头拒绝。他深知江晨此去极乐宫是何等凶险，让他独自在安全之地等待，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嘘听话。江晨的声音低沉温柔，他伸出手指轻轻抵在了伊曼微起的朱唇上。唰！下一刻，不等伊曼反应过来，江晨已俯身向前，将他轻轻压倒在柔软的草地上。伊曼的眼中瞬间充满了惊诧，但在江晨深邃而坚定的目光注视下，他紧绷的身体渐渐放松下来。数个时辰的光景在静谧的荒野中悄然流逝，2人气息交融，灵力以一种玄妙的方式循环往复，竟是在这特殊的时刻进行了一场短暂却深入的双修。这不仅是对彼此修为的温养，更是一种无言的情感交流。双修结束后，江晨依旧将伊曼轻轻搂在怀中，下巴抵着他的发顶，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呢喃道：“你我之间的神魂血气我已经解除了，从此刻起，你自由了。”江晨，你这是为何？骤然获得自由的伊曼非但没有流露出半分欣喜，反而感到一阵强烈的失落。更让他自己都感到惊奇的是，在这段与太初境地中朝夕相处、共同历经生死的10日里，不知从何时起，
他心中对江晨的敬畏服从，竟悄然掺杂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情愫。此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解脱，他心中非但生不起半点怨恨，反而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与不舍。江晨松开了怀抱，缓缓站起身，目光望向极乐宫的方向。上府国的天已经塌了，当初我以神魂之血控制你，实乃局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方才让你去天虎城等我，是我思虑不周，未能顾及你的感受。现在你自由了，天地之大，你想去哪里便可以去哪里，不必再受任何束缚。他的话语听在伊曼耳中，却如同最锋利的针，刺中了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所以伊曼也随之起身，一双美眸灼灼地凝视着江晨，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你这是不要我了吗？把我当作一件无用的货物，说扔就扔了。江晨闻言身形微顿，他转过身，双手用力地按在伊曼柔弱的肩膀上，迫使他正视自己。他深吸了一口气，神色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凝重，一字一句地说道：不，你错了，我让你离开，绝非抛弃。正是因为极乐宫如今已成龙潭虎穴，元婴修士交锋，凶险远超你的想象。你跟着我去，非但帮不上忙，反而会让我分心，极有可能白白送掉性命。你这是在担心我吗？伊曼仰起头，泪水不受控制的夺眶而出，顺着他白皙的脸颊滑落。然而他的嘴角却抑制不住地向上弯起，绽放出一抹复杂笑容。江晨那番看似决绝的话语，此刻在他听来，字字句句都浸透着深沉的关切与不舍。江晨的目光深邃如潭，深深地凝视着他。我江晨绝不会轻易抛下任何一个我在乎的人，更不会让我所在乎的人因为我而置身于无法承受的危险之中。这句承诺如同暖流，瞬间击溃了伊曼心中最后一道防线。他再也忍不住，猛地扑进江晨的怀里，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腰，将脸颊深深埋在他的胸膛。好，那我就在天虎城的醉仙楼等着你。你一日不来，我便等你一日；你一年不来，我便等你一年。无论多久，我都会等下去。感受着怀中人的颤抖决心，江晨心中涌起万千波澜。他抬手轻柔地抚摸着伊曼如瀑的长发，然后低下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好，一言为定。目送着伊曼的身影化作天边一个小小的黑点，最终彻底消失在视野的尽头，江晨依旧站在原地，久久未曾移动。伊曼对他生出的情愫，他又何尝没有感知？在那生死与共的险境中，那份彼此依靠的感觉早已悄然在他心中种下了种子。若非如此，他又怎会甘愿耗费心神，冒险为他解除那霸道的神魂血气？他心中清楚，若不解除这血气，一旦自己此行前往极乐宫遭遇不测，生死道消，那么与他性命相连的伊曼也绝无可能独活。他江晨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私自利之人，若他真想独善其身，大可以抛下一切宗门恩怨，凭借自身的机缘和手段，远遁天涯，逍遥快活一世。但他做不到，正是因为心中有在乎的人，有必须承担的责任，他才必须去面对那未知的险境。良久，江晨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将心中翻涌的情绪强行压下。他转过身，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落在了依旧昏迷不醒的杨磊与白河身上。现在该轮到你们发挥最后的价值了。唰，他眼神一凝，双手并指如剑，隔空朝着杨磊和白河的眉心击点而出。两道精纯雄魂蕴含着玄奥精神力量的灵力，如同无形的丝线，精准地没入二人的识海深处。搜魂术的后半段，傀儡操控之术开始悄然运转。傍晚时分，夜色如墨，高空中三道身影正以惊人的速度破空而行，划破沉寂的夜幕。飞在最前方的赫然是落云宗长老杨磊，紧随其后的则是他的道侣白河。令人惊异的是，这两位金丹修士的肩上竟稳稳地抬着一架柔软的简易躺椅。江晨正盘膝坐于躺椅之上，双目微合，周身灵力缓缓流转，正全力调理着自身的气息。杨磊与白河此刻已然被他以秘术成功炼制成了受其操控的傀儡。通过那株500年泥长草构筑的神魂护甲，江晨得以在不彻底摧毁他们神智的前提下，将自己的意志植入对方灵魂深处。如今他心念微动，便可如臂使指地控制二人的一举一动，甚至连他们脸上细微的表情都能精确模拟。更难得的是，在成为傀儡后，杨磊与白河的一身金丹初期的修为并未有丝毫衰减，其战斗本能和灵力底蕴依旧保存完好，这无疑为江晨此行增添了2张极具分量的底牌。感受着耳边呼啸而过的凛冽狂风，江晨心中也不禁暗叹金丹修士全力飞遁的速度之恐怖。照此速度，最多只需3日，他们便能抵达如今已沦为风暴中心的极乐宫。而这3日对江晨而言，每一刻都至关重要。他必须利用这最后的宝贵时间，做好万全的准备，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要将威力巨大的8臂通天拳修炼至第2层境界。
这套拳法刚猛无仇，若能练成第2层，便可拥有4条血色手臂。这将是抛开天元珠等外物之后，他自身最为依仗的核心战力来源，也是在即将可能面对的元婴级冲突中，能够让他拥有一丝自保的根本保障。3日时光在紧张的修炼与赶路中一晃而过。当远方极乐宫连绵的山脉轮廓隐约可见时，江辰3人降下遁光，改为在地面步行。杨磊与白河神色如常地走在前面，江辰则收敛气息，低调地跟随在2人身后半步的位置，神态恭敬，俨然一副跟随师长外出历练的亲传弟子模样。然而当他们逐渐靠近极乐宫外围的核心天月峰时，眼前的景象却让江辰的心猛地沉了下去。远远望去，原本高耸入云、气势恢宏的天月峰，此刻竟呈现出一种触目惊心的残缺之态。整座山峰竟仿佛被一柄开天辟地的巨剑从中劈开，上半截山体不翼而飞，只剩下半座孤零零的山基矗立在那里，断口处光滑如镜，却又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而在数千米之外的地面上，赫然散落着无数巨大的山石碎块，那正是天月峰消失的上半部分。踏！江辰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几乎是奔跑着冲向天月峰。眼前的景象让他心神俱震，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天月峰，这座象征着极乐宫威严与传承的核心圣地，如今竟被人硬生生削去了一半。那平滑如镜的巨大断面，无声地诉说着不久前发生在此地一场远超他想象层次的恐怖战斗。能够造成如此破坏的，除了那位来自南越国的元婴大修士杨无极，还能有谁？当他终于冲到山脚下时，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扑面而来，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景象更是让他如遭雷击，浑身血液仿佛都在瞬间冻结。只见上千具尸体被随意的堆积在一起，形成了一座触目惊心的小山。从他们身上尚未完全破损的服饰可以清晰辨认出，这些全都是极乐宫的弟子。怎么会这样？江辰的瞳孔剧烈收缩，呼吸都为之医治。尽管他平日里深居简出，与大多数同门弟子交往不深，但这些毕竟都是与他同出一源的宗门手足，尤其中还有大量面容姣好、曾经鲜活灵动的女修身影，此刻却都化作了冰冷的尸骸，被如此残忍地堆积于此。南越国的人下手怎能如此狠毒，如此灭绝人性？咯吱，江辰的拳头死死攥紧，手背上青筋暴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如同岩浆般在他胸中翻涌。哈哈，弟兄们，都说这极乐宫是魔宗邪道，可他们丹房里藏的好东西还真不少啊，这回咱们可发财了。就在这时，一阵嘈杂的谈笑声从半山腰传来，打断了江辰的悲愤。他猛地抬头，神识如同无形的潮水般迅速蔓延开来。只见10几名穿着南越国落云宗服饰的修士正零零散散地从山上走下来，他们每个人怀里都抱着好几个玉瓶，脸上皆是贪婪和满足的笑容，显然是在极乐宫的丹房中大有收获。江辰的神识扫过，这些人的修为参差不齐，从炼气境到筑基境都有。而随着神识的进一步探查，江辰的心更是沉到了谷底。整个天月峰的半山腰区域，像这样的南越国低阶修士竟然有不下800人之多，他们如同蝗虫过境般在原本属于极乐宫的殿宇楼阁间肆意穿梭搜刮。更让他心头一紧的是，在原本收藏宗门法器的重敌万气阁附近，他清晰地感应到了2股异常强大的气息。那是2名金丹7大修士，他们此刻正坐镇于万气阁，显然是在掠夺极乐宫的资源。是杨长老，还有白长老。弟子拜见2位长老。从半山腰下来的那10几名南越国修士，远远望见杨磊与白河的身影，立刻停下了脚步。他们脸上原本的嬉笑瞬间收敛，换上了一副毕恭毕敬的神色，齐刷刷地弯腰行礼，不敢有丝毫怠慢。在他们眼中，这2位落云宗的金丹长老无疑是高高在上的存在。江辰的目光如同冰冷的刀锋，在这10几名修士身上缓缓扫过。他心中念头急转，杨无极本就是落云宗的元婴老祖，此次他亲自带队攻破极乐宫，麾下自然少不了落云宗的弟子门人。眼前这些肆意搜刮、谈笑风生的修士，想必就是落云宗的低阶弟子。哼，江辰心中不禁发出一声冷笑，好一个名门正派，毁人宗门，屠戮弟子，掠夺资源，行径与邪魔外道有何区别？甚至比某些魔宗更加虚伪狠辣。这时，在江辰的暗中操控下，杨磊面无表情，以一种符合其身份的威严口吻，沉声问道：“我等来迟一步，这极乐宫内如今可还有活口？”那名先前开口的胖弟子闻言，立刻上前一步，脸上带着几分邀功似的谄媚，抢先回答道：“启禀杨长老，这极乐宫的魔道贼子着实狡猾，在我们大军压境之前，他们似乎就收到了风声，大部分核心弟子和长老早已闻风而逃，溜得比兔子还快。剩下这些没来得及跑掉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修为低微的外围人员，已经被我等全部清理干净了。所以
这极乐宫废墟之内，眼下应该是没有活口了。听到这番汇报，江晨紧皱的眉头非但没有舒展，反而心中一动，生出一丝希望。他迅速回忆起极乐宫的规模，内外门弟子加上各位长老，总数应在5000人上下。而眼前这堆积如山的尸骸，虽然触目惊心，但粗略估算，数量也就在1000具左右，而且确实多为年老体衰或修为低微者。江晨心中默默祈愿，希望那些提前撤离的极乐宫同门能够顺利逃脱南越国的追杀，哪怕从此隐姓埋名，或者脱身于某个不起眼的小宗门，只要能活下去，便是不幸中的万幸。只要人还活着，宗门的火种就未曾熄灭。然而，眼前这1000多条无辜的生命，这堆积如山的同门尸骸，这笔血海深仇绝不能就此算了。江晨的眼中冰冷的杀意如同实质般沸腾起来，几乎要冲破理智的束缚。唉，不对，要说活口，好像还真有一个。就在这时，一个落云宗的年轻修士似乎想起了什么，挠了挠头，有些不确定地开口说道：“继续说下去。”在江晨的控制下，杨磊的声音依旧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那男弟子见长老发问，不敢怠慢，连忙将自己听到的消息说了出来。就是那个住在天珠峰上的元婴期大魔头啊！3天前，杨老祖亲自杀上天珠峰了。当时那动静可大了，整个天都变了颜色，地动山摇的，吓死个人。听说那个女魔头已经被杨老祖打成重伤了，杨老祖好像是要把她活捉，然后用秘法给生生炼化掉。轰！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在江晨脑海中轰然炸响，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连呼吸都为之医治。古灵长老有危险，而且是生死一线的巨大危机。他原本还抱有一丝希望，认为同为元婴期的古灵长老，即便不敌，也应该有自保脱身的手段。可万万没想到，战况竟会如此惨烈。古灵长老不仅重伤，甚至面临着被活活炼化的绝境。那杨无极的实力，竟恐怖到了这种地步吗？一想到曾与他缠绵许久的古灵，此刻正承受着如此折磨，江晨的情绪瞬间如同火山般爆发，几乎要失控。好了，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江晨的声音低沉的可怕，仿佛来自深渊地狱。他一步踏出，身形诡异地越过了身前的杨磊和白河，直面那10几名上不知大祸临头的落云宗弟子。那么，你们可以安心的去死了。话音未落，江晨的身影如同鬼魅般轻轻一晃，嗖！一刹那，他已经如同瞬一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那10几名修士的人群正中央。冰冷的杀意如同潮水般瞬间将所有人淹没。这位师弟，你刚才说什么？那10几名落云宗修士被江晨突如其来的举动和话语弄得一愣，面面相觑，脸上满是困惑。他们从未在宗门内见过江晨这张生面孔，刚才见江晨站在杨磊和白河2位长老身后，神态自若，便下意识地认为他或许也是落云宗某位长老新收的亲传弟子，只是众人不认识罢了。然而，回应他们疑问的并非任何解释，而是江晨那携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毫不留情的铁拳。砰砰砰！江晨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在人群中穿梭，他的拳头快如闪电，每一拳轰出都精准地砸在一名修士的要害之上。狂暴的灵力瞬间透体而入，如同在他们体内引爆了一颗颗小型炸弹。不过短短数个呼吸的功夫，刚才还活生生的10几名修士连一声像样的惨叫都未能发出，便在一声声沉闷的爆响中身躯轰然炸裂，血雾弥漫，碎骨横飞，原地只留下一片刺目的血红和浓烈的血腥气，竟是连一具完整的尸骸都未能留下。江晨缓缓收拳，屹立于血雾之中，面色冰冷如霜，眼神中没有丝毫波动。他抬起头，目光如2道利剑，射向天岳峰的上方。那里人影绰绰，仍有数百名落云宗的修士在活动。他们怀抱着从丹房抢来的玉瓶，肩扛着从藏经阁搜刮的典籍，甚至有人正费力地拆卸着极乐宫殿宇上的灵玉雕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贪婪与满足的笑容。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江晨的双眼，这哪里是什么名门正派的行径？这与他们口中斥责的邪魔外道又有何区别？甚至更加卑劣，更加肆无忌惮。天岳峰上，所有落云宗的修士一个不留，全部杀光。江晨心中杀意已决，当即通过神魂联系，对杨磊和白河下达了冷酷无情的格杀令。嗖！接收到命令的瞬间，杨磊与白河眼中闪过一丝傀儡特有的木然，随即身形一晃，如同2道离弦之箭，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原地，朝着山上疾驰而去。以他们2人金丹初期的修为，手持本命灵气，对付这些最高不过筑基境的低阶弟子，简直如同虎入羊群。他们的行动迅捷而隐秘，剑光闪烁间，往往在对方尚未反应过来之际，便已将其性命收割。许多修士甚至在死亡降临的前一刻，脸上还保持着搜刮宝物时的兴奋表情，
连一丝痛苦都未曾感受到，便已魂归天外。短短一炷香的时间过后，整个天月峰再度陷入死寂。只是这一次，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换成了数百具穿着落云宗服饰的尸体，他们的脸上大多还凝固着生前的神情，仿佛只是突然陷入了沉睡。这种毫无痛苦的瞬间死亡，相较于极乐宫弟子所遭受的屠戮，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便宜。江晨踏着被鲜血浸染的暗红的石阶，一步步向上走去。他的神色冷峻，周身散发着凛冽的杀气，脚下那双原本普通的靴子，此刻早已被粘稠的血浆浸透，每踏出一步，都在石阶上留下一个模糊而刺目的血印。整个天月峰此刻已如同修罗炼狱。原本在此地肆意搜刮、谈笑风生的数百名落云宗修士，如今已尽数化为冰冷的尸骸，横陈于残垣断壁之间。喧嚣散去，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以及空气中浓得化不开的血腥气。而此刻，在这片死寂的山峰之上，还活着的落云宗修士仅剩下最后2人。万气阁内此刻却与外面的死寂截然不同，仍是一派热闹景象。6名年轻的落云宗弟子正如同忙碌的工蚁一般，在各个货架间穿梭。他们手中拿着包袱皮，正手脚麻利地将一件件闪烁着灵光的灵气符箓往包袱里塞，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贪婪。而在万气阁大厅的中央，2名身着落云宗长老服饰的中年男子正悠闲地围坐在一张紫檀木茶桌前，桌上摆着一套显然是刚从极乐宫库房中找出的上等灵玉茶具，壶中沏着的灵茶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与阁内弥漫的淡淡金属和尘土气息格格不入。师兄，你说这极乐宫不愧是传承多年的魔道大宗，这家底可真他娘的厚实啊！瞧瞧这万气阁里的宝贝，啧，咱们兄弟俩接下这差事，简直是每差一桩，有水足的很啊！一个满脸络腮胡、身材魁梧的汉子端起茶杯牛饮一口，随即咧嘴大笑，声音洪亮。坐在他对面那位身形消瘦、面色蜡黄的中年男子，闻言却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语气带着几分谨慎：“师弟，莫要得意忘形，宗主可是有严令，这万气阁内的所有物件必须原封不动，全部运回落云宗。你我在此，责任重大，岂能坚守自盗？”嗨，师兄你也太死板了。络腮胡不以为然地摆摆手，压低了些声音，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这阁内宝贝成千上万，咱们悄悄取用一些，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做得干净利落，谁又能查得出来？宗主他老人家远在千里之外，难不成还能隔空点数不成？消瘦男子闻言，手指轻轻摩挲着温热的茶杯壁，沉吟片刻，眼中也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缓缓开口道：“若是如此，倒也不是不行，不过须得定下规矩，你我2人至多只取总数的4成，你2成，我2成，如何？”络腮胡男子先是一愣，随即猛地一拍大腿，爆发出更加响亮的笑声：“好你个师兄！平日里看着道貌岸然、冷静自持，没想到这肚子里的小算盘打得比我还精。他娘的，你比我还要贪啊！”砰！就在2人相视而笑，自以为得计之时，万气阁那2扇沉重的大门猛然间被人从外面一脚狠狠踹开，巨大的撞击声如同惊雷炸响，瞬间打破了阁内的和谐气氛。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猛然炸开，万气阁那2扇沉重厚实的大门轰然向内倒塌，破碎的木屑与金属碎片四处飞溅，烟尘弥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阁内原本忙碌的景象瞬间凝固。那6名正在货架间拼命搜刮灵气符箓的年轻弟子，如同被施了定身术一般，动作僵在半空，满脸惊骇的扭头望向门口。而正坐在茶桌前商议着如何分赃的络腮胡张狂与面色蜡黄的宋泽，也是脸色骤变，猛地放下茶杯。在弥漫的烟尘中，2道身影率先迈着沉稳的步伐踏入阁内，正是落云宗长老杨磊与白河。而在他们2人身后，一个面容冷峻、气度不凡的年轻男子正倒背着双手，不紧不慢地跟了进来。杨师弟，白师妹。张狂与宋泽看清来人，先是一愣，随即脸上迅速挤出一丝略显僵硬的笑容，但眼底深处却掠过一抹不易察觉的警惕。他们心中同时咯噔了一下，这2人不是奉命在太初禁地外围搜寻天龙根并截杀极乐宫余孽吗？怎么会突然跑到这万气阁来？更让他们心虚的是，他们刚才还在密谋私吞阁中宝物，此事若是被同为长老的杨磊和白河撞见并上报宗主，那后果不堪设想。张狂与宋泽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忌惮。2位师兄，好久不见。在江晨的暗中操控下，杨磊脸上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笑意，朝着张宋2人抱了抱拳。江晨通过搜魂得知，这张狂性格粗豪贪婪，而那宋泽则心思深沉，修为更是达到了金丹中期，比杨磊和白河都要高出一筹，是个需要谨慎对待的角色。哎呀，杨师弟、白师妹，你们来的正好，快来坐下，尝尝师兄我刚沏好的灵茶，
这可是极乐宫珍藏的上等货色。张狂反应极快，立刻换上一副热情洋溢的笑脸，连忙起身招呼。杨磊和白河在江晨的指令下微微颔首，一眼走到茶桌旁，神色如常的缓缓落座。而江晨则如同一个沉默的随从，悄无声息地侍立在二人身后，低眉垂目，仿佛对眼前的一切漠不关心，实则已将阁内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宋泽的目光在杨磊和白河身上短暂停留后，又淡淡地扫过他们身后侍立的江晨。他见江晨面容陌生，气息内敛，但神态恭敬，得力于二人身后，便下意识地将其归为是他们二人新近收服的魔宗弟子。毕竟在攻破魔宗后，将一些天赋尚可的年轻修士抹去记忆，收为己用，在各大宗门中也是常有之事，不足为奇。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宋泽便不再过多关注江晨，将注意力重新放回了杨磊和白河身上。不知师弟师妹此番突然前来，可是宗门那边有什么要事吩咐？宋泽端起茶杯，随意地抿了一口，试探着问道：这两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他们刚刚商议好如何私吞宝物的时候出现，这未免太过巧合。莫非是宗主对他们起了疑心，特意派这两人前来暗中监视，以防他们中饱私囊？若真是如此，那今日之事恐怕难以善了，甚至可能……想到这里，宋泽握着茶杯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几分。然而面对宋泽的试探，杨磊和白河却并未立刻回答，两人只是不约而同地端起了面前的茶杯，动作看似自然，却巧妙地用杯身遮挡住了各自的眼神。就在这看似平静的气氛中，唰，啪嚓，两声脆响几乎同时响起，杨磊和白河手中的茶杯竟毫无征兆地脱手坠落，在坚硬的石质地面上摔得粉碎。茶杯落下的瞬间，便是雷霆万钧的杀机爆发之时。在如此近的距离，面对几乎毫无防备的同门，杨磊和白河如同蛰伏已久的毒蛇，骤然发起了致命一击。噗嗤，一道紫色剑光闪过，白河手中的紫剑快如惊鸿，精准无比地洞穿了坐在他对面的张狂的咽喉，剑尖透颈而出，留下一个拳头大小的恐怖血窟窿，滚烫的鲜血如同喷泉般咕噜噜地向外狂涌。这还不算完，白河手腕一震，磅礴的剑气顺着剑身疯狂涌入张狂体内，如同千万把细小的利刃，瞬间搅碎了他所有的生机。张狂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未能发出，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便在狂暴的剑气冲击下化作漫天血雾，从茶杯坠落到张狂毙命，整个过程快得超乎想象，持续时间甚至不到1秒钟。张狂直到意识彻底陷入黑暗的那一刻，双眼依旧瞪得如同铜铃一般，充满了极致的难以置信。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同门多年的杨磊和白河竟会对自己痛下杀手，而且是在如此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有效的防御，便已身首异处，魂飞魄散。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侧的杨磊也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雷霆一击。他手中不知何时已握住了一柄燃烧着熊熊烈焰的巨斧，悍然劈向宋泽的头颅。然而宋泽毕竟是金丹中期的修为，无论是反应速度还是护身手段，都远非刚刚毙命的张狂可比。就在杨磊暴起发难的刹那，他身上一件看似不起眼的青色内甲骤然爆发出刺目的灵光，一道凝实的青色光照瞬间浮现，硬生生挡住了杨磊这势大力沉的一斧。他怒喝一声，右掌猛地向前拍出，一股磅礴如海的灵力汹涌而出，化作一只巨大的岩石手掌，结结实实地印在了杨磊的胸膛之上。砰！一声沉闷的巨响传来，杨磊如遭重锤猛击，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接连撞塌了数个摆满灵气的货架。在一片叮当作响声中，杨磊狼狈地摔倒在地，口中喷出一口鲜血。啊！长老们打起来了，快跑啊！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将旁边那6名早已吓傻的年轻弟子彻底惊醒，他们何曾见过金丹长老之间如此血腥的内讧，顿时发出惊恐万状的尖叫，如同无头苍蝇般想要四散逃命。聒噪！一直冷眼旁观的江晨眼中寒光一闪，他甚至连脚步都未曾移动，只是随意地抬起右拳，朝着那6人所在的虚空轻描淡写的一拳轰出。一股无形却狂暴至极的气劲如同怒海狂涛般席卷而去。那6名筑基初期弟子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便被这股沛然莫遇的力量瞬间震碎了5脏6腑，七窍流血，当场毙命。宋泽猛地扭头，目光死死锁定在江晨身上，脸上充满了震惊。你究竟是何人？他此刻若再看不出来江晨才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那他也枉为金丹修士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弟子竟有如此恐怖的实力和心机，杀了他！江晨根本不与宋泽废话，直接通过神魂链接对刚刚爬起的杨磊和持剑而立的白河下达了绝杀指令。铿锵！白河手中紫剑发出一声龙吟，剑气瞬间暴涨，他身形如电，剑光化作漫天紫色光束，纵横交错，
竟将整个万气阁的穹顶和四壁搅得粉碎。刹那间，砖石木梁纷飞如雨，偌大的万气阁彻底化为一片露天废墟。当啷！面对这铺天盖地的凌厉剑气，宋泽脸色巨变，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双手急速结印，猛地向上一撑，一口古朴厚重、刻满符文的巨大青铜钟虚影骤然出现，将他周身里3层外3层的严密笼罩起来。叮叮，当当，无数剑气如同暴雨般倾泻在青铜钟影之上，爆发出密集的金铁交鸣之声，溅起漫天火星，却始终无法突破其防御。吼！就在这时，远处的杨磊也已稳住身形，他双手掐动一个复杂的法印，头顶上方火光冲天，一头完全由精纯火焰凝聚而成的狰狞妖兽虚影咆哮着显现。这火焰妖兽仰天发出一声无声的怒吼，随即化作一道焚尽万物的火流星，携带着恐怖的高温，悍然冲向被青铜钟保护的宋泽。疯了！你们两个简直是疯了！宋泽瞳孔剧烈收缩，发出一声惊怒交加的咆哮。眼前发生的一切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同为落云宗长老，平日里虽不算亲密，但至少也相安无事的杨磊和白河，为何会突然对自己和张狂痛下杀手，而且手段如此狠辣？尤其是张狂，此刻已身首异处，变成了一具冰冷的无头尸体，这血海深仇已然结下。轰隆隆！就在宋泽心神俱震之际，杨磊召唤出的那头火焰妖兽虚影已然咆哮着加入了战团。这妖兽形似巨蜥，通体由赤红烈焰构成，它匍匐在地，猛地张开巨口，喷出一道粗壮无比的熊熊火柱，狠狠地灼烧着保护宋泽的巨大青铜钟。滋滋滋，高温烈焰与青铜钟影剧烈碰撞，发出刺耳的灼烧声。那原本凝实厚重的钟影，在火焰的持续焚烧下，迅速变得通红扭曲，表面甚至开始出现一道道细密的裂纹。咔嚓，哗啦，仅仅支撑了不到片刻功夫，那口看似坚不可摧的青铜钟虚影，终于在火焰的持续冲击下不堪重负，发出一声脆响，彻底崩碎开来。钟影破碎的瞬间，宋泽手中光芒一闪，已然多出了一柄造型极其夸张的宽刃大刀。这刀身宽厚如同门板，长度超过2米，与他那消瘦单薄的身形形成了极其强烈的视觉反差。臭小子，原来是你！是你在背后搞鬼，控制了他们。宋泽手握巨刀，刀尖猛地指向一直冷眼旁观的江辰，眼中爆射出滔天的怒火与杀意。他并非愚钝之人，刚才江辰那句清晰的命令，以及杨磊和白河那毫无迟疑的反应，已经让他瞬间明白了一切。两个堂堂的金丹初期修士，竟然会对一个仅有筑基期修为的小辈唯命是从，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这般荒诞至极的事情，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他的眼前。给我死！盛怒之下，宋泽不再有任何保留，也顾不上去思考江辰为何能有如此诡异的手段。他双手紧握那巨大的夸张的刀柄，猛地旋转身躯，将全身灵力疯狂灌注于刀身之上，目标直指江辰。嗡！巨刀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一道磅礴浩瀚的恐怖刀气瞬间凝聚成型。这刀气呈半月状，宽达数丈，带着撕裂一切的毁灭气息，如同奔腾的银河般，朝着江辰所在的位置狠狠地碾压而去。轰隆！刀气位置，那凌厉无匹的锋锐之意已然将江辰脚下的地面切割出道深痕。狂暴的气压更是将他周身的空气都挤压的发出不堪重负的爆鸣。这一刀是要将江辰连同他周围的一切都彻底斩为齑粉。铿锵！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紫色的身影如同瞬一般，毅然决然地挡在了江辰身前。正是被江辰完全操控的白河。他手中紫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万千道凌厉绝伦的紫色剑气如同逆流而上的瀑布自下而上，疯狂地迎向那道毁灭性的刀气。轰！刀气与剑气在半空中猛烈碰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刺目的光芒瞬间吞噬了周围的一切，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如同涟漪般急速扩散，将地面掀翻，碎石乱飞。僵持仅仅持续了一瞬，白河终究在修为上弱了一筹，闷哼一声，连人带剑被那残余的刀气狠狠震飞出去。白河踉跄着倒退了数十步，才勉强稳住身形，嘴角已然渗出了一缕嫣红的鲜血。吼！几乎就在白河被击退的同时，杨磊操控的那头火焰巨蜥虚影再次发出震天咆哮，从高空俯冲而下，张开巨口，喷吐出漫天火海，炽热的高温将空气都灼烧得扭曲起来。而受了轻伤的白河，在江辰冷酷无情的指令下，根本无视体内翻腾的气血与经脉传来的刺痛，眼神空洞的他再次强行提起灵力，与火焰巨蜥一左一右，对宋泽形成了夹击之势。一时间，剑光火焰和刀气纵横交错，爆炸声不绝于耳。三位金丹修士的混战彻底爆发，将这片区域化作了毁灭的漩涡。江辰站在战圈之外，目光死死地盯着场中激烈的战况，
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他原本的计划是依靠杨磊和白河的突然发难，以2敌1，在最短时间内将宋泽这个最大的威胁解决掉。然而他远远低估了金丹中期与初期之间的实力差距。这宋泽不仅修为深厚，战斗经验更是老辣无比，手中那柄门板般的巨刀挥舞起来，攻防一体，威力惊人。杨磊和白河联手拼尽全力，也仅仅只能与他战个平手。双方你来我往，激战了上百个回合，却依旧谁也奈何不了谁。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此地乃是极乐宫腹地，虽然大部分落云宗修士已被清除，但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一旦有其他落云宗高手闻讯赶来，或者那位元婴老祖杨无极突然返回，那他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原本还想节省下来应对更危险局面的天元珠，此刻看来是不得不动用了。嗡！随着江辰手腕一翻，一颗通体流转着璀璨金光的宝珠赫然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去！江辰目光锐利如鹰隼，锁定正在与杨磊、白河激战的宋泽，口中发出一声充满决断的轻喝。咻！天元珠应声而动，化作一道肉眼几乎无法捕捉的金色流光，瞬间撕裂空气。他无视了双方激斗产生的狂暴能量乱流，以一种近乎诡异的轨迹，精准无比地击中了宋泽的后心。嗡！就在天元珠触碰到宋泽身体的刹那，异变陡生，那珠子并未爆炸，反而如同水泡般急速膨胀。一个巨大无比、金光流转的透明泡泡，以宋泽为中心骤然成型，将他整个人严严实实地困在了其中。这是什么鬼东西？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宋泽脸色巨变，发出一声惊骇的怒吼。他下意识地挥动手中巨刀，狠狠劈向泡泡内壁。然而那看似薄如蝉翼的泡泡壁却坚韧得超乎想象，刀锋劈砍上去，只激起一圈圈剧烈的涟漪和沉闷的响声，却根本无法破开分毫。砰砰砰！宋泽如同困兽般在泡泡内疯狂地冲撞劈砍，各种威力强大的法术接连轰击在内壁之上，却始终徒劳无功。而更让他绝望的是，一股散发着至阴至寒气息的黑色气流正悄无声息地从泡泡顶端的天元珠内弥漫而出，迅速充斥了整个空间。不要！当天煞之气如同无数冰冷的毒蛇般钻入他的识海，开始疯狂侵蚀他的灵魂本源时，宋泽的眼中终于浮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惧。这一刻他猛然醒悟，宋泽终于明白为何杨磊和白河会如同傀儡般听命于这个筑基期的小子。原来对方掌握着如此诡异的手段，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在天煞之气无情的侵蚀下，宋泽的意识迅速模糊，挣扎的动作也越来越微弱。片刻之后，他眼中的神采彻底暗淡，脑袋一歪，彻底昏死了过去。战斗戛然而止。江辰面无表情地走上前，从储物戒中取出了剩余的霓裳草药粉。先前伊曼施术时只用了一小部分，此刻还剩下不少。他心念微动，一股无形的吸力将昏迷的宋泽从泡泡中射出，拉至自己面前。他小心翼翼地捻起一小撮闪烁着七彩光泽的药粉，均匀地涂抹在宋泽的眉心之处。随即他闭上双眼，口中开始低声吟诵起那段复杂而古老的傀儡秘术咒语。随着咒语的进行，宋泽的身体逐渐被一层柔和的金色光晕所覆盖，那是霓裳草药力正在与他的神魂深度融合。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小半个时辰。当江辰终于缓缓停止诵咒，睁开双眼时，他的额头上已布满了冷汗，浑身的衣衫更是如同被水浸过一般。江辰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施展这傀儡秘术，尤其是操控金丹期修士的神魂，对自身心神的负荷竟会如此巨大。方才那短短小半个时辰的施法过程，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精神力。识海深处传来阵阵针扎般的剧痛与难以言喻的疲惫感，整个人头晕目眩，眼前阵阵发黑，几乎要当场晕厥过去。他强撑着盘膝坐下，调息了许久，才勉强将那股几乎要撕裂灵魂的疲惫感压了下去，苍白的脸上恢复了一丝血色。看来这傀儡术的消耗与受术者的修为境界息息相关，境界越高，神魂越强，对其进行操控所需要付出的心神之力就越是惊人。江辰心中凛然，暗暗告诫自己，今后若非万不得已，绝不能再轻易对金丹期以上的修士施展此术，否则一旦心神透支过度，后果不堪设想。当他终于缓过气来，重新站起身时，他的身后已然静静地站立着三道身影。为首的正是刚刚被炼制成傀儡的宋泽，他此刻面无表情，眼神空洞，如同一个精致的木偶。紧随其后的则是杨磊和白河，他们同样神色木然，只是身上气息略显萎靡，尤其是杨磊，胸前衣襟上还沾染着大片暗红的血迹。江辰仔细感应了一下三具傀儡的状态，眉头不禁微微皱起。杨磊和白河在先前的激战中受伤极重，他们体内的经脉在宋泽那狂暴的攻击下断裂了将近一半，这种伤势若是放在活人身上早已痛不欲生，
甚至可能直接昏死过去。也亏得他们现在已是无知无觉的傀儡之身，才能依旧站立。以他们现在的状态，若是再经历一次今天这般强度的战斗，恐怕这具肉身便会彻底崩溃，生机断绝，再无修复的可能了。江辰眉头紧皱，这3具金丹傀儡是他目前最重要的底牌，必须谨慎使用，不能再轻易让他们受损了。唰，江辰的目光转向四周，原本琳琅满目、摆放整齐的万气阁，此刻已是一片狼藉，货架倒塌，灵气散落一地，不少品质稍差的符箓和法器在刚才的战斗余波中已然损毁。他不再犹豫，心念一动，手指上的储物戒顿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哗啦啦，一股强大的吸力自戒指中涌出，如同无形的触手，将散落在地上的灵气、法宝、符箓，所有属于极乐宫传承的宝物，无论品阶高低，尽数席卷而起。这些是极乐宫数千年来积累的底蕴，是宗门复兴的希望之火。他必须将他们完好无损地带走，绝不能让他们落入敌手。至于宋泽3人手指上所戴的储物戒，江辰自然也毫不客气地一一取下。从宋泽的储物戒中，江辰发现了惊人的财富，足足有10几万颗晶莹剔透的灵石。这些灵石中，绝大部分都还残留着极乐宫特有的灵力印记，显然是他们攻破极乐宫后，从各处库房和弟子身上搜刮而来的不义之财。如今也算是物归原主了。走出已成废墟的万气阁，眼前的景象更是触目惊心。与万气阁相邻的丹房和曾经圈养着诸多灵兽的妖兽乐园，此刻已几乎被夷为平地，只剩下断壁残垣和烧焦的木梁。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和浓郁的血腥气，目光所及之处，能看到不少体型庞大的妖兽尸体横沉在地，死状凄惨。江辰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苦涩。他记得自己刚入极乐宫时，还曾憧憬过有朝一日修为精进后，能去妖兽乐园深处历练一番，见识一下那些强大的灵兽。如今这个小小的愿望恐怕永远也无法实现了。家园被毁，宗门凋零，往昔的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古灵长老，你一定要坚持住啊！江辰强行压下心中的愤怒，目光坚定地望向20里外那座高耸入云的天珠峰。嗖嗖，江辰身形一动，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起。在他身后，宋泽3人如同最忠实的影子紧随其后，4道身影划破长空，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天珠峰的方向疾驰而去。天珠峰上空，此刻这里早已不复往日的仙气缭绕，整片天空都被一种诡异的血红色所浸染，仿佛苍穹都在泣血。狂暴的能量乱流如同飓风般肆虐，将云层撕得粉碎。轰隆，又是一次惊天动地的猛烈碰撞，2道如同彗星般耀眼的光束在半空中狠狠对撞，爆发出足以震裂耳膜的巨响，恐怖的能量冲击波成环形向四周疯狂扩散，将下方天珠峰的山体都震得碎石滚滚。对轰之后，2道身影各自被巨大的反震力掀飞，向后倒射而出，足足退开了上千米的距离，才勉强稳住身形。东侧空中悬浮着一位身穿洁白道袍、鹤发童颜的老者，他面容红润，眼神犀利，手持一柄拂尘，周身散发着浩瀚如海的元婴气威压。此人正是落云宗的元婴老祖杨无极。他虽然气息也略有起伏，但整体依旧显得从容不迫。而在西侧与杨无极对峙的却并非人类，而是一头通体雪白、庞大如山的九尾妖狐。妖狐身后9条毛茸茸的巨尾如同孔雀开屏般舞动，每一根毛发都流淌着月华般的光泽，神圣而美丽。这正是极乐宫的元婴老祖古灵的本体九尾天狐。然而此刻九尾狐状态却极为不妙，它雪白的皮毛上沾染着大片刺目的血迹，嘴角不断有嫣红的血丝淌下，呼吸急促而紊乱，周身原本强大的气息也变得极不稳定，显然在之前的激战中受了不轻的内伤。好一头修炼千年的九尾天狐，果然神俊非凡。古灵，不要再负隅顽抗了，乖乖束手就擒，让老夫种下禁制，成为我的坐骑，尚可保全性命，否则今日便是你形神俱灭之时。杨无极抚摸着雪白的长须，看向古灵化身的九尾狐的目光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贪婪。杨无极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镇守极乐宫威名赫赫的元婴老祖，其真身竟然并非人族修士，而是一头早已在传说中销声匿迹的高阶妖兽九尾天狐。更让他心惊的是，这头九尾天狐的修为竟已真至元婴中期，实力强横无匹。若非他自身在元婴中期经营数百年，根基稳固无比，几乎触摸到了后期门槛，恐怕还真难以将其压制。哼，让一头妖兽来担任宗门老祖，看来这极乐宫果真是气数已尽，早已没落了。杨无极心中冷笑，眼中闪过一丝轻蔑，但随即一股难以抑制的狂喜便涌上心头。元婴级别的妖兽啊，这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绝世机缘。
尤其是像九尾天狐这等血脉高贵、潜力无穷的一种，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他原本的计划是彻底斩杀极乐宫的元婴老祖，以绝后患，但如今发现对方是妖兽之身，他的心思立刻活络了起来。斩杀一个元婴强者固然能削弱敌方实力，但若能将其生擒活捉，并以秘法收服、驯化为坐骑乃至战宠，那对于洛云宗整体实力的提升将是翻天覆地的。一头元婴中期的九尾天狐，足以让他在同阶修士中傲视群雄，甚至能让洛云宗在南越国的地位再上一个台阶。这远比单纯杀掉一个对手要划算得多。老匹夫想收本作为坐骑，你简直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古灵所画的九尾天狐口吐人言，声音冰冷刺骨，带着滔天的怒意。他抬起前爪，轻轻拭去嘴角不断溢出的血液，狐眸之中紫光闪烁，充满了戒备。他心中清楚，眼前这个老对手极其难缠，杨无极突破元婴中期的时间远比他要早，在此境界沉淀了数百年之久，灵力之精纯，根基之雄厚，几乎已达到了元婴中期的巅峰层次，距离后期也只有一步之遥。反观他自己，突破元婴中期不过100年光阴，虽然凭借自身天赋和机缘修为进展神速，后来更是与江辰那小子进行了一场意外的双修，凭空增长了近1甲子的精纯修为，使得实力大涨。可即便如此，与杨无极这种老牌强者相比，在底蕴和经验上终究还是逊色了一筹。更何况古灵心中深知，杨无极这老家伙身为洛云宗的元婴老祖，其底蕴之深厚，手段之繁多，绝非一鱼之辈。尤其是他手腕上佩戴的那几个看似不起眼的金色圆环，更是让他本能地感到一种强烈的忌惮。那圆环之上隐隐散发出的法则波动，古老而晦涩，显然是一件威力极大的异宝。杨无极见古灵态度如此强硬，眼中非但没有怒意，反而掠过一丝早有预料的神色，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他抚须轻蔑道：哼，果然是未开化的畜生，即便修成了人身，通了灵智，骨子里那股冥顽不灵的野性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气，终究是改不掉的。全然不懂我人族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他摇了摇头，语气陡然转冷，带着森然的杀意。既然你这狐狸精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那老夫今日便成全你，待我将你擒下，活活炼去你的神魂灵智，抹去你的自主意识，将你炼成一具只听我号令的行尸走肉，照样能成为我胯下最忠实的坐骑。话音未落，杨无极手腕一抖，那柄一直握在手中的白玉拂尘骤然化作一道流光，没入其袖中，消失不见。与此同时，他2条手臂的袖袍无风自动，手腕处猛然爆发出刺目的金色光华，哗，金光冲天而起，将杨无极整个人映照得如同天神下凡，威严不可侵犯。一股远超之前的恐怖威压，如同潮水般席卷开来。当啷，当啷，当啷，一连串清脆悦耳、蕴含着无上法则道韵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只见8个大小不一、造型古朴的金色圆环，如同拥有生命般自杨无极的双臂之上脱离飞出，悬浮于他身前。这8个圆环通体犹如神经铸就，表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玄奥无比的古老符文，更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的虚影在环身之上流转不息。它们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美地整体，散发出一种禁锢天地、镇压八荒的恐怖气息。极品灵宝八荒月轮，震！杨无极须发皆张，发出一声震天咆哮，他双手结印，朝着山峰之巅的古灵猛然一指，咻咻咻！8个金色圆环应声而动，化作8道撕裂长空的金色闪电，携带着镇压万物的磅礴伟力，从四面八方朝着显化出九尾天狐真身的古灵铺天盖地般笼罩而去。竟是极品灵宝！听到杨无极喊出八荒月轮之名，古灵所化的九尾天狐瞳孔骤然收缩，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他之前就在这几个诡异的金色圆环上吃过大亏，若非此宝威力绝伦，猝不及防之下重创了他的本源，以他同为元婴中期的修为，即便不敌杨无极这老牌强者，也绝不至于像现在这般狼狈，被打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极品灵宝啊，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即便是放眼整个上府国，3大魔宗传承数千年所拥有的最强宝物，也不过是上品灵宝级别。与真正的极品灵宝相比，无论是威力还是其中蕴含的天地法则，都有着天壤之别。他万万没想到，洛云宗竟然藏有如此底蕴。轰！面对那8个携带着毁天灭地之威呼啸而来的金色圆环，古灵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发出一声尖锐的狐啸，身后那9条如同擎天玉柱般的巨大狐尾猛然爆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华，磅礴如海的妖力瞬间凝聚，化作9道蕴含着恐怖能量的巨大光柱，如同9条咆哮的巨龙，悍然迎向飞来的八荒月轮。然而极品灵宝的威力远超他的想象，吃了！那9道足以轻易轰杀元婴初期修士的妖力光柱，在与八荒月轮接触的刹那，
竟如同纸糊的一样，被圆环上流转的玄奥符文轻易撕裂搅碎。8个金环去势不减，反而速度更快，如同瞬移般，刹那间便已出现在古灵的头顶上方。呵！古灵脸色巨变，他毫不犹豫，9条巨尾瞬间收拢，如同最坚实的盾牌般，层层叠叠地护在自己头顶与周身。砰！第一枚金环狠狠砸下，巨大的撞击声震耳欲聋。古灵只觉得一股无法形容的巨力透过虎尾传来，震得他气血翻腾，庞大的身躯剧烈摇晃。还不等他缓过气来，第2枚、第3枚金环接踵而至。砰！轰！更加狂暴的力量如同泰山压顶般轰然降临。古灵再也无法稳住身形，护体的9尾被硬生生轰开，他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庞大的弧身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狠狠砸在远处的山壁之上。一口滚烫的鲜血从他口中狂喷而出，将他胸前的雪白毛发染得一片血红。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如纸，气息也如同风中残烛般急剧萎靡下去。痛快！我这8荒月轮乃是我落云宗传承数千年的镇宗之宝，莫说是你这头畜生，就算是元婴后期的大能修士青灵，也不敢正面硬汉其锋芒，能死在此宝之下，也算是你的造化了。杨无极凌空而立，看着古灵那凄惨狼狈的模样，得意的仰天狂笑，嘴角几乎要咧到耳根子上去。师尊，手下留情！天穹之上，狂风呼啸，以宋泽为首的4人急匆匆地飞了过来。你们几个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杨无极正沉浸在即将收服9尾天狐的喜悦之中，忽然心有所感，眉头微皱，转身望向远处天际，只见4道流光正以极快的速度破空而来，眨眼间便已飞至近前，悬停在不远处的空中。为首3人正是他落云宗的宋泽、杨磊以及白河3位长老，而跟在最后面的则是一个面容陌生、气息仅有筑基期的年轻弟子。弟子拜见老祖。杨磊与白河率先躬身抱拳，神色恭敬无比。师尊。宋泽紧随其后，微微躬身示意。杨无极目光在3人身上一扫而过，随意的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他双手负于身后，习惯性的摸了摸自己雪白的长须，心中虽有几分疑惑，这3人为何擅离职守来到这天珠峰，但此刻他心情颇佳，也并未多问，只当他们是听闻自己在此大战，前来助阵。师尊，您可是打算彻底斩杀这头9尾天狐？宋泽上前一步，目光扫了一眼远处气息萎靡、伏在山壁上喘息不止的古灵。哼！杨无极冷哼一声，眼中寒光一闪。斩杀？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这孽畜胆负于顽抗，老夫要抹去他的神魂灵智，将他练成一具唯命是从的傀儡坐骑，让他永世不得超生。宋泽闻言，立刻露出一副焦急万分的模样，连连摆手劝阻：师尊，万万不可啊！师尊明鉴，若将其练成无知无觉的傀儡，固然听话，但其一身通天修为与天赋神通，恐怕连生前的一半都发挥不出来，这无异于暴殄天物。唉，你这孩子，为师又何尝不知其中道理？杨无极叹了口气，眉头紧锁，脸上也浮现出一丝无奈与烦躁。可这狐狸精性子刚烈倔强，宁死不屈，为师好言相劝，他非但不听，反而以命相搏。若非如此，为师又怎会动用8荒月轮这等重宝？他这话倒是不假，若能收服一头灵智完整、心甘情愿臣服的元婴级妖兽，其价值远比一具行尸走肉般的傀儡要大得多。但古灵的强硬态度让他觉得此事几乎没有回转的余地。宋泽眼珠一转，脸上忽然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侧身指了指一直沉默站在他身后的江辰，压低声音道：师尊，此事或许并非毫无希望。弟子这位新收的徒儿，别看他修为尚浅，却和这9尾天狐关系匪浅，不如让他上前一试，兴许能让这9尾天狐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师尊呢。哦。杨无极闻言，不由得挑了挑雪白的长眉，锐利的目光再次落在了江辰身上。这个年轻人，他刚才就注意到了，气息平平，只是个筑基期的小辈，在他这等元婴老族眼中，与蝼蚁无异。此刻听宋泽这么一说，他倒是生出几分好奇。宋泽微微躬身，回禀师尊，此子名为江辰，原本是极乐宫年轻一辈中天赋最为卓绝的弟子，悟性极高。弟子攻破极乐宫时，见他是个可造之才，不忍其随魔宗一同覆灭，便将其收为亲传弟子，抹去过往记忆，悉心教导。宋泽言辞恳切，极力推荐着身后的江辰。江辰适时的上前一步，对着杨无极恭敬的抱拳行礼：晚辈江辰拜见杨前辈，晚辈愿斗胆一试，劝说古灵前辈归顺于您。就凭你？杨无极的目光在江辰身上来回扫视，脸上写满了毫不掩饰的轻蔑。他承认，以他的眼力，自然能看出眼前这年轻人根骨齐家，
伶俐精纯，确实是万里挑一的好苗子。但筑基境就是筑基境，与元婴境之间隔着如同天堑般的巨大鸿沟。一个筑基期的小修士，妄图去说服一位心高气傲、宁死不屈的元婴中期大妖，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宋泽见状，连忙继续劝说道：“师尊，让他试一试又有何妨？成败于我宗都无损失，可万一他真的成功了呢？我洛云宗便将一举拥有2位元婴期大修士，届时宗门实力暴涨，又何须再像往日那般时时看那太极门的脸色行事？”太极门3个字如同针尖般刺中了杨无极心中最敏感的那根弦。他眉头猛地一抖，眼中闪过一丝深沉的厉色。是啊，他洛云宗在南越国传承已近5000年，论历史底蕴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宗门。可那太极门不过立派3000余年，仗着宗门内有2位元婴修士坐镇，近年来行事越发嚣张跋扈，隐隐有号令群雄的趋势，这让他这位洛云老祖心中早已积郁了太多不满。若是真能兵不血刃地收服这9尾天狐，那局面将彻底不同。杨无极沉吟片刻，手指缓缓捋过雪白的长须，锐利的目光再次落在江辰身上，终于松口道：“也罢，既然宋泽如此力荐，本座便给你一个机会。你若真能说服这孽畜归顺，令其心甘情愿臣服于本座，本座不仅饶你不死，日后在修行之道上亦可对你指点一二。多谢前辈，多谢前辈成全。”江辰立刻将头埋得更低，肩膀微微耸动，刻意装出一副因激动而手足无措的模样，连连点头哈腰。紧接着他转过身对宋泽恭敬道：“师父，那天狐虽已重伤，但余威犹在，弟子修为低微，恳请师父随弟子一同前往，护佑弟子周全。”“呵呵，乖徒儿莫怕，有为师在，定保你无恙。”宋泽脸上露出慈祥温和的笑容，俨然一副爱护弟子的好师尊模样。他袖袍一拂，便与江辰一同踏空而行，朝着天珠峰峰顶古灵坠落之处缓缓飞去。而杨磊与白河则依照江辰的暗中指令，如同2尊忠实的护卫，静静地侍立在杨无极的身后，目光平视，面无表情。天珠峰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斗法留下的恐怖痕迹。江辰与宋泽2人缓缓落下，站在了古灵的对面。此时的古灵因为本体伤势过重，已无法维持庞大的9尾天狐真身，重新化为了人形。他蜷缩在一块断裂的巨石旁，原本绝美的容颜此刻苍白如纸，不见一丝血色，嘴角残留着未干的血迹。那副柔弱无助、楚楚可怜的模样，与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元婴老祖形象判若两人，令人望之心生不忍。咯吱，看到古灵这般凄惨的模样，江辰的拳头在袖中下意识地死死攥紧，一股难以言喻的怒火在他胸中翻腾燃烧。该死的杨无极，下手竟然如此狠毒！或许是听到了脚步声，蜷缩着的古灵缓缓抬起了头。当他涣散的目光逐渐聚焦，看清站在自己面前的人竟然是江辰时，他那原本暗淡的瞳孔骤然收缩，苍白的脸上瞬间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失声惊呼道：“江辰，你还活着？”他的声音虚弱中带着颤抖，但那语气中的惊讶关切，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庆幸，却清晰可辨。哦，远处一直用神识密切关注着这边动静的杨无极，眼中金光一闪，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这狐狸精对这年轻小子说话的语气，果然与对待他人时截然不同，少了几分冰冷戒备，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情愫。看来宋泽这小子所言非虚，他们的关系还真是不一般呢。杨无极心中暗自点头，对江辰能说服古灵不禁又多了一分微弱的期待。江辰强行压下立刻冲上去查看古灵伤势的冲动，将所有的担忧与愤怒死死摁在心底。他知道此刻任何一个不合时宜的情绪流露，都可能引起杨无极的怀疑，导致满盘皆输。他必须忍耐，必须演好这场戏。江辰深吸一口气，强行将翻涌的心潮压下，脸上努力挤出一丝与内心截然相反的高傲。他缓步朝着蜷缩在地的古灵走去，步伐沉稳，眼神却在不经意间飞快地眨动，传递着只有古灵才能读懂的暗示。同时他口中发出夸张而刺耳的大笑，声音洪亮，确保远处的杨无极能够清晰听到。古灵啊古灵，想不到你也有今天。昔日你高高在上，执掌极乐宫，何等威风，如今却落得这般田地，真是天道好轮回。杨前辈神威盖世，亲临此地，你还不快快束手就擒，跪地投降？或许前辈仁慈，还能赏你一个痛快。江辰，你……古灵闻听此言，秀眉猛地蹙紧，苍白的脸上先是浮现出极度的错愕，随即转为一种被背叛的深深刺痛。他死死地盯着江辰，眼神中充满了不解的疑惑。江辰，他怎么会投靠了敌人？还有他那拼命挤眉弄眼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眼看古灵似乎未能完全领会自己的意图，甚至可能因误解而情绪失控，江辰心中焦急万分。他不敢有太大动作，只能冒险分出一缕极其微弱、几乎难以察觉的神魂波动，悄无声息地传向古灵。灵儿，冷静，听我说，这是唯一的生机。杨无极就在远处看着，我们必须演一场戏给他看。你若不配合我，今日你我二人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天珠峰。相信我。这缕传音如同惊雷，瞬间在古灵混乱的脑海中炸响。他娇躯微微一颤，眼中的愤怒和不解迅速被一丝恍然所取代。电光火石之间，古灵迅速调整好心态，脸上重新挂上了属于九尾天狐的不屑。他冷哼一声，呵呵，可笑，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鬼也配在本座面前大放厥词。我乃妖中贵族，九尾天狐后裔，血脉尊贵，岂会听命于你这等卑微的人类叛徒？江辰立刻接话，语气凶狠，伸手指着古灵，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你可知忤逆杨前辈是何等下场？那是要受尽折磨，挫骨扬灰，神魂俱灭的叛徒。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本座指手画脚？古灵怒斥，演技浑然天成。江辰嗤笑一声，摊开手，故作轻松道：极乐宫已经完了，树倒猢狲散，你还为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宗门卖什么命？只要你肯归顺杨前辈，我以性命担保，前辈不仅会饶你不死，还会以礼相待，灵丹妙药，洞天福地，好吃好喝的供着你。这难道不比形神俱灭要好上千百倍？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剑，表面上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实则是在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信息，共同上演着一场给杨无极看的劝降大戏。我可以考虑跟你们回落云宗，甚至也可以答应成为那老家伙的坐骑。一番争吵后，古灵脸上故意露出一副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做出艰难抉择的复杂神情。他话锋一转，语气陡然变得强硬起来。不过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否则我宁可自爆妖丹，玉石俱焚，也绝不会让你们得逞。江辰心中暗赞古灵反应机敏，脸上却不动声色，反而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色，挥了挥手，哼，阶下之囚，还敢提条件？不过说来听听也无妨，只要不过分，杨前辈或许会网开一面。远处的杨无极一直凝神细听，当他听到古灵竟然真的松口，愿意归顺，甚至甘为坐骑时，心中顿时涌起一阵狂喜。他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筑基小子，居然真的能说动这头倔强的九尾天狐。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急切，忍不住插话道：什么条件？快说，只要不过分，本座未尝不能答应。古灵闻言，冷冷地瞥了杨无极一眼，并未直接回答他，而是抬手指了指自己头顶上方那片依旧残留着恐怖威压的虚空，寒声道：在谈条件之前，先把你那该死的八荒月轮收起来。这鬼东西悬在我头顶，让我如何安心说话？此刻那8个金色的圆环虽然隐去了形体，但它们散发出的毁灭气息依旧如同无形的牢笼，死死地压制着古灵，让他连挺直腰杆都感到万分困难，更别提运转灵力了。一旁的江辰虽然表面上维持着镇定，但内心深处也同样被这极品灵宝的恐怖威势所震撼。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极品灵宝的压迫感，那是一种仿佛能轻易碾碎山河的无上伟力，远非他之前见过的任何法宝可比。杨无极听到这个要求，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他心念微动，就算收回八荒月轮又如何？这天珠峰四周早已被他布下了天罗地网般的封锁大阵，别说古灵现在身受重伤，就算他处于全盛时期，也休想轻易逃脱。哼，谅你也耍不出什么花样。杨无极冷哼一声，袖袍随意一挥，咻！只见空中金光一闪，那隐匿在虚空中的八荒月轮发出一阵轻微的嗡鸣，随即化作数道细小的金色流光，迅速没入了杨无极的袖口之中，消失不见。笼罩在古灵身上的那股沉重如山的威压也随之骤然消散。好了，现在可以说了吧？你的条件究竟是什么？杨无极负手而立，目光灼灼地盯着古灵，一字一句地问道。然而古灵却并未理会他，他只是冷冷地瞪了杨无极一眼，随即转过身，目光复杂地看向身旁的江辰。我的条件，我只跟这小子一个人说，其他人没资格听。呵呵，故弄玄虚，本座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来。杨无极闻言发出一声不屑的冷笑，但终究还是默许了古灵的要求。他锐利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江辰身上，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暧昧猜测。这小子和这九尾天狐的关系果然非同一般。瞧他们之间那微妙的气氛，莫非这两人之间曾经有过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往？杨无极心中暗自揣测，越想越觉得有可能。毕竟在魔宗那种地方，双修采补之事本就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说不定这小子就是这九尾天狐精心挑选用来修炼的炉鼎。难怪这狐狸精对他如此另眼相看，甚至愿意听他劝说。嘿，这小子倒是艳福不浅啊。就在杨无极胡思乱想之际，古灵已经缓缓俯下身子，将苍白的脸颊凑近江晨的耳边。他看似是在说悄悄话，实则是在用极其微弱几乎不可闻的声音急速传音江晨情况不妙。这老家伙极其谨慎，整个天珠峰四周早已被他布下了层层叠叠的封锁大阵，我如今身受重伤，强行破阵几乎没有可能。你可有脱身之法？江晨感受到耳边传来的温热气息，心中一定。他同样以微不可察的动作，嘴唇微动，将声音凝成一线，悄然送入古灵耳中。灵儿放心，我早已做好准备，脱身之法有2种。哦，古灵闻言，美眸中瞬间闪过一丝惊讶。他没想到江晨在如此绝境之下，竟然还能如此镇定，并且胸有成竹地提出2种脱身方案，这让他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丝曙光，同时也更加确信江晨身上隐藏的秘密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多得多。他绝非凡俗之辈，否则又怎会甘冒其险深入这龙潭虎穴来营救自己。远处杨无极虽然听不清2人具体在说什么，但他元婴期的强大神识却能清晰地捕捉到2人之间那种极其亲近的姿态。哼，这2人靠得如此之近，窃窃私语，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又眼带笑意，莫不是在这生死关头还在打情骂俏不成？杨无极心中莫名的涌起一丝不快，仿佛自己看中的宝物正在与他人眉来眼去。不过他很快便将这丝不快压了下去。罢了，只要这小子真能说服这狐狸精乖乖归顺，暂时忍一忍这口气又有何妨？待他成了本座的坐骑，还不是任由本座拿捏？由于杨无极的全部心神都牢牢锁定在古灵与江晨的互动上，试图从他们的神态和低语中捕捉到一丝一毫的线索，以至于对身后悄然发生的致命危机竟是浑然未觉。就在他全神贯注之际，原本静立在他身后的杨磊与白河不知何时已然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移动到了他的背后，双方之间的距离已缩短至不足半米。哗，毫无征兆的一变陡升，杨磊与白河原本空洞的眼神瞬间被一种决绝的疯狂所取代。他们如同2道蓄势已久的野兽，猛地从后方扑上，双臂如同最坚固的铁钳，死死地箍住了杨无极的身体。一人锁住其双臂，一人缠住其腰身与双腿。正聚精会神观察前方动静的杨无极，猛然感觉到身体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后方禁锢，眉头瞬间紧蹙，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如同冰水般浇遍全身。你们2个干什么？疯了不成？他惊怒交加的厉声呵斥。这2个家伙难道是得了失心疯，竟敢对自己出手？然而回答他的并非杨磊或白河的声音，而是远处江晨那一声石破天惊的暴喝。爆！轰！随着江晨这声充满决绝的指令，被制住的杨无极骇然感觉到紧贴在自己身后的杨磊与白河，其身体内部仿佛被点燃了2座即将喷发的火山，他们的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膨胀变形，刺目欲盲的金色光芒如同液体般从他们身体的每一个毛孔中疯狂涌出。咔嚓咔嚓咔嚓，杨磊和白河的身体表面瞬间布满了成千上万道如同蜘蛛网般密集的恐怖裂痕，金光正是从这些裂痕中迸射而出。那是金丹修士毕生修为与生命精华在瞬间被点燃，压缩到极致后即将彻底释放的毁灭前兆。金丹自爆！杨无极的瞳孔收缩到了针尖大小，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他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扭曲的怪叫。轰隆隆隆，他的惊呼声尚未完全落下，2股足以毁天灭地的能量已然从杨磊和白河的体内轰然爆发，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瞬间吞噬了一切。恐怖的能量风暴如同2颗太阳在此地同时炸裂，刺目的光芒让天空中的烈日都黯然失色。狂暴的冲击波混合着血肉碎骨，呈球形向4面8方疯狂席卷，整个天珠峰顶都被这毁灭性的光芒映照成了一片血红色。而就在这惊天动地的爆炸发生的前一刹那，对面的江晨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早已准备多时，毫不犹豫地将一枚龙眼大小散发着土黄色光晕的丹药塞入口中，正是系统先前奖励的保命神物遁地丸。江晨眼疾手快，在爆炸冲击波席卷而来的前一瞬，左手猛地抓住古灵冰凉的手腕，右手则扯住宋泽的衣襟。遁地丸入口即化，一股难以抗拒的拖拽力自他体内爆发，3人如同被无形巨手握住，瞬间沉入地面。砰！地表上杨无极布下的层层阵法光幕，在这股霸道至极的遁地之力冲击下，如同纸糊般应声破碎，连片刻阻滞都未能做到。遁地丸的药效惊人，下潜速度快得超乎想象，
不过2个呼吸的功夫，四周已是一片漆黑，唯有遁地丸散发的微弱黄光笼照着3人。他们竟已深入地下近千米，周围传来的压力陡增，坚硬的岩层不断擦身而过。江晨强忍着高速下坠带来的不适，心中却是沉重。为了创造这一线生机，他不得不牺牲了杨磊和白河2具金丹傀儡。金丹修士自爆的威力何等恐怖，尤其是在毫无防备的贴身距离，即便是元婴后期的强者，若正面硬抗也绝不好受。杨无极那老怪即便不死，此刻也定然狼狈不堪，心神大乱，这应该能为我们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江晨暗自思索。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新的考验，遁地丸产生的下潜速度越来越快，远超他的预估，四周不再是松软的泥土，而是越来越坚硬致密的岩层。尽管有遁地丸的光照保护，但那剧烈的摩擦和不断的撞击依然震得他气血翻腾。灵儿，抱紧我！这速度太快了。片刻后，江晨忍不住大喊出声。他感觉自己像是被塞进了一根粗糙无比的管道里，剧烈的颠簸和撞击让他头晕目眩，身上多处传来火辣辣的疼痛，恐怕早已是鼻青脸肿。嗡！就在江晨被高速下潜的冲击力撞得头晕目眩之际，一股柔和的力量忽然将他揽入一个温软清香的怀抱之中。古灵强忍着自身的虚弱，将他紧紧护在胸前，一股清雅独特的幽香瞬间包裹了江晨。紧接着，古灵玉指轻抬，迅速点在江晨的掌心，一道柔和而坚韧的银色光晕立刻自他体内荡漾开来，迅速形成一层薄如蝉翼却异常坚固的灵力屏障，将他整个人严密地笼罩其中。这层屏障仿佛拥有生命般灵巧地流动着，将所有来自外界坚硬岩层的猛烈撞击尽数化解。江晨顿时感觉周身压力一轻，那令人窒息的颠簸感大为缓解。相比之下，傀儡宋泽的处境就显得狼狈多了。他毫无防护，仅被江晨用脚勉强勾住衣带，如同一个沉重的沙袋般拖拽在后。高速下潜中，他的身体不断与周遭坚硬的岩石发生剧烈碰撞，发出沉闷的砰砰声响。所幸他本身是金丹中期的肉身，强度远超寻常，这些撞击虽看似骇人，却并未对他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只是看上去颇为凄惨。江晨，古灵冰凉的手指紧紧握住江晨的手，他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虚弱。这次我们真的能逃出去吗？感受到他掌心传来的冰凉和那份深藏的不安，江晨反手将他的手握得更紧，目光坚定地迎上他有些暗淡的眸子，重重地点头。相信我，灵儿，我们一定能逃出去，我绝不会让你有事。遁地丸的药效极其霸道，带着他们不断向大地深处沉去。根据江晨的估算，此刻他们恐怕已深入地下超过3000米。这个深度，地压巨大，岩层坚硬如铁，寻常遁地法术根本无法抵达。即便是元婴期的修士，若无特殊宝物或秘法护身，其神识探查和土遁能力在此也会受到极大限制。杨无极那老怪先是被杨磊和白河近距离自爆冲击，即便不死也必然受了重创，心神震荡之下，短时间内绝难恢复巅峰状态来追查。江晨心中快速分析着，这无疑是他们目前最大的优势。然而就在这时，噗！依偎在江晨怀中的古灵猛地身体一颤，毫无征兆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温热的血液溅在江晨的脸颊上，触目惊心。他的脸色瞬间由苍白转为一种死灰般的煞白，气息如同风中残烛，急剧萎靡下去。灵儿，你怎么了？江晨脸色骤变，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他慌忙扶住古灵软倒的身体，声音因极度的担忧而变得嘶哑。古灵艰难地抬起眼帘，眼神涣散，气若游丝地断断续续道：我被杨无极的八荒月轮伤及了根本，那灵宝蕴含着一股极其阴毒的破坏之气，此刻正在我的经脉深处不断侵蚀。话音未落，他的脑袋便无力地垂落下来。在他意识彻底陷入黑暗的前一刹那，古灵用尽最后一丝清明，指尖凝聚其体内残存不多的本命灵力，带着一种近乎决绝的温柔，轻轻点在了江晨的额头。一股精纯温和的灵力暖流，如同涓涓细流，缓缓注入江晨的识海与经脉。这是他最后的力量，是他在这绝境中能给予他的全部支撑。灵儿，江晨心头巨震，悲呼一声，来不及细细体会这股灵力的滋养，立刻将神识小心翼翼地探入古灵体内。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只见古灵经脉深处，大部分重要的脉络都被一股泛着诡异绿色光泽，形如无数细密钢针的能量死死缠绕侵蚀着。这些绿色的能量如同枯骨之躯，不仅阻塞了灵力的运转，更在不断的破坏腐蚀着经脉本身，许多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了断裂和枯萎的迹象。杨无极，你这该死的老匹夫，下手竟如此阴毒狠辣！江晨的脸色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一股滔天的怒火混合着刺骨的心痛，几乎要将他的理智淹没。他清楚地知道，
一旦这些破坏之气将古灵的经脉彻底摧毁，那么他辛辛苦苦修炼千年的道基将彻底崩毁，一身通天修为付诸东流，甚至会危及性命，最终变成一个连凡人都不如的废人。眼下或许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救他，双修。凭借他独一无二的真阳仙体，在双修过程中可以引导并吸纳古灵体内的一种能量，尤其是这种阴毒破坏之气，将其转化为相对温和纯净的能量，甚至反哺自身。这是唯一可能根除他体内隐患、修复经脉的希望。然而双修之法需要双方心神合一，在一个绝对安全、不受打扰的安静环境下进行，容不得半点差池。可此刻他们尚在逃亡途中，杨无极是否已经摆脱自爆的困扰追击而来，犹未可知。在这危机四伏的地底深处，显然不是施行此法的最佳时机，必须先逃出去，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江辰猛地一咬牙，强行压下立刻为古灵疗伤的冲动，将这份担忧转化为更强大的求生欲。他深吸一口气，感受着体内古灵传来的那股精纯灵力与自己原本的力量逐渐融合。在这股力量的加持下，他的状态瞬间攀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周身灵力澎湃，神识也变得更加清明敏锐。天珠峰上空此刻已沦为一片毁灭的炼狱，狂暴的能量风暴如同失控的巨兽，疯狂地撕扯着周遭的一切。风暴中心火光冲天，雷霆肆虐，将原本蔚蓝的天空染成了不祥的血红。被引爆的2名金丹修士毕生修为在此刻彻底释放，其威力足以移山填海，久久未能平息。一道略显踉跄的身影猛地从这毁灭风暴的中心强行冲了出来，正是杨无极。然而此刻这位元婴老祖的模样可谓是狼狈到了极点，他那一身象征身份的洁白道袍早已被狂暴的能量撕扯得千疮百孔，变成了蓝缕的布条，勉强挂在身上，不少地方还被高温灼烧的焦黑，冒着缕缕青烟。他那一头梳理的一丝不苟的雪白长发此刻也凌乱不堪，如同乱草般披散开来，甚至有几缕发梢被烧得卷曲焦糊，身上更是沾满了尘土，哪还有半分仙风道骨、世外高人的模样啊！杨无极稳住身形，感受着体内翻腾的气血和经脉传来的阵阵刺痛，尤其是想到刚才那惊险的一幕，他再也抑制不住胸中的滔天怒火，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这咆哮声中充满了极致的愤怒、屈辱，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后怕。该死的小畜生，竟敢将我落云宗的长老链制成傀儡，还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暗算本座。他气得浑身发抖，双目赤红，几乎要喷出火来。想他堂堂元婴中期大修士，纵横南越国数百年，何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如今竟然被一个只有筑基期修为，在他眼中如同蝼蚁般的小辈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更让他心都在滴血的是，落云宗此番损失惨重，杨磊和白河2位金丹长老，宗门的中流砥柱，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折损于此，甚至连尸骨都未能留下。而他寄予厚望的亲传弟子宋泽，此刻也下落不明，十有八九也已遭了毒手，被那小子用邪术控制。此事若传扬出去，他杨无极和落云宗壁将沦为整个南越国修真界的笑柄，几百年内都休想再抬起头来。这让他如何不恨，如何不怒？狡猾的小子，老夫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还有那头狐狸，也休想活命！杨无极咬牙切齿，他猛地一甩几乎破碎的袖袍，也顾不得调理伤势，体内元婴期的磅礴灵力轰然爆发，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如同陨石般朝着地面狠狠撞去。他所选择的位置分毫不差，正是江辰之前使用遁地顽强行破开阵法，潜入地底时留下的那个通道入口。噗嗤，杨无极的身影瞬间没入地面，消失不见。一进入这条被遁地丸强行开辟出的地下通道，他的速度陡然激增，因为通道内的泥土和岩石早已被先前的力量排开震碎，形成了一条相对顺畅的路径，几乎没有任何阻碍。这使得杨无极得以将遁速提升到极致。不过短短半炷香的功夫，杨无极那强横的神识便如同无形的触手，牢牢锁定了前方那道熟悉而又令他恨之入骨的气息。哼，区区筑基小辈，竟能遁入如此之深的地底，身上定然藏着不小的秘密，待老夫将你擒住，必要搜魂炼魄，将你所有的机缘造化连本带利的挖出来。杨无极眼中寒光爆射，咬牙切齿的低吼。江辰展现出的种种异常早已超出了寻常筑基修士的范畴，这让他更加坚定了活捉对方的决心。两者之间的距离正在被迅速拉近，已不足5公里。对于元婴修士而言，这点距离几乎转瞬即至。糟了，他追上来了！前方正全力催动遁地丸的江辰心头猛地一沉，他清晰地感知到后方通道中传来的那股凌厉无匹的破空之声。杨无极这老怪极其精明，竟是沿着他遁地时强行开辟出的通道追了过来。在现成的通道中，对方的遁速远非自己可比。哗啦啦，
危急关头，江辰毫不迟疑，反手便是一大打火球符向后甩出。这些符箓虽威力不强，但胜在数量众多，在狭窄的地下通道中接连引爆，顿时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塌方。轰隆隆的巨响中，后方的通道被大量崩落的岩石泥土瞬间填埋堵塞。然而江辰心知这只能暂缓片刻，根本无法阻挡元婴修士的脚步。同时他也感觉到遁地丸的药效已接近极限，下潜的深度难以再增加。往上走，他当机立断，猛地调转方向，操控着遁地丸残余的力量，如同离弦之箭般朝着地表急速冲去。轰！一片看似平静的荒野地表猛然炸开，土石飞溅，三道身影颇为狼狈地从地下冲天起，正是江辰、昏迷的古灵以及傀儡宋泽。江辰刚一落地便大口喘着粗气，连续的高强度奔逃和心神消耗让他也感到有些吃力，但他不敢有丝毫停顿，迅速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一枚散发着空间波动的银色丹药，正是系统奖励的保命至宝瞬息丸。他原本想将此物留作更关键的底牌，但眼下形势危急，也顾不得许多了，毫不犹豫地一口吞服下去。与此同时，他又飞快地取出另一个药瓶，里面是一种特制的无色无味的香料粉末。他迅速将粉末涂抹在自己和古灵还有宋泽的身上，这种香料是他精心调配，能够最大程度地隔绝自身的气息、体温乃至微弱的灵力波动，如同给三人披上了一层无形的隐身衣。纵然杨无极神识再强，在无法直接目视的情况下，想要在广阔天地间精准找出刻意隐藏且被特殊香料屏蔽的他们也绝非易事。小畜生，看你们这次还能往哪里逃！轰隆，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距离江辰三人不远处的荒原地表猛然炸开一个巨大的窟窿，土石飞溅中，一道身影携带着滔天怒焰冲天起，正是杨无极。他悬浮于半空之中，双手负于身后，虽然衣袍褴褛，略显狼狈，但那股属于元婴修士的恐怖威压却如同实质般弥漫开来。他冰冷的目光如同两把利剑，瞬间锁定了对面的江辰三人。尤其是落在江辰怀中昏迷不醒的古灵时，嘴角勾起一抹残忍而戏谑的冷笑。被老夫的八荒月轮重创，那蚀骨噬魂的滋味不好受吧？面对这近乎绝境的压迫，江辰缓缓抬起头，眼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决绝。他死死地盯着杨无极，一字一句，声音不大，却如同誓言般清晰地回荡在天地之间。老匹夫，今日之辱将某铭记于心，我在此立下血誓，10年不5年之内必亲上落云宗，斩下你的狗头，以祭我极乐宫万千同门之灵。他的声音冰冷刺骨，蕴含着滔天的杀意。杨无极已是他必杀名单上的头号死敌。哼，狂妄无知的小辈，就凭你这微末修为也敢口出狂言，杀你，老夫只需一根手指便可让你形神俱灭。杨无极闻言不怒反笑，脸上写满了极度的轻蔑。他缓缓抬起右手，看似随意地伸出一根食指，朝着江辰所在的方向轻轻一点。哗！霎时间风云变色，天地灵气疯狂汇聚，一根长达100丈、凝如实质的恐怖巨指凭空出现在苍穹之上。这根巨指其上指纹脉络清晰可见，仿佛是由神明之手凝聚而成。它携带着毁天灭地的浩瀚能量，如同支撑天地的擎天巨柱崩塌，又似一颗坠落的星辰，以无可阻挡之势朝着地面上的江辰三人狠狠碾压而下。巨指尚未真正落下，那磅礴无匹的威压已然先行降临，空气仿佛被凝固，空间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江辰只觉得一股无法形容的巨大力量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脚下的地面寸寸裂开，他全身骨骼都在咯吱作响，连抬起头都变得异常艰难。然而就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江辰的脸上却不见丝毫慌乱，反而浮现出一抹诡异的平静。他迎着那毁灭的巨指，面无表情地吐出最后一句冰冷的话语：呵呵，老东西，江某向来言出必践，好好珍惜你最后这几年的寿元吧，你的死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轰！就在那擎天巨指即将碾碎一切的千钧一发之际，异变陡生，江辰的体内仿佛有一轮银色的太阳骤然苏醒，一股难以言喻的磅礴能量轰然爆发，耀眼的银色光辉瞬间将他、古灵以及宋泽三人彻底吞没。那光芒是如此炽烈，以至于他们三人的身影在刹那间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流动的液态白银，变得虚幻而不真实。紧接着，一股更为恐怖的力量波动，如同决堤的洪流般从江辰体内席卷而出，那是空间之力。咔嚓，伴随着一声仿佛琉璃破碎般的清脆一响，江辰身后的空间竟如同镜面般被硬生生撕裂开一道巨大的漆黑裂口，裂口内部深邃无比，仿佛通往另一个未知的维度，散发出令人心悸的虚无气息。
这漆黑的空间裂口一出现，便产生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吸力，如同巨兽张开的饕餮之口，瞬间便将包裹在荧光中的江辰三人吞噬了进去。从荧光爆发到空间裂开，再到三人被吞噬消失，整个过程快得超乎想象，仅仅持续了不到1息的时间。当刺目的荧光与那诡异的黑洞一同消散后，原地只留下了一片微微扭曲、荡漾着空间涟漪的空气，以及尚未完全散去的属于江辰的微弱气息，证明着他们曾经存在于此。什么？半空之中，杨无极脸上那原本胜券在握的笑容，在这一刻彻底僵住。他整个人如同被一道无形的惊雷劈中，猛地僵直在原地，瞳孔剧烈收缩，眼中充满了极致的震惊。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攻击落下，却只穿透了一片虚无。那足以碾碎山岳的100丈巨指，最终狠狠地轰击在了空无一人的地面上。轰隆隆，大地发出痛苦的呻吟，一道长达10多公里的恐怖裂谷瞬间形成，烟尘冲天而起，碎石如雨般飞溅。然而这毁灭性的景象却丝毫无法缓解杨无极心中的暴怒。唰，杨无极的身影瞬间出现在江辰原先站立的位置，他疯狂地释放出神识，扫过每一寸空间，试图捕捉到任何一丝痕迹。然而除了空气中那正在迅速消散的属于江辰的残余气息外，他一无所获。该死的，这难道是瞬移术？不是更高深的空间挪移神通？这怎么可能？他一个筑基期的小杂种，怎么可能掌握如此逆天的法则之力？杨无极的声音变得尖利扭曲，他死死地盯着那片逐渐平复的空间涟漪，仿佛要将那里瞪穿一般。一个在他眼中如同蝼蚁般的筑基修士，竟然在他这位元婴中期大修士的全力一击之下，不仅安然无恙，更是以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凭空消失，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走了，而且还是带着2个人全身而退。这简直荒谬到了极点。这要是传扬出去，他杨无极必将成为整个修真界千古未有的笑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杨无极死死地盯着那片空无一物的虚空，心中翻涌起惊涛骇浪。一个筑基期的小修士，怎么可能领悟元婴修士才能顿悟的空间法则？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除非他身上怀有某种能够瞬移或者进行空间挪移的顶级灵宝。这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杨无极的脑海，让他瞬间恍然大悟。是了，一定是这样。那小子定是依仗了某种逆天的外物之力，才能在这必死之局中逃出升天。毕竟众所周知，唯有修为达到元婴境界，对天地法则有了初步的掌控之后，才有可能勉强撕裂虚空，施展短距离的空间挪移之术。一个筑基修士绝无可能靠自身做到这一点。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想通了这一点，杨无极心中非但没有平静，反而涌起一股更加炽烈的贪婪。他立刻将自身元婴中期的庞大神识毫无保留地向外扩张，如同无数张无形的巨网，瞬间覆盖了方圆上千公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天空。他要捕捉江辰残留的气息，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只要被他锁定方位，他便可凭借修为强行破开空间，瞬间挪移到对方面前，将其擒拿，夺宝杀人。然而令他感到无比震惊的是，任凭他的神识如何细致的扫描探查，江辰三人的气息就如同彻底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仿佛不是遁入了空间裂缝，而是直接跳进了一片无边无际、能够吞噬一切的汪洋大海深处，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追踪的痕迹。啊！该死的小辈，狡猾的孽畜！接二连三的挫败让杨无极彻底陷入了暴怒之中。他双目赤红，布满了狰狞的血丝，额头上青筋暴起，发出一声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咆哮。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一个微不足道的蝼蚁戏耍于股掌之间，这种极致的羞辱感几乎要将他逼疯。人类被一个你眼中的蝼蚁耍得团团转，这滋味如何？是不是很美妙啊？就在杨无极怒火攻心之际，一个沙哑阴沉的嘲讽笑声突兀地从天珠峰那深不见底的地脉深处传了出来。杨无极狂暴的情绪如同被冰水浇透，瞬间冷静了几分。他目光一凝，锐利的眼神如同2柄利剑射向天珠峰的方向，眉头紧紧皱起，一字一顿地吐出了那个令他忌惮的名字：邪魔皇。是了，他之所以没有在攻破极乐宫后立刻动用雷霆手段将整座天珠峰夷为平地，正是因为忌惮这深埋于地底深处的恐怖存在。不只是极乐宫，他落云宗内同样镇压着一头血魔皇。嘿嘿，人类何必如此动怒呢？地底深处，那沙哑阴森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意味，缓缓说道：我血魔一族自古便传承着一种独特的秘术，能够追踪任何生灵的气息，哪怕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也休想摆脱。只要你肯助我打破这该死的封印，放我出来，本皇便以魔族的名义起誓，定会帮你将那个胆大包天的小辈揪出来，
任凭你处置，如何？这笔交易对你而言可是稳赚不赔啊！结。血魔皇的笑声在幽深的地底回荡，充满了诱惑。然而，回应他的却是杨无极一声冰冷的、充满杀意的嗤笑。你这被囚禁了万年的老魔，好大的狗胆，竟敢驱使老夫为你做事！你以为老夫是3岁孩童，会信你这魔头的鬼话连篇？杨无极眼神锐利如刀，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但周身散发出的寒气却足以冻结空气。他虽然因江辰的逃脱而怒火中烧，几乎要失去理智，但作为活了大几百年的元婴老怪，基本的判断力尚存。血魔一族乃是整个天武大陆所有生灵的死敌，其凶残与狡诈早已臭名昭著。若是为了一时之气将这尊被上古大能封印的恐怖魔头放出，那无异于引狼入室，必将酿成席卷整个南越国甚至更广阔地域的滔天浩劫。这个责任他杨无极承担不起，洛云宗也承担不起。哼，老夫现在火气正盛，无处发泄，正好拿你这老魔来消消火。话音未落，杨无极的身影骤然模糊，嗖，他瞬间化作一道流光，径直没入天珠峰顶那座被称为天池的湖泊底部，沿着一条隐秘的通道，以惊人的速度向着地心深处前去。不过片刻功夫，他便冲破层层禁制，来到了一片被无数符文锁链交织、充斥着浓郁魔气的巨大地下空间。空间中央，一团不断扭曲、翻滚的暗红色血影被无数金色的符文锁链死死缠绕镇压着，正是被封印的血魔皇本源。人类，你想干什么？血魔皇所化的那团血影察觉到杨无极的到来，剧烈的翻滚起来，发出又惊又怒的咆哮。他没想到对方非但没有被他的条件诱惑，反而直接杀到了他的封印核心之地。干什么自然是揍你一顿，顺便给你这老魔头再加固几层封印，让你安分些。杨无极此刻满腔的怒火和憋屈正无处宣泄，看到这团代表血魔皇意识的血影，仿佛看到了戏耍他的江辰。只见他眼中寒光爆射，根本不给对方再多言的机会，抬手便是一掌隔空拍去。砰！一股磅礴的元婴灵力化作一只巨大的手掌，结结实实地拍在那团暗红血影之上。血影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瞬间被拍得四分五裂，化作无数细小的血珠四处飞溅。虽然这些血珠很快又蠕动着试图重新汇聚，但整个过程明显变得迟缓了许多，血影的光芒也暗淡了几分。被封印万年，血魔皇本就极度虚弱，如今被杨无极这般攻击，虽然无法真正灭杀他，却也在不断消耗着他本就所剩无几的本源元气。你，本皇是要杀你！血影中传出血魔皇怨毒到极点的嘶吼。杀我？等你先从这封印里爬出来再说吧。杨无极冷哼一声，心中怒火更盛。他双手结印，周身烈焰升腾，凝聚出熊熊真火，毫不留情地灼烧向那团不断扭曲的血影。啊！真火乃是魔气克星，血魔皇顿时发出更加凄惨的哀嚎，血影在火焰中剧烈蒸发缩小。杨无极面无表情，将所有的愤怒和挫败感全都倾泻在了这倒霉的血魔皇身上，仿佛眼前被灼烧的就是那个从他手中溜走的江辰。嗖嗖嗖！夜色如墨，万籁俱寂，凛冽的寒风在高空中呼啸，吹动着江辰的衣袍。他怀抱着依旧昏迷不醒的古灵，身后紧跟着沉默如影的傀儡宋泽，三道身影如同夜空中最不起眼的流星，在连绵起伏的山脉上空急速穿梭。他们已经连续飞行了整整3天3夜。这3天里，江辰不敢有丝毫停歇，体内的灵力如同开闸的洪水般疯狂消耗，全凭着一股顽强的意志和古灵先前渡来的那股精纯灵力在支撑。他一路向西，专挑那些人迹罕至、灵气稀薄甚至枯竭的荒凉之地前行，哪里偏僻就往哪里钻，哪里看起来毫无价值就选择哪里落脚。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可能的远离天珠峰，远离杨无极的神识覆盖范围。此刻他们所处的位置距离极乐宫旧址已然超过了8000里之遥，这是一段足以让任何筑基修士都感到绝望的距离。终于在第4天的黎明前夕，江辰的目光锁定了一片看起来毫无生机的杂乱野林。这片林地树木稀疏，枝叶枯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腐朽气息，天地间的灵气更是稀薄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对于任何修士而言，这里都堪称是一处毫无价值的废土。就是这里了。江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紧绷了3天的神经终于略微放松了一些。他操控着身形，缓缓降落在林地中央一片相对平坦的空地上，将依旧昏迷的古灵轻轻靠在一棵枯死的老树旁。江辰立刻盘膝坐下，开始全力运转功法，恢复几乎枯竭的灵力。同时他心念一动，对傀儡宋泽下达了指令：警戒4周，如果附近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提醒我。宋泽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周围的阴影之中。
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林地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此刻，江晨才真正有了一丝喘息之机。他仔细感应着周围的环境，确认没有任何异常的能量波动或追踪痕迹后，心中那块悬着的大石终于落下了一半。看来那些特制的香料果然起了关键作用。江晨暗自庆幸，正是这些能够完美掩盖气息、隔绝神识探查的香料，配合瞬息丸的空间跳跃，才让他们成功摆脱了杨无极的锁定。否则，以元婴修士那恐怖的神识范围和追踪能力，即便他们逃出万里，也迟早会被揪出来。然而，当他将目光再次投向身旁脸色惨白、气息微弱的古灵时，刚刚放松的心情又瞬间沉重了起来。古灵的伤势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得多，那八荒月轮的破坏之气如同复古之居，仍在不断地侵蚀着他的本源，必须尽快为他疗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江晨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小心翼翼地抱起古灵，纵身一跃，轻盈地落在了不远处一棵最为高大、枝叶相对茂密的古树树冠之上。这里视野开阔，又能借助枝叶隐蔽身形，相对安全一些。他将古灵瓶放在由粗壮枝干天然形成的平台上，看着他那毫无血色的精致面容，脆弱得令人心碎。江晨的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心疼怜惜。他与古灵之间虽始于一场意外的双修，但历经生死与共，彼此扶持，早已结下了远超寻常道友的深厚情谊。这份情谊丝毫不逊于他与任何一位红颜知己。灵儿，你放心，今日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他日我必让那杨无极百倍偿还。江晨的声音低沉，却蕴含着钢铁般的决心。望着古灵苍白如纸的侧脸，他伸出手，指尖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轻轻抚上他的脸颊。触手所及，一片冰冷刺骨，几乎感受不到活人的温度，这让江晨的心再次狠狠揪紧。他不敢再有丝毫耽搁，立刻凝神静气，将一缕神识小心翼翼地探入古灵体内，仔细探查他伤势的最新情况。然而探查的结果却让他心头更沉。那些盘踞在他经脉深处的幽虑破坏之气，比3天前更加猖獗。他们如同贪婪的寄生虫，疯狂地吞噬着古灵的本源生机，将近一半的经脉已经呈现出萎靡甚至衰败的迹象，灵气运转彻底停滞。照这个速度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古灵千年苦修的道基将彻底崩塌，甚至可能香消玉殒，不能再等了。江晨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猛地一咬牙，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个玉瓶，看也不看便倒出一把补充灵力和修复神识的丹药，一股脑地塞入口中。丹药入口即化，精纯的药力如同甘泉般迅速流向四肢百骸，滋润着他近乎干涸的气海和疲惫不堪的经脉。一股暖流渐渐驱散了连日的疲惫，他的精神状态和灵力水平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很快就调整到了最佳状态。为确保疗伤过程绝对不受干扰，江晨长袖一拂，一道柔和的灵力屏障瞬间扩散开来，将两人所在的树冠区域笼罩其中。这屏障不仅能隔绝外界的声音和视线，还带有一定的隐匿效果。做完这一切，江晨的目光重新落回古灵脸上，他深吸一口气，俯下身，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缓缓吻上了他那冰凉而失去血色的唇瓣。双修之法，此刻是唯一能拯救他的希望。时光荏苒，时日光阴转瞬即逝。当江晨再次从深度的修炼状态中缓缓苏醒时，脸上写满了难以掩饰的疲惫，但眼神深处却透着一丝如释重负的欣慰。这次双修疗伤的时间远超以往，其根本原因在于古灵体内淤积的破坏之气不仅量多，而且性质极其阴毒顽固。即便江晨身负真阳仙体这等至阳至刚的霸道体质，想要将这些如同复古之躯的一种能量一丝丝的抽离炼化，也绝非易事。整个过程需要他时刻保持心神高度集中，小心翼翼的引导，生怕对古灵本就脆弱的经脉造成二次伤害。所幸经过这10日不眠不休的努力，凭借着真阳仙体的玄妙和江晨自身的坚韧，古灵经脉中所有的破坏之气终于被彻底吸收净化殆尽。原本萎缩暗淡的脉络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不仅变得坚韧通畅，甚至比受伤之前更加粗壮有力。这无疑为他未来的修行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当然，此次深入的双修疗伤对江晨而言收获亦是巨大无比。他不仅成功化解了古灵体内的致命危机，自身修为更是得到了难以想象的好处。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丹田内的气海容量相较于10日之前已然扩充了整整2倍有余。原本如湖泊般的气海，此刻竟有了一丝浩瀚如海的感觉。灵力奔腾不息，浑厚凝练，其境界已然稳固在了筑基大圆满的巅峰，并且无限接近于金丹境的门槛。他甚至能隐隐触摸到那一层卡在筑基与金丹之间的无形桎梏，那是一道坚固的壁垒，却也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在体内涌动。江晨暗自估算，以目前这种突飞猛进的态势，最多再需1个多月的巩固与积累，他便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尝试冲击那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金丹大道。这般恐怖的修行速度，若是传扬出去，足以震惊整个修真界。寻常修士从筑基后期到大圆满，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苦功，而江辰却在短短10日内，不仅稳固了境界，更是直逼金丹，其速度远超同阶修士10倍不止。这固然有真阳仙体与双修秘法的逆天之处，也与他自身的坚韧意志和接连的生死历练密不可分。江辰缓缓收敛心神，目光温柔地落在身旁处于沉睡状态的古灵脸上。经过10日的疗愈，他的脸色终于不再是那种令人心痛的惨白，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红润与光泽，如同上好的美玉，温润动人。他的呼吸平稳而悠长，胸口随着呼吸轻轻起伏，之前所受的内伤与暗疾显然已经彻底痊愈。然而，一个让江辰感到困惑不解的情况出现了。古灵的身体明明已经恢复如初，甚至状态更胜以前，但他却丝毫没有要苏醒的迹象。就连在这长达10日的双修过程中，他也始终处于一种深度的沉睡状态，全程都是江辰一人在主导，他只是被动地承受着灵力的滋养。灵儿，江辰心中升起一丝不安，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古灵光滑细腻的脸颊，指尖带着些许力道，柔声呼唤着他的名字。可是古灵依旧紧闭着双眼，长长的睫毛纹丝不动，对于他的呼唤和触碰没有任何反应。奇怪，江辰眉头微蹙，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下巴，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按照常理而言，古灵体内那阴毒难缠的破坏之气已被自己的真阳仙力彻底拔除净化，受损的经脉不仅痊愈，甚至因祸得福，变得更加坚韧宽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理应苏醒过来了。莫非是之前伤势过重，伤及了神魂根本？即便肉身伤势痊愈，神魂仍需要一段时间的静养才能恢复意识。江辰暗自揣测，这是目前唯一看似合理的解释。毕竟八荒月轮乃极品灵宝，其攻击或许带有直接损伤神魂的特性。然而就在他思索之时，异变陡生。哗！平躺在树冠平台上的古灵，身体表面骤然爆发出无比璀璨夺目的银色光辉，这光芒瞬间将周围昏暗的灵躯映照得亮如白昼。更有一道粗壮的银色光柱自他体内冲天而起，直贯云霄，仿佛要刺破苍穹。刹那间，那冲天的银光在高空之中急速汇聚，扭曲变形，竟在转眼间幻化成了一头巨大无比、栩栩如生的九尾天狐虚影。这虚影庞大到难以想象，9条蓬松的巨尾如同撑开的天幕，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其形态与古灵的本体一般无二，但气势却浩瀚了何止100倍。嗷呜！虚空之中仿佛响起了一声穿越万古岁月的苍凉呼啸，那银色的九尾天狐虚影脚踏虚空，昂首向天，发出一声震撼灵魂的咆哮。他身后的9条巨尾同时剧烈晃动，每一次摆动都洒下漫天银辉，如同星河倒卷。紧接着，更加惊人的变化发生了。那9条原本各自独立的巨大狐尾，竟如同拥有生命般，开始向着中心缓缓合拢。银光爆闪间，9尾归一，最终化作了一条更加粗壮凝实，仿佛能支撑天地的擎天巨尾。与此同时，虚影通体那圣洁的雪白毛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转变，化作了如同燃烧烈焰般的炽热火红。眨眼之间，原本银辉璀璨的9尾天狐变成了一头通体赤红，仿佛由纯粹火焰构成的绝世妖狐。它周身环绕着熊熊燃烧的虚焰，散发出恐怖的高温与威压。这头赤红妖狐缓缓低下头，那双原本应是紫金般的眸子，此刻已变得如同2轮血月，充满了睥睨众生的孤傲。他那巨大燃烧着火焰的目光，牢牢锁定了下方渺小如蚁的江辰。轰！一股难以形容的庞大威压，如同整个天穹塌陷般，轰然压在了江辰的心头。这并非单纯的灵力压迫，更像是一种源自灵魂本源的绝对碾压。哼！江辰猝不及防，只觉得胸口如遭重击，一声闷哼，脚下不由自主的噔噔噔连退了数步，才勉强稳住身形。他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体内气血一阵翻涌，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古灵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种种匪夷所思的疑问如同潮水般涌上江辰的心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那原本圣洁威严的9尾天狐虚影，为何会突然和9为一，化作一条擎天巨尾？其通体毛发又为何会从银白蜕变为火红色？这完全超出了他对9尾天狐一族的认知范畴。就在他心神俱震之际，高空中的异变再生。咻！那通体赤红如火的妖狐虚影，在发出一声震慑心魄的无声咆哮后，竟骤然开始急速收缩凝聚。不过眨眼之间，它便化作了一颗仅有拳头大小，却散发着令人心悸的灼热能量的血红光点。这血红光点如同拥有灵智一般，在空中微微一顿，随即化作一道撕裂长空的红色闪电，朝着下方树冠上的古灵本体急射而下。不好！江辰脸色骤变，
以为这诡异的红光要攻击古灵和自己，几乎是本能的抬起双臂，交叉护在身前，体内灵力瞬间鼓荡，准备硬抗这未知的冲击。然而那赤红光点却以一种极其精妙的轨迹，巧妙地绕开了严阵以待的江辰，精准无比地射向了昏迷不醒的古灵。噗！一声轻微却清晰的异响传来，赤红光点不偏不倚，正中古灵光洁的眉心，如同水滴融入大海般，瞬间没入其中，消失不见。哗！就在红光没入的刹那，原本气息平稳、面色红润的古灵身体猛地剧烈一震，紧接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高温从他体内轰然爆发。他的肌肤在瞬间变得通红无比，仿佛被投入了熔炉之中，甚至隐隐透出一种半透明的质感。一道道浓郁如血的红色雾气，如同沸腾的蒸汽般，不受控制地从他周身毛孔中喷薄而出。周围的空气瞬间被高温扭曲，草木枝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燃烧。古灵身体表面的温度在短短数息内便飙升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地步，至少达到了700-800度。灵！江辰瞳孔猛地收缩成针尖大小，发出一声惊骇的呼喊。眼前这完全超出理解的巨变让他心胆俱裂，他完全想不通那没入古灵眉心的红光究竟是什么，为何会引发如此恐怖的反应。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细想，那些从古灵体内溢散出的赤红雾气仿佛受到了某种无形力量的牵引，开始急速地环绕着他旋转凝聚。嗡！雾气越来越浓，越来越厚，最终竟如同拥有生命般层层叠叠地包裹在古灵的身体表面。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古灵的整个身躯从头到脚已经被一层厚实、散发着灼热高温的奇异物质彻底包裹了起来。这层奇特的物质像是某种生物的剪鞘，将它严丝合缝地封存在了内部，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约1人高的巨大红茧。灵儿，你怎么样？江辰心急如焚，也顾不得那骇人的高温，一个箭步冲到红茧旁边，伸出手掌试图拍打茧壁，呼唤古灵。吃！然而他的手掌刚刚触碰到那红色的茧鞘，一股难以忍受的灼痛便瞬间传来，仿佛触摸到了烧红的铁板一般，手掌的皮肤立刻被烫得通红，甚至冒起了丝丝青烟。江辰吃痛，下意识地缩回手，看着掌心迅速浮现的水泡，眼中充满了震惊与难以置信。这红茧的温度竟然高到了如此地步，眼前这完全超出认知范畴的巨变让江辰整个人都懵了。他修行至今，历经奇遇无数，却也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如此诡异的情形。古灵的身体竟会自行产生如此恐怖的高温，并且被一层散发着灼热的红茧彻底包裹，这究竟是疗伤过程中的异变，还是某种未知的劫难？强烈的担忧与不安如同冰冷的潮水般瞬间淹没了江辰。情急之下，他不得不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系统身上。系统，立刻分析当前状况，灵儿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红茧是什么东西？对他究竟是福是祸？江辰强行压下心中的焦躁，深吸一口气，在脑海中发出了急切的询问。此刻他迫切需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叮！检测到目标生命体古灵正处于罕见的血脉返祖进化状态。系统的罗莉音响起。解析：九尾天狐一族的远古始祖，乃是上古时期威震寰宇的顶级神兽。焚天火狐其血脉力量潜藏于后代血脉深处，唯有在极其特殊的机缘刺激下，方有极微小的概率被唤醒并显化。什么？焚天火狐？上古神兽？闻听此言，江辰瞳孔骤然收缩，脸上瞬间布满了极度的震惊。上古神兽，那可是屹立于天武大陆所有生灵金字塔最顶端的存在。他万万没有想到，古灵的体内竟然流淌着如此恐怖而尊贵的远古血脉。触发条件分析：目标长期与宿主真阳仙体进行深度双修，持续受到至阳至纯的仙体本源之力滋养与洗炼。此次重伤濒死，在宿主全力救治下破而后立，机缘巧合之下，成功激发了潜藏于血脉最深处的远古始祖印记，从而开启了血脉返祖向焚天火狐进化的关键进程。系统的解释让江辰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的源头竟是他自己的真阳仙体。长时间的亲密接触与灵力交融，无形中为古灵的血脉进化埋下了种子，而此次生死危机下的全力救治，则成为了点燃这枚种子的最后一把火。明白了前因后果，江辰紧绷的心弦终于松弛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欣慰。他紧盯着那散发着高温的红茧，眼神中充满了期待。系统，他需要多久才能完成进化，破茧而出？根据现有能量波动及血脉纯度推演，快则半年，慢则5年，甚至可能需要10年之久。具体时间取决于其自身潜力与进化过程中的能量吸收效率。这么久？江辰微微皱眉，但很快又释然了。与获得上古神兽血脉这等逆天机缘相比，区区数年光阴又算得了什么？特别提示：
在目标完成血脉净化、破茧苏醒之前，宿主严禁与之进行任何形式的双修行为。进化过程极度脆弱且敏感，任何外来的能量干扰都可能导致进化失败，后果不堪设想。看到这条提示，江晨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有些哭笑不得地看了一眼那厚实无比、散发着骇人高温的红茧。双修？系统你想多了，灵儿现在裹得跟个粽子似的，温度高的能烤肉，我就算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子和机会啊。江晨无奈地苦笑，他被系统逗乐了。是时候离开这片是非之地，动身前往天虎城了。也不知伊曼去没去天虎城。江晨的目光穿透层层叠叠的荒山野岭，遥遥望向西方天际，心中思绪翻涌。他此次为了躲避杨无极的追杀，一路向西亡命奔逃，看似慌不择路，实则并非漫无目的。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位于上府国西部的天虎城。选择这个方向，正是因为他知道天虎城不仅地处偏僻，更重要的是，它距离上府国与南越国的边境线极近，仅有大约800公里的路程。只要能够成功抵达天虎城，他便有办法寻机潜入南越国境内。那里如今虽是敌国，但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最安全。杨无极恐怕很难料到，他竟敢反其道而行之，深入南越国腹地。更何况，在离开太初境地之前，他曾明确叮嘱过伊曼，让他先行一步，前往天虎城落脚，等待自己前去会合。此刻，他必须尽快赶去，以免伊曼久等生变，或是遭遇不测。唰！江晨收回远眺的目光，转身凝视着那枚静静悬浮的巨大红茧，茧身散发着灼人的高温，将古灵完全封存在内。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有担忧，有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坚定的守护之意。最终，他深吸一口气，做出了决定。只见他手指上的一枚储物戒光华一闪，一股无形的吸力瞬间笼罩了红茧。寻常储物戒，其内部乃是一片绝对真空的空间，既无空气流通，也无丝毫灵气存在。活物一旦被收入其中，短时间内便会因窒息和灵力枯竭而亡。然而，眼下江晨别无选择，这是他唯一能够安全携带古灵长途跋涉的方法。为了尽可能为古灵创造一个能够维持生机的环境，江晨可谓是煞费苦心。在将红茧小心翼翼收入储物戒之前，他迅速取出了上百株从太初境地中采集到的年份悠久的珍稀灵草。这些灵草生机勃勃，药性浓郁，被江晨均匀地铺设在红茧的四周。哪怕没有光合作用，它们也会持续不断地释放出生命所需的氧气。紧接着，江晨又毫不犹豫地取出了上万颗灵石，双手用力一握，将其尽数震为齑粉。精纯磅礴的灵气瞬间爆发开来，如同浓雾般充斥了整个储物戒的内部空间。虽然这些无主的灵气无法被主动吸收，但至少能形成一个富含灵气的环境，减缓古灵自身灵力的流失。做完这一切，江晨的神识仔细感应着储物戒内的状况。在大量灵草释放的氧气和破碎灵石提供的浓郁灵气的共同作用下，储物戒内部暂时形成了一个可以维系生命存续的微环境。虽然远不如外界，但足以保证古灵在沉睡进化期间，生命气息不会衰竭。灵儿，暂且委屈你了，待我们抵达安全之地，我定会为你寻一处更好的所在。嗖嗖，两道身影如同划破天际的流星，在云层之上高速飞行。1000多里的距离，对于寻常凡人而言，或许是难以逾越的漫漫长路，但对于他们这等修为的修士来说，仅仅耗费了半日功夫，远方地平线上那座巍峨城池的轮廓便已清晰可见。随着距离的拉近，天虎城的景象也逐渐映入眼帘。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江晨的眉头微微皱起。只见这座昔日上府国西部最为繁华的巨城，此刻却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之中，高达100丈的城墙上下，随处可见身穿南越国各宗门服饰的修士在来回巡逻，数量竟有数百之多，戒备之森严，远超以往。更令江晨心中一凛的是，在他的神识感知中，城楼之上赫然盘踞着一股强大的气息，那是一名金丹初期的修士。城门口进出的人流依旧络绎不绝，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其中混杂着不少南越国的修士，他们神态倨傲，行走间带着一股胜利者的姿态。而原本应战主流的3大魔宗服饰的弟子，此刻却几乎绝迹。显然，在如今南越国实际控制此地的形势下，3大魔宗的修士已被视为叛逆余孽，一旦被发现，恐怕立刻就会遭到围剿诛杀。如今还能在这天虎城中活动的，除了南越国修士外，大多是一些无门无派的散修，以完成任务为生的佣兵队伍，以及一些实力较弱，在夹缝中求生存的2流甚至3流魔道小宗门的弟子。天虎城往日的喧嚣与繁华虽已大打折扣，多了一丝战争带来的紧张压抑，但毕竟其地理位置重要，商贸基础雄厚，城内聚集的修士数量依然相当可观。江晨收敛气息，混在入城的人流中，缓缓靠近城门。他注意到城门处的盘查异常严格。站住！要进天虎城，每人需缴纳100颗下品灵石。一名手持长剑、
神色冷峻的南越国守卫用剑尖抵在一位试图进城的小宗门魔修弟子的喉咙前，厉声喝道。那弟子穿着一个不起眼的魔道小宗服饰，脸上写满了惶恐。这位道兄，以前入城费不是只要20颗灵石吗？怎么一下子涨了这么多？那弟子声音发颤，小心翼翼地辩解道，显然这100颗灵石对他而言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哼，100颗灵石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若非我南越国仁慈，网开一面，就凭你们这些魔道余孽的身份，早就该将这天虎城夷为平地，把你们统统杀光。爱进就进，不进的趁早给老子滚蛋！那南越国守卫满脸横肉，眼神中充满了对魔道修士的轻蔑不屑。他见那魔修弟子还在犹豫，不耐烦地冷哼一声，手腕一抖，用厚重的剑身狠狠地拍在了对方的脑门上。砰！一声沉闷的响声传来，那弟子被拍得眼冒金星，踉跄着后退了2步，额头上瞬间鼓起一个通红的大包。他疼得龇牙咧嘴，眼中闪过一丝屈辱的怒火，但最终还是强忍了下来，不敢有丝毫反抗。他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布袋，数出100颗灵石，递给了守卫，然后低着头灰溜溜地快步走进了城门。看到这一幕，周围排队的人群中响起一阵压抑的叹息和低语。失去了极乐宫和欢宗等3大魔宗的庇护，这些原本就势单力薄的2流3流魔道宗门，如今更是如同无根的浮萍，处境艰难。有的宗门内部为了争夺残存的资源而陷入内斗，四分五裂，更多的则是像眼前这人一样，不得不逃到像天虎城这样尚存秩序的大城池中，寻求一线生机，忍受着南越国修士的欺压。很快轮到了江辰和傀儡宋泽。站住！那名守卫依旧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伸手拦住了他们。他习惯性的试图用神识探查江辰2人的修为和底细，然而他的神识扫过，却如同泥牛入海，只感觉到一片模糊，根本无法分辨出对方的深浅。这自然是江辰身上那种特制香料的效果，完美的掩盖了他们的气息。守卫眉头微皱，正想厉声质问，这位小哥，规矩我们都懂。江辰却抢先一步开口，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谦卑笑容。他毫不犹豫地从怀中取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布袋，里面不多不少，正好是200颗下品灵石，恭敬地递到了守卫面前。守卫接过布袋，掂量了一下，神识一扫，确认数目无误，脸上的警惕和不满这才消散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倨傲的满意。哼，算你小子识相，脑子还算机灵。守卫将灵石收起，用剑鞘随意地指了指城内，冷声告诫道，记住了，进城许可只有7天，7天之后，要么再来这里缴纳灵石续费，要么就自己乖乖滚出城去。若是逾期滞留被巡逻队抓到，可别怪老子没提醒过你，到时候就不是几百灵石能解决的了。是，小哥放心，我们保证遵守规矩，绝不给您添任何麻烦。江辰连忙抱拳，姿态放得极低。守卫见状也不再为难，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可以进去了。江辰心中暗自松了口气，不再多言，带着宋泽混入人流，快步走进了天虎城那高大而沉重的城门。行走在天虎城宽阔的街道上，江辰的心中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曾几何时，这座雄踞上府国西部的巨城，以其无与伦比的繁华，被誉为上府国当之无愧的第1大城。而它之所以能有如此盛名，最根本的原因，便是因为此地汇聚了极乐宫和欢宗、妙音门这3大魔宗最为核心、规模也最为庞大的方式。这些方式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场所，更是3大魔宗数千年积累的财富资源、人脉与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每日里，来自天南地北的修士如同过江之鲫般涌入此地，出售奇珍异宝，求购修炼资源，发布悬赏任务，交换情报信息。城内更是遍布着数不清的大小拍卖行、隐秘的黑市以及功能各异的交易中心，堪称是整个上府国修真界的财富与信息交汇的枢纽。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随着上府国全面沦陷，3大魔宗覆灭，这座曾经象征着魔道辉煌的巨城，也无可避免地落入了南越国之手往日的繁华盛景，如今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凄凉。最令人唏嘘不已的是，那原本属于3大魔宗日进斗金的庞大方式产业，如今已全部被南越国的3大正道宗门毫不客气地瓜分占据，成为了他们唾手可得的战利品。这种鸠占鹊巢的景象，无声地诉说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残酷现实。江辰的脚步最终停在了一座气势恢宏的8层高楼之前，楼顶悬挂着一块巨大的鎏金牌匾，上书3个大字：醉仙楼。这里便是他曾经听宗门长辈提及过，号称上府国第9楼的醉仙楼。此楼共有8层，对应8方来客，每日宾客盈门，前来品尝灵膳、交流信息的修士不下3000之数。然而此刻映入江辰眼帘的醉仙楼，却是一片门庭冷落凄凉景象。朱红色的大门半开半掩，门口不见迎客的伙计，楼内也听不到往日的喧嚣。虽然楼阁依旧巍峨耸立，
但那股曾经的鼎盛人气却已消散殆尽。他是已经离开了，还是尚未到来？江晨站在楼下，望着那冷清的门口，嘴角不由得泛起一丝苦涩的笑意。他暗中将神识如同无形的丝线般悄然蔓延开来，仔细地探查着醉仙楼内的每一个角落。楼内如今仅有68道气息停留，大多修为平平，且气息驳杂，显然都是些临时落脚的低阶散修。他反复探查了数遍，却始终未能感应到那道熟悉属于伊曼的独特气息。说实话，没有在约定之地见到伊曼的身影，江晨的心底不由得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失落。一路奔波而来，他内心深处何尝没有存着一丝与他重逢的期盼？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复杂的情感也随之浮现。或许这样也好，一旦伊曼选择跟随自己，那么等待他的绝不是什么安稳平静的生活，而将是颠沛流离的逃亡。自己前路茫茫，仇敌遍布，可谓是步步杀机。让他远离自己这个漩涡中心，隐姓埋名，或许反而能让他在这乱世之中求得一份相对安稳的生活。隐姓埋名，好好活着，对他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吧。江晨轻轻叹了口气，将那份失落深深埋入心底。江兄，一声带着几分急切却又无比熟悉的呼唤，伴随着一只温润如玉的手掌轻轻搭上江晨的肩膀，骤然在他身后响起。这声音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狮子，瞬间在江晨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他全身的肌肉下意识地绷紧，但紧接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便涌上心头，是惊讶，是难以置信，更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惊喜。他猛地转过身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身着素雅白衣的女子。她的长发并未精心梳理，只是随意的披散在肩头，脸上也未施任何粉黛，一身装扮简朴到了极点。然而即便如此，也丝毫无法掩盖她那惊为天人的绝美容颜。她的肌肤白皙胜雪，五官精致的如同上天最完美的杰作，眉宇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疲惫，却更添了几分我见犹怜的风韵。此刻她正睁大着一双秋水般的眸子，带着一丝重逢的喜悦，紧紧地盯着江晨。曼儿。江晨的瞳孔微微收缩，低声唤出了他的名字。在看清伊曼面容的这一刻，他心中那因为寻到他而产生的失落，竟在瞬间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暖流所取代。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竟是如此期盼着能与他重逢。此地不宜久留，去我房间详谈。伊曼显然也处于高度的警觉之中，他飞快地扫视了一眼四周，确认没有引起旁人注意后，不由分说的一把抓住了江晨的手腕。他拉着江晨快步走进了此刻显得格外冷清的醉仙楼大厅，径直朝着楼梯走去。江晨任由他牵引着，沉默地跟在他的身后。两人一路无话，脚步匆匆，沿着盘旋而上的楼梯，一直登上了这座8层高楼的最高处。来到第8层走廊尽头的一间客房门前，伊曼正要从怀中取出钥匙开门，眼角的余光却瞥见了紧跟在江晨身后，如同影子般寸步不离的那名面容陌生的中年男子。他心中一惊，下意识地发出一声低呼：呀！江晨，这位是……不必紧张。江晨立刻出声安抚，语气平静地解释道：他是落云宗的一名金丹长老，名叫宋泽，不过现在已经被我炼制成了傀儡，完全受我操控。落云宗的金丹长老被你炼成了傀儡？伊曼闻言，美眸瞬间瞪大，看向江晨的目光中充满了极度的震惊。将一位金丹期的大修士炼制成唯命是从的傀儡，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手段。他发现自己每一次与江晨重逢，对方总能带给他远超想象的震撼。江晨，你的本事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伊曼深吸一口气，勉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语气复杂地感叹道。他不再多问，迅速取出钥匙，打开了房门。房间内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略显陈旧的木桌，一张床，以及墙角随意摆放着的几张藤椅，除此之外再无他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正是伊曼身上特有的体香。伊曼取出茶具，沏了一壶清茶，温热的茶水散发出淡淡的香气，稍稍驱散了房间里的清冷。两人相对而坐，在茶香中低声交谈了许久。江晨将分别之后所经历的一切，包括如何利用杨磊和白河偷袭，如何被迫让2具金丹傀儡自爆中创阳无极，最后借助瞬息丸和遁地丸带着古灵逃亡，以及古灵意外陷入血脉返祖状态等等，除了系统相关的核心秘密外，都尽可能详细的告知了伊曼。伊曼静静的听着，当听到江晨竟然敢以筑基期的修为去算计，甚至差点成功因死一位元婴中期的大修士时，他惊得差点打翻了手中的茶杯，一双美眸瞪得溜圆，半晌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筑基修士戏耍元婴老祖，这等事迹莫说亲眼所见，就是纵观整个天武大陆的历史记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例。这已经不能用胆大包天来形容了，这简直是逆天而行。与江晨那堪称惊心动魄、
九死一生的经历相比，伊曼这边则要顺利得多。他凭借着过人的谨慎和应变能力，很早就抵达了天虎城。为了隐藏身份，他伪装成一个早已没落、名不见经传的小魔宗的外门弟子。这种身份在如今鱼龙混杂的天虎城里毫不起眼。更让他感到庆幸的是，就在前几天，他成功加入了一个名为大钱商队的组织，成为了商队护卫队中的一员。这个商队背景复杂，主要业务是在上辅国和南越国之间进行一些灰色地带的物资运输。以伊曼筑基大圆满的修为，在这支商队的护卫人员中，已经算得上是顶尖的战力了，因此很受商队头目的重视。这或许是我们进入南越国的一个绝佳机会。伊曼抿了一口茶，压低声音对江晨说道：“根据商队的安排，大约1个月后，会有一批数量巨大的灵石需要护送往南越国边境的一个指定地点。届时，我们可以借助商队护卫的身份作为掩护，光明正大地穿越边境线，潜入南越国境内。”江晨闻言，指尖轻抚下颌，眼中闪过思索之色。伊曼的描述清晰地勾勒出天虎城如今的局势。自上辅国溃败后，南越国几大背景深厚的商行便如嗅到血腥的鲨鱼般蜂拥而至，迅速掌控了这座昔日魔宗的命脉。这些商队看似独立，实则背后皆有南越国3大正道宗门的影子在暗中操纵。他们的目的赤裸而明确，系统性的搜刮、整合天虎城内原属于3大魔宗的庞大资产，将数千年积累的财富，无论是堆积如山的灵石、珍藏的灵气法宝，还是珍稀灵草，通过严密的运输链条，源源不断的秘密运回南越国。这些行动多在夜色掩护下进行，悄无声息，却高效而彻底。南越国这是要釜底抽薪，不留一丝余地啊！江晨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弧度。按照这几大宗门的计划，要在半年内将天虎城的资源掠夺一空。此举一旦完成，上辅国不仅失去了最后的反抗资本，连根基都将被彻底掏空。用不了几年，这片土地必将名存实亡，彻底沦为南越国的附庸，乃至直接管辖的领土。这种钝刀子割肉的方式，比直接的占领更为阴狠。一股无力感悄然掠过心头。江晨深知，以自己一人之力，根本无法逆转这滚滚而来的大事，拯救不了已然倾颓的上辅国。他所能做的，也是必须去做的，便是竭尽全力救出被囚禁在南越国的苏梦宗主等人。这是他对宗门的责任，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交代。江兄，还有一事。伊曼的声音将江晨从沉重的思绪中拉回。他抬头见伊曼轻抿朱唇，神色间带着一丝犹豫。曼儿，以你我之间的关系，不管何事，但说无妨。江晨温和地摆了摆手，示意他直言。伊曼深吸一口气，声音压低了些许，却带着坚定的决心。我的修为已至筑基大圆满的瓶颈，距离凝结金丹仅差那临门一脚的契机。若能得江兄相助，曼儿有把握在短期内尝试突破。曼儿一旦成功踏入金丹境，此番随江兄前往南越国，必能多添几分把握，至少不致成为拖累。伊曼目光灼灼地看着江晨，空气中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了起来。哦，竟如此之快。江晨闻言，眉梢微挑，眼中不禁掠过一丝讶异。他想起安澜师姐能在短时间内突破金丹境，已是极为惊人的天赋，却没想到伊曼的修行进度竟也如此迅猛，丝毫不落下风。不过转念一想，这倒也合情合理。合欢宗能在极乐宫、妙音门等强宗林立的魔道之中，稳坐综合实力头把交椅，其传承底蕴必然有其独到之处。而伊曼身为合欢宗倾力栽培的圣女，其天赋根骨，恐怕放眼整个上辅国的年轻一辈，都是最顶尖的存在。先前在太初境地时，与江兄那几次双修，令我受益匪浅，其中所得的精纯元阳，省去了我至少数年的苦修，这才让瓶颈松动得如此之快。伊曼轻声解释着，白皙的脸颊上悄然浮起2抹淡淡的红晕。他的话语虽带着几分羞涩，但眼神却清澈坦诚。那双修之法本就是合欢宗的核心秘术，于他而言是正经的修行大道。只是提及与江晨共同修炼的经历时，难免有些女儿家的羞涩。江晨听罢，目光落在伊曼那泛红的俏脸上，心中了然，随即一股豪情涌上心头。他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无比坚定，道：好，既然如此，那我便陪你一同踏入这金丹大道。他自身的修为也已真至筑基大圆满的巅峰，距离凝结金丹仅剩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原本打算稳扎稳打，在2个月内寻求突破契机，但眼下形势逼人，若能借助与伊曼的双修之力，不仅能让伊曼的成功率大增，他自己也极有可能借此东风，提前将突破的时间大大缩短。一旦成功踏入金丹境，实力必将迎来质的飞跃届时，只要不正面遭遇元婴期那种级别的老怪物，即便深入南越国龙潭虎穴，他也自信有足够的自保之力。冲击金丹境非同小可，必然会引动天地灵气异变，甚至可能招来天劫考验。这天虎城内人多眼杂，
更有南越国修士坐镇，绝非合适的突破之地。伊曼神色凝重，沉吟片刻后，目光望向西方，提议道：“我建议我们去700里外的鹤半山，那里是连绵的荒芜野峰，人迹罕至，灵气虽不算浓郁，但胜在绝对僻静，平日里连采药人都很少涉足，正适合我们闭关突破。只有700里吗？”江辰闻言，眉头不禁微微皱起，脸上浮现出一丝顾虑。他清晰地记得，当初师姐安澜在极乐宫内突破金丹时，所引起的天地异象是何等壮观。方圆数百里的灵气为之汇聚，天空霞光万道，整个宗门都能感受到那股磅礴的威压。区700里的距离，对于金丹期修士那敏锐的神识感知而言，并不算遥远。若是在鹤半山闹出太大动静，很难保证不会引起天虎城内那位坐镇金丹修士的警觉，届时恐怕会横生枝节。嗡，或许是察觉到了江辰的担忧，伊曼唇角微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只见他手腕轻轻一翻，掌心之中赫然出现了2个约莫巴掌大小、通体漆黑的阵盘。江兄不必担心，我早有准备。伊曼将阵盘拖到江辰面前，解释道：“此乃我合欢宗秘传的核心阵法，改天换地阵，而且是极为罕见的双子阵盘，一旦布下，可覆盖方圆100公里的区域。阵法之内，任凭我们如何冲击瓶颈，甚至引来天劫，从外界看来，那片区域依旧会是风平浪静，绝不会泄露半分异常气息。此阵玄妙，足以瞒过元婴期以下所有修士的感知。改天换地阵，竟有如此神效。”江辰眼中金光一闪，心中的顾虑顿时烟消云散。他没想到伊曼竟考虑得如此周全，连这等隐匿行迹的顶级阵法都准备妥当。有此阵庇护，确实可以高枕无忧的在鹤半山闭关了。好，既然如此，那便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动身。江辰不再犹豫，当机立断。他话音未落，手臂已自然而然地揽住了伊曼纤细而柔韧的腰肢，触手之处温软而充满弹性。伊曼微微一怔，脸颊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但并未挣脱，反而顺势靠近了些许。出了天虎城那戒备森严的城门，江辰3人立刻收敛气息，化作3道不起眼的流光，朝着西方鹤半山的方向疾驰而去。700里的距离，对于他们这等修为的修士而言，不过弹指之间。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一片荒凉寂静的山脉轮廓便清晰地出现在视野之中。正如伊曼所言，此地确实人迹罕至。放眼望去，只见怪石嶙峋，枯木丛生，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原始而苍凉的气息，灵气也稀薄的可怜。3人降落在2座相邻的小山峰之间。这2座山峰并不高大，海拔不过500-600米，山势平缓，植被稀疏，显得毫不起眼。就是这里了。伊曼环顾四周，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他双手掌心向上托起，只见那2枚通体漆黑的改天换地阵阵盘，如同被赋予了生命般，开始在他掌心上方滴溜溜的自行旋转起来。随着阵盘的旋转，盘面上光芒闪烁，净凭空浮现出数面颜色各异的阵旗虚影。这些阵旗虚影一出现，便与阵盘产生了某种玄妙的共鸣。咻咻！下一刻，伊曼双手轻轻一扬，2枚阵盘如同受到指引，分别化作2道流光，精准地射向那2座小山峰的山巅之处。嗡！当阵盘稳稳落在山巅的瞬间，一股无形的庞大能量波动，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所激起的涟漪般，以2座山峰为中心，迅速向四周扩散开来。一道肉眼几乎无法察觉，却又真实存在的透明能量屏障，如同一个巨大的碗，缓缓倒扣而下，将方圆100公里内的区域，连同那2座山峰一起彻底笼罩在内。屏障形成的刹那，江辰敏锐地感觉到外界的风声仿佛瞬间被隔绝，周围的空间也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扭曲感。从屏障内部看向外面，景象依旧，但从外界看向这片区域，恐怕看到的将是阵法模拟出的与往常别无二致的荒山景象。阵法已成，只要不是元婴修士亲临，绝无可能发现此地的异常。伊曼松了一口气，语气中带着一丝自信。江辰点了点头，对这套阵法的效果相当满意。他随即转身，目光落在静立一旁的傀儡宋泽身上，心念一动，一道清晰而冷酷的指令便通过神魂链接传递了过去。宋泽，你在此处外围警戒，无论任何人、任何生灵，只要胆敢靠近阵法笼罩范围10里之内，不问缘由，格杀勿论，绝不可放走一个活口，明白吗？宋泽眼中红光一闪，僵硬的点了点头，随即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融入了附近的阴影之中。好了，曼儿，外围已安排妥当。江辰目光重新回到伊曼身上，眼神变得柔和。接下来便是我们2人的正事了。说罢，他上前一步，不由分说地伸出双臂，以一个标准的公主抱姿势，将伊曼轻盈的身躯横抱了起来。伊曼先是一愣，随即白皙的脸颊上迅速飞起2抹红霞，但她并未挣扎，
反而顺从地伸出玉臂，环住了江晨的脖颈，将发烫的脸颊深深埋进了他那结实的胸膛之中。江晨抱着他，脚步沉稳，朝着不远处一片生长茂密的灌木丛深处走去。时光如水，悄然流逝。在这片被改天换地阵笼罩的寂静山峦之中，江晨与伊曼的深度双修，不知不觉间已持续了整整18个昼夜。这18天里，两人摒弃了外界的一切纷扰，心神完全交融，灵力循环往复，共同沉浸在那玄妙无比的修炼状态之中。直到第18天的某个时刻，异变陡生，盘膝而坐的伊曼额头正中央毫无征兆地爆发出一点璀璨夺目的金色光芒。这光芒如同初升的朝阳，蕴含着磅礴的生命力与无上威严，再也无法被压制，预示着金丹凝结的最终时刻已然来临。事实上，早在10天之前，伊曼的眉心便已隐隐有金光流转，那是金丹即将成型的征兆。但为了帮助江晨也能顺利突破瓶颈，他硬是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将自身沸腾的灵力与突破的冲动强行压制了整整8天。这8天里，他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引导辅助江晨，与他共同冲击壁垒。而江晨亦不负伊曼的倾力相助，在双修进入第18天时，他体内那早已充盈到极点的气海终于发生了质的蜕变，一股难以言喻的磅礴气息自他体内轰然爆发，直冲云霄。天空之上，风云骤变，低沉的雷鸣开始隐隐汇聚。轰隆隆，沉闷而威严的雷声如同远古巨兽的咆哮，自9天之上滚滚传来。两人头顶原本晴朗的天空，此刻已被厚重的乌云迅速覆盖。乌云之中，刺骨的寒意弥漫开来，道道闪烁着幽蓝寒光的电蛇开始疯狂窜动凝聚。这第一波劫云所锁定的目标，正是气息已臻至巅峰，即将破关的伊曼。与此同时，在另一片区域，属于江晨的劫云也正在缓缓酝酿蓄势，但其成型的速度显然要比伊曼的劫云稍慢一筹。江兄，我的天劫已至，我先去渡劫了。伊曼蓦然睁开双眼，眸中金光四射，整个人的精气神已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他长身而起，周身灵力澎湃，如同一位即将踏上战场的女神。渡劫凶险，你可有准备周全的护身手段？江晨眼中闪过一丝担忧，轻声问道。金丹天劫非同小可，多少天才修士都陨落于此。放心，宗门早已为我备下了应对之策，足以护我周全。伊曼回给江晨一个安心的眼神，笑容中带着从容。他上前一步，在江晨的脸颊上印下轻轻一吻，柔声道：我们金丹境再见，江兄，可不要让妈儿失望哦。话音未落，他已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起，稳稳地落在了左侧那座山峰的顶端。呼！望着伊曼决然而去的背影，江晨深吸一口气，双拳不自觉地紧紧握起。放心，妈儿，我们一定会在金丹境相见的。他低声呢喃，如同立下誓言。左侧山峰之巅，寒风凛冽，吹动着伊曼的衣袍。他盘膝坐于一块光滑的巨石之上，神色严肃，双眸紧闭，已然进入了渡劫前最关键的凝神静气状态。哗啦啦，随着他体内灵力的全力运转，一件又一件闪烁着各色宝光的防御灵气，如同受到召唤般接连不断地从他体内浮现而出。这些灵气形态各异，有古朴的盾牌，厚重的石甲，璀璨的金钟，它们出现的瞬间便迅速放大，化作一道道凝实的光照，地笼罩在伊曼的周身。仔细看去，这些被伊曼祭出的防御灵气，绝大多数都散发着厚重沉凝的土黄色光泽，或是锐利坚固的金属性光芒。土属性主防御，厚重如山；金属性主锋锐与坚固，无坚不摧。这两种属性的灵气组合在一起，构筑起的防御体系堪称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江晨在一旁默默计数，心中不由得暗暗惊叹。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围绕在伊曼身边的防御灵气数量竟已达到了惊人的80多件，而且每一件都灵光盎然，显然品阶不俗，并非滥竽充数之物。为了此次金丹天劫，伊曼显然是倾尽了合欢宗圣女的底蕴，做足了万全的准备。这也难怪，筑基突破至金丹，乃是人族修士修行道路上遇到的第一道真正的天堑，是首次需要直面天道考验，雷劫的生死关卡。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精彩绝艳的筑基修士倒在了这金丹雷劫之下，生死道消。世间修士很多，但能够成功凝结金丹者万中无一。一个规模庞大的宗门，传承数千年，其内的金丹修士最多时也不过5到10人而已。这足以说明金丹修士的稀缺与尊贵，也从侧面印证了金丹雷劫的恐怖凶险。不夸张地说，100个修炼到筑基大圆满的修士中，最终能够成功渡劫，安然踏入金丹境的，恐怕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这甚至还是往乐观了估算。就在第83件防御灵气稳定下来之后，伊曼的动作微微一顿，只见他轻启朱唇，一道柔和的绿色光华自他口中缓缓吐出。那光华之中包裹着一个约莫指甲盖大小，纹路如同天然龟壳般的迷你物件。不，
一声轻微如同水泡破裂的脆响传来，那迷你龟甲接触到外界空气的瞬间，仿佛被注入了生命般，开始迎风暴涨。不过呼吸之间，便已放大了数十倍，化作一个足以将伊曼整个上半身都笼罩在内的绿色龟甲。这最后出现的绿色龟甲巨盾，来历极为不凡，它正是合欢宗为数不多的几件镇宗灵宝之一——天阶下品灵宝玄武甲。此甲乃是合欢宗当代宗主元曲，耗费无数珍稀材料，结合自身深厚修为与炼器造诣，亲自为伊曼这位宗门圣女量身炼制而成。其防御力堪称惊世骇俗，一旦全力激发，足以硬抗金丹大圆满修士的亲力一击而毫发无损。从这件灵宝的赐予，便足以看出宗主元曲对伊曼是何等的看重，几乎是将他视为宗门未来的顶梁柱在培养。当然，若与当初杨无极所使用的那足以撕裂虚空镇压元婴的八荒月轮相比，这玄武甲的品阶还是要低上不少。八荒月轮乃是天阶极品灵宝，威力与玄妙程度远非玄武甲可比，两者之间差了数个档次。不过这并不影响玄武甲在金丹层面作为顶级防御至宝的价值。看来曼儿为了此次渡劫，当真是做足了万全的准备，几乎考虑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如此，我倒也能稍稍安心了。右侧山峰之上，江晨凝望着对面全副武装、被层层宝光笼罩的伊曼，目光在他身上驻留了许久。伊曼所做的准备之周全，甚至比当初极乐宫大师姐安澜突破金丹时还要充分几分。尤其是那最后祭出的天阶下品灵宝玄武甲，更是堪称渡劫的绝佳护身符。江晨清楚地记得，之前二人在灌木丛中双修，心神交融之际，伊曼曾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这玄武甲是他身上最强的保命底牌。凭借此甲，他有极大的把握安然度过金丹天劫。他甚至主动提出，可将此甲借给江晨，助他应对雷劫。这份情谊让江晨心中温暖。然而他当时还是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一方面，他深知玄武甲对伊曼的重要性，那是他性命攸关的保障，不容有失；另一方面，江晨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他身负真阳仙体，根基之雄厚远超同阶，体内气力磅礴，肉身强度经过多次淬炼以及八臂通天拳的日夜打磨，早已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甚至足以媲美一些以肉身强横著称的同阶妖兽。他相信，凭借自身强大的肉身底蕴，足以正面硬汉金丹天劫。外力固然重要，但唯有自身强大才是根本所在。轰！轰隆隆！天际之上，劫云已然汇聚到了极致，浓重如墨的乌云将方圆数十里的天空彻底遮蔽，白昼化为黑夜。云层之中，无数道幽蓝色的电蛇疯狂窜动，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更令人心悸的是，在那翻涌的雷云深处，隐约可见9条完全由雷霆凝聚而成的庞大龙形生物正在缓缓游动。它们身形蜿蜒，鳞爪狰狞，冰冷的龙目俯瞰着下方，散发出令人灵魂战栗的天威。9道天雷！江晨瞳孔骤然收缩，面色变得无比凝重。他一眼便认出，这与当初安澜师姐突破时所引动的天劫规格一模一样，乃是最高层次的9重雷劫。能够引动此等天劫的修士，无一不是天赋异禀，根基雄厚的绝世天才，万中无一。一旦成功度过，其凝聚的金丹品质将远超常人，灵力底蕴和肉身强度，乃至对天地法则的感悟，都会达到一个惊人的高度。毫不夸张地说，若能成功度过这9重雷劫，伊曼的起点将远超普通金丹修士，其实力足以在同境界内做到以一敌二，甚至越阶挑战。轰隆隆！仿佛是为了印证江晨的想法，第一道水桶粗细的蓝色雷龙，携带着撕裂一切的恐怖威势，发出一声震天龙吟，从天而降，狠狠地劈向山峰之巅的伊曼。咔嚓，咔嚓，咔嚓！雷龙所过之处，伊曼周身最外围那几十件闪烁着各色宝光的防御灵气，如同纸糊的一般，连一息都未能阻挡，便在刺目的雷光中纷纷爆裂开来，化为漫天齑粉。这仅仅是开始，第2道、第3道雷龙几乎紧随其后，接连轰下。他们的威力一道强过一道，毁灭性的雷霆之力如同狂风扫落叶，将剩余的防御灵气尽数吞噬摧毁。刺目的雷光淹没了整个峰顶，令人无法直视。仅仅前3道天雷，伊曼精心准备的80多件防御灵气组成的坚固防线，便已宣告全面崩溃。就在第4道更加粗壮、颜色愈发深邃的雷龙撕裂长空，即将劈落之际，异变突生。一直静静笼罩在伊曼身上的天阶下品灵宝玄武甲，猛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翠绿色光芒，一股古老的磅礴能量自甲身中汹涌而出，直冲云霄。吼！伴随着一声似龟似蛇的嘶鸣，那翠绿光芒在空中急速凝聚，最终化作一头庞大无比神兽玄武虚影。这虚影龟身蛇尾，散发出坚不可摧的无上威严，将伊曼牢牢地护在了其身下。轰！第4道狰狞的蓝色雷龙携着毁灭万物的气息，狠狠撞在那庞大的玄武虚影之上。虚影剧烈震颤，
翠绿色的光芒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但那厚重如山的龟甲硬生生将狂暴的雷霆之力尽数抵挡化解。这神兽玄武的虚影展现出了与其品阶相匹配的惊人防御力。它如同最忠诚的守护者，接连硬抗下了第5道、第6道威力持续递增的恐怖雷龙，直到第7道雷龙降临，那雷光已炽烈如烈日，蕴含的能量几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玄武虚影在发出一声不甘的嘶鸣后，终于耗尽了所有能量，庞大的身躯逐渐变得透明，最终化作点点翠绿光粒，消散于天地之间。而第8道雷龙已然带着仿佛能洞穿虚空的极致威能，再无阻碍地直劈伊曼本体。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穿在伊曼身上的玄武甲本体猛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甲身之上古老符文尽数亮起，它不再幻化虚影，而是以最本源的实体形态悍然迎向了那道毁灭雷霆。砰！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传来，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呈环形扩散。伊曼娇躯巨震，闷哼一声，嘴角渗出了一缕嫣红的血丝，脸色也瞬间苍白了几分。显然，硬抗这第8道天雷，即便有玄武甲本体抵挡，那恐怖的冲击力依然让他受了些内伤。然而，看到这一幕，对面山峰上的江晨心中非但没有太过担忧，反而稍稍松了口气。与当初安澜师姐渡劫时早早便伤痕累累、险象环生的情形相比，伊曼直到这第8道雷劫才初次受创，而且看起来只是轻伤，他的准备显然要充分得多。照此看来，曼儿度过这9重雷劫，应当问题不大了。江晨心中稍定，正准备将全部注意力放回自深气海的最后蜕变，可就在此时，一变陡升，江晨头顶上方那片原本正在缓慢汇聚、闪烁着蓝色电光的劫云，突然发生了极其诡异而恐怖的变化。云层之中穿梭游动的雷龙，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浸染，竟在刹那间全部转化成了令人心悸的血红色。无数条血红色的雷龙发出无声的咆哮，疯狂地相互纠缠融合。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那一片劫云已然化作了一片无边无际、翻涌着毁灭气息的汪洋血海。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这血海雷云的中心，一只巨大无比、完全由血色雷霆凝聚而成的巨手正缓缓探出。这只手掌庞大到难以想象，粗略估计足有上千丈之长，遮天蔽日，掌心纹路清晰可见，仿佛是由修罗血域中探出的死亡之掌。这是血修罗天劫，一个只在最禁忌的典籍中才有零星记载的名称，如同惊雷般在江晨脑海中炸响。他瞳孔骤然收缩到针尖大小，脸上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正在全力对抗第8道雷劫余波的伊曼，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江晨所在的山峰，当看到那片遮天蔽日的血色雷云以及那缓缓探出的恐怖巨掌时，他娇躯猛地一颤，瞳孔瞬间收缩如针尖。这血修罗天劫，他只在合欢宗最古老的秘典中见过寥寥数语的记载，那是凌驾于9重雷劫之上，被誉为天武大陆万古以来最强最凶也是最罕见的天道考验。其威力之恐怖，据说足以让寻常金丹修士瞬间灰飞烟灭。秘典中曾言，能引动此等天劫者，乃万年不出的绝世妖孽，是受天地法则忌惮的存在。这样的人，只要不中途夭折，未来突破元婴境界几乎是板上钉钉，毫无悬念之事。古籍中记载的那些曾引动血修罗天劫的先辈，只要安然度过成长阶段，最终无一不是成为了威震一个时代，甚至触摸到更高境界的擎天巨擘。伊曼望向江晨的美眸中，原本的担忧迅速被一种难以言喻的炽热仰慕所取代。他所选择的男人，竟然是这等万年难遇的绝世奇才。这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莫大的惊喜，更是一种无上的荣光。能与这样的天之骄子并肩而行，共同面对风雨，让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骄傲。我伊曼看中的男人，果然与众不同。他喃喃自语，因受伤而苍白的脸上竟泛起一丝红晕。然而现实并未给他太多感慨的时间。嘎啦啦，一阵仿佛苍穹碎裂的恐怖巨响，将伊曼的思绪猛地拉回现实他头顶上空。第9道，也是最后一道天雷已然酝酿完成。这道雷龙其体型之庞大，竟比前面8道雷龙加起来还要粗壮。通体不再是蓝色，而是化作了深邃的黑色，龙鳞清晰，爪牙狰狞，周身缠绕着毁灭性的电弧，带着湮灭一切的终极威能，朝着峰顶的伊曼轰然劈落。来吧！面对那毁天灭地的第9道黑雷龙，伊曼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惊骇，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坚定。他将体内所有残存的灵力毫无保留地注入玄武甲之中。嗡！玄武甲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绿光，甲身之上古老的符文如同活过来一般，凝聚成一面厚实无比的翠绿光盾，将它牢牢护在中心。与此同时，右侧山峰之上，真是没想到，我江晨竟有如此荣幸，能引动这传说中的血修罗天劫。天道，你还真是厚待于我啊！
江辰仰头望着天穹之上那只由无尽血色雷霆凝聚而成的恐怖巨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而桀骜的弧度。他心中清楚，这血修罗天劫的威力比伊曼所渡的9重雷劫还要恐怖数倍不止，乃是真正的灭顶之灾。然而他的眼中非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燃烧起熊熊的战意。该害怕的不应该是他，而应是这妄图以雷霆抹杀逆天者的所谓天道。轰！一股狂暴无匹的气劲猛然从江辰体内爆发开来，他上身所穿的长袍瞬间被震得粉碎，化作漫天布屑，露出了旗下那线条分明、充满了爆炸性力量的身躯，每一块肌肉都仿佛蕴含着恐怖的力量。啊！江辰仰天发出一声震彻山谷的长啸，这笑声如同龙吟虎刨，充满了挑战天威的狂放。咯吱咯吱，骨骼摩擦声从他背后响起，只见他脊梁两侧的肌肉剧烈蠕动隆起，皮肤之下仿佛有血气在游走。下一刻，4条完全由精纯气血与磅礴灵力凝聚而成的血色手臂悍然破体而出。这4条手臂与他原有的双臂一起微微摆动，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力量感。与此同时，一层浓郁的如同实质血液般的血红光芒自他体内弥漫而出，迅速覆盖了他的全身，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血色能量屏障。他的满头黑发无风自动，竟在瞬间化作了如火焰般燃烧的血红之色，就连他那双深邃的眼眸也变成了2轮冰冷的血月。这一刻，他将8臂通天拳的奥义催动到了极致，肉身之力与功法神通完美融合，使得他的气息疯狂暴涨。他感觉全身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双臂一晃，气力已然无限逼近万斤大关。这是一种足以撼动山川5岳的恐怖巨力。来吧，让我看看你这所谓的天劫究竟有何能耐。江辰血发狂舞，6臂齐张，脚踏山巅，如同一尊从血海中走出的战神。他非但没有选择被动防御，反而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凭借这具千锤百炼的强横肉身，正面硬汉这天威。先试试这血修罗天劫的深浅。江辰眼神锐利如心念电转间，手指上的储物戒光华一闪，一对通体银色的巨大流星锤凭空出现。去！江辰低喝一声，6臂中的2条血色手臂猛然发力，将这对沉重无比的流星锤如同投掷炮弹般狠狠甩向高空，迎向那缓缓压下的血色雷霆巨掌。流星锤撕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呼啸，速度快如闪电。咔嚓！然而预想中的剧烈碰撞并未发生，流星锤与那血色雷霆巨掌接触的刹那，仿佛鸡蛋撞上了石头，锤身上蕴含的磅礴灵力与那毁灭性的雷霆之力刚一接触，便瞬间瓦解。紧接着，锤体本身也承受不住那恐怖的碾压之力，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脆响，当场寸寸断裂，炸成了漫天飞舞的金属粉末，连一丝痕迹都未能留下。嘶！江辰瞳孔骤然收缩，倒吸一口凉气。这对地阶灵气流星锤，没想到在这血修罗天劫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一个照面便被彻底摧毁。这天劫的威力果然恐怖到了极点。轰隆隆！就在江辰心惊之际，天空中的血色雷霆巨掌似乎被这微不足道的挑衅所激怒，下降的速度猛然加快，恐怖的威压如同实质般倾泻而下，将下方的大地都压得凹陷下去。江辰没有退缩，反而激起了骨子里的凶性。他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全身肌肉奔张，青筋暴起。背后4条完全由气血与灵力凝聚的血色巨臂，与他本体的2条手臂同时奋力向上倾起，6只手掌张开，掌心向上，仿佛要凭一己之力拖住这崩塌的苍穹。给我顶住！轰！下一刹那，那遮天蔽日的千丈血色雷霆巨掌结结实实地拍在了江辰擎起的6臂之上。接触的瞬间，江辰只觉得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巨力混合着狂暴到极致的毁灭雷霆，如同上百座携带着闪电的万丈大山同时砸落。他的双臂巨震，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一股难以忍受的麻痹感与灼烧感如同潮水般席卷全身每一个角落，仿佛有无数根烧红的钢针扎进了他的血肉，又像是有亿万只雷霆蚂蚁在啃食他的骨髓。更可怕的是那无与伦比的重量，江辰脚下那座数百米高的山峰在这巨掌的碾压下连一息都未能支撑住，便从山顶开始寸寸崩裂瓦解。巨大的岩石如同豆腐般被压碎，烟尘冲天起。不过眨眼之间，整座山峰已然被夷为平地，化作一个巨大的深坑。唯有江辰的身影依旧顽强地屹立在深坑中心，他双足深陷地面，嘴角渗出一丝血迹。咔嚓！接连4声令人心悸的脆响，如同琉璃破碎般刺耳。江辰背后那4条血色巨臂在血色雷霆巨掌那毁灭性的碾压下，终究不堪重负，接二连三地崩碎开来，化作漫天飘散的血色光点。这仅仅是开始，巨掌上传来的恐怖力量并未减弱分毫，
他透过残存的双臂狠狠作用在江辰的本体之上，他全身的骨骼发出一连串密集的咯吱声，仿佛随时都会彻底散架。剧烈的疼痛如同潮水般冲击着他的神经，五脏六腑都仿佛被一味挤压。这等骇人听闻的场景，若是换作寻常筑基修士，莫说徒手应接，恐怕仅仅是靠近这血色雷霆巨掌的威压范围，便会被瞬间震成齑粉，死得连渣都不剩。敢于以肉身正面抗衡此等天威者，万古以来恐怕也找不出几人。轰！当最后一道血色手臂也彻底崩碎消散的刹那，失去了所有缓冲的雷霆巨掌结结实实地拍击在了江辰的背脊之上。噗！一股无法抑制的腥甜瞬间涌上喉头，江辰猛地喷出一大口嫣红的逆血，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气息也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然而他的眼神却依旧锐利如刀，几乎在吐血的同时，他心念一动，一把早已准备好的散发着浓郁药香的各色灵丹便从储物戒中飞出，被他一股脑地塞入口中。丹药入口即化，精纯的药力迅速散开，滋养着他受损的经脉与脏腑，强行稳住他摇摇欲坠的气息。此刻他心知肚明，自己绝不能退。天劫乃是天道对逆天者的考验，一旦选择逃避，便意味着道心不坚，突破自然会宣告失败。他如今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像伊曼那样凭借强大的防御灵宝硬扛过去，要么就依靠自身的意志与力量正面击溃着天威。哼，想凭此劫灭杀我，没那么容易。江辰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之色，猛地一咬舌尖，一股精纯的本命精血涌而出，化被动为主动，给我破！他心中怒吼，体内八臂通天拳的功法被催动到极致，全身的气血与灵力如同沸腾的岩浆般疯狂涌动，沿着特定的经脉路线急速运转，最后悍然冲向他头顶的百会穴。崩拳！双拳紧握，他将全身的力量意志以及对天道的无畏挑战尽数凝聚于这双拳之上。轰！下一瞬，江辰猛然转身，不再被动承受，而是主动挥拳逆天而上，一双铁拳携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狠狠地砸向了那依旧压在他身上的血色雷霆巨掌。拳掌交击的刹那，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股肉眼可见的冲击波程环形炸开。那原本势不可挡、缓缓下压的千丈雷霆巨掌，竟被这蕴含了江辰全部精气神的一拳硬生生地轰地停滞在了半空之中，掌心上甚至出现了一圈细微的涟漪波动。崩拳、劈拳、炮拳，江辰在这一刻将八臂通天拳的精髓毫无保留地施展出来，拳影翻飞，每一拳都蕴含着不同的劲力与变化。他背后重新凝聚的4条血色巨臂与他本体的双臂协同作战，6条手臂如同狂风暴雨般朝着那血色雷霆巨掌发动了连绵不绝的猛攻。这一次他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其道而行之。先前他虽然也在硬抗，但更多是凭借血色手臂构筑防御，被动的承受天劫的碾压，本质上仍是一种消极的抵抗。然而此刻他彻底放弃了固守的念头，转而采取了最为激进的策略，主动出击，以攻代守。他要以自身的武力将这所谓的天威彻底轰碎。轰隆隆，江辰双足猛然踏地，整个人如同出膛的炮弹般腾空而起。他的双拳之上包裹着浓郁到极致的血色光芒，那是他将气血与灵力催发到极致的体现。他逆着那毁天灭地的雷霆威压，一拳又一拳悍然轰击在巨掌之上。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那原本遮天蔽日缓缓压下的千丈雷霆巨掌，在江辰这狂暴无比的攻势下，竟开始剧烈震颤，表面雷光爆闪，被轰击的节节败退，向上收缩。咯吱，江辰背后那4条血色手臂在疯狂的攻击中再次变得凝实无比，臂膀上的肌肉高高隆起，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然而强行维持并超负荷催动这4臂对他的消耗是巨大的，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如纸，额头上青筋暴起，嘴角不断有新的血丝溢出，这无疑是在透支他的生命本源。但此时此刻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唯有倾尽全力方有一线生机。轰轰，在4条血色巨臂的恐怖加持下，江辰每一拳轰出都爆发出接近万斤的恐怖巨力，拳锋所过之处，空气都被打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音爆声。那血色雷霆巨掌在他狂风骤雨般的打击下，表面的雷光不断崩碎，体积也开始肉眼可见的缩小。当江辰不知疲倦地挥出第1200拳时，轰一声仿佛天崩地裂的巨响传来，那被逼到天穹极高处的千丈血色雷霆巨掌再也无法承受这持续不断的毁灭性打击，掌心上布满了裂痕。最终在一阵剧烈的闪烁后，他轰然崩溃，彻底瓦解，化作了漫天飘洒蕴含着最精纯雷霆本源之力的血色光华，从天而降。哗！就在这漫天光华即将消散于天地间的刹那，
江辰眼中金光爆射，他猛然张开大口，胸腔剧烈起伏，产生一股强大的吸力。他不顾其中蕴含的狂暴毁灭能量，生猛无比的将这漫天由天劫本源所化的血色光华尽数吞入了腹中。嘎啦啦！就在江辰将那漫天血色光华吞入腹中的瞬间，一股难以形容的狂暴能量如同火山喷发般在他体内炸开。他的身体表面不受控制地蒸腾起浓郁的血色雾气，皮肤变得赤红如烙铁，仿佛整个人都被架在烈火上灼烧，一股深入骨髓、焚进五脏六腑的剧烈灼痛感，伴随着强烈的麻痹感，如同千万根烧红的钢针同时刺入他的神经，让他几乎要昏厥过去。这天劫本源之力乃是天地间最狂暴最纯粹的毁灭性能量，寻常修士哪怕沾染一丝都可能被瞬间化为飞灰。江辰此举无异于引火自焚，然而剧痛之中，江辰的眼神却异常清明，甚至带着一丝狂热。他强忍着非人的痛苦，立刻盘膝坐下，双手结印，全力运转八臂通天拳的心法。他深知这看似致命的雷劫本源，对于身负变异雷灵根的他而言，却是千载难逢的大补之物。若能成功炼化，不仅能彻底稳固刚刚突破的境界，更能借此淬炼灵根，使其变得更加纯粹强大，甚至发生更深层次的蜕变。时光荏苒，整整10日10夜，江辰纹丝不动地端坐在被夷为平地的山谷中央。他的身体赤红如炭，蒸腾起滚滚热浪，皮肤表面被细密的蓝色电蛇包裹，发出噼啪作响的声音。他将体内的天劫之力不断地打磨炼化，融入自身的每一寸经脉之中。这个过程极其凶险，稍有差池便可能功亏一篑，甚至爆体而亡。江辰耗费了巨大的心神，才勉强控制住这股狂暴的能量。嗡！第11日的正午时分，江辰紧闭了10日的双眼，猛然睁开，2道凝练如实质的血色金光，如同利剑般从他眸中喷射而出，长达尺余，良久才缓缓消散。他周身那股原本因虚弱而萎靡的气息，此刻如同苏醒的洪荒巨兽，轰然爆发，节节攀升。他的气息比起10日之前强盛了何止5-6倍，一股属于金丹修士的磅礴威压，如同潮水般向四周扩散开来，令远处的山林都为之寂静。江辰立刻沉下心神，内视己身，只见原本浩瀚如海的气海，此刻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的液态灵力都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颗悬浮在气海正中央，通体浑圆散发着璀璨金色光芒的丹丸。这颗金丹缓缓旋转，它就像是一个无底洞，贪婪地吞噬着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天地灵气，将其转化为最精纯的金丹本源之力。这便是金丹境修士的力量源泉，是迈入更高生命层次的象征。从这一刻起，江辰正式踏入了金丹大道的门槛，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金丹期修士。江辰缓缓从焦黑的地面上站起，轻轻活动了一下筋骨，周身顿时发出一连串清脆爆响。成功渡劫并炼化天劫本源后，他的身形似乎变得更加匀称精炼，肌肉线条流畅。虽不如那些专修肉身的体修那般魁梧雄壮，极具视觉冲击力，但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这具看似并不夸张的躯体之下，究竟蕴藏着何等恐怖的力量。那是一种足以令同阶修士胆寒，足以媲美同阶顶级妖兽的纯粹肉身，经过血修罗天劫的生死淬炼，他全身的筋骨血肉经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此刻他肉身所能爆发出的极限气力已然达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足足2万斤。他对八臂通天拳的领悟也水到渠成地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至此，他已能随心所欲地凝聚出整整6条血色手臂，攻防一体，威力暴增。若是再配合他本身的双臂，八臂齐出，其威势足以撼天动地。然而此番突破最大的收获却并非气力与拳法的精进，在炼化那精纯霸道的天劫本源之力时，凭借其变异雷灵根的独特天赋，他竟在金丹雏形稳固的过程中，意外地在气海深处成功凝练出了2颗通体萦绕着毁灭电弧的紫色珠子天雷珠。天雷珠其内压缩了精纯至极的雷霆毁灭之力，威力之大，堪称同阶修士的噩梦。毫不夸张地说，在与同境界对手交锋时，只需祭出1颗天雷珠引爆，其瞬间爆发出的毁灭性能量，足以将对方连人带护身法宝一同炸得灰飞烟灭，绝无生还的可能。感受着体内澎湃如海的力量，气海中缓缓旋转的金丹以及那2颗令人心悸的天雷珠，江辰的嘴角不由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他轻轻摸了摸下巴，目光睥睨，自语道：以我如今的实力，寻常金丹初期修士恐怕连让我认真的资格都没有，或许只有金丹中期的对手才能让我提起些许兴趣，好好活动一下筋骨了。这份自信并非凭空而来，他的根基之雄厚远超同阶数倍，无论是磅礴的气力、强悍的体魄，还是那蕴含毁灭之威的天雷珠，都赋予了他越阶而战的强大资本。江兄，恭喜你成功度过天劫，踏入金丹大道。一声温婉熟悉的声音如同春风避过耳畔，
将江晨从内视己身的沉静状态中唤醒。妈儿！江晨闻声转身，目光越过满目疮痍的山谷，一眼便看到了正从对面山峰废墟中缓步走来的伊曼。此时的伊曼气质与渡劫前已截然不同。成功凝结金丹后，他周身自然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场，步履间带着金丹修士特有的沉稳。他换上了一身鲜艳如火的束腰红衣，长发利落地扎成一束马尾，更衬得他脖颈修长，身姿挺拔。尽管身处这片因天劫而变得破碎荒凉的山峦之中，他那张绝美的容颜却仿佛自带光芒，显得格外耀眼夺目。你没受伤吧？江晨快步上前，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关切，说话间已自然而然地伸出双臂，将伊曼轻轻揽入怀中。一股混合着淡淡发香与女子特有体香的清雅气息萦绕鼻尖，让他感到无比的心安。伊曼温顺地依偎在他坚实的胸膛前，摇了摇头，轻声道：我没事，多亏了师尊赐下的这件玄武甲，在最关键的时刻护住了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微微侧身，让江晨能看到他背后那件古朴绿色的甲胄。只见甲身之上赫然留下了数道深浅不一的焦黑裂痕，灵光也暗淡了不少，显然在抵御最后那道天雷时受损严重，但好在主体结构并未彻底崩坏，经过温养修复后仍能使用。金丹天劫，凶险异常，当真令人心生敬畏。江晨低头看着伊曼安然无恙，心中一块大石落地，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回想起方才两人各自经历的生死考验，仍感到一丝后怕。伊曼仰起头，一双秋水般的眸子深深望进江晨眼底，带着几分娇嗔与试探，轻声问道：倒是你竟引动了那万年难得一见的血修罗天劫。我的江兄如今可是万年不出的绝世奇才了，今后该不会眼界高了就看不上妹儿，不要我了吧？江晨闻言，手臂收紧了几分，另一只手轻轻抚上她如瀑的长发。他凝视着伊曼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傻丫头，胡说什么？我江晨岂是那等无情无义之人？无论我未来能走到哪一步，你始终是我认定的道侣，此心不变。听到这斩钉截铁的承诺，伊曼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脸上绽放出明媚的笑容。然而这温馨的时刻并未持续太久，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脸色微微一变，惊呼道：呀，不好，我们在此闭关渡劫，不知不觉已过去多日，距离之前与大钱商队约定的会合时间好像快到了，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动身。江晨闻言，神色一凛，没有任何犹豫。他揽住伊曼纤细而有力的腰肢，体内金丹微微一震，两人身影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起。天虎城东城，一条原本应是摊位林立的宽阔街道，此刻却显得异常空旷。这里曾是城内一处颇有名气的黑市，三教九流汇聚，各种见不得光的交易在此暗中进行，终日笼罩着一层神秘喧嚣的氛围。然而随着上府国沦陷，南越国势力接管，往日的繁华早已烟消云散。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门窗紧闭，蒙着厚厚的灰尘，路上行人稀疏，偶尔有几个行色匆匆的低阶修士路过，脸上也带着几分不安，全然不见昔日的热闹景象。与这份凄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道中央那颇为壮观的景象，只见上百架特制的重型马车整齐地排列着，几乎占据了整条街道。这些马车造型古朴坚固，车体由坚硬的铁木打造，车轮包裹着厚厚的金属，而拉车的并非寻常的骏马，而是一种名为独角马的低阶妖兽。这些独角马体型极为雄健，肩高普遍超过3米，比寻常马匹高大数倍。它们通体皮毛油亮，最引人注目的是额头上那根笔直向上的银色独角。独角马耐力极强，性情相对温顺，一日奔行3000里亦不会感到疲惫，是长途运输的绝佳角力。此地正是南越国大钱商队在天虎城设立的临时驻扎地。仔细看去，每一架马车上都堆满了鼓鼓囊囊的货物，用厚厚的油布遮盖得严严实实，但偶尔从缝隙中泄露出的精纯灵气波动，以及一些车厢边缘隐约可见的兵器一角，无不表明这些货物价值不菲。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大钱商队及其背后的势力从上府国3大魔宗被攻破的方式库房中搜刮整理出来的战利品。在车队的最前方站着10几个人，为首的一位是个身穿锦缎长袍，面色精明，留着2撇小胡子的中年男子，他正是大钱商队此次行动的掌柜周涛。他身旁跟着一个身材干瘦的随从，而其余10多人则服饰各异，气息驳杂。他们是商队临时在当地雇佣的护卫修士，修为普遍在筑基初期到中期不等。周涛掌柜眉头紧紧皱起，脸上露出了明显的焦虑。他低声对身旁的瘦子随从抱怨道：约定的出发时辰眼看就要到了，怎么那位说好要加入护卫队的女修还没来？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这批货物事关重大，延误不得啊。周老板，依小的看，那位女修多半是听闻了路途凶险，临时胆怯不敢来了。站在周涛身后的那名瘦小随从
见主子面露焦躁，便凑上前一步，压低声音，带着几分自以为是的精明说道。周涛闻言不由得失笑摇头，瞥了随从一眼，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怕了？你一个练气期的家伙，能懂什么？那一姑娘乃是实打实的筑基大圆满修为，一只脚已踏入金丹门槛，堪称金丹之下难逢敌手。这等人物，心智之间岂是你能想象的？他顿了顿，捋了捋下巴上的短须，继续道：不错，从此地前往南越国边境，路途迢迢，确实不太平。三大魔宗虽已溃败，但难免有余孽流窜。可正因如此，我才不惜重金聘请一姑娘这等高手压阵。我开出的报酬，足以让任何筑基修士心动。他既有此实力，又岂会因些许风险而放弃这唾手可得的丰厚资源？这不合常理。就在他心思转动之际，天际尽头突然传来两道细微的破空之声。咻咻！只见两道流光正由远及近，朝着车队所在的方向疾驰而来。光芒收敛，现出两道身影，正是刚刚成功渡劫稳固了金丹境界的江辰与伊曼。二人虽已踏入金丹大道，但未免过于惊世骇俗，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和猜疑。在赶来之前，便已运用秘法，将外显的修为气息稳稳压制在了筑基大圆满的境界。此刻在外人看来，他们依旧是两位实力不俗的筑基巅峰修士。一姑娘，您可算是来了。周某在此恭候多时了。周涛一眼便认出了领头的伊曼，脸上瞬间因转情堆满了热情的笑容，快步迎了上去，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只要这位主力到场，车队的安全便多了几分保障。然而跟在他身后的那名瘦小随从却在周涛转身之际偷偷撇了撇嘴，翻了个白眼，脸上露出一丝暧昧又了然的神情。在他心里早已认定了自家这位老板八成是看上了这位容貌绝美气质独特的魔宗女修，否则何必对一个雇佣的护卫如此上心。随从目光忍不住又在伊曼那张倾国倾城的脸蛋和窈窕的身段上扫过，心里嘀咕，这些魔道的女修虽然行事邪性，但论起这批囊相貌，一个个还真是水灵标致，比起南越国那些正统门派里大多古板严肃的女修，不知要娇媚动人多少倍，也难怪老板会动心思。周老板，路上因一些琐事耽搁了片刻，劳您久候，实在抱歉。伊曼上前一步，对着迎上来的周涛抱拳施礼。无妨无妨。周涛连忙摆手，脸上堆满了热情，甚至有些过分的笑容，一双眼睛仿佛粘在了伊曼身上，从头到脚细打量着，目光中毫不掩饰其惊艳。咱们约定的本就是今日出发，又没定死是哪个时辰。一姑娘事务繁忙，周某多等片刻也是应该的，只要姑娘能来，便是再好不过。他嘴上说的客气，心中却早已打定了主意，待此番押运顺利返回南越国，定要恳请宗门内那位赏识自己的师叔出面运作，想办法将这绝色女修吸纳进宗门，让她洗去魔道身份，转为正道修士。如此一来，近水楼台先得月，日后岂不是？想到妙处，周涛嘴角不禁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得意弧度。其实早在天虎城初次见到伊曼时，他那倾城之貌便已让周涛心生荡漾，可谓是一见钟情，念念不忘。咦，这位是？过了好一会儿，周涛那几乎长在伊曼身上的目光才勉强移开，仿佛刚刚发现似的，落在了伊曼身旁那位面容俊朗的年轻修士身上。这年轻人看上去不过20出头的样子，身姿挺拔，虽默不作声，但眉宇间自有一股不凡的气度，令人无法忽视。伊曼见状，神色自若地侧身介绍道：周老板，这位是我的师弟，姓江，如今宗门遭难，他一时漂泊无依，我便自作主张将他一同邀来，路上也能多个照应。周老板不必担心，他只是从旁辅助于我，并不会额外收取酬金，全当是帮我个忙。哦，原来是一姑娘的师弟。周涛拖长了语调，若有所思的再次上下打量了江辰一番，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只见这二人并肩而立，男子俊朗沉稳，女子明艳动人，虽然自称师姐弟，但站在一起竟显得格外登对，宛如一对恋人。这景象让周涛心中莫名的涌起一股酸意，一股强烈的嫉妒与占有欲在他心底滋生。然而面上他却不敢表露分毫，毕竟伊曼筑基大圆满的修为远胜于他，是他此行需要倚仗的主力。他挤出一丝略显僵硬的笑容，既然是一姑娘的师弟，那自然也是信得过的，多一个人多一份礼，欢迎欢迎。好了，人已到齐，时辰不早，我们即刻出发。随着掌柜周涛一声令下，早已整装待发的庞大车队缓缓启动，沉重的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沉闷的辘辘声响。上百架由独角马牵引的重型马车排成一条蜿蜒的长龙，在周涛及其随从的引领下，以及江辰伊曼和那10几名雇佣散修的护卫，浩浩荡荡地朝着天虎城的东门方向行进。江辰不动声色地走在队伍中段，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身旁一辆辆满载货物的马车。
他的神识敏锐地捕捉到，其中一辆遮盖岩石的马车内堆积如山的，赫然是散发着精纯灵气波动的灵石。粗略估算，单是这一车恐怕就不下万颗。这个发现让江辰心中一震，若按此推算，这上百架马车所装载的灵石总量，恐怕将达到一个天文数字，接近甚至超过100万颗。而这还仅仅只是灵石的价值，尚未计算那些同样价值不菲的灵气、符箓、丹药以及各类天材地宝。这大钱商队还只是涌入天虎城的10几个南越国商队之一。江辰的眉头微微蹙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悲愤之情在他胸中翻涌。如此掠夺简直是敲骨吸髓，南越国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行事与强盗合意，这是要将上辅国3大魔宗数千年的积累彻底掏空啊！想到宗门基业被毁，无数同门流离失所，甚至惨遭屠戮，而仇敌却在此大肆瓜分劫掠而来的财富，江辰的拳头在袖中悄然握紧。然而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将这股翻腾的怒火压了下去。理智告诉他，此刻绝不能冲动，这里已是南越国势力实际控制的地盘，城内外遍布眼线，一旦自己身份暴露，不仅救不了苏梦长老他们，连自己和伊曼也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潜入南越国的计划将彻底失败，小不忍则乱大谋，眼下唯有隐忍。江辰眼神恢复平静，将所有情绪深藏心底。车队顺利通过戒备森严的城门，出了天虎城，一路向东行进。天虎城地理位置特殊，堪称上辅国西部边境的最后一座大城，距离南越国的实际控制边界线仅有大约800里的路程。以独角马的脚程和修士们的行进速度，如果不遭遇意外，全力赶路之下，只需1夜功夫便能抵达2国边境。然而行程刚开始不久，江辰远超常人的敏锐感知便察觉到了一丝异样的气氛。他注意到那10几名被周涛雇佣来的本地散修，并未如寻常护卫般分散在车队4周警戒，反而有意无意地聚集在队伍偏后的位置，彼此间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透着一股鬼鬼祟祟的气息。车队离开天虎城，向东行进了大约100余里，刚刚进入一片林木茂密的山谷地带时，异变陡生：“待，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随着几声怪叫，从前方的密林和两侧的山坡上，呼啦啦地窜出了20-30名衣衫褴褛、手持各式兵器的修士。他们身上的服饰五花八门，杂乱不堪，显然并非出自同一宗门，更像是一群临时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这群劫匪的修为也是参差不齐，大多在炼气中后期徘徊，仅有领头的1-2人达到了筑基初期的水准，实力最强的那个独眼头目也不过是筑基中期修为。这样的一伙人打劫寻常商队或许绰绰有余，但在江辰和伊曼这等高手眼中，简直如同土鸡瓦狗，不堪一击。然而还没等江辰和伊曼有所动作，护卫队伍中以那名眼角有一道狰狞刀疤的精壮汉子为首的10几名雇佣散修，却如同早有准备般反应极其迅速。保护车队，杀！刀疤汉子张行一声暴喝，声若洪钟。他率先挥舞着一柄门板大小的鬼头砍刀，如同猛虎下山般冲入劫匪群中。刀光闪过，血光迸溅，瞬间便有数名炼气期劫匪身首异处。他身后的那10几名散修护卫也齐声呐喊，各持兵刃，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这群劫匪本就是一盘散沙，哪里经得起这般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猛烈冲击？不过片刻功夫，便被杀得哭爹喊娘，丢盔弃甲，留下10几具尸体和满地狼藉，狼狈不堪地逃入了深山老林之中。张行道友，诸位壮士，多谢，多谢诸位出手相助。周涛连忙上前，对着以张行为首的护卫们连连拱手道谢，脸上满是感激之色。他心中暗自庆幸，这笔雇佣费用花得值当。周老板太客气了。张行收刀而立，刀身上的血迹尚未干涸，他豪爽地大笑着摆了摆手，眼角那道刀疤随着他的笑容微微扭动，显得有几分凶悍。咱们既然收了您的灵石，自然要保您和这批货物的周全，这都是分内之事，理所应当。然而在一旁冷眼旁观的江辰目光扫过张行时，眉头却是不易察觉的微微一皱。在他的感知中，这张行表面上展露的确实是筑基中期的灵力波动，但其体内深处却隐隐蛰伏着一股更为狂暴的能量。这股能量被一种颇为高明的秘术所隐藏，若非江辰神识强大，几乎难以察觉。此人隐藏了真实修为，江辰心中立刻做出了判断。而且他敏锐地注意到，其余那10几名散修护卫行动之间隐隐以张行为首，眼神交流中带着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绝非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所能拥有。伊曼此时也悄然向江辰投来一个眼神，微微颔首，显然他也凭借其金丹期的敏锐灵觉察觉到了张行身上的异常之处。江辰立刻通过神魂传音对伊曼说道：眼下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潜入南越国，救人才是重中之重。
只要这些人不主动招惹我们，不影响我们的计划，他们有何图谋，我们暂且不必理会。大前商队的行程可谓是一波三折，自离开天虎城向东行进，不过才走了400公里左右的路程，竟然接连遭遇了3波意图不轨的抢劫。所幸这些来袭者大多是由散修或小股魔宗余孽组成的乌合之众，实力普遍不强。在张行那一伙尽职尽责的护卫拼杀下，这些袭击者都被成功击退，并未对车队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紧张的气氛已然弥漫开来。当远方地平线上那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城墙轮廓逐渐清晰，映入众人眼帘时，整个车队的气氛明显为之一松。那里就是南越国建立在边境上的第一雄关站台城，距离目的地已不足100里之遥。诸位看到了吗？前方就是我南越国的第一大城站台城。周涛掌柜难掩激动之情，站在马车上，手指着远方那模糊却宏伟的城影，声音都因兴奋而提高了8度。再前行不到100公里，我们便可踏入国境，到了那里便算是彻底安全了。站台城守备森严，绝无匪类敢在附近撒野。他挥舞着拳头，脸上洋溢着即将抵达安全区的喜悦，仿佛已经看到了站台城敞开的城门和欢迎的人群。在他看来，如此接近南越国掌控的核心区域，那些宵小之徒定然早已望风而逃，不可能再有任何风险。然而就在周涛话音刚落的刹那，一个冰冷且充满戏谑的声音如同毒蛇般从他身后响起，瞬间浇灭了他所有的热情。站台城看上去的确雄伟壮观，只不过周老板，你恐怕是没有那个命活着走进去了。说话之人正是护卫头领张行，他此刻脸上哪还有半分先前的恭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残忍冷笑，眼角那道刀疤也显得格外狰狞。闻听此言，江晨与伊曼心中同时一凛，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张行这伙人隐藏实力，一路隐忍，果然是在等待最佳的发难时机。此刻地处荒郊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正是杀人越货的绝佳地点。周涛更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浑身一僵，猛地转过身，瞪大了眼珠子，难以置信地看着张行。他脸上强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声音带着颤抖：张兄，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这附近时常会有站台城的巡逻卫队经过，我们马上就到了，自然是平安无恙。他试图用巡逻队来震慑对方，给自己壮胆，也希望能吓退这些图谋不轨者。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从前方道路旁的密林中传出的另一道充满讥讽的嗤笑：呵呵，周大掌柜，你是在做梦吗？站台城的守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清闲，会跑到100公里外的荒山野岭来巡逻？你以为你是皇帝吗？渐渐的，从前方的密林深处以及道路两侧的阴影中，无声无息地走出了10几道身影。这些人清一色身着紧身黑衣，黑巾蒙面，只露出一双冰冷锐利的眼睛。他们腰间都挎着制式统一的大号弯刀，行动间步伐沉稳，气息内敛，彼此间站位隐隐形成合击之势，一看便知是训练有素的职业佣兵，绝非先前那些乌合之众的散修可比。为首之人是一个头戴宽大斗笠，遮住了大半面容的中年男子。他并未刻意隐藏气息，一股属于筑基大圆满修士的强横威压，如同无形的潮水般肆无忌惮地向四周扩散开来，压迫的周涛和他那瘦小的随从几乎喘不过气。魔宗修士，这怎么可能？这里距离站台城已不足100里，他们怎敢在此地现身？周涛看清来人的装束，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怪叫一声。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如此接近南越国核心控制区的地方，竟然会遭遇如此规模的魔道精锐。惊慌失措之下，他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转向身后的张行等人，声嘶力竭地喊道：张行道兄，快带领诸位壮士除掉这些魔道余孽，周某必有重谢。然而回应他的并非预想中的拔刀相助，而是一阵充满了戏谑的哄堂大笑。笑声未落，只听轰的一声闷响，站在车队后方的张行身上那件破旧的袍子猛然炸裂成碎片，碎布纷飞中露出的赫然是与前方那群黑衣人同款的黑衣劲装。他身后的那10几名护卫也同时扯下了身上的伪装，露出了里面的黑衣，一个个面带狞笑，如同看着待宰羔羊般戏谑地盯着脸色惨白的周涛和他那早已下瘫在地、裤裆湿了一片随从。你们竟然是一伙的！周涛如遭雷击，手指颤抖地指着张行，嘴唇哆嗦着，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巨大的恐惧和被背叛的愤怒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晕厥过去。他花重金请来的护卫，竟然就是索命的阎王！就在这时，一个略带玩味的声音在一旁响起。一直冷眼旁观的江晨嘴角微微上扬，他看向面如死灰的周涛，语气平淡：周老板，你这识人的眼光可真是独具一格啊！花了重金
怎么还请了一群随时准备反咬雇主一口的白眼狼？这生意做的岂不是血本无归？我……周涛被江晨这话噎得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他心中悔恨交加，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千算万算，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这群该死的魔道修士给算计得如此彻底。现在才想明白，可惜已经太迟了。南越国的走狗，给我内命来！张行脸上狞笑更盛，眼中杀机毕露，不再有丝毫伪装。他手中那柄寒光闪闪的弯刀发出一声尖锐的嗡鸣，刀身之上瞬间爆发出刺目的血光，一股属于筑基大圆满修士的强横灵力毫无保留地灌注其中。他不再隐藏实力，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欺近，手中弯刀划出一道凌厉的血色弧线，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径直朝着周涛的脖颈劈斩而去。啊！一姑娘，救命！快救救我啊！周涛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肝胆俱裂。他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凄厉尖叫，连滚带爬地躲到了伊曼的身后，双手死死抓住伊曼的衣角，仿佛那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与此同时，他手忙脚乱地从怀中掏出一枚雕刻着符文的玉佩，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毫不犹豫地将其狠狠捏碎。咔嚓，玉佩应声而碎，化作一蓬细微的白色光点，瞬间消散在空气中。轰！张行劈出的那道凌厉刀气，首先扫过了瘫软在地的周涛随从。那可怜的瘦小身影连惨叫都未能发出，便被狂暴的刀气瞬间撕裂成两半，血肉横飞。弯刀去势丝毫不减，继续斩向躲在伊曼身后的周涛，眼看就要将他连同伊曼一起劈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铿锵一声清脆悦耳的异响骤然响起，预想中血肉横飞的场景并未出现。只见不知何时，江晨已如瞬一般出现在伊曼身侧，他紧紧伸出了右手的两根手指，轻描淡写的向前一探，便精准无比的夹住了那势若奔雷的弯刀刀刃。张行脸上的狞笑瞬间僵住，瞳孔骤然收缩成针尖大小，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感觉自己的刀仿佛劈在了一座山石之上，任凭他如何催动灵力，手臂青筋暴起，那被夹住的刀刃却是纹丝不动。对方那两根手指上传来的力量浩瀚如海，坚不可摧。你！张行又惊又怒，试图抽刀后退，却发现弯刀如同焊死在了对方指尖，根本无法撼动。江晨目光平静地看着他，眼神却冰冷如万载寒冰，缓缓开口：你们之间的恩怨我懒得理会，但此人你现在不能杀。嗡！江晨松手，张行后退数步，脚下趔趄。就在这时，那十几名黑衣佣兵也在斗笠男子的带领下迅速围拢过来，将江晨、伊曼以及瑟瑟发抖的周涛包围在中间。为首的斗笠男子目光阴沉地扫过江晨和伊曼，声音沙哑地喝道：哼，看二位的气息，也是我上辅国修士，如今国难当头，宗门基业被夺，尔等不思复仇，难道真要为了这点酬金卖主求荣，甘当南越国的鹰犬，将我上辅国的财富拱手送入敌手吗？江晨闻言眉头微皱，懒得与对方进行无谓的口舌之争。他目光扫过周围虎视眈眈的佣兵，语气淡漠地提醒道：我劝你们最好立刻离开，方才周老板捏碎的是一枚高阶传讯玉佩，此刻恐怕也有高手接收到讯息，正朝此地赶来，再耽搁下去，你们一个都走不了。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此地距离南越国的站台城上有100里之遥，就算那姓周的捏碎了传讯玉佩，南越国的援兵难道还能插上翅膀飞过来不成？等他们赶到，我们早已带着灵石远走高飞了，我怕什么？斗笠男子高虎闻言，非但没有丝毫惧色，反而发出一阵狂妄的大笑，声音中充满了不屑。他完全没有将江晨的警告放在心上，认为这不过是对方虚张声势、拖延时间的伎俩罢了。然而与高虎的狂妄不同，亲身领教过江晨手段的张行，此刻心中却是警惕心大作。他刚才全力劈出的一刀，蕴含了筑基大圆满的10成功力，却被对方仅用2根手指便轻描淡写的夹住，任凭他如何挣扎都纹丝不动。这份深不可测的实力简直闻所未闻，让他从心底感到一阵寒意。他深知眼前这个看似年轻的修士绝对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存在，绝非他们能够轻易招惹的。眼看高虎还要继续挑衅，张行心中焦急，连忙上前一步，一把紧紧拽住了高虎的胳膊，沉声劝道：高虎，冷静点，别忘了我们此行的首要目标是什么？是这批价值连城的灵石。跟这2个来历不明的家伙纠缠下去，万一真引来南越国的高手，岂不是因小失大？灵石到手才是硬道理。高虎被张行拉住，正欲发作，却猛地对上了张行那双充满凝重的眼神。那眼神中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明确，眼前这2人不好惹。高虎虽然性情暴躁，但并非无脑之辈，他与张行相交多年，深知张行的眼力。
看到连张行都如此忌惮，他心中也不由得咯噔一下，强行压下了心头的怒火。哼！高虎冷哼一声，悻悻地收回了已经按在刀柄上的手，用充满警告的眼神狠狠瞪了江辰三人一眼，终究没有再动手。弟兄们，别愣着了，动作快，把这些马车上的零食全部给我装进储物戒里，手脚都麻利点。张行见高虎暂时被稳住，立刻转身朝着手下那帮黑衣佣兵大声下令。此地乃是山林地带，道路崎岖，笨重的马车根本无法快速转移，想要带走这批庞大的零食，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储物法器。听到命令，那10几名黑衣佣兵立刻行动起来，他们纷纷从怀中或腰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储物戒指，这些戒指空间容量显然都不小，显然是专门为此次行动配备的。他们熟练地掀开一辆辆马车上覆盖的油布，露出里面堆积如山的零食，然后开始快速而有序地将零食大批量地摄入储物戒中。看着手下忙碌的身影，以及那源源不断被装入储物戒的海量零食，张行脸上终于露出了志得意满的笑容。他双手叉腰，走到高虎身边，用带着几分豪迈：“高虎老弟，你看，有了这批零食作为启动资金，你我兄弟2人，何苦还要在这片即将彻底沦为南越国附庸的是非之地苦苦挣扎？我们大可以远走高飞，离开天武大陆，前往那广阔无垠的星罗外海。在那里，凭借你我的实力和手腕，完全可以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基业，建立一个全新的宗门。到时候天高海阔，逍遥自在，岂不比在这里提心吊胆，看人脸色要快活千百倍？”高虎闻言，深吸了一口带着草木气息的微凉空气，似乎要将胸中的最后一丝戾气尽数吐出。他缓缓抬起手，摘下了那顶一直遮掩着面容的宽大斗笠，露出了其下的真容。只见他竟是个光头，头顶锃亮，他的五官生得极为粗犷，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嘴唇厚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那2道又粗又黑的眉毛，末端几乎要飞扬着翘到耳朵上方，为他平添了几分凶悍。此刻他脸上的狂躁之色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认清现实后的决断。高虎重重地点了点头，声音低沉：“张雄所言极是，上辅国气数已尽，3大魔宗覆灭，这片土地迟早会被南越国彻底吞并。我们这些曾经的魔道修士，在此地早已没了立足之地，留下也只是苟延残喘，甚至可能被清算。去星罗海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两位，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这批零食抢走啊！这可是我大钱商队押运的货物，价值连城啊！”躲在江辰和伊曼身后的周涛听到张行和高虎竟然已经开始规划如何瓜分他们的零食，顿时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声音带着哭腔，忍不住从伊曼背后探出半个脑袋，焦急地喊道：“在他眼中，这批零食仿佛比他的性命还要重要。”江辰闻言，面无表情地侧过头，冷冷地瞥了周涛一眼，那眼神如同冰锥般刺骨，让周涛瞬间噤声，缩了回去。“周老板，你最好认清现实。”江辰的声音平淡无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意。“对方人数远超我们，且实力不俗，眼下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尽力保全你的性命。若你不知死活，非要为了这些身外之物与他们硬拼，激怒了他们，后果便是我们3人一同葬身于此。你是想活，还是想与这些灵石陪葬？”江辰心中自有思量，他并非没有能力出手灭杀张行一伙，以他金丹境的修为，解决这些筑基期的劫匪并非难事。然而他并不想节外生枝，这批灵石本就是从上辅国魔宗掠夺而来，如今被张行这些上辅国本土的魔道余孽抢去，从某种角度上说，也算是物归原主，总比完好无损的运到南越国资敌壮大要好得多。相比之下，确保自己和伊曼能够顺利潜入南越国才是重中之重。伊曼也适时开口，他的声音动听：“周老板，我师弟说的没错，钱财乃是身外之物，性命才是最宝贵的。只要人还活着，失去的东西总有办法再赚回来。眼下形势比人强，我们需以退为进，暂避锋芒才是上策。”奇怪的是，听到伊曼这番温言劝慰，周涛眼中那极度的恐慌竟如同冰雪遇暖阳般迅速消融了不少。他呆呆地看着伊曼姣好的侧脸，仿佛从他那平静的语气中获得了莫大的安慰，竟真的不再吵闹，只是默默地缩在2人身后，身体也不再抖得那么厉害了。是啊，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周涛心中反复念叨着这个朴素的道理，后背已被冷汗浸透。刚才若不是江辰出手，他早已成了张行的刀下亡魂，若连命都没了，就算有再多的灵石又有什么意义？不过是便宜了别人罢了。当然他也清楚，此番押运失败，丢失了如此巨额的战略物资，回到南越国后，宗门高层必然震怒，一顿严厉的责罚甚至更重的惩处是绝对免不了的。但无论如何，受罚总比当场丧命要好得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该死的魔道余孽，竟敢劫掠我南越国的物资，简直是找死！
一声如同晴天霹雳般的怒喝猛然从天穹之上炸响，这声音蕴含着磅礴的灵力，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连带着整片山林都仿佛为之颤抖。轰！伴随着这声怒吼，一道灰色的流光如同陨星般从天而降，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狠狠地砸落在众人之间的空地上。地面被砸出一个浅坑，烟尘弥漫，烟尘散去，显露出一个身影。此人约莫1.7米的个头，算不上高大，但体型却异常健硕魁梧，一身制式精良的灰色金属盔甲包裹全身。他面容刚毅，浓眉大眼，下颌线条硬朗，一双虎目之中金光四射，不怒自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两侧腰间各自悬挂着一柄连鞘长剑，剑鞘古朴，但隐隐透出的锋锐之气却让人不敢直视。此人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浩瀚如海、沉重如山的灵压，赫然是一位金丹中期的大修士。他的威压如同实质般笼罩了整个场地，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正在疯狂将灵石装入储物界的张行和高虎以及他们手下那10几名黑衣佣兵，在这股突如其来的恐怖威压之下，一个个如同被无形的枷锁捆缚，动作瞬间僵住。他们感觉身上仿佛被压上了1000斤重担，连抬起一根手指都变得异常困难，体内的灵力运转也变得滞涩无比，一张张脸上写满了极致的惊恐。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周涛召唤来的援兵竟然不是预想中的巡逻小队，而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金丹中期大能，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计划。是站台城的副城主刘烨大人。周涛看清来人的面容和装束后，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爆发出狂喜之色，激动的几乎要跳起来。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连滚带爬的从江晨和伊曼身后冲出，指着张行等人，声音因激动而尖锐的喊道：刘城主，就是他们，就是这群魔道余孽，劫掠了我们的车队，快拿下他们！与周涛的激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旁的江晨与伊曼在刘烨出现的瞬间便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极有默契的同时将自身气息收敛到了极致，微微低下头，混在周涛身后，尽量不引起这位金丹中期强者的注意。刘副城主，您可算是来了，您要是再晚来一步，晚辈恐怕就……周涛见到刘烨，激动的语无伦次，他一步一踉跄的快步上前，脸上堆满了劫后余生的狂喜，之前的恐惧与绝望早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找到了强大靠山后的安全感。有这位金丹中期的副城主在此，什么张行高虎，统统不过是土鸡瓦狗。刘烨双手环抱在胸前，身姿挺拔如松，盔甲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他并未理会周涛的激动，他的金丹威压如同有灵性般精准的直笼照在张行高虎那一伙人身上，将他们死死压制，动弹不得。哼！刘烨鼻腔里发出一声不满的冷哼，目光重新落回周涛身上，带着几分责备，押送如此巨额的战略物资，途经这尚未完全肃清的敌国故地，为何不提前雇佣一位金丹修士坐镇护航？如此疏忽大意，简直是拿宗门的资源开玩笑。周涛闻言，脸上立刻露出惭愧的苦笑，连忙躬身解释道：刘城主明鉴，晚辈实在是未曾料到啊！本以为3大魔宗主力已被剿灭，上府国境内残余的魔道修士早已是惊弓之鸟，不成气候。谁曾想竟会接连遭遇2波精心策划的埋伏与算计。先是那张行一伙伪装成护卫，后又跳出高虎这群劫匪，里应外合，实在是防不胜防。是晚辈失察，请城主责罚。他这番解释，半是真话，半是推诿，试图将责任归咎于敌人的狡猾与自己的大意。我看你是舍不得那笔雇佣金丹修士的高额酬金，想省下这笔开销，中饱私囊吧。刘烨目光如电，似乎早已看穿了周涛的小心思，毫不留情地戳破了他的托词。周涛被说中心事，脸上瞬间一阵红一阵白，尴尬的无地自容，只能讪讪地摸了摸鼻子，支支吾吾的不知该如何辩解。他确实存了节省成本、多捞些油水的念头，这才只雇佣了筑基期的护卫，没想到差点把命都搭进去。刘烨也懒得再与他多费口舌，他将冰冷的目光转向被威压死死禁锢在原地的张行、高虎等人身上，眼神中杀机毕露。至于这些不知死活的魔道余孽，刘烨的声音陡然转冷，不好好躲藏在阴沟角落里苟延残喘，竟敢公然劫掠我南越国的战略物资，真是自寻死路。今日便送你们统统上路，以儆效尤。刘烨那毫不掩饰的凛冽杀意，如同严冬的寒潮，瞬间席卷了整个山谷。这股源自金丹中期大修士的恐怖威压，如同无形的天穹崩塌，沉重地压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头。无论是意图劫掠的张行等人，还是看似无辜的江晨伊曼，甚至包括周涛本人，都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窒息感，仿佛有一座无形的万丈巨山悬于头顶，随时可能轰然砸落，将所有人碾为齑粉。江晨与伊曼虽已收敛气息，伪装成筑基修士，但这股全方位无差别的威压依旧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两人心中俱是一凛，但面上却不敢有丝毫表露，只是将头垂得更低，身体微微佝偻，做出竭力抵抗威压的痛苦模样。唉，刘前辈，且慢，且慢动手啊！眼看刘烨杀机毕露，似乎要将此地所有非南越国修士尽数诛灭，周涛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踉跄着上前一步，指着江晨和伊曼，急声解释道：“前辈息怒，这两位修士与那些劫匪绝非一路。方才若不是他们二人拼死相护，晚辈早就被张行那伙贼子乱刀分尸了。他们是我雇佣的护卫，是自己人啊，万万不可错杀。”刘烨闻言，冰冷的目光如同两把刮骨钢刀，首次扫过江晨和伊曼。他见二人气息微弱，在威压下瑟瑟发抖，确实不似张行等人那般凶悍，再加上周涛极力作保，心中的杀意这才稍稍收敛。他鼻腔里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算是默认了周涛的求情。南越国在攻占上辅国的过程中，为了迅速瓦解魔道联盟，减少自身伤亡，也确实招揽策反了不少原本属于三大魔宗的修士。这些弃暗投明的魔修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此对于并非顽抗到底且有立功表现的魔道修士，南越国高层通常也会网开一面，甚至给予一定的接纳。刘烨身为高层，自然知晓这一潜规则，此刻倒也不好对周涛力保的两人痛下杀手。哗，那股如同泰山压顶般的恐怖压力骤然消失，空气重新开始流动，所有人都感觉身体一轻，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而这一瞬间的松懈，对于张行、高虎等人而言，无异于绝境中唯一的一线生机。逃！不知是谁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早已被吓破胆的众劫匪根本来不及做任何思考，也顾不上去捡那些尚未装完的零食和储物戒，如同惊弓之鸟般爆发出毕生最快的速度，朝着山林深处亡命奔逃。他们此刻只有一个念头，远离那个如同死神般的金丹修士。什么灵石，什么宏图大业，在绝对的实力差距和死亡威胁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呵呵，在本座面前还想逃？痴心妄想，现在才想起跑，已经太迟了。刘烨望着那些如同无头苍蝇般四散奔逃的身影，嘴角勾起一抹残酷而冰冷的弧度，眼中充满了猫捉老鼠般的戏谑。他并未急于追赶，只是好整以暇地缓缓抬起双手。嗡！只见他双掌掌心之中骤然爆发出刺目欲盲的赤红色光芒，那光芒如同两轮微缩的血色太阳，散发出令人心悸的能量波动。紧接着，无数道细如发丝却凝练如实质的血色凌厉丝线，如同拥有生命的毒蛇般从他食指的指尖激射而出。咻咻咻！这些血色丝线速度快得超乎想象，几乎在出现的瞬间便已撕裂空气，精准地射向了那些正在亡命奔逃的魔修。扑哧扑哧，距离较近的几名魔修甚至连惨叫都未能发出，身体便被数道血色丝线轻易洞穿。丝线上蕴含的毁灭性能量瞬间爆发，直接将他们的五脏六腑乃至神魂都搅得粉碎。他们如同被抽掉了骨头的皮囊般软软地瘫倒在地，当场毙命，眼中还残留着极致的恐惧。即便是修为最高，已达筑基大圆满的张行与高虎二人也未能幸免。他们虽在第一时间撑起了护体灵光，但在那看似纤细的血色丝线面前，却如同纸糊一般脆弱。噗！啊！两道血色丝线如同无视了空间距离，瞬间穿透了他们的护体灵光，狠狠地刺入了他们的胸膛。张行与高虎同时身形巨震，口中喷出大股夹杂着内脏碎块的鲜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气息急剧萎靡。然而这仅仅是开始。爆！刘烨嘴唇微动，轻轻吐出一个冰冷的字眼。轰轰！那两道贯穿了张行与高虎身体的凌厉丝线，仿佛被注入了狂暴的指令，猛然间红光大盛，内部压缩到极致的毁灭性能量轰然爆发。张行与高虎的身体如同被充气的气球一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膨胀变形。他们的皮肤被撑得透明，青筋血管如同蜘蛛网般暴起，五官扭曲到了极致，发出了不似人声的痛苦嘶吼。下一刻，轰隆隆，两声沉闷如惊雷的巨响几乎同时炸开。张行与高虎那膨胀到极限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那恐怖的能量，如同两颗被点燃的火药桶般轰然炸裂。漫天血雾混合着碎骨肉糜四散飞溅，将周围的地面染成一片刺目的血红。两位在筑基期堪称顶尖的高手就此形神俱灭，连一丝残魂都未能留下。这便是金丹中期大修士的恐怖实力。对付这些筑基期的修士，他甚至无需动用任何法宝，仅凭自身精纯的灵力便可如同碾死蝼蚁般轻易虐杀。方才这一手恐怕连他2成的实力都未曾用到。快跑啊！远处侥幸因为距离较远而未被第一时间锁定的5、6名魔修，亲眼目睹了张行、高虎等人惨死的景象，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再也顾不得其他，
纷纷祭出压箱底的逃命手段。有人脚踏灵梭，化作流光，拼命向天际逃窜；更有2人直接施展土遁之术，一头扎入地下，试图从地底逃离这人间炼狱。啪！一声清脆而随意的响指声在死寂的山谷中突兀地响起，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魔力。就在这响指声落下的瞬间，不远处的地面之下猛然传来2声沉闷至极的骨肉碎裂声。只见那2名刚刚施展土遁之术，试图从地底逃生的魔修所在的位置，方圆数丈内的泥土和岩石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恐怖巨手攥住，骤然向内疯狂挤压，坚硬的土层瞬间变得比金刚还要坚固。那2名魔修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未能发出，便被这股无法抗拒的巨力，连同他们周围的泥土岩石一起，硬生生的挤压碾碎。最终，他们化作了2滩模糊的血肉混合物，深深地嵌入了地底深处，死状凄惨无比。这便是金丹修士对天地灵气精妙掌控的体现，杀人于无形。咻！解决了地下的隐患，刘烨身形一晃，如同瞬一般出现在半空之中。刘烨脚踏虚空，衣袂飘飘，目光冷漠地望向天际那几道已经逃出数里之外，正拼命催动灵梭亡命飞遁的身影。他嘴角依旧挂着那抹戏谑的冷笑，仿佛在欣赏猎物垂死挣扎的丑态。他甚至没有动用任何灵气，只是不紧不慢的一步踏出，身形便如同鬼魅般消失在原地，下一刻已出现在100丈之外，以一种看似悠闲，实则快如闪电的速度追了上去。对他而言，这确实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甚至懒得动用真正的实力。